萧诺，你身为萧家子嗣，该是为家族做出贡献的时候了。天罡剑宗的少宗主需要你体内的那滴天皇血成就战皇圣体，只要你愿意交出天皇血，天罡剑宗便可护佑我们家族300年。别做无谓的抵抗，为了家族，你这个小小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嘿嘿嘿，牺牲你一个萧诺，成全整个家族，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哈哈哈哈！来人，取血！嘶！不！冰冷的刀刃随即灌入了背骨当中，渗透灵魂的剧烈痛感直接是把萧诺从睡梦中惊醒。呼！萧诺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着粗气。又是这个梦。萧诺双手紧握成拳，指甲都陷入了掌心肉中，他的眼神中涌动着火焰般的憎恨以及愤怒。3年了，3年前的那一晚，仿佛成为了萧诺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梦魇。萧诺出生于西岳城的萧氏家族，在他出生那天，天生异象，身外赤金之气萦绕。经过查验，其体内竟有一滴天皇圣血。凭借精血之力，他在同辈人中出类拔萃，风采斐然，曾经更是西岳城排名第1的天才。可就在3年前，天罡剑宗和萧家做了一笔交易，剑宗要天皇血转接给他们的少宗主，助其修炼1000年战皇圣体。为此，天罡剑宗给萧家开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甚至给出了一句承诺，只要交出天皇血，天罡剑宗愿护萧家300年。天罡剑宗乃是东荒7大修行圣地之一，在世人的心中绝对是一尊庞然大物。只要得到天罡剑宗的庇护，萧氏家族崛起在望。正是因为那句承诺，萧家之主令人强行取走了萧诺身上的那滴天皇血。天罡剑宗得到了天皇血，也遵守了承诺，不仅给予了萧家天大的好处，甚至还把萧家的年轻一辈招入了宗门修行。近几年，萧家发展得很快，一跃成为了西岳城排名前3的家族。可是被夺走天皇血的萧诺，宫体受到重创，一夜之间从高楼坠入了深渊，耳边的称赞全部变成了乌有，曾经的拥簇尽数化为了冷眼。悲愤、不甘、痛苦、绝望将萧诺一步一步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萧诺试过去找天罡剑宗的人讨要一个说法，可结果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强行轰走，甚至有时候更是被乱棍打出。而在前不久，萧家的高层为了不得罪天罡剑宗，直接将萧诺逐出了萧家，并在族谱上划掉了他的名字。也就是说，现在的萧诺实际上连这个名字称呼都不配拥有。你们踩着我的尸体上去，把我视为刍狗。萧家、天罡剑宗这笔血债，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一定会的。萧诺指关节都捏得咯咯作响，眼神尖锐的就像锋利的棘刺。呼，深深的输出一口气，萧诺站起身来。此刻的他正处于一座危险的山脉当中，这座山脉名为黑虫山脉。萧诺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些药材治疗自己的宫体。刚刚他是在树下休息一会，因为过于劳累，所以就睡着了。3年前天皇血被夺走的时候，萧诺也落下了病根，导致修行上没有任何的进展。而天罡剑宗给予萧家的好处，萧诺也没有分得一丁半点，所以萧诺只能自己寻找药材资源。这里快要接近黑虫山脉的中心地带了，萧诺自言自语，并把旁边装药的篓子背在身上。黑虫山脉危险众多，远处的群山就像古老的苍龙，茂密的森林仿若黑色的海洋。中心地带，萧诺是万万不敢进去的。修行意图可分为炼体、筑基、御气、通灵、封侯、称王、宗师。入地每个境界分为1至9重，1为最低，9为最高。现在的萧诺只有炼体境4重，只能对付些低级的小妖兽。好在黑虫山脉不是第一次来了，路线都很熟悉，能避开不少的危险。只不过今天黑虫山脉似乎比以前要安静不少。之前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黑虫山脉的深处都非常的热闹，各种凶物猛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可今天却是出奇的寂静。萧诺继续前行，寻思着天黑之前离开。然而没过多久，萧诺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我以前好像没有走到过这里。萧诺皱着眉头，有点疑惑地看着四周。此刻的他进入到了一座暗沉的森林当中，森林的构造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鸟巢。萧诺感觉自己就像掉入里边的蚂蚁，分不清东南西北。之前每次来黑虫山脉的时候，萧诺都会留下记号和路标，但现在他一个记号都没有找到，真是奇怪了，我应该没有走到很远才对。萧诺自言自语，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天空。此刻的黑虫山脉上空，乌云笼罩，星旋汇聚，宛如盘踞着一条可怕的魔龙。要变天了吗？我要赶紧找到回去的路才行。萧诺加快了移动的脚步。片刻之后，一座古老的祭坛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是……萧诺有所心惊，那是一座不知道废弃了多久的祭坛，它的大体构造为环形，一圈环绕着一圈，给人一种环环相扣的神秘感。祭坛上立着高大的石柱华表，还有一座古老的神像，它上半身高达几10米，下半身仿佛和祭坛融为一体。在他的身后悬浮着一个巨大的圆环，一手朝上托起，一手朝前探长，犹如古老的神灵。这座祭坛不知被风雨侵蚀了多少年，表面坑坑洼洼，但那座神像却庄严完整，是外界传闻的神坛。萧诺喃喃低语，面露惊色。关于黑虫山脉的神坛，萧诺是听说过的，很久以前就有人传出来过，黑虫山脉里边有一座神秘的神坛，偶尔会有人走到这里，而且还有传闻，
有人从祭坛上面得到过强大的宝物，也有人说过曾经在祭坛上空目睹过神迹，还有的传言是神坛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搜刮完了，现在留下的就是一座空壳。当然了，传闻都是真假参半的，但看到神坛却是一件概率性的事情。肖诺缓缓地走上神坛，来到那座神像的面前。如果这里真的有神灵的话，还请神灵不要怪罪于我，我只是无意闯入，并非有意打扰。说着，肖诺双手合十，行礼朝拜。自己虽然不信神，但愿意给予尊重和敬畏。就在这时，一记尖锐的破风声势袭来，肖诺顿觉剧痛流贯全身，其双目圆睁，低头一看，只见一支冰冷的箭矢穿透了胸膛，伴随着一串鲜血飞溅出去。肖诺的身后传来得意的怪笑声：“哈哈哈哈！拜什么？就算是拜神，也救不了你的命！”听到声音，肖诺猛地转身，3道无比得意的年轻身影映入眼帘。是你们？肖诺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乃是萧家的子嗣，为首者名为萧乙。萧乙脑袋一歪，笑得分外轻蔑：“萧勇师兄令我们3人来取你的贱命。”萧勇听到这个名字，肖诺的眼神变得尖锐无比。萧勇乃是萧家家主的小儿子，年龄几乎和萧诺相当。以前萧诺天皇穴没被夺走的时候，萧勇就对萧诺心有嫉恨，后来天皇穴被夺，萧勇就开始落井下石了。我已经变成这副样子了，他还要继续针对我吗？萧诺一手捂着流血的剑伤，一边愤怒地说道。嘿嘿，站在萧乙旁边手持弓箭的年轻男子鬼笑道：“一个丧家之犬，低等废人，说实话也没必要让我们在乎。不过3天之后，萧勇师兄就要正式拜入天罡剑宗修行了，正好解决掉你，拉近一下和少宗主的关系。”一听这话，萧诺怒火中烧，天罡剑宗和萧家已经夺了自己的天皇血，如今还要自己的性命。萧乙也跟着戏谑道：“这几年来，你隔3差5跑到天罡剑宗闹事，宗门为了颜面名声，不屑搭理你这只蝼蚁。可你还不知天高地厚，为了不让你的愚蠢行为影响到家族和天罡剑宗的关系，你最好还是消失吧。”话音落下的刹那，萧乙直接掠身出去，迎面一掌击向萧诺。萧诺连忙举掌相迎，砰！掌劲交催，气爆震荡，负伤的萧诺直接连连后退，仰面喷血。萧乙是萧勇身边的走狗，天罡剑宗给予萧家的资源自然有他一份，他的修为比萧诺要高出一个等级，炼体境5重。萧诺顿时内伤外伤齐发，飞溅的血雨溅在了祭坛上面。愤怒，萧诺的眼中充满了愤怒。萧乙则是4声大笑：“嘿嘿，天才变狗，真是可怜啊！”另外2个人也踏上祭坛，别跟他废话了，杀了他，回去交差。正有此意，看着凶狠毒辣、不留情面的3人，萧诺浑身颤抖，憎恨和悲愤在心中交织。难道我萧诺今天要死在这里吗？我恨呐，我不甘，我还没有找回我失去的所有，我还没有讨回公道，我不甘心，我好恨啊！萧诺两眼绯红，对天咆哮，他的内心极度悲怆。就在3人即将痛下杀手的刹那，九霄上空突然风雷大作，哐当！萧乙3人的心头一惊，只见萧诺身后的那座古老神像突然双目发出一阵光亮，萧诺那溅在祭坛上的鲜血竟是转化成了成百上千道诡秘的符文秘录。符文秘录形如激活的光环大阵，顿时把萧诺环绕在内。隆隆，空间震颤，大地晃动，霎时古老的神像就像活过来了，他眼中射出2道光柱，光柱重叠，把萧诺罩住。下一秒钟，萧诺直接消失在了神坛上。轰隆，雷声不绝于耳，萧诺坠入了无尽的黑暗当中。而后一片混沌未分，宛如宇宙天河般的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亿万星旋环绕的中央，一座巍峨古老、金光四射的巨塔映入了萧诺的眼中。有缘人，欢迎来到鸿蒙金塔。有缘人，欢迎来到鸿蒙金塔。散发着无尽庄严气息的声音震颤着萧诺的灵魂。那座巨塔震撼非常，前所未见。不等萧诺反应过来，鸿蒙金塔爆发出璀璨神光，唰！萧诺再度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钟，他便出现在了一座古老的神殿中。神殿的构造像是壮观的星轮，一层围着一层，大多数的建筑物为环形。萧诺目光聚集在了神殿的最高一层上，在那里悬浮着一道特殊的大门，大门为圆轮状，犹如那穿梭异界的时空界门。萧诺站在荒凉的台阶上，身后的远方背景犹如黄昏下的万里黄沙。这是哪里？此乃鸿蒙金塔的第1层。庄严神圣的声音再度传来。萧诺心头一紧，你是谁？谁在说话？我乃是鸿蒙金塔的塔灵，我已经在此10万年。塔灵10万年？萧诺愈发的紧张。对方继续道，你莫要紧张，方才你的鲜血洒在祭坛上，触发了禁制，阴差阳错之下，你也成为了10万年来第一个进到这里的人。萧诺不解。塔灵接着说道，创造此塔的鸿蒙始祖曾嘱托于我，第一个踏入鸿蒙金塔者便是与此塔有缘，你将开启金塔，成为此塔的新主人。萧诺愣住了，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还在往外淌血的伤口，说明这并不是梦。他开口问道，鸿蒙金塔有何能耐？鸿蒙金塔乃是宇宙中最为顶级的上古神物，它的奥秘无穷，我短时间内也无法言尽。想要掌控鸿蒙金塔的力量，首先要修行鸿蒙霸体诀。塔灵顿了顿，继续解释，鸿蒙霸体诀，宇宙最强4大炼体神诀之首，
乃是由始祖所创。鸿蒙始祖之力，只手破天，弹指填海，谈笑之间可斩日月星辰。震惊写在了萧诺的脸上。如此巨大的机缘摆在自己的面前，又岂有拒绝之理？我要！萧诺激动地说道：“我要这鸿蒙金塔，我要那鸿蒙霸体诀！”好！话音落下，虚空中爆发出一片绚丽的银色碎光，碎光如亿万星辰碎片，朝着一处聚集。接着，一部虚幻古朴的卷轴呈现在了空中。萧，无形的推力下，卷轴飞向萧诺的眉心。嗡！蓦地，一阵紊乱的能量波动随之泛开，萧诺的眉心泛开一缕缕银色的闪电光纹。鸿蒙之初，混沌未分，始祖生大道，神王创纪元。鸿蒙霸体诀，世间最强炼体神诀，修炼此诀者，霸体超神，万法难破，颠覆乾坤，窥破生死，掌控世间最强之力。第一层，一条条陌生的信息在萧诺的脑海中传荡开来，并迅速地融入到了其记忆当中。与此同时，一股霸道的气焰在萧诺体内涌动，其身上的伤势竟然在自行修复，连那只插在胸口的箭矢都自行崩离瓦解。这是萧诺双目圆睁，内心都在触动。鸿蒙金塔正在为你改善体质，塔灵说道。不一会儿，体质改善完成，萧诺感觉自己从未这么舒坦过，体内灵力充沛，全身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就连天黄穴被夺食后落下的病根都被去除了。萧诺兴奋不已，他握紧双拳，眼中燃动火焰。天不亡我，天不亡我！天罡剑宗、萧家、萧勇、萧逸，我会把你们施加给我的全部还回去。深深地输出一口气，萧诺压下自己澎湃的内心，随即又问道：“你刚才说这里只是鸿蒙金塔的第一层？”是，鸿蒙金塔共有11层，除了第一层和最后一层，其余的9层都封印着一位女人。塔灵回答。萧诺一怔，女人，不错，但她们都不是寻常的女人，有的是凶名显赫的绝世妖后，有的是独断万古的超凡女帝，还有的是弹指灭世的冷血女魔，她们无一例外都是世间最为可怕的存在。萧诺的脸色一变再变，其感到一阵寒气从上方扑来。主人不必担心，这9位女帝、妖后都有封印牵制，只要禁制不灭，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相反，你还能够从他们身上获取好处。哦，萧诺眼睛一亮，都能获取什么？有很多，例如第2层封印的乃是暗夜妖后，她的本体乃是一尊暗星6翼魔龙，这口刀就是她身上掉落的鳞片所化。还有例如第3层封印的乃是一怒则杀，性格易怒的战土女帝，她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汇集成一枚暴血灵珠，使用这颗灵珠能够在短时间内令全身血气爆发，战力翻增几倍到几十倍。说完，2道绚丽的光芒落在了萧诺的面前，一边是一柄黑色神刀，这口刀中等长度，形状犹如锋利的龙牙，刀身上下闪动着黑色闪电般的光纹；一边是一颗血红色的珠玉，大约弹丸大小，内部流动着岩浆般的血气。萧诺先是把黑色神刀接入手中，一股渗入骨髓的寒意释放出来，萧诺险些拿不稳它。好锋利的刀！萧诺暗惊。塔灵解释，暗星6翼魔龙乃是妖族的图腾，它力量恐怖，此刀拥有它的灵力加持，乃是一口妖魔之刀，常人难以驾驭。萧诺微微颔首，随即又把暴血灵珠接入手中，灵珠入手，滚烫灼热，暴虐之气在内部涌动。好宝贝！萧诺眼中泛着光亮，五指握住暴血灵珠，然后说道：“这2样东西都承载着庞大的灵能，以我目前的实力，怕是只能掌控部分力量。正常，主人现在还未开始修炼鸿蒙霸体诀，功体尚弱，等神诀练成为一代神体，世间任何邪祟都无法侵扰到你。”塔灵解释后继续说道：“从今天开始，鸿蒙金塔会存于主人的体内，我会助你早日修成霸体神诀。”萧诺认真的点了点头，他眼中寒光涌动：“我会努力的，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此刻，黑虫山脉，奇怪了，那萧诺废物死哪去了？还有那座神坛也不见了。森林中，萧以3人不断搜寻着萧诺的踪迹。另一人说道：“放心吧，他活不了的。他中了萧四的穿心剑，又中了你的一记催心掌力，死定了。”萧以微微点头，说的也是，回西岳城吧。就在3人准备回西岳城萧家的时候，身后一阵冷肃的寒风从林中呼啸而出。3人心头一惊，连忙回头，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赫然出现，对方不是别人，正是萧诺。萧以眉头一皱：“你竟然还没死？”说罢，萧以咧嘴一笑：“既然没死，那就应该找个狗窝躲起来才对，现在跑出来就是送命来的。”唰，萧以再度冲到萧诺的面前，一记刚猛的冲拳砸向萧诺的喉咙。这一拳，我要轰断你的脖子！拳劲刚猛，恶风扑面。萧诺没有避开的意思，他直接从身后挥出一柄黑色魔刀。枪！由暗星6翼魔龙鳞片所化的魔刀迎击在萧以的拳头上，刹那间，萧以的拳头就像开了叉一样，血肉连同骨头一起分开，剧痛流贯全身。萧以双目圆睁，这是紧随而至的是凄厉无比的惨叫。啊，抱歉，这次死的是你。萧诺冷笑一声，手腕一转，魔刀反握，斩向对手的脖子。嘶，刀光一闪，萧以的惨叫戛然而止，他的脖子处缓缓地溢出一条红线。萧以，另外2人惊怒交加，2人根本想不到
萧诺竟然能反杀实力比他高的萧逸。其中一人从身后拔出一把匕首，如野兽般扑向萧诺。见东西，我要你的命！萧诺满脸不屑。三人当中，就萧逸达到了炼体境5重，另外2人都只是4重。同等级的战斗，萧诺不惧任何人。叮！黑色魔刀和匕首交催的刹那，诠释了何为削铁如泥。魔刀的刀锋直接穿过了匕首，并无情地斩在了对手的胸膛上，刀锋嵌入血肉，没有丝毫阻拦地从后背划出。这一刀切断了对方的上半身，击穿了对方的命脉。啊！飞扬的鲜血异常刺眼，接连的惨叫吓得那名弓箭手魂飞魄散。他看着连斩2人的萧诺，慌慌张张地想要搭弓射箭，可不等他射出箭矢，恶风扑面，萧诺手中的黑色魔刀已经到达了眼前。黑虫山脉森林当中，萧诺毫不费力地连斩3人，真是好刀。萧诺看着手中的黑色魔刀，脸上露出了几分触动之色，有实力的感觉真好。此刀乃是暗夜妖后的龙鳞所化，那就称呼你为暗星魂。旋即，萧诺收起魔刀，随后从萧逸3人的尸体中搜出了6枚灵气丹以及一部名为狼形刀法的武学。灵气丹是提升修为所用，乃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下品丹药，而狼形刀法则是萧家的上乘武学，只有族内的高层弟子有资格修炼。萧勇才给了这点好处，就让你们3个人来杀我。看来在他的眼里，我的确是一文不值。萧诺略带自嘲地笑了声。6枚灵气丹和狼形刀法虽然价值不低，但比起天罡剑宗给萧家的好处，这点东西连9牛1毛都算不上。想起萧家的所作所为，想起萧勇的心狠手辣，萧诺的眼神分外尖锐。如果不是自己无意中开启了神坛，得到了鸿蒙金塔，今天自己真的就要隐恨在这荒郊野外了。如今自己有了鸿蒙金塔，又得到了宇宙4大炼体神诀之首的鸿蒙霸体诀，这相当于重来一世，必定要踏上巅峰。萧勇，3天后你不是要正式拜入天罡剑宗吗？我不会让你得偿所愿。哗！萧诺收刀于身后，眼神坚决，踏步离开。西岳城车水马龙，繁华热闹。西岳城内共有5大家族，这5大家族几乎是垄断了城中90%以上的财富。原本萧家是垫底的，后来和天罡剑宗攀上了关系，短短几年内一跃成为了前3的家族，甚至用不了几年便可成为5大家族之首。萧诺回到了住处，位于偏僻地段的一栋小屋。萧家的崛起是踩着萧诺的尸体上去的，但萧家的繁华却没有分他一丝一毫。萧诺是一个人住，他没有太多关于生母的记忆。至于父亲，在他被夺走天皇血的半年前，因是离开了家族，至今未归。夜晚，万籁俱寂，萧诺坐在房间的练功台上，闭上眼睛，脑海中开始翻阅着脑海中的鸿蒙霸体诀修炼之法。第1层名为青铜骨体，一经炼成，肉身强度堪比青铜钢铁，刀剑难入，水火不侵，哪怕是轻轻一拳，足以砸断对手的骨骼经脉。不过很快，萧诺就睁开了眼睛。虽然是鸿蒙霸体诀的第1层，但需要的修行条件极为苛刻。若想练就青铜骨体，还要庞大的资源灵能进行淬体。我现在的这副身躯力量太弱了，而且缺少炼体资源，只怕很难达成青铜骨体的要求。萧诺喃喃自语道。现在的萧诺只有炼体境4重，远远达不到修炼青铜骨体的条件。不过萧诺并不着急，第1层还有一些基础要诀，可以先行初步淬体。旋即，萧诺按照基础要诀运转体内灵力，随着丹田内的灵力在各大经脉流动，令人感到错愕的事情发生了。萧诺的境界竟然跌到了炼体境3重，这是什么情况？萧诺不解，丹田处的灵力总量变少了。带着几分疑惑，萧诺继续修炼鸿蒙霸体诀的基础要诀。没过一会，萧诺再度惊醒，炼体境第2重了。这一下的功夫，连掉了2个小境界，不应该啊！萧诺更为困惑了，难道自己练错了吗？仔细核对了一下基础公诀的内容，并没有出错。稍作迟疑，萧诺再度进行。片刻之后，没有任何意外，萧诺直接掉到了炼体境1重。这修炼越来越回去了，再这样下去，要变回普通人了。萧诺神情郑重，这鸿蒙霸体诀号称宇宙4大炼体神诀之首，为何修为不增反减？感受着丹田处那稀薄的灵力，萧诺不禁直摇头，终于还是忍不住的询问道：“塔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嗡！话音刚落，萧诺的体内浮现出一缕梦幻白光，在那白光之中，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古塔的轮廓，正是鸿蒙金塔。我的灵力快要消失了，萧诺道。塔林回答：“并没有，你丹田中的灵力分散到了全身上下每一处地方。”哦，这才是鸿蒙霸体诀的最为玄妙之处，淬炼全身，任何一处地方都是最强的爆发点。塔林解释。萧诺心头一动，他下意识地抓起旁边的一个水壶，五指微微用力，砰的一声，水花四溅，水壶直接爆碎开来。原来如此，萧诺面露喜色，其刚才没有动用丹田中的灵力，直接用的就是手臂的蛮力，结果令萧诺感到惊喜，丹田灵力并没有消失，而是完美的融入了身体各处，宫体中的灵力总量也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分散到了宫体的每一个地方。在境界上面，萧诺试炼体境1重，但他的肉身力量强度绝对是比刚才更强的。惊喜的同时，萧诺又面临着新的情况，淬炼宫体全身需要大量的灵力支撑，炼体境1重的他
无法继续把力量分散到各个地方。稍作迟疑，萧诺当即取出6枚灵气丹，这是从萧以3个人身上搜刮的来的。没有犹豫，萧诺吞下1枚。这灵气丹的品质绝佳，一看就是天罡剑宗炼制的灵丹。灵气丹入腹，一股浑厚的灵力在体内弥漫开来。萧诺稳住心神，开始牵引着灵能力量流动全身。很快，萧诺体内的一条条经脉被打通，丹田内的灵力又重新变得充盈，强盛炼体境2重，炼体境3重，炼体境4重。一转眼的时间，萧诺就连升3个小境界，重回了炼体境4重。萧诺一边吸收着丹药灵力，一边运转鸿蒙霸体诀，将灵力分布全身各个地方。如此完成了几次的周转过后，萧诺终于是突破了炼体境4重的临界点，踏入了炼体境5重的层次。浑厚的灵力流贯全身每一寸皮肤，充斥着每一根筋骨。萧诺趁热打铁，又接连服下2枚灵气丹，在鸿蒙霸体诀运转下，丹药所化的灵力不断周转全身，强化宫体各处。有了灵气丹的填补，萧诺这次没有跌回炼体境4重，而是持续的强化肉身，稳固基础。几个时辰后，萧诺睁开了眼睛，停止修炼。此刻的他感觉这副身体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体内的力量无比充盈，手臂的表面隐隐闪动着一抹暗光，皮肤坚硬的像是金属一样。萧诺的境界来到了炼体境5重的顶峰，虽然只有5重，但实际上萧诺体内灵力的总量大得惊人。普通人修炼主要是看丹田蕴含的灵力总量，可萧诺不同，他的灵力用于强化了肉身，充满了全身的每一个地方。对比赵寻常的炼体境5重，萧诺体内的灵力总量比其他人要多好几倍，哪怕是炼体境6重、7重的人都不比不过5重的萧诺。我还有3枚灵气丹，突破炼体境6重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这副身体又开始成长了。萧诺轻轻地输出一口气，原本的萧家弃子，凭借体内的那滴天皇血，年仅13岁就达到了炼体境7重，这份天赋在西岳城绝无仅有。后来天皇血被夺，宫体受创，令其跌到了炼体境4重。这3年来，萧诺再无任何长进。如今这副躯体又活了。3天时间，一晃变过。在使用了余下的3枚灵气丹后，萧诺成功突破了炼体境6重。对于普通人而言，提升一个小境界只需要1到2枚灵气丹，但到了萧诺这里，最少也需要3枚。同时，萧诺对于丹药灵力的吸收速度也远超常人。常人吸收1枚丹药的灵力大概需要数天，萧诺可能半天左右。毕竟修炼鸿蒙霸体诀是要强化全身每一寸的宫体，这也就导致萧诺在修行上需要比常人更多的资源。虽是炼体境6重，但我的肉身强度却比同等级的人强大了好几倍。房间中，练功台上，萧诺从修行中醒来，在他的旁边还放着萧家只有高层弟子才有资格修行的武学狼形刀法。短短3天时间，萧诺就把这部武学融会贯通的差不多了。鸿蒙金塔不仅仅是改善了萧诺的体质，甚至还提升了他的天赋悟性。这部狼形刀法只是看了几遍便知晓其中的奥秘所在。咯吱，随后萧诺推开房门，其抬眼看向蔚蓝的天空，双眸之中锐光闪烁。今天是萧家的少主萧勇正式拜入天罡剑宗的日子，自己也该去祝贺一番了。西岳城今日的街道上热闹非凡，尤其是萧家的府院内外更是张灯结彩，锣鼓齐鸣。萧家好热闹啊！那可不吗？每年的今天都是萧家弟子正式拜入天罡剑宗的日子，萧家家主都要宴请宾客前来观礼，真是羡慕啊！萧家能够和天罡剑宗这样的庞然大物建立起一道桥梁，以萧家的发展速度，怕是很快就要成为西岳城之首了。此刻的萧家，红色地毯从门口一路铺到了主院。主院中，萧家家主萧雄坐在高位上，他大约40岁左右，嘴角上挑，笑容满面，一双阴鸷的眼神令人心生畏惧。另外，4大家族的家主也都悉数到场，但可以看得出，4大家族的人都只是表面来祝贺，心里多少是有所不爽。在他们看来，要不是天罡剑宗，萧家哪能在这里逞威风？二小姐到。这时门口传来通报声，众人的目光纷纷扫了过去，就连家主萧雄都站起身来。是雨薇回来了。只见一道年轻靓丽、身姿高挑的漂亮女子带着2、3个人走了进来，她的身上悬挂着一枚玉佩，玉佩的正面刻着一个凌厉的剑字，是天罡剑宗内门弟子的信物。嚯，这萧家二小姐才进入天罡剑宗1年时间，就成为内门弟子了吗？你怕是还不知道吧？萧家二小姐天赋异禀，深得剑宗的赏识，据说她已经达到炼体境9重了，还完成了剑体的初步淬炼，厉害啊！她才17岁吧，就达到了炼体境9重，等到剑体大成，剑气由内而发，前途不可限量啊！而且我还听说天罡剑宗的少宗主对她关照有加，2人关系非同一般，这萧家很有可能要飞出一尊金凤凰了。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萧雨薇脸上非但没有一丝不满，反而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他走到萧雄的面前，父亲，我代表宗门前来接引家族的新人。一听这话，萧雄更振奋了，2眼都在发光发亮。代表宗门，自己的女儿竟然代表天罡剑宗，这是何等的威望！哈哈哈哈！好，好，今日你既是萧家二小姐，也是远道而来的贵宾，快上座。说这话的时候，
萧雄不由得扫了另外4位家主一眼，脸上满是傲然。萧雨薇也没有客气，他犹如一尊高贵的金丝雀，坐在了萧雄位置的旁边。待众宾客入座后，萧家上空礼炮齐鸣，花雨纷飞。时辰已到，入门大殿正式开始，有请我萧家的天罡剑宗弟子。在高昂的欢呼庆贺声中，几位年轻男女走到了早已布置好的台面上。萧家的小少主萧勇意气风发，赫然站在主位。此时此刻，萧家弃子萧诺来到了萧家的大门之外站住。萧家大门口，2名捉刀的守卫拦住了萧诺。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被逐出家族的天才啊！你来干什么？一名守卫冷笑道。萧诺眼皮微抬，淡淡的说道：我要进去。进去可以啊，请帖拿出来。那守卫趾高气扬，朝着萧诺伸手索要请帖。除了萧家之人，外人入内都要请帖。萧诺依旧平静，我没有请帖。哼，没有请帖，那就滚。说罢，其中一人上前推向萧诺，另一人也跟着挥掌拍向萧诺的脑袋。狗一样的东西也敢踏入萧家大门？萧诺声音冰冷，今日我带刀前来，何须请帖？枪！话音落下的刹那，一记森暗的黑色刀光闪过，伴随着鲜血飞洒，2名守卫即刻被磨刀封喉。从今日开始，你们几个就是天罡剑宗的正式弟子了。往后，家族和宗门在你们心中的地位都是不容亵渎的，你们要忠于宗门，守护宗门。萧家大院，萧雨薇站在高台的正前方，她目光庄严，语气冷厉，给人一种不可冒犯的高贵感。是，雨薇师姐。台上的众人齐声应允。平时在萧家的时候，众人称呼萧雨薇为2小姐，如今正式拜入天罡剑宗，称呼上也做出了修改，这也是萧家向天罡剑宗以示忠心的方法。萧家家主萧雄的意洋洋，脸上掩饰不住的笑容。接着，萧雨薇扬手一挥，授予本门弟子信物。是。旋即，几个下人走上台去，每个人的手中都端着一个托盘，每个托盘之中放着3样东西：一件叠好的剑袍，一枚正式弟子的信物，以及一枚灵气浓郁的金色丹药。场下的观礼的众人再度惊叹不已，那应该是筑基丹吧？不愧是天罡剑宗，弟子刚入门就已经把筑基丹准备好了，真是让人羡慕。一枚筑基丹价格颇为昂贵，抵得上10枚灵气丹。天罡剑宗对萧家的待遇的确可以。听着场外所言，萧雄更得意了。反观其他4大家主的脸色，多少有那么些难看。台上几人接连收下信物，到了萧勇这里，却不止3件东西。萧勇的面前有5件，除了剑袍、弟子信物、筑基丹，还有一本武学功法、1瓶灵液。这洗髓灵液和飞影剑诀是少宗主特意为今年家族第1人准备的礼物。萧雨薇开口说道。萧勇的脸上布满喜色，身边的其他人都是羡慕不已。哈哈哈！萧雄笑着站起身来，他红光满面，指着萧勇面前的东西说道：这洗髓灵液可改变一个人的功体，大幅度的提升修行速度，哪怕是庸才都能变天才。还有那飞影剑诀，乃是天罡剑宗的上品武学，万金难求，还不快谢谢你2姐。萧勇也是喜笑颜开，他傲然之气流溢，双手抱拳，面向萧雨薇：多谢2姐，待我入了宗门后，定要亲自感谢少宗主的厚爱。洗髓灵液的价值不用多说，上品武学飞影剑诀更是价值不菲，毕竟萧家的上乘武学狼形刀法也只是一部中品的武学。萧雄再度放声大笑。另外4位家主可有些坐不住了，这萧家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和天罡剑宗关系走得有多近不成。然而就在萧勇即将接过天罡剑宗弟子信物，并正式拜入剑宗之时，一道冷冽身影缓缓地踏入了场中。慢着！哗！雾色双峰席地而来，众人的心神无不一惊，齐刷刷的目光纷纷转向来人。萧诺，众人更是意外了。是你？萧勇面露惊异，对方竟然还没死，自己3天前就派了萧乙几个人去了结掉他的性命，萧乙他们没回来，反倒是这家伙在这个时候出现。你来干什么？萧雨薇傲声问道。萧诺步步沉稳，步步踏出无声的冷冽。我今日前来是为了剑宗名额。此话出口，4下错愕。萧家众人面面相觑，这家伙是脑子坏掉了吗？剑宗弟子名额怎么可能有他的份？就算给他，他又敢去吗？但实际上剑宗名额只是一个幌子，萧诺此行别有用意。你已经被逐出了家族，剑宗名额跟你有什么关系？来人，给我乱棍打出去！萧雨薇冷冷地说道。是，2小姐。一众萧家护卫刚欲动手，萧诺却笑了，其笑得极为轻蔑，笑得极为不屑，其目光轻抬。萧家之所以有今天，乃是我身上那滴天皇血换来的，剑宗名额如何跟我没有关系？你没有我的天皇血，你们又如何能攀上天罡剑宗这棵大树？你又如何能飞上枝头变凤凰？萧诺指着萧雨薇发起质问，尤其是后面变凤凰3个字，充斥中讥讽的意味。拿了我的天皇血，换取萧家兴盛300年，今时今日，你们要卸磨杀驴吗？冰冷的言语直戳萧家众人的人性。如果是在平时，不会有人愿意搭理萧诺，甚至还要招来一顿落井下石。但今天不同，西岳城的另外4大家族都在场，萧雄再如何的不要脸，也不会在这种场合不留情面。每年获得天罡剑宗名额者，都是萧家最为优秀的一批弟子，你还达不到那个资格。
家主萧雄说话了，对方直接把原因转移到了萧诺自己身上。哦，萧诺俊眉轻挑，其笑道：“这就是今年萧家最强的几个人吗？不错。”萧雄丝毫不把萧诺放在眼里，他带着玩味说道：“想要进入天罡剑宗，最起码你要先有资格站在上面。”哗，无形的气流加剧，台上的众人皆是以挑衅的眼神看着萧诺。今年萧家共有6人进入剑宗，最强者乃是萧勇，他达到了炼体境7重，而实力最差也有炼体境5重。至于萧诺，3年前天皇穴被夺，宫体受损，勉勉强强维持在炼体境4重，这些年来不仅一直都没有长进，且宫体越来越差，想要站在上面根本没那个本事。你有那个资格上来吗？萧勇冷笑道：“若是没有，那就趁早滚吧。”纵然萧家做得如此之绝，但在4大家族众人的眼中，萧诺也确实没资格进入天罡剑宗。但令人意外的是，萧诺没有退后，他朝着前方的高台走去。萧雄、萧雨薇等人目光皆是一沉，蓦地一道站在萧勇身边的年轻身影率先冲了出来。哼，一条被驱逐出门的狗也敢回来狂吠，我萧成可不惯着你。话音落下的刹那，萧成直接纵身跃下高台，一记俯冲重拳砸向台下的萧诺，接得住我一拳，剑宗名额给你。怒罡拳一声暴喝，萧成拳劲蓄力，一缕灵力汇聚在拳臂上下，随着青筋血管隆起，对方的手臂都隐隐变成了暗红色。怒罡拳虽是萧家的下品武学，但极具爆发力，全身力量汇聚于一处，可瞬间宣泄千斤之力。萧成乃是炼体境6重的实力，再有怒罡拳的拳劲加持，这一击别说炼体境4重的萧诺，就算是炼体境5重的人都要被一拳打爆。但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萧诺早已突破了炼体境6重，而且还不是普普通通的6重。在鸿蒙霸体诀的淬炼下，萧诺的全身上下每一寸都是力量爆发点。唰，面对萧成的恐怖攻势，萧诺膝盖一弯，然后骤然发力，使用的亦是萧家的下品武学怒罡拳。砰，一上一下，一南一北，2记拳臂结结实实的冲撞在了一起，伴随着一声沉重的爆响，一团血雾顿时炸开，气劲爆冲，在一双难以置信的目光下，萧成那壮硕的手臂当场被震爆。啊！惨叫声中，萧成直接飞了出去，每一缕血丝都分外刺眼。萧诺则是身形沉稳地站在原地，未伤分毫。这一幕的出现令全场震撼，就连萧雄都忍不住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怎么可能？怎会？萧雨薇也不敢相信，失去了天皇血的萧诺，怎么可能还有如此实力？难道对方的那滴天皇血回来了？不可能，绝不可能！众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异。萧成倒在台下，血流如注，他的右手臂完全被震碎了，看上去分外凄惨。萧成一败，意味着他的名额将被萧诺替换。正当萧家众人倍感难堪的时候，萧诺竟是没有多看萧成一眼，他做出了更为骇人的选择。既然要入剑宗，自然要以第一的成绩进去。话锋一顿，萧诺抬手指向场上的萧勇：“你滚下来！”这一刻，萧诺真正的意图显现出来了。“你滚下来！”冰冷的几个字入耳，场上的氛围再度加剧。萧诺竟然不满足击败萧成，而是把矛头对准了萧家的少主萧勇。萧勇的眼神变得森寒无比，他双手握拳，杀意燃动：“你这个可恶见东西，你也配挑战我？是我不配，还是你不敢？”萧诺语带嘲讽，萧狂霸气。看着此刻的萧狂，场下不少人都露出了丝丝惊疑。这就是曾经的西岳城第一天才吗？虽然3年前失去了天皇血，但今日风采再现。萧勇也是彻底被激怒了，你在说什么梦话？上台来战！不过丑话说在前面，生死各安天命。今天可是萧勇意气风发的时刻，他岂能任由萧诺践踏自己颜面？一见这种情况，台上的其他人纷纷退下。萧雨薇看着眼前这一幕，也知道今天不可能善了。他眼中闪过一抹幽光，趁着台上几人下来的空档，然后走到了台边。这个拿好！萧雨薇侧着身子，把一枚丹药悄悄塞到萧勇的手中。萧勇不解，这是什么？受力丹，服用之后能够爆发双倍的力量，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说完，萧雨薇就走开了。萧勇暗自冷笑，以自己炼体境7重的实力解决掉一个萧诺，完全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虽然对方打败了萧成，但绝不是自己的对手。不过有了这枚受力丹，萧勇的底气更澎湃了。看着上台的萧诺，萧勇杀心一起，我保证，今天你走不出这萧家大门。两眼一红，萧勇当即取出一柄锋芒闪烁的弯刀，枪，弯刀在手，萧勇有如奔狼般踏了出去，施展的正是萧家的高等武学狼行刀法。受死吧，狼奔千里！唰，萧勇速度极快，瞬间栖身至萧诺的面前。殊不知，萧诺早已对狼行刀法了若指掌。面对萧勇挥斩而来的弯刀，萧诺身形一侧，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对方的强攻。接着，萧诺左手朝上一甩，准确地打在了萧勇的手腕处。哒！萧勇顿觉手臂一麻，手中的弯刀竟是脱手飞出。什么？四下众人再次被惊到了。一个照面，萧诺竟然卸掉了萧勇的武器，那可是炼体境7重的实力啊！众人不清楚的是，萧诺的境界虽然不如萧勇，可肉身的强度，体内的灵力总量却远不止炼体境6重。弯刀飞上半空，萧诺脚下一转，
抢先把对手的武器接入手中。凶狼回巢，萧诺接着身形的转动，手中弯刀劈在了萧勇的身上。嘶！一串绯红的鲜血在刀锋下溅开，萧勇的胸膛上直接绽开一道血痕伤口。场下众人大惊，萧雄双目怒睁，他怎么会狼行刀法？狼行刀法只有萧家的高层子嗣有资格修炼，萧诺根本不可能触及。台上，萧勇颇然大怒：“狗东西，你竟敢伤我！”无能狂怒，萧诺嘲讽之际，欺身而上，手中弯刀有如迅疾猛烈的凶狼，强攻而出。台下的萧雨薇二话不说，立即取出自己的佩剑丢上战台。青羽剑，接着哒！萧勇慌乱中接下佩剑，长剑出鞘，锋芒耀眼。萧雨薇的武器竟然是一口下品灵器。萧勇以剑带刀，施展出狼行刀法，两道身影刀剑碰撞，溅出一连串的星花火雨。场下的众人是越看越心惊，越看越意外。萧勇乃是练体境7重，加上灵气青羽剑的加持，战力起码翻了1-2倍。可是接连的几次进攻都奈何不了萧诺。最主要的一点，萧诺的狼行刀法比对方还要娴熟巧妙得多。没想到你这条死狗都还能蹦跶起来。萧勇一边进攻一边嘲讽。萧诺眼神幽冷，丝毫不慌，下次想要杀我，记得找几个像样的人。萧勇瞳孔缩动，他立即明白过来，对方说的是萧逸。你把萧逸他们怎么了？你说呢？少主。萧诺刀锋一转，弯刀在掌下旋转，并绕到了对方的腹部位置，昂牙撕裂。嘶！凌厉的刀尖划破了萧勇的腹部，又是一道血痕溢了出来。虽然灵气在手，但萧勇始终都棋差一招，敌不过萧诺的进攻。可恶啊！萧勇两眼都在喷火，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啊！你这条被逐出家门的狗是翻不起大浪的。说罢，萧勇翻手取出方才萧雨薇给他的兽力丹，一口将丹药吞下。霎时，萧勇的身上涌动中极为强盛的兽息，他的瞳孔缩动，血丝布满眼白，看上去如野兽般凶狠。此刻他的力量直接翻了2-3倍，场下众人都有所触动。萧勇这俨然是被逼急了，受死吧！狼怒血夜斩！萧勇气势大爆，飞跃而起，双手握剑劈向萧诺。萧诺目光泛寒，此刻的萧勇战力差不多达到炼体境8重了，而自己才刚踏入6重没几天，差距多少还是有些的。但也就在这时，萧诺心念一动，身上的暴血灵珠随之启用。哗！刹那间，萧诺身上同样爆发出了一股强盛的血气，衣袍掀动，黑发飞舞。萧诺如魔神般血气暴涌，暴血灵珠乃是封印在鸿蒙金塔第3层的战图女帝怒气所化，能够提升几倍至几10倍的战力。同样暴走的萧诺亦是双手捉刀，纵身迎向萧勇。狼怒血夜斩！呜！相同的招式，澎湃的血气，战台之上传出了诡秘的狼啸。萧诺、萧勇就像是争雄的狼王，对冲在了一起，刀剑再度交催。砰！沉重的爆响荡开，雄浑的气爆扩散。萧勇手臂一震，他手中的青羽剑再度脱手飞去。轰隆！这一幕震惊了众人，怎么可能？萧雨薇也惊住了。服用了兽力丹的萧勇，竟然还敌不过萧诺，对方的力量强度到底有多越线？叮！青羽剑以旋转的形态落在了台上，萧勇连连后退，体内气血翻涌。也就在这时，落地的萧诺又一次的弹了出去。只有这种程度吗？萧家少主！众人心弦一紧，萧勇根本没反应的时间，一道黑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萧雄怒声喝道：“住手！”萧雨薇也冷声呵斥：“你敢！”萧诺没有任何的停顿，他高高的举起手中刀锋，照着萧勇劈了下去。萧勇连忙闪退，但终究是慢了一步，冰冷的刀锋斜着斩过了对方的右边肩膀，一记嘹亮的刀银声震颤耳膜，绯红鲜血扬起，萧勇的右边肩膀直接被斜着砍了下来。枪！刀锋无情，冷冽如霜。萧家大院，萧诺手中的弯刀下扬起了一片红雨。萧家的少主萧勇双目圆睁，短暂的麻木过后，剧痛蔓延全身，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半个肩膀飞了出去。啊！我的手！萧勇五官扭曲，惊恐布满了他的整张脸。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住了，萧雄、萧雨薇等众无不惊怒交加。另外4大家族的家主也都不由得站起身来，断臂分支。站台的地面上都被劈出一条凌厉的刀痕。萧勇如残废之犬，连连后退，而他面前的萧诺犹如魔神，冷冽坚韧。萧家众人惊恐，萧家之主萧雄大怒：“贼子，我要你的命！”砰！萧雄扬袖一挥，身旁的一张茶桌当场被震碎。接着萧雄怒起一掌，雄浑的气势如浪潮般的扑向台上。只见一记金色掌元栖身到了萧诺的面前。萧诺眼角一侧，其下意识地将弯刀挡在了身前。砰！金色掌元像是虚幻大手般冲击在刀身之上，这口从萧勇那里夺来的弯刀直接被震断成数截。萧雄乃是一家之主，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通灵境，掌力隔空外放，刚猛霸道。萧诺是炼体境，与萧雄之间还隔了筑基境、玉气境2个大层次。霎时掌力渗入体内，萧诺残刀掉落，嘴角溢出一缕鲜血。与此同时，萧雨薇飞身掠上站台，他修长白皙的五指隔空一系枪落在台上另一边的灵气青羽剑随即回到了萧雨薇的手中。入手的青羽剑比之在萧勇手中的时候差距巨大，
一阵寒光布满剑身，强盛的锋芒映照中四下众人的面庞。你敢伤我弟弟，萧诺，你犯了死罪！萧雨薇冷冷地说道。他好似一颗飞星，在空气中划出一道耀光剑痕，转瞬之际便欺压到了萧诺的眼前。场下众人的心弦一紧，是寒星剑体，这是寒星剑体独有的锋芒锐气，这萧雨薇了不得呀！几乎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斥中惊叹。这萧雨薇才进入天罡剑宗短短1年，就淬炼出了寒星剑体，众人惊叹其天赋卓越，更惊叹于天罡剑宗的强大。毕竟是在天罡剑宗的资源下，萧雨薇才能凝练出此等强大剑体，容不得众人多言。踏上台面的萧雨薇一剑摇光，划出一道青色光弧，凌厉剑锋直取萧诺的项上人头。死！萧雨薇眼神森寒，出手无情。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萧诺要被就地斩杀的刹那，萧诺身上的衣袍再度被强盛的血气冲开枪。蓦地，萧诺反手于身后抓出一口暗冷的黑色魔刀。萧诺反手捉刀展开迎击，砰！刀剑交催，气劲爆冲，绚丽的剑气和暗沉的刀光顿时于两者间迸开，两道身影骤然拉开身位。唰！萧两人各自后退。萧雨薇的脸上溢出惊异，这时萧家众人和另外4大家族众人也都满脸错愕。接住了！萧诺竟然接住了萧雨薇的正面强攻，怎么可能？萧雨薇可是练体境9重的修为，再有寒星剑体和青羽剑的力量加持，就算是筑激境1重的人都能够一较高下了。有人沉声道：“有问题，那个萧诺修为怕是恢复了，可他3年前也才练体境7重啊。”是啊，就算是3年前的他，也绝对挡不住萧雨薇的进攻才对。氛围紧张，气流加剧，众人的目光都死死地锁定在了萧诺的身上。萧雨薇则是盯着对方手中的那口黑色魔刀。就在刚才青羽剑与之碰撞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股凶厉的寒气。看来这些天你获得了一点奇遇。萧雨薇细眉轻挑，旋即又道：“那毫无用处，你今日仍旧走不出这萧家大门。”说罢，萧雨薇再度催动体内灵力，几缕剑气环绕在青羽剑之外，一股气压扩散开来。杀了他！二姐，快点杀了他！我要他不得好死！萧勇在场边憎恨地吼道。他两眼猩红，恨不得把萧诺挫骨扬灰。就这么想杀我吗？萧诺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3年前的时候，对方尚无这般冰冷无情。当初的萧雨薇甚至还和萧诺关系不差，直到天罡剑宗和萧家完成那笔交易之后，萧雨薇冷声道：“这都是你自找的。”萧诺道：“难道不是因为那天罡剑宗的少宗主容不下我吗？”呵，萧雨薇冷笑不已，他有所怜悯地说道：“3年前你拥有天皇血，天赋的确不差，可是比之少宗主而言，完全就是云泥之别。我并不想打击你，你在天罡剑宗的面前，形如蝼蚁，蝼蚁。”萧雨薇字字带着嘲讽。萧诺眼角泛寒，他握着魔刀暗心魂，掌中寒意入骨。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萧诺沉声道。萧雨薇目光微眯，台下的萧雄大手一挥，厉声怒喝：“雨薇，不要与他废话，直接斩！”哗，杀气涌动，四座紧张。萧雨薇踏步掠出，举剑便攻。但这时萧诺开口说道：“你们萧家要当众杀死天罡剑宗的弟子吗？”萧雨薇顿住身形，萧家众人也跟着一怔。萧诺一手捉刀，一手负于身后，其平静地说道：“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剑宗名额，自然也是天罡剑宗的正式弟子。雨薇师姐杀害同门，可是大罪啊！”哗，周边气流轻颤，萧雨薇的心神为之一震。天罡剑宗的门规，他自然清楚，同门之间不得自相残杀。如果萧诺以剑宗弟子自居的话，那他还真不能下手。可是萧诺斩了萧勇半个肩膀，当众打了萧家的脸，岂能就此收手？看着萧雨薇犹豫的样子，萧诺知道对方有所顾忌。接着萧诺目光转向萧家家主萧雄。萧雄家主，我现在是天罡剑宗弟子，你若杀我，岂不是在损害剑宗的门威？今日西岳城5大家族皆在这里，用不了几天便会传出萧家众人残害天罡剑宗的正式弟子，这不是在践踏剑宗的威严，又是什么？萧诺声势冷厉，言语凌厉，继续掷地有声地说道：“你今天敢杀天罡剑宗的正式弟子，明天岂不是就敢杀天罡剑宗的内门弟子？后天岂不是就敢忤逆天罡剑宗的少主？那么大后天岂不是连天罡剑宗的宗主都不放在眼里？”此言一出，萧雄的脸色阴沉的铁青，他顿时明白自己落入了萧诺的圈套当中。他可以杀萧诺，但不能杀天罡剑宗的弟子；他可以不要脸，但不能让天罡剑宗丢脸。这3年来，萧家和天罡剑宗建立起来的关系，绝不能在外界的流言蜚语中受到影响。另外，4大家族的众人都是看戏般的看着当前这一幕。不得不说，萧雄对天罡剑宗真是忠心，仅仅是因为萧诺那剑宗弟子的身份，就满是顾忌。今日面对家门受辱和剑宗颜面，对方又该作何选择？一番沉默，萧雄握紧拳头，强压着心中的怒气，让他走。萧家众人一惊，萧雨薇连忙喊道：“父亲！”萧勇更是急了：“别，不能让他走，他把我害成这样，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萧雄眼神阴狠的就跟猛兽一样，他死死地盯着萧诺。萧家愿赌服输，你走吧。听着这话，萧诺差点没笑出声。还愿赌服输，倘若不是另外4大家族在场，
倘若不是对方担心损害和天罡剑宗的关系，这会怕是整个家族的人都要冲上来，把自己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萧诺也正是看准了萧雄对天罡剑宗的忠诚，所以今天才会踏足这里。萧诺很清楚，哪怕是有一点会影响萧家和天罡剑宗关系的可能性，萧雄都不会让其发生。这些年来，萧家对天罡剑宗已经是到了绝对忠诚的地步，即便是一丁点损害剑宗威严的事情，萧家都做不出来。所以萧雄绝对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对萧诺出手。旋即，萧诺走到台下，看着一位下人手中的托盘，这几件东西是我的了。萧雨薇冷眸如剑，他立即喝道：萧诺，你别太得寸进尺了。那几件东西正是天罡剑宗赏赐给萧勇的，分别为一件剑袍、一块宗门信物、一枚筑基丹、一瓶洗髓灵液，以及一部上品武学飞影剑诀。你方才说了，这些东西是给今年萧家正式弟子第1名的，既然我夺了首位，那又有什么问题呢？说完，不等萧雨薇多言，萧诺直接把上面的5件东西抓了过来。萧雨薇气得咬牙切齿，他骂道：你别忘了，你已经不是萧家的人了，你早已被家族除名，但我现在是剑宗之人。萧诺回应：哼，你有登上天罡剑宗的胆量吗？萧雨薇讥讽道：只要萧诺敢上天罡剑宗，那他一定会死。萧诺不予理睬，他自顾自地朝着门外走去。等走到门口的时候，其身形微侧，冷眸扫向身后，多谢今日的馈赠。另外，萧诺话锋一顿，无比决然地说道：天罡剑宗，我一定会去，一定会去。每一个字都冰冷如刀，他萧诺一定会去，但不是现在。有朝一日，自己定然要他上天罡剑宗，将这3年的屈辱尽数还回。众人的心弦尽数一紧，尤其是在触及对方眼神的刹那，皆是感受到了一种最为直接的挑衅。你，萧雄两眼几欲喷火，被夺走所有的萧勇更是喷出一口血来，仰头昏死过去。离开了萧家的萧诺，独自走在西岳城的街道上，望着这繁华的道路，其内心有种说不出来的复杂。今日所做之事，既有报复后的快感，但同样也为往后累积下了祸患。萧诺很清楚，萧雄不会放过自己，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毕竟在前几天，萧勇就已经想要自己的性命了。即便自己今天不来，也已经和萧家彻底撕破了脸皮。临近傍晚时分，萧诺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高楼门口。这座高楼装修的极为奢华，朱红色的石柱，青玉色的砖瓦，看上去第一眼就令人感受到了气派。万语楼门口的牌匾上3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很是耀眼。万语楼的背后乃是万金商会，而万金商会的背后便是西岳城5大家族之一的公孙家族。公孙家族的生意是做得非常大的，这万语楼也是商会的一大交易会所，下到金银珠宝，上到武器丹药，但凡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里边进行兑换。萧诺进了万语楼的大门，一名30几岁的中年男人接待了他。这中年男人细眯着眼角，给人一种狐狸的狡黠感。客人是来买东西吗？他和善地笑道。萧诺看着对方，我来卖东西。哦，中年男人有些意外，从萧诺的穿着打扮来看，他有些怀疑对方能拿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要卖什么？这个，萧诺随手取出一部卷轴递给中年男人，后者也是随手接了过来。可当他翻开第1页的时候，脸色骤然一变，然后立即把卷轴合上。你要卖掉这个？萧诺平静地回视对方，你们收吗？中年男人警惕地看了眼四周，并小声说道：借一步说话。萧诺点点头。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了一个无人的雅间。中年男人盯着萧诺，这部飞影剑诀可是天罡剑宗的上品武学，你胆敢拿来交易，是闲活得太久了吗？萧诺要卖的东西正是白天在萧家得到的飞影剑诀。当然了，在来之前，萧诺已经抄了一部副本。武学功法乃是宗门机密，这飞影剑诀达到了上品，哪怕是在天罡剑宗，也只有内门级别的弟子有资格修炼。这次天罡剑宗把它传授给萧勇，是为数不多的魄力，但如果未经宗门允许就把武学外传，那是重罪。萧诺仍旧平静，他斜视对方，直接报价吧。你，中年男人有些诧异，我还没说要呢。萧诺答道：若你没有要的想法，方才在外边就直接拒绝我了，何必把我带到这里？中年男人尴尬地笑了2声，但随后便郑重起来。这飞影剑诀在你手中，想来你就是今日大闹萧家的萧诺吧？你要出什么价格？萧诺反问。中年男人摸了摸鼻子，很显然对方并不愿意多说其他的事情。他迟疑了会，然后说道：我们万金商会招惹不起天罡剑宗，你这部剑诀我们商会不敢要，所以这部剑诀只能拿到黑市上去交易。对于黑市，萧诺也是听说过的，黑市上的东西都是一手交易，不会存在任何交易的记录，也没有交易物品的来源可查，而且在交易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隐匿了自身的信息，甚至还会多方转手，但这样的话收取的佣金比较高。万金商会存在这么多年，自然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和渠道。中年男人谨慎地盯着萧诺那俊秀的面孔，然后压低声音道：如果你想交易此物，是不会留下记录的，我不喜欢东拉西扯，若你迟迟不愿报价，我便去别家。萧诺的耐心有点被耗尽了，对方既不愿意放弃此物，又担心风险，如此左右为难，只是在浪费萧诺的时间。中年男人立即说道：10枚灵气丹，1枚筑基丹，成交。萧诺说道。中年男人点了点头，如果是正常情况，
一部上品武学是远远不止这个价值的，但万金商会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毕竟得罪天罡剑宗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勉强还算合理。萧诺倒也无所谓，毕竟自己抄了副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嫖了这10枚灵气丹和1枚筑基丹，而且萧诺还能继续把副本复制卖给其他的商会，还有就是白嫖的感觉确实不错。很快中年男人就交付了10枚灵气丹和1枚筑基丹，萧诺干脆的收下，两边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字据和记录，几乎是没有痕迹的交易。能给我安排个房间吗？我想休息一下。回到大厅，萧诺询问道。中年男人很爽快，当然。说罢，他令一名年轻侍女给萧诺安排了休息的房间。房门外，公子还有什么吩咐吗？侍女眉眼含笑，态度礼貌。萧诺道，给我找个浴桶，打些热水在里边。公子是要泡澡吗？我这就去办。多谢公子客气了，严管事说要好好招待您，这点小事不足言谢。说完，侍女就下去准备了。片刻之后，宽敞的房间中备好了一个原木大桶，里边倒了2/3左右的热水。侍女还为萧诺准备了一身换洗的新衣服，服务态度可谓是无可挑剔。待对方走后，萧诺关上了房门，其来到原木水桶外边，随即取出一个小瓶，小瓶中装着的是洗髓灵液，是今日得到的5件东西之一。这洗髓灵液还有那飞影剑诀，是剑宗少宗主特意赏赐给萧勇的，品质绝对不会低。旋即，萧诺拔掉瓶塞，把灵液倒入了水桶中，滴嘟，大约3滴灵液落入了水中，仅只是5个数不到的时间，一桶清澈的热水转眼就变成了淡淡的金色，甚至连水面飘舞的水雾都散发着玄金气息。没有丝毫的迟疑，萧诺脱掉上衣，当即跳入了水桶中。明明是热水，但里边却掺杂着一股清凉之力。萧诺闭上双眼，阵阵玄妙的灵力钻入自己的皮肤毛孔当中。洗髓灵液可改变一个人的体质，提升修行速度，有着庸才变天才的神奇功效。萧诺宫体中的杂质正在被清除，各大经脉中运转的灵力变得欢悦流畅，所有的疲惫仿佛在瞬间一扫而光。舒服，萧诺自言自语道。接着，萧诺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1枚灵气丹，吞入口中。不一会儿，一股浓郁的灵力就在体内化开。萧诺一边吸收丹药的灵能，一边运转鸿蒙霸体诀，顿时体内的灵力分散全身，开始强化每一寸的血肉筋骨。萧诺吸收丹药的速度本来就快，此刻又泡在洗髓灵液里边，修行速度再度得以提升。仅不到1个时辰，1枚灵气丹蕴含的灵力就被萧诺吸收得干干净净。可萧诺的境界没有丝毫的变化，还是停留在炼体境6种，但这只是表象，丹药的力量融入了4肢百骸，分散了各个地方。境界未变，但肉身又增强了1分。鸿蒙霸体诀果然神奇。萧诺暗叹一声，他是能够感受到自身力量在提升的。随即其又拿起1枚灵气丹服下，洗髓灵液和丹药灵能共同滋养着萧诺的肉身宫体。很快，第2枚灵气丹被吸收，没有任何的迟疑，萧诺拿起了第3枚，时间1分1秒的逝去。萧诺的身外萦绕着阵阵淡金色雾气，洗髓灵液蕴含的灵能就像囚笼般在身上流动。在双重灵能的加持下，萧诺的力量以平稳状态进行提升。万雨楼西院的一间客房中，沉入修炼状态的萧诺早已是忘记时间。2天的时间，萧诺一步都没有离开房门，甚至说他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浴桶。要是换做普通人，人都泡肿了，但对于萧诺肉身强度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洗髓灵液的力量已经完全吸收，木桶中的清水也变得浑浊不少。灵液在强化萧诺宫体，加快修行速度的同时，还清除了其体内的杂质。此刻的萧诺感觉全身各大经脉无比通畅，且耳聪目明，神清气爽。10枚灵气丹全部都消耗殆尽。木桶中，萧诺一双漆黑的眸子闪动着坚毅光芒。炼体境8重了，消耗掉了整整10枚的灵气丹，外加1瓶洗髓灵液。萧诺在短短2天的时间，连跃2个境界，直接从炼体境6重跨越到了8重。虽然我达到了炼体境8重，但这消耗的资源着实太多了些。萧诺暗暗摇头。洗髓灵液加上10枚灵气丹，在正常情况下，这足够令萧诺冲击炼体境9重境界了。可是修炼鸿蒙霸体诀需要大量的灵力淬体，所以萧诺提升1级所需的资源也更多。对于萧诺而言，境界是一回事，力量是另一回事。自己现在的肉身强度绝对比炼体境9重还要强悍得多，哪怕是面对筑基境的修士，也能与之硬碰一下。萧诺无指握拳，指关节发出清脆的声响，唯有自身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萧诺小有感慨地说了一句，旋即从木桶中爬了出来。虽然身形上还是比较清瘦，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却和几天前完全不一样。灵气丹已经吃完了，还剩下2枚筑基丹可用，我还需要获得其他的资源才行。2枚筑基丹，1枚是从萧家得来的，1枚是从飞影剑诀的剑谱交易来的。对于现在的萧诺来说，服用筑基丹还为时尚早了些。筑基丹是下品丹药中最为顶级的一种，顾名思义，它在于突破筑基境所用。炼体境9重巅峰的时期，才是服用筑基丹是最好的时刻。接着，萧诺心念一动，一口黑色魔导闪入手中。我已经达到炼体境8重了，暗星魂的冰冷依旧入骨，看来想要完全掌控它的力量，还为时过早。
萧诺轻轻摆动着黑色魔刀，暗星魂乃是由暗夜妖后身上掉落的龙鳞所化，但形状更像是龙牙，尤其是刀身前端的折痕，凌厉又瑰丽。好，蓦地，黑色魔刀的内部发出一道低沉的魔龙怒吟，龙吟声入耳，萧诺顿觉脑袋微晕，内心悸动，险些有点站立不稳。怎么回事？萧诺连忙扶着身旁的桌子，面带困惑地看着手中的魔刀。只见魔刀上面隐隐闪烁着虚幻的流影，凶邪的戾气更为清晰。主人莫慌。这时，鸿蒙金塔的塔灵说话了，他的声音传入萧诺的耳中。这口魔刀既是暗星6翼魔龙的鳞片所化，自然也承载了暗夜妖后的部分灵能。刚才的龙吟声便是魔刀自带的力量，其拥有一定的精神攻击。塔灵解释道。萧诺目光微亮，精神攻击，不错，这精神攻击主要来源于暗夜妖后的强大妖威，可令人产生眩晕感和惊恐感。等到你的修为境界升上去了，还能发挥魔刀的更多力量。原来如此，萧诺轻轻点头，这仅仅只是一口魔刀，就拥有如此丰富的威能，难以想象那位暗夜妖后实力有多强大。旋即，萧诺又道：我修为提高了，魔刀发挥的力量就越强，想必那暴雪灵珠也是同样的道理吧？没错，塔灵给予肯定，之前主人使用暴雪灵珠能够爆发出3倍的战力，现在达到了炼体境8重，最多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爆发5倍的战力。5倍？萧诺眼角一闪光芒。不过我建议主人尽量少用暴血灵珠。为何？暴血灵珠是战土女帝的血气所凝聚，她生性暴虐，易怒嗜杀，用多了容易产生副作用，从而变得暴躁狂怒。除非你鸿蒙霸体诀大成，才能摒弃外力影响。塔灵解释。萧诺点头，好，我知道了，以后非紧急情况，我尽量不使用暴血灵珠。随后，萧诺换上了一身新的衣裳，出了房间。不一会儿，萧诺来到了万雨楼的大厅。公子，您休息好了吗？前日接待萧诺的那位侍女迎了过来，她看着精神焕发的萧诺，有些诧异。这2天对方一直足不出户，精神状态反而更好了。萧诺点点头，我要走了。房间的费用是多少？严管事交代过了，公子无需再支付其他费用，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的。那替我谢谢严管事。会的。简单的交谈了几句，萧诺就离开了万雨楼。天已经黑了，入夜的西岳城灯火辉煌，街道宽敞，尽显繁华。萧诺独自返回住处，他居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很快就隔绝掉了外面的喧哗吵闹。夜幕下，萧诺的房屋孤零零的，他站在门口，目光变得深邃了些许，旋即打开了房门，走了进去。萧诺点燃了桌上的烛火，逐渐变亮的烛光驱逐着黑暗和冰冷。萧诺坐下，倒了一杯茶水，茶水早已凉却，烛光映照着萧诺的侧脸，棱角分明，坚毅冷冽。就在萧诺把茶水举到嘴边，准备饮下的时候，枪！明晃的刀光映照房间四下，下一刹那，一柄凌厉的刀锋从房梁落下，直取萧诺的头顶要害。然萧诺竟是一脸平静，他丝毫没有被这突发状况所惊。就在刀尖即将落到头顶的刹那，萧诺身形一转，枪！那口尖锐的长刀有惊无险地从萧诺侧方划过，一个眼神阴狠的黑衣人跟着映入了萧诺的眼帘。你早有防备。黑衣人见萧诺这般淡定，不禁有所惊讶。萧诺冷笑一声，萧家的手段真的是越来越下贱了。说罢，萧诺五指一甩，把手中的茶杯砸了过去。砰！茶杯正中黑衣人的脸，随着茶杯爆碎，水花四溅，黑衣人当即退了出去。可不等他稳住身形，萧诺踏步掠出，抬手一把按住了对方那持刀的手臂。你！黑衣人一惊，对方的速度着实太快了些，而且力量也极为霸道，没有太多震惊的机会。萧诺五指骤然发力，对方的手臂朝着他自己的脖子抹去。嘶！黑衣人根本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手中的凌厉刀刃便划穿了自己的喉咙，鲜血飞洒，触目惊心。就在黑衣人倒下的同时，房屋的大门和窗户接连被破，又是一众杀手冲了进来。萧诺小贼，受死吧！今日就算是天王老子都留不住你的贱命！杀！一双双凶狠的眼神就跟嗜血的猛兽一样，众杀手齐齐杀了过去。萧诺面不改色，其抬手抓住侧方，挥刀攻来一人手腕，跟着五指一发力，咔嚓一声清脆声响，那人的手骨硬生生被捏碎。啊！那人发出痛苦的惨叫，手中的武器也未能拿稳。萧诺眼疾手快，直接接住了对方掉落下来的武器，跟着反手一挥，一道明亮的刀光弧影斩在了那杀手的脖子上。是血溅房梁，人手飞离，转瞬之间再斩一人。此刻房屋之外，两道身影正注视着里边的厮杀大战，一人乃是萧雨薇，另一人则是萧勇。萧勇的右边肩膀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如今只剩下了一条手臂的他对萧诺充满了怨恨。我要他不得好死，我要把他的四肢全部都砍下来。姐，你一定要给我报仇，我要亲手砍了他的手脚。萧勇言语恶毒，两眼猩红。旁边的萧雨薇冷若冰霜，他回答道：你放心吧，今天他插翅难逃，等我回到天罡剑宗，会向少宗主为你求取去阶段之的方法，看能否助你重回往日风采。萧勇单手握拳，牙齿都咬得咯咯作响。我要弄死他，我要让他落得比丧家犬还要凄惨的下场。砰！这边话音未落，一记冷冽的刀光便将一名杀手给劈了出来，连同撞坏的大门。那名杀手的胸膛处刀伤渗入脏腑，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就不再动弹。萧雨薇不由得往前踏出一步，怎么会？要知道，他带来的这些人可都是练体精6、7重的实力，甚至还有好几位达到了练体精8重，要杀一个练体精6重的萧诺，完全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紧接着，屋内的所有杀手全部被逼退出来，身上沾满鲜血的萧诺亦是缓缓踏出。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吗？看来萧家对天罡剑宗也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忠诚啊！哗，无形的气流涌了出来，萧诺声线低沉，眼神深冷，感受到萧诺身上那股气场，萧雨薇面色微变。时隔2天，对方的实力又变强了。而后，萧雨薇冷冷一笑，接着他抬手抓起一份书信，丢在前方的萧诺脚边。这是昨日天罡剑宗送来的文书，你萧诺已经被剑宗除名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你不再是剑宗弟子，现在的你不再是剑宗之人。萧雨薇表情冷漠，语带嘲讽。萧诺看了眼前方地面上的那封文书，不禁笑道：“萧家小姐还真的是神通广大，才时隔1天就让天罡剑宗把我除名了。”萧雨薇冷笑：“这是你自找，若你不去萧家闹事，独自找个地方狗且偷生，或许还能卑微的度过残生。可你偏偏跳出来自寻死路，好一个苟且偷生，好一个自寻死路！”萧诺正是萧雨薇那高傲的面孔，冷声讥讽道：“萧家能有今天，可都是用我那滴天皇血换来的。就算是你尊贵的萧家小姐，当年也天天围着我嘘寒问暖。如今攀上了天罡剑宗的少宗主，就让你得意忘形了吗？”面对萧诺的讽刺，萧雨薇不以为然。今时不同往日，3年前的你有令家族崛起的希望，我自对你高看一眼，但今天你我之间相差悬殊。我寒星剑体出城就已展露锋芒，届时剑体大成，未来修行1日千里，自有得意忘形的资本。至于少宗主，萧雨薇话锋一顿，脸上的轻蔑更浓，以和他更没有对比的资格。他位高权重，天赋卓绝，年纪轻轻便是东荒最为杰出的一代剑王，哪怕你天皇血没有被夺，也依旧与他是云泥之别。看着萧雨薇傲慢得意的表情，萧诺的眼神变得尖锐了些许。站在萧雨薇身后的萧勇更是恶狠狠地呵斥道：“萧诺，别拿你自己和少宗主相提并论，你连给他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你只不过是我萧家养的一条狗，别说取你的天皇血，就算是要你的命，你也只能点头。”这萧家姐弟2人的言语锋利无比，萧诺的怒意也是骤然涌动，其冷冷地笑道：“萧家，我高攀不起。”说罢，萧诺略步探出，朝着前方冲去。也就在这时，一道强盛剑气从天而降，砰！剑气入地，譬如一道双星坠落在了萧诺的面前，紊乱的剑流从中荡开，地表皲裂。只见一柄萦绕着赤光的长剑挡在了萧诺的前方。萧家的众杀手皆是一惊，好强的剑气，是谁？哒哒哒，沉稳的脚步自夜幕中传来，一道眉宇英质的年轻身影踏足而出，是助激进的剑修。有人惊呼道。看着来人，萧家的一众杀手都是心有畏惧，萧雨薇则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很明显，对方来自天罡剑宗。少言剑，李流奉少宗主之命前来为萧雨薇师妹清理门户。哗！对方身形一侧，一股灼热的气潮铺散开来，李流释放出来的锋芒尽数朝着萧诺涌去。萧雨薇看着萧诺，他细眉轻挑，玩味的笑道：“李流师兄乃是我们天罡剑宗的内门弟子，一手研剑术，出神入化，曾经在和敌对势力争夺资源的大战中，以一己之力连屠百人。你能死在他的手上，也算是死而无憾了。”旁边的萧勇也阴狠地笑了：“嘿，你不是说自己是天罡剑宗的弟子吗？现在天罡剑宗这4个字可保不住你。”杀！一声杀，周遭氛围顿时加剧。李流二话不说，直接冲向萧诺。在移动过程中，李流重踏地面，砰的一记爆响，立在萧诺面前的那口赤光长剑骤然飞出地表。枪！李流抬手将赤光长剑接入掌中，剑势迅猛如电，直取萧诺的喉咙。李流乃是货真价实的筑基境1重实力，甚至已经半只脚都踏入了筑基境2重，战力不容小觑。萧诺没有大意，其心念一动，黑色魔刀暗星魂骤然入手。枪！龙牙般的诡秘魔刀闪烁着凶邪的耀光，萧诺踏步纵杀，迎向对手的长剑。凶狼回巢！砰！双方的利器击撞，爆响震耳，星花火雨飞溅开来。看着仅仅倒退几米远的萧诺，李流的脸上露出一丝诧异：“已不是练体精6重，你貌似也没有那个女人说的那么强。”萧诺反向嘲讽：“哼！”李流冷笑：“你的嘲讽，我将其收下。你的性命，我要带走。”长剑一抖，灼热气流弥漫，李流的长剑之上竟是燃起了一片赤焰环流。爆炎斩！哗！热浪扑面，恶风砸脸。李流脚下生风，一连变换多个位置，灼热的剑气冲杀到了眼前。萧诺眼角微凛，其膝盖一弯，跟着猛然发力，轰！魔刀迎击岩剑，一股热浪冲散开来。纵然李流攻的迅猛，可萧诺却并未呈现出败绩。是那把刀的原因。李流的目光落在了萧诺手中的魔刀之上，对方只有炼体境，而自己达到了筑基境，对方能够和自己抗衡的原因多半就在武器上面。哼！李流暗笑一声，心念一动，长剑攻出。就在萧诺以魔刀相迎的刹那，李流猛地朝前跨步，一记刚猛的掌缘于左手中宣泄出来。碎骨掌！碎骨掌！
天罡剑宗的上品武学，唯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修炼。此掌法以刚猛沉重的内劲伤人，能够透过体表的防御震碎对方的骨骼脏腑。这记杀招出手便是逼命。萧诺眸中一闪冷光，面对杀招，其非但没退，反而蓄势出拳。怒罡拳凌厉蓄击拳臂之中，萧诺的手臂都变成暗红色。不远处的萧雨薇见此，脸上露出了轻蔑之色。以下品战绩迎击上品武学，自取灭亡。说时迟，那时快，李流的碎骨掌劲结结实实的和萧诺的怒罡拳劲撞击在了一起。痛！沉闷的嗡吟声震颤了四下众人的耳膜，一股乱流跟着扩散出去。想象中萧诺被震碎骨骼、打爆肢体的场景并未出现，反倒是李流露出了浓浓的惊愕之色。怎么会？两道身影各自拉开位置，李流清晰地感受到萧诺的肉身强度异常坚韧，尤其是对方的筋骨硬度惊人。萧雨薇和萧家众人也倍感心惊。筑基境对练体境，上品武学对下品武学双重的优势下，李流竟然都未能挫败萧诺。一旁的萧勇急了，他扯着嗓子大吼道：“你在干什么？快点杀了他呀！少宗主是让你来清理门户的，不是让你在这跟他以武会友的。你还在磨蹭什么？杀了他！杀了这条狗！”萧勇只当李流一直在放水，没有用全力。毕竟李流可是拥有连斩百位敌人的傲人战绩，不可能连个萧诺都解决不了。被萧勇这么一催，李流心中的怒火也升起来了。该结束了，这一剑斩你！哗！霎时，李流催动全身功力，只见其身上浮现出一道的岩浆般的红色纹路，掌中的赤光之剑更是大放异彩，一条条灼热的火焰藤蔓上下流动。李流双眸燃动火焰，一股前所未有的气势涌出岩剑术火藤杀。紧张，紧张！久攻不下的李流施展最强一击，斩！一声暴喝，李流挥剑杀向萧诺，剑身上下的火藤就像一条条火蛇般冲了出去。场下的萧勇振奋了，他凶狠地喊道：“早就该这样了！哼，萧诺，我说过，你连给天罡剑宗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你死定了，你死定了！”哈哈哈哈哈！热浪七身，萧诺丝毫不惧，他双手紧握暗星魂，黑色魔刀溢出凶邪气焰。狼行刀法，狼怒血夜斩！枪！刀势激荡，狼行刀法的最强一招再现。萧诺有如狼王般纵身跃起，手中魔刀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完美的笑月弧度。呜！狼啸之声入耳，火藤溅起来袭，两道身影再度重重的冲撞在了一起。砰！痛！杀招对轰，巨力交催，一股十字状的余波在空气中爆开。在萧家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下，两道身影同时往后退去。筑基境的离流脸色泛白，持剑的指尖鲜血滴落，手中的赤光之剑发出嗡鸣。萧诺嘴角溢出一缕血迹，但气势丝毫不减，有着越战越勇的感觉。看到这种情况，萧雨薇终于是按耐不住了。时隔2天，萧诺的实力又一步的增长了。杀！萧雨薇一声令下的同时，下品灵气青羽剑随即出鞘。李流也没有任何的迟疑，他稳住体内翻涌的气血，联合萧雨薇一起攻向萧诺。但就在这时，萧诺眼角溢出一抹冷意，伴随着灵力注入魔刀当中，黑色魔刀顿时爆发出一片诡秘的暗纹。萧诺扬刀一挥，好！魔刀之中惊起一声诡异的神秘龙吟。龙吟入耳的刹那，周遭的气流一沉，萧雨薇、李流二人顿觉精神恍惚，大脑产生一阵莫名的眩晕感。这正是来自于暗星魂的精神攻击，的确是该结束了。趁此时机，萧诺扬刀而起，率先扑向距离较近的李流，狼奔千里。唰！萧诺爆发猛烈冲势，瞬间冲杀到了李流的面前，纵身跃起，一记踏步纵杀劈向对手。回过神来的李流立即举剑抵挡，但还是慢了一步。枪！刀锋无情，斜着斩在了李流的握剑手掌上。咔嚓！几节断指飞出，李流双目圆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半个手掌和长剑一齐飞走。你！剧烈的疼痛蔓延全身，李流大脑一片空白。不等他反应过来，萧诺左手骤然变拳，刚猛的暗劲蓄积在手臂当中。如你所言，你的嘲讽我将其收下，你的性命我要带走。厉声入耳，强攻既出，萧诺的左臂堪比一记恐怖的穿甲重剑，结结实实的冲击在了李流的胸膛中央。痛！血雾震爆，骨骼断裂，李流的五脏六腑瞬间破碎。萧诺这一拳的力量硬生生的洞穿对手的前胸后背。痛！血雾爆洒，震撼上演。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萧雨薇、萧勇等人的心脏就像遭受猛烈的重击。萧诺一拳打爆了李流的躯体，绯红的鲜血和破碎的内脏呈现出一种刺眼的瑰丽感。萧雨薇脸色泛白，那可是筑基境一众的实力，还是天罡剑宗的内门弟子，竟然被萧诺一击轰杀。哇！大口的鲜血从李流的口鼻中喷涌出来，他双目圆睁，满是不可置信。站在其面前的萧诺如同一尊可怕的魔神，对方的力量之霸道，匪夷所思。好走不送，剑宗天才！萧诺冷冷地说道。李流无力地往后倒去，残破的躯体摔在地上，眼中的生机迅速流失。你好大的胆子！萧勇惊怒交加，大声呵斥：萧诺，你竟敢杀天罡剑宗的内门弟子，你死定了！你绝对死定了！你的下场绝对比死都要惨，少宗主不会饶恕你的。与此同时，萧雨薇挥洒青羽剑朝着萧诺刺去，枪！剑锋锐气，
环绕一阵青芒。萧诺刀势回旋，直接震开对方的灵剑。萧雨薇只觉手臂微麻，内心躁动的他状态明显有所下滑，一个照面竟是被萧诺逼退出去。哼，就凭你杀得掉我吗？萧诺冷笑一声，左手探出，五指探向萧雨薇的肩膀。可就在下一刹那，萧雨薇的身上竟是爆发出一片璀璨的蓝光，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寒气暴涌出来，萧诺的掌劲顿时被一股冰旋之力震开。萧诺眼角微凝，只见萧雨薇的身上浮现出了一件流光溢彩、精致亮丽的冰甲。萧雨薇得意地笑着：“就凭你，又杀得了我吗？”他用萧诺嘲讽自己的话嘲讽回去，他轻蔑地说道：“那是少宗主送给我的上品灵甲，冰破衣，就算是玉气境级别的高手，都不一定能够破开他的防御，更别说连筑基境都没有达到的你。”萧雨薇一边说着，一边剑指萧诺，你看清楚了自己和少宗主之间的差距吗？他是当代剑王，你是家族弃子，哪怕他不在这里，你也休想动我一根头发！哈哈哈哈！看着萧雨薇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萧诺眼角冷意，眉宇之间溢出一抹森寒。我的确杀不了你，但是话锋一转，萧诺的目光骤然转向场边的萧家少主萧勇。他呢？触及到萧诺的眼神，萧勇的心神一震，萧雨薇的也猛地一惊，他立即喝道：“保护我弟弟！”萧家一众杀手立即朝着萧勇聚拢。也就在同一刹那，萧诺动了，狼奔千里，唰！呜！狼啸之声传荡黑夜，萧诺宛如一头孤傲的狼王，朝着萧勇逼近。移动之中，萧诺魔刀挥洒，只见刀势回旋，光影闪烁，前来阻拦的萧家之人皆被刀锋封喉。是魔刀染血，映照黑夜，接连几声惨叫下，拦在萧诺面前的几个人尽数被切开喉咙，血溅当场。刹那间，萧勇的身形直接暴露在了萧诺的刀锋面前。你敢！萧雨薇大惊，他根本没想到萧诺有机会对萧勇出手。这一刻的他慌乱不堪。萧诺纵身跃起，有何不敢？枪！魔刀举起，踏步纵杀。萧诺冰冷的眼神锁定萧勇的残躯，恐惧瞬间包围着萧勇，之前的嚣张尽数消散。就我自尚未出口，萧诺手中的魔刀无情的斩下，砰！刀气纵贯，魔刃归利，萧家少主萧勇当场被劈成了两半。震撼、震怒，更是震战。萧雨薇双目圆睁，脸色惨白。小弟、小主，萧家众人也全部心胆俱寒，目眦欲裂。快去通知家主，贼子萧诺杀死了少主！快去通知家主！被萧诺吓破胆的萧家众人哪里还敢继续留在这里？带着怒火攻心的萧雨薇匆忙离去。看着狼藉的战场，萧诺的眼神也变得寒冷了不少。如今自己杀了李流和萧勇，算是彻底和天罡剑宗萧家不死不休了。但萧诺没有任何的后悔，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被剑宗和萧家所逼。待我修成鸿蒙霸体，掌控世间最强之力，我定会踏上天罡剑宗。萧诺眼神坚毅，心中暗暗许誓。萧家大厅当中，萧家家主萧雄因愤怒而气的手臂都在发抖。萧雨薇失魂落魄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眼中含泪，牙关紧咬，脸上布满了憎恨。家主，西岳城的各大城门已经封锁，我们已经出动了族内所有的高手追捕杀人凶手。一名萧家的长老进门说道，他的目光透露出凶狠。萧雄转过身，他眼中几欲喷火，不论那小畜生躲在那里，都要给我找出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萧雄五指紧握，指关节都捏得咯咯作响。是。萧家长老立即转身出门。萧雄强压怒火，内心充满憎恨。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他绝对会亲手去终结了那萧家弃子的性命。2天前，萧诺大闹萧家后，萧雨薇连夜向天罡剑宗送去了书信，天罡剑宗也在第一时间送回了把萧诺逐出宗门的文书，并派出内门弟子李流前来清理门户。筑基境的李流加上萧家的一众高手，本以为万无一失，所以萧雄没有亲自前往。都怪我，要不是我带着小弟前往，他也不会被萧诺所杀。萧雨薇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眼中并没有太多的自责，有的只是对萧诺的憎恨和怨毒。萧雄回过头来，开口说道，你小弟的死不怨你，是他执意要跟着去，要怪就怪那萧诺贼子太狡诈了。在得知天罡剑宗派人前来诛杀萧诺，满怀憎恨的萧勇执意要去，他要亲眼目睹萧诺惨死的样子，但没想到萧诺没死，反倒他自己丢了性命。父亲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挫骨扬灰，以泄你心头之恨。萧雨薇恨恨地说道。萧雄眼角微眯，收起几分阴狠，旋即他问道，你大哥怎么样了？对方口中的你大哥指的是萧雄的长子萧毅，真正意义上的少主。至于那萧勇，排行老3，算是小主。父亲放心，大哥在天罡剑宗很好，他已经晋升为内门一品弟子了，还修成了玉象剑体，很受宗门的重视。萧雄似有欣慰的点点头，你大哥是第一批进入剑宗的家族子嗣，如今有这般成就，倒是让我宽慰了不少。要通知大哥前来吗？萧雨薇问道。萧雄摇头，不必了，现在全城封锁，那小处生活不过明天早晨让你大哥好生修炼，以后振兴家族，早日将这西岳城掌控在手。西岳城在一片混乱中，城中的居民被惊扰，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我刚才看到城门都被封锁了？你还不知道吧？出大事了！什么大事？萧家的小主被杀了。怎么回事？被谁杀的？还能有谁？萧家弃子
萧诺，我听说一起被杀的还有天罡剑宗的一位内门弟子。天，这下不得了！天罡剑宗还不震怒啊？等不到天罡剑宗的怒火来袭了，今天晚上萧家就要把那萧家弃子抽骨扒皮。西岳城的大街小巷内，萧家的守卫队伍就像龙舟般迅速的来回穿梭，哪怕是漆黑的小道，都有人在举着火把到处搜寻。西城门，你们都睁大眼睛盯好了，家主有令，今晚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把杀人凶手揪出来。是，各个城门都给我看紧了，绝对不能让他逃了去。距离西城门大约500米处的一座阁楼背侧，萧诺小心翼翼地退回了黑暗当中。不得不说，萧家的动作真是够快，在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城门都封锁了。虽然在击杀李流、萧勇后，萧诺第一时间就打算离开西岳城，但2条腿又岂能跑得过4条腿？萧家豢养了不少的灵兽灵马，萧雄立即就令人骑着灵马，驾驭着灵兽封锁了出城的道路。看来只能强行杀出去了。萧诺眼角一闪灵光，就在其按着身后的刀柄准备直奔西城门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搭上了萧诺的肩膀。萧诺心弦一紧，身形一转，就欲出刀。萧诺兄弟，是我。对方连忙沉声道。枪！暗星魂的刀锋照亮了一张中年面孔。萧诺有些诧异地看着对方，怎么会是你？来人竟然是2天前万雨楼同萧诺交易飞影剑诀的严管事。好险！严管事看着萧诺手中的魔刀，稍稍擦了下额头上的冷汗。这要是萧诺没收住刀，自己怕是要血溅当场不可。萧诺警觉地看着对方，你来干什么？嘘！严管事做了个小声的手势，有人来了，先同我离开。说罢，严管事就转身遁入黑暗中。萧诺眉头轻皱，自己跟对方不过一面之缘，对方有何目的？不过容不得萧诺多想，不远处已有10几个人举着火把朝着这边走来，稍作迟疑，随即便跟了上去。片刻之后，在严管事的带领下，萧诺来到了一座僻静的府院。这座府院并非处于闹市中心，距离大街道也很远，尽管地理位置并不突出，但里边的装饰却是颇为豪华。你有什么目的？萧诺进入前院后，不愿再继续前行。严管事回过头来，开口说道：有人想要见你。谁？萧诺更为警觉，你进去就知道了。旋即，严管事朝着萧诺做了个请的手势，而他自己则候在大厅的门外，看他的样子，似乎对里边的人相当恭敬。萧诺半信半疑，犹豫了一下后，走入大厅。厅内灯火通明，里边的布置很是富丽。在那大厅的里边，站着一道背对着萧诺的身影，那身影竟是一个女人。她穿着一件蓝色长裙，如墨的长发中别着一只精致的发簪，身姿窈窕，肤色雪白。但见萧诺进屋，女子转过身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美丽动人的面容，精致五官搭配着小巧的瓜子脸，绝对是世间少见的美人。是你？萧诺一眼认出此人，并唤出对方的名字：公孙晴。公孙晴，西岳城5大家族之一，公孙家族的大小姐，她也是公孙家族之主的独女。公孙晴和萧家的萧雨薇都是西岳城有名的美人。严管事所在的万雨楼属于万金商会，万金商会的背后便是公孙家族。萧诺从小在西岳城长大，自然是认识公孙晴的，但2人从未有过交集，更没想到对方会在这种时候找上自己。不愧是曾经的西岳城第一天才，就算丢了天皇血，也还是风采依旧。公孙晴眼含笑意，并指了指桌上刚泡好的2杯茶，示意萧诺用茶。萧诺没有上前，而是问道：有什么事情直说吧，我不喜欢拐弯抹角。公孙晴美眸微漾，他没有生气，随之好奇地询问：你的天皇血是回来了吗？这貌似与你无关吧？萧诺侧转过身，我就好奇，问问而已。萧诺未答。公孙晴撇了撇嘴，接着道：现在西岳城已经被萧家给全面封锁了，你怕是插翅难逃了。就算你逃出了西岳城，也会被无止境的追杀，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帮你啊。公孙晴道。萧诺有些诧异，他回视公孙晴那漂亮的面容，对方眼眸明秀，有种特殊的魅力，原因就是想帮你啊。我说了，我不喜欢拐弯抹角。萧诺郑重地看着对方，有事直接明说。好吧。公孙晴当即也不再废话，他回答：我觉得帮你有用。什么意思？萧家这几年发展的速度很快，如果不想办法限制的话，迟早有一天会骑在另外4大家族的头上。你想让我帮你对付萧家？萧诺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公孙晴没有否认，他红唇轻启，继续说道：姐不算要你帮我吧，只是想给萧家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麻烦，看以后能否用得到。萧诺轻笑了一声，以你公孙家族的实力，至于用这种小手段吗？在萧诺的印象中，公孙家族还是非常具有实力的，其一手创立的万金商会底蕴非常庞大，家族生意遍布多个王朝帝国，甚至还和宗门有所接触。就算萧家这几年凭借天罡剑宗崛起的再快，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超越公孙家族，未雨绸缪也是有必要的。公孙晴回答：哦，据我们探听到的消息，萧家长子在天罡剑宗风头很盛，传言他已经淬炼出了玉象剑体，而且还晋升为了天罡剑宗的一品弟子。萧逸。听着萧家长子这4个字，萧诺的眼角溢出一抹寒意。萧逸乃是萧雄的长子，也是自己天皇血被夺走后的萧家最大受力者。在天罡剑宗和萧家完成交易的第1年，萧逸就进入了剑宗修行，
如今3年过去，对方已是今非昔比。萧诺不由得握紧双拳。自从攀上了天罡剑宗后，萧家上下可谓是鸡犬升天，唯有萧诺一人受尽冷眼。心中虽然愤怒，不过萧诺还算清醒。你们是担心那萧逸的成长不可限制？萧逸的成长之快，已经不得不让其他4大家族重视了。公孙晴看着萧诺，略有郑重地说道：“除此之外，萧雨薇和天罡剑宗少宗主的关系也比较亲近。真要是让萧逸、萧雨薇2人进入了剑宗高层，那西月城定然要落入萧家的掌心当中。”公孙晴说出了他所担心的问题，他一双美眸泛着明媚柔光，继续道：“已是萧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常言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你要如何帮我？”萧诺回归正题：“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就算我能离开西月城，也会受到无止境的追杀。你能找到地方护我周全？”“能。”“哦，这是缥缈宗的引荐书。”公孙晴于身后的桌面上拿起一份书信，递给萧诺。“缥缈宗？”萧诺喃喃低语。缥缈宗和天罡剑宗一样，都是东荒的7大修行圣地之一，在世人眼中亦是一尊巨擎宗门。缥缈宗和天罡剑宗乃是对手势力，只要你入了缥缈宗，必能受到宗门的保护。公孙晴对于宗门之间的一些事情比较了解，他简单的为萧诺讲解。萧诺伸手接过引荐书，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公孙晴再道：“再过几天，正好是缥缈宗招收新人的日子，你拿着引荐书过去，无需考核，便可顺利成为外门弟子。至于离开这西月城，倒也简单。明日清晨，我家族的商队要出城，到时你可以藏在货物中。萧家暂时还要给我公孙家族几分面子，不会仔细搜查。”萧诺微微点头，这个女人考虑得非常周到，后面的计划都安排好了。不过萧诺心中仍有疑问，难道你就不怕东窗事发吗？要是得罪了天罡剑宗，那后果就严重了。放心吧，只要你不说，他们就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我们也有借口与你撇清关系。公孙晴道。萧诺没有多说什么。公孙晴再度叮嘱：“缥缈宗和天罡剑宗近些年的摩擦比较剧烈，你入了缥缈宗，怕是会经常面对天罡剑宗的人，你要小心一些哦。”“多谢提醒。”萧诺淡淡的回应。公孙晴笑了笑：“那你先休息一晚，明早跟随商队出城吧，严管事会安排你的。”萧诺点点头，双手微微抱拳，以示谢意。虽然对方帮助自己是别有目的，但萧诺心中还是存有感激的。待萧诺走后，公孙晴深深地输出一口气，他望着门外那少年的背影，眼神带有几分复杂。这时，一道沙哑的声音从公孙晴的身后传来：“为了他而冒着得罪天罡剑宗的风险，是不是不太值得？”沙哑的声音来自一位黑衣老者，对方拄着拐杖，年事已高。此人乃是公孙家族的长老，亦是公孙晴身边的守护者。公孙晴秀眉轻挑，他笑着说道：“黑伯知道他3年前的样子吗？”“什么样子？”老者疑惑。3年前的他意气风发，桀骜轻狂。虽然这3年他落魄悲惨，但我相信曾经那个西月城第一天才一定会强势归来。老者眯着老眼，已在赌。确实是在赌，我赌他用不几年就会和天罡剑宗的少宗主相遇。公孙晴一字一顿地说道。他望着外面那繁星密布的天空，仿佛看到不久之后，在那浩瀚无尽的长空下，有2道气宇轩昂、萧狂桀骜的绝代天才争锋对视。西月城注定是个不眠之夜。萧家的守卫在城中搜寻了一夜，大有一种掘地3尺也要把萧诺找出来的决心。此刻的萧诺在严管事的安排下，进入了一间宽敞的房间中。萧诺并没有休息，毕竟自己身在西月城，要时刻的保持着警觉。桌上的烛灯亮着，像是摇晃的精灵。萧诺坐在床榻上，他手中正在翻阅着一部卷轴《飞影剑诀》。这飞影剑诀不愧是上品武学，它的内容比狼行刀法要高深不少。飞影剑诀的正本已经卖给万金商会了，这部是萧诺抄下来的副本。此剑诀共有3道剑式，分别为1引斩、2换杀、3破军。3招剑式，一招强过一招，修炼难度也是一招难过一招。飞影剑诀虽然是剑诀，但主修的却是身法，剑招是次要，我倒是可以稍作改变，以刀替剑。萧诺翻阅着剑谱上的内容，脑海中琢磨更改。飞影剑诀主要是一个快字，利用身法的变奏，施展出3招夺命剑式。其招式本身是可以灵活多变的，以刀替剑加以变通，也能够施展此剑术。经过一夜的思考和规划，萧诺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也就在这时，房间外传来了敲门声：“萧公子，你醒了吗？”声音是严管家的，差不多该出发了。萧诺收起手中的剑谱，简单的整理了衣衫，便起身前去开门。看你的样子，是一整夜没睡吗？严管事随口问道。萧诺没有回答，他只是说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做？”门口备好了运送货物的马车，等会你躲进箱子里，我们会在上面盖上一些货物。好，对了，这个是大小姐令我交给你的。严管事递过来一个小瓶，里边是15枚灵气丹，外加3枚筑基丹，留着萧公子备用。萧诺有些诧异，旋即推辞道：“公孙小姐的好意心领了，她已经帮我很多了。萧公子不必客气，我们大小姐说了，缥缈宗唯有内门弟子才能获得较好的修行资源，外门弟子的待遇很低的。这些丹药可助你早日进入内门。”也不等萧诺多说，严管事直接把丹药瓶塞入对方的手中。不必多言了，时间不早，我们尽快出发。这好吧。
替我向公孙小姐转达谢意。会的。黎明将至，天边泛起鱼肚白。按照昨日计划，萧诺藏进了万金商会的商队中。在经过西岳城城门的时候，自然也遇到了萧家的盘查。碍于公孙家族的地位，萧家并没有阻拦商队，也只是象征性的用眼睛扫视了几遍。临近中午时分，公孙家族的商队在路过一处山林小道的时候，一个货箱从队伍中掉了下来。护送商队的人仿佛都没有看到那个掉落的箱子一样，谁都没有在意，而是自顾自地继续前行。等到商队走远，那个掉落在路边的箱子从里边打开，藏了一路的萧诺从中跳了出来。在公孙晴的协助下，萧诺顺利地离开了西岳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前往缥缈宗。西岳城，萧家，可恶，那小畜生难道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家主萧雄脸色阴沉的铁青，他的眼中涌动着熊熊的怒火。在大堂内的一众萧家高层都不敢作声。3天，足足3天，你们在城里搜了3天3夜，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萧雄怒声呵斥道。众人皆是低着头，一个个不敢搭话。他们也很困惑，这3天时间几乎就把西岳城给翻过来了，可萧诺就跟飞天遁地了一样，不知所踪。萧雄火气不断上涌，早知道杀一个萧家弃子都如此费劲，当时就不该让对方走出萧家大门。就在这时，一道急急忙忙的身影跑了进来。家主，刚刚有消息传来，据说有个疑似萧诺贼子的人出现在了云城境内。云城？此言一出，堂内众人一愣。确定吗？一萧家高层询问道。不能100%确定，但有70%左右相似度。对方回答。众人面面相觑，对方竟然跑到云城去了，他怎么出去的？这几天我们可是严防死守啊！哼，先别管他是怎么逃出去的，我们这就将他擒回来。等等，云城那可是缥缈宗的管辖境内。听到缥缈宗这3个字，众人的神情郑重了些许，家主萧雄的目光也愈发尖锐。他沉声道：缥缈宗和天罡剑宗乃是死对头，那小贼看来是想寻求缥缈宗的庇护。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吗？一人愤怒地说道。不可能，绝不可能，此子不除，萧家颜面难存。要是他进入了缥缈宗，我们还真拿他没有办法。就在萧家众高层恨得牙痒痒的时候，一道冷漠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哪怕他躲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他碎尸万段。众人转向门口，来人正是萧雨薇。他对萧雄道：父亲，我现在返回天罡剑宗，你们在家等待消息即可，最多3天。那萧诺狗贼的项上人头一定会摆在小弟的墓前。萧雨薇语气有些阴狠地回答。萧雄点了点头，好，少宗主神通广大，我相信那小贼活不过你3弟的头七。萧雨薇面泛寒意，他没有多说其他，随后便踏上了返回天罡剑宗的路途。日落西沉，夕阳如火，这里是一座古老的沙城。沙城虽然千里荒芜，但夕阳落日的景色还是意境非凡。巍峨气派的城楼之上，一名身穿青衣、相貌不凡的年轻男子遥望着红色的西方天空。男子身姿挺拔，剑眉星目，哪怕是背影都有种令人敬畏的威严。星辰师兄又在观赏晚景啊。这时2名年轻的男女走了过来，男子脸上挂着爽朗的笑容，女子长得颇为清秀。被唤作星辰的青衣男子转过身来：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去打探天罡剑宗的动向了吗？对方摆了摆手，剑宗的人很老实，不必担心。女子也跟着笑道：有大名鼎鼎的绝刃剑子梁星辰在此镇守沙城，那天罡剑宗怎么敢来？梁星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梁星辰名号绝刃剑子，其乃是缥缈宗10大最强内门弟子之首，绝对名震一方的天子骄子，当代妖孽。缥缈宗和天罡剑宗在沙城这片区域争斗了多年，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在这沙城之下有一条丰富的盐金地脉。盐金地脉用处很广，不仅能够开采出昂贵的盐金矿石作为炼器材料，而地脉本身蕴含的力量也能为一些弟子提供特殊的修行资源。2大宗门为了争夺沙城的主权，发生了不少的冲突。之前一直是缥缈宗在吃亏，直到梁星辰来后才把局势稳固下来。这2个年轻男女分别名为于抗、林玉，也是缥缈宗内小有名气的内门天才。真想早点回宗门，这沙城待久了实在不舒服，我皮肤都比以前干了不少。林玉有点苦恼地说道。于抗道：想要回宗门，除非彻底拿下沙城的管理权，一时半会估计没希望了。天罡剑宗是不会放弃那条盐金地脉的。林玉轻叹道。蓦地就在这时，一股磅礴剑气从天而降，朝着这边呼啸而来。于抗、林玉2人心头一惊，是天罡剑宗的御剑术，快点通知各地区部署。说时迟，那时快，一柄阔剑携带着雄浑的剑气斩落在了3人前方的城台上。砰！剑气如游龙般朝着8方冲开，强劲的气波荡起一阵碎石，除了梁星辰步动如山外，于抗、林玉2人皆被震退几米远。遇气劲9重，于抗面露慎重之色，林玉也摆出迎战之势。只见那凌厉的阔剑旁边立着一道黑衣男子，男子梳着龙须发型，一双樱目阴冷锐利。梁星辰一脸平静，他淡淡的对身后的于抗、林玉2人道：你们去查看其他地方。林玉心神一紧：星辰师兄你无妨。梁星辰微微抬手，他独自前来，只能是送命。平静的画风中尽是自信。于抗、林玉对视了一眼，2人不再多言，立即掠下城楼，前往其他地方探查。
梁星辰双手环抱在身前，他漠视黑衣男子，你可以先出手，若是等我先动，你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黑衣男子正是梁星辰，脸上并无惧色。他道：我家少宗主想同你做个交易。呵，梁星辰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接着冷眸一掀，一柄入鞘的长剑从身后闪入手中，哗，剑未出鞘，锐气已然纵横四下。我梁星辰杀你，只需一剑。枪，剑身微出，一阵寒光耀眼。黑衣男子眼角微凝，其沉声道：从今日开始，沙城管理权让给你缥缈宗。梁星辰剑势一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黑衣男子继续说道：只要你杀一个人，沙城拱手相让。何人？一个将死之人，不出意外，几天之后他会出现在缥缈宗。几天之后他会出现在缥缈宗。黑衣男子语速平缓，正是绝刃剑子梁星辰的锋芒。梁星辰目光微抬，淡淡的说道：那个人是缥缈宗的新人。对方道：你可以在他成为新人前完成这件事情。梁星辰眼角一凝，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黑衣男子则是继续道：不必怀疑，我别有所图。为了以示诚意，明日天亮之前，天罡剑宗的所有人都会退出沙城境内，到时候你可以令人筑起防御边城，彻底的把沙城掌控住。梁星辰饶有兴致的问道：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肯让剑宗的少宗主用沙城去换他的性命？一只低贱的蝼蚁罢了。哦，梁星辰俊眉轻挑，蝼蚁的命这么值钱，并不是他的命值钱，而是天罡剑宗的威严值钱。此人触犯了剑宗的门威，所以他该死。黑衣男子身上散发着冷冽的气息，他眸中闪动着幽光，还有一个要求，到时候希望绝刃剑子派人把他的项上人头送到西岳城销价。哗，无形的气流暴涌，沙城的上空悄然间黄尘弥漫。片刻之后，于抗、林玉回到了梁星辰身边的时候，城台上只有对方一人。星辰师兄，天罡剑宗的人并未发起突袭。于抗说道。林玉也跟着开口，其他地方也都平静。那家伙呢？于抗问道。梁星辰眼角冷意，溢出一缕傲然的笑意，走了，走了。两人对视一眼，梁星辰转身看向二人，明日一早通知宗门，沙城已经拿下。什么？于抗、林玉更是一脸错愕。数天后，离开了西岳城，在云城短暂停留的萧诺顺利地抵达了缥缈宗境内。今日正好是缥缈宗招收新人的时期，在那缥缈宗的山门之外，早已是聚集了各路的年轻天才。萧诺跟随着众人一路上山，很快就便抵达了一座古老的峰顶云台。站在云台上，眺望着缥缈宗仙门，远远的望去，其座落于群山之间，矗立于仙雾之中，给人的感觉宛如凡尘仙宫，真是壮观啊！缥缈宗感觉就跟人间仙境。有人惊叹道：你不废话吗？东荒七大修行圣地之一，世间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来了好多人啊。有200-300人，好200-300个新人弟子，真要说起来并不算多。但事实上，缥缈宗招收新人的方式有所不同，需要有人举荐才能获取进入宗门的资格，而且进入宗门后，如若表现平庸，一直以来都没什么长进的话，还会面临被驱逐的风险。所以今天能够出现在这峰台上的，或多或少都有些背景。就在这时，吼一声嘹亮的试音声震颤了八方，只见一尊4-5米高的雪白雄狮跃上了峰顶云台，众人的目光顿时被吸引过去。只见那威风凛凛的白色雄狮上跃下来一个气质高贵、容貌上等的年轻女子。女子虽然长得颇为漂亮，但骨子里却散发着傲气，连看人都是带着几分斜视。那人是谁？竟然骑着妖兽上来？有人低声说道：你连他都不知道啊？她叫梁姿，乃是青州城梁氏家族的大小姐。原来是青州城梁家之女，难怪有嚣张的资本。对于周边众人的低声议论，梁姿冷眼扫望，众多的青年才俊仿佛没有一个人能够入得了他的法眼。这时，几名身穿缥缈宗正式弟子服装的身影来到了云台上，为首的是个50几岁的老者。今日由我负责新人接待。云台上顿时安静。老者继续说道：长话短说，按照以往的惯例，你们有2种方式进入缥缈宗。第一种，拿着你们的引荐书，直接领你们入门。台上不少人都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引荐书。人群随即有人问道：那第2种方式又是什么？老者抬手从自己的脚下一路指向缥缈宗的仙门。从这座云峰台到达宗门外的缥缈天梯，全长共有120里的山路。这区间不仅有毒虫森林、沼泽险地，还有妖兽拦路，唯有实力了得、果敢心细、头脑聪慧的天才方能自行前往。老者眼皮轻抬，继续说道：这第2种方式就是挑战这120里的森林沼泽，并且在今日太阳落山之前成功登上缥缈天梯，即可成为本门弟子。此言一出，云台上议论纷纷。这第2种方式未免也太吃力不讨好了。就是谁不知道缥缈宗的附近有很多的凶妖凶兽生活的丛林，这要是碰到1-2只中级、高级妖兽，还不直接把小命给丢了？说的没错，我还是少折腾吧。不等负责接待的老者把话说完，不少人就已经做出了选择。一群无胆鼠辈，梁姿饶有不屑地扫了眼众人，直接开口嘲讽。跟着一名穿着比较贵气的年轻男子询问道：以第2种方式进入缥缈宗会有奖励吗？有，老者肯定地说道。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登上缥缈天梯的顶端，便可奖励1枚筑基丹。若是前5名，奖励双倍；至于前3名的话，
老者微顿，声音跟着洪亮了几分。第3名，奖励3枚筑基丹，1部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修炼的武学。第2名，4枚筑基丹，1件下品灵器。而第1名，5枚筑基丹，1件中品灵器。哗！一听这话，云台上的众人顿时不安定了。好大的手笔啊！中品灵器，这缥缈宗也太豪了。是啊，我长这么大了，都还没摸过灵气。拼了！富贵险中求，我要挑战缥缈天梯。在听到如此丰厚的奖励后，不少人的内心都蠢蠢欲动。前3名的竞争虽然很大，但只要登上了缥缈天梯，就能得到1枚筑基丹，不论怎么样都不会亏。想要挑战缥缈天梯的一方，去北面的云深谷入口集合，直接前往宗门的人留在此地即可。老者说完，云台上的众人迅速地分成了2个派别。一些实力强劲、颇有信心的年轻天才，想都不想就朝着云深谷的方向走去。青州城梁家大小姐梁姿自然是选择了第2种方式，她暗自笑道：“这第一，我拿定了。”看着陆陆续续离开云台的人群，萧诺没有过多的犹豫，自己想要快速的提升修为，想要抗衡萧家天罡剑宗，就必须要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所以萧诺想都没有想，就选择第2条路。修行一途，自当迎难而上。如果那缥缈天梯都踏不上的话，我修行也无用。当即，萧诺走下云台，前往北侧的云深谷。此刻的云深谷外，一座凉亭当中，一位衣袍华丽的年轻男子似乎在等待什么。也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后方传来。凉亭中的年轻男子转过身来，接着双手抱拳，抬手施礼：“周岸，见过梁星辰师兄，久闻绝人剑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如星辰皓月，令人心生敬仰。”梁星辰看着眼前衣袍华丽的年轻男子，淡淡的说道：“你便是周宇福长老的侄子周岸？”“是，我与周宇福长老关系不差，我听他说起过你，以你的实力，可轻而易举地夺下今年的新人第1名。绝刃剑子过赞了，我现在不过筑基境3重，不敢在师兄你的面前称强。”周岸言语虽然谦虚，但眉宇之间带着几分自得傲意。筑基境3重的实力已经达到进入内门的标准了，此等修为，连一些内门弟子都不如他。至于今年的新人，更是挑不出能和周岸比肩者。在他周岸的眼中，自己已经是缥缈宗的内门弟子了，今日无非是走个过场，顺便把那登上缥缈天梯的奖励拿到手。看着周岸那隐隐展露的锋芒，梁星辰的脸上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玩味之意。我有件事要你去做，何事？周岸问道。在此次的新人弟子中找一个人，然后在登上缥缈天梯之前，将他永远留下。此言一出，周岸脸上露出一抹诧异，随即他脸上笑容变得残忍起来。周岸愿意为阁下效劳。梁星辰表情平静，做得干净点。事成之后，你在缥缈宗便由我罩着。周岸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梁星辰的身份太过于耀眼，加上今天又是新人入门的重大日子，缥缈天梯上肯定有不少的眼睛在观望，所以这种杀人的事情，梁星辰不便自己出手。但周岸不同，等到缥缈天梯的挑战开始，他可以时时刻刻地寻找猎杀的机会。周岸也没有询问梁星辰要杀那人的原因，更没有询问对方的来历，在他眼中，那个人已经是个死人了。那周岸就先谢过师兄的栽培了。周岸双手抱拳，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梁星辰很满意对方的回应。这周岸年少成名，在这之前就小有名气了。传言对方在年仅15岁的时候，便为家族披甲上阵，将敌对的家族势力杀得鸡犬不宁。周家的很多势力地盘都是周岸打下来的。此人虽然年轻，但绝对的桀骜不驯，且心狠手辣。这样的人也是颇得梁星辰的赏识。我以后欲在缥缈宗争权夺势，需要你这样的左膀右臂。梁星辰淡淡的说道。周岸犹如笑面虎般点头应允，我一定会全力辅佐师兄。这时，哥，你怎么在这里啊？一道充斥着欢喜的声音突然从另一边传来。只见一名气质高贵、容貌上乘的漂亮女子小跑过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梁家大小姐梁姿。哥，你不是被宗门派去镇守沙城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梁姿眼中闪动着振奋的光亮。梁星辰笑道：昨天刚回来了，沙城已经拿下了。是吗？我哥真厉害。梁姿上前挽住梁星辰的手臂，他双目闪闪发亮，满是开心的说道：夺下沙城，对缥缈宗来说，这可是大功一件啊。哥，这下你要晋升为真传弟子了吧？在听到真传弟子这4个字的时候，旁边的周岸也露出了丝丝触动。真传弟子位高权重，无一不是最为顶尖的存在。缥缈宗的真传弟子拥有极大的资源倾斜，任何一人都是未来的一方强者。难怪梁星辰不愿亲自动手，原来是快要晋级真传弟子了。所以在这节骨眼上更为慎重。周岸心中暗道。紧接着，周岸又暗自欣喜，有了梁星辰这棵大树的罩着，以后自己在缥缈宗岂不是能够横着走？当即，周岸打定了主意，不论如何也要把梁星辰交代的任务完成得干脆漂亮。梁星辰有所宠溺地揉了揉梁姿的脑袋，哪有这么快？真传弟子地位极高，身份特殊，需要经过宗门众长老的商讨，还要宗主的亲自审核，现在就谈这个还为时尚早了些。话虽如此，不过梁星辰的脸上却流露出傲然之气。嘻嘻，早晚的事吗？梁姿倒是对梁星辰信心十足。行了，登上缥缈天梯的挑战要开始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梁星辰说道。梁子摆了摆手，放心吧，就这种层次的挑战，完全就是小菜一碟，我一定会拿第一的，绝不丢你的脸。梁星辰笑道，现在说的这么轻巧，别到时候连天梯都到不了。哼，又小看我，你等着看吧。梁子小嘴一撅，故作不满。梁星辰没有多说其他，齐饶有深意地扫了周岸一眼，旋即道，时间不早了，你们准备准备，我去缥缈天梯的顶峰等你们。好的，哥。梁子乖巧地笑道。周岸也是双手抱拳，是星辰师兄。而后唰的一道白色的剑虹闪出，梁星辰直接消失在了两人的面前。周岸侧身看向梁姿，他笑着说道，没想到星辰师兄的妹妹也在此次新人队列中，看来这第一的位置我是保不住了。本以为梁姿会礼貌的回应，可没想到梁星辰刚走，他便一扫刚才的乖巧，他斜眼盯着周岸道，刚才我哥跟你说了什么？周岸一怔，接着摇了摇头，简单的闲聊而已，我乃是周宇夫长老的侄子，星辰师兄他，你说不说？不等周岸把话说完，梁姿就打断他，别跟我说些屁话，我哥是什么身份？有时间来跟你闲聊，他连我都没时间管，你要是不说的话，等以后进了缥缈宗，呵呵。梁姿也是嚣张跋扈惯了，懒得听周岸解释，快点，你要是敢骗我的话，后果自负。如果是别人倒也罢了，奈何梁姿是梁星辰的亲妹妹，要是和梁姿闹得不愉快，以后也是个问题。稍作迟疑了一下，周岸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必须要保密，而且还不得干涉进来。知道了，快说吧。梁姿有点不耐烦，星辰师兄要我为他办一件事。云深谷入口处，一座由不规则的青石铺成的广场上，选择挑战缥缈天梯的人陆陆续续抵达。萧诺站在人群后方，颇显镇定。接着方才在云峰台的那位老者在几个人的随同下来到了此地。人都到齐了吧？老者站在一处高地上，他老眼扫过前方的一众年轻人。规则我重述一遍，今日傍晚之前穿过这120里的森林沼泽，并成功登上缥缈天梯顶峰者即可过关，失败者皆无法进入宗门。再有一点，这片森林沼泽中危险众多，若是不幸受伤，甚至是丢命，本宗门概不负责。一句概不负责，也是令不少人都感到脊背微微发凉。很显然，今日来到这里的人不可能都入得了缥缈宗。没有给众人调整状态的时间，老者大手一挥，入场。话音落下，顿时刷刷刷的一道急促的身影冲了出去。云深谷到缥缈天梯总长超过120里，又有各种阻碍险境，想要夺得超前的名次，必须要分秒必争。人群中的萧诺也没用迟疑，其譬如一头奔狼，一跃10几米，闪入了这片战场。刘长老，这些新人积极性很高啊。高地上一名中年男子开口说道。负责接引新人的老者微微点头，新人锐气比较盛，进入宗门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挫他们的锋芒。中年男子笑了笑，又道，我刚才看了下，有个叫周岸的，当属今年最强的新人王。周岸是周宇夫长老的侄子，还有那梁姿乃是梁星辰的亲妹妹，这两人将会包揽前2名。梁星辰的妹妹？中年男子心头一惊，难怪今年的奖励如此丰厚，出现了2件灵器，原来是专门为这2个人准备的。云深谷森林深处，一场争分夺秒的抢位大战正在进行，仅仅是那2件灵器的奖励，就令绝大多数人为之疯狂。对于这些年轻气盛的天才而言，荣誉和奖赏都是必夺的。一处靠近沼泽边的丛林，一条总长度超过5米，浑身布满厚重铠甲的红眼凶恶飞速地窜向萧诺。这红眼凶恶乃是低级妖兽中的最强王者，战斗力堪比炼体境9重巅峰，但是他的防御却达到了中级妖兽的层次，所以说哪怕是处激进的人看到了红眼凶恶，都很少愿意与他正面对抗。好，红眼凶恶的移速极快，他从沼泽中窜出来的时候带起了大片的泥浆。萧诺目光微凝，待到凶兽扑到跟前的刹那，其身形一侧，避开凶恶爪牙的同时，右手双手急速点出，直取凶恶的一只红眼。砰！沉重的闷响声爆开，萧诺双指仿若冰冷的钢钉，无情地击穿了对方的一只眼球。呜吼！红眼凶恶发出剧烈的嘶吼声，庞大的躯体砸落在地上，震起一片沙尘碎石。虽然遭受重创，但红眼凶恶并未立即毙命，他摆动着兽躯，疯狂地扑向萧诺。萧诺这次没有闪避，其踏步掠出的同时，黑色魔刀暗星魂骤然入手，蹭！诡秘的刀锋划破空气的刹那，沿途带出一道弯月弧影。砰咔！红眼凶恶的铠甲顿时被劈开，一串鲜血飞洒，一颗狰狞的凶恶脑袋当即飞了出去。解决掉了阻碍，萧诺没有停留，继续奔向森林的深处。而在后方的区域，几个年轻男女却是被刚才发生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我靠，好干脆利落的进攻！那个人是谁？连红眼凶恶这种凶兽王者都被一刀解决了，不认识？这人的实力起码快到筑基境了。你在开什么玩笑？红眼凶恶虽然只是低级妖兽，可他的防御却达到了中级妖兽的层次，就算是筑基境一众的人见到他都要跑。妖兽的等级可分为1级、中级、高级、将级、帅级、王级等。低级妖兽炼体境可杀，中级妖兽媲美筑基境，高级妖兽唯有玉器境能够抗衡，至于将级堪比通灵境。眼见萧诺斩杀红眼凶恶这般干脆凌厉，后边的那些人都心有波动。众人心惊之时，
萧诺已经走远。刷刷刷，萧诺移动速度很快，即便是在这荆棘密布的丛林，也如履平地。当前的萧诺已经达到了炼体境9重的境界。几天前离开西岳城的时候，萧诺是炼体境8重。不过公孙家族大小姐公孙晴在临走时赠予了萧诺15枚灵气丹和3枚筑基丹。在云城落脚的几天，萧诺使用了将近1半的灵气丹，突破到了炼体境9重。当然了，对于萧诺而言，每提升一个境界，鸿蒙霸体诀就要为他淬炼肉身功体。击杀一个红眼凶恶，对萧诺而言完全是易如反掌。时间一分一秒的逝去，在距离缥缈天梯越来越近的同时，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少。萧诺四周已经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了，但遇到的妖兽也越来越强。之前碰到的都是些低级妖兽，现在都是些中级的。不过萧诺的步伐始终都没有停止，一人一刀于缥缈天梯下踏出了一条血路。嘶，血雨飞洒，尖啸刺耳，又是一条双头蓝灵蟒被萧诺斩掉了脑袋。掉落在地面的双头蓝灵蟒就像皮鞭一样扭曲挣扎。萧诺抬头看向天空，中午的阳光从树林的缝隙中洒下，格外明媚。现在才刚过正午，我差不多就走完了70-80里的路，距离缥缈天梯就剩下了不到一半的路程。按照我当前的速度，不必等到太阳落山即可登顶。萧诺随手擦掉额头上的汗水，准备开始最后冲刺。然而就在萧诺走过一棵树木旁边的时候，一抹危险的气息呼啸而来。萧诺眼角微缩，其下意识地往后一退，砰的一声，一柄锋利绝伦的长剑贯穿了侧方的树身。萧诺双眸倒映着这口长剑的锋芒，这刚才要是没有退后的话，这一剑已经是贯穿了萧诺的太阳穴。什么人？萧诺厉声质问。回答萧诺的是那剑锋一转，长剑硬生生地切断了树木，并朝着萧诺的喉咙挥去。好锋利的剑，好狠毒的人，对方绝对不是误会，而是蓄意杀人。萧诺往后再退的同时，魔刀暗星魂直接劈出，轰！刀剑撞击，气波震荡，连同着泥土震开，木屑飞舞，一道气息高冷的身影往后闪去。萧诺捉刀而立，其冷冷地看着前方之人。袭杀自己的竟然是个年轻的女人，她穿着高贵，神态傲慢，手中所握之剑俨然是一剑的灵气。梁姿一剑尖指着萧诺，脸上满是蔑意：我是谁？你没资格知道，你只要清楚，你是一个死人。萧诺持握魔刀的五指部游得紧了一分，我貌似与你无怨无仇。哼！梁姿冷笑一声，我要杀你还需要理由吗？说完，梁姿持剑冲出，他手中灵剑爆洒出一片绚丽的水光。萧诺抽身一闪，梁姿一剑斩在了他身后的一块青石上，将近1米宽的青石直接被劈斩成2半。梁姿的乃是筑基境2重的修为，再配合上手中的灵剑加持，凌厉进攻，招招逼命。哼！梁姿一边强攻一边暗自冷笑，哥哥一直都小看我，什么事情都让别人去做，不就是杀个人吗？看我替他搞定。从周安那里得知了梁星辰的意图后，梁姿极为振奋，他打定主意自己亲自动手，好让梁星辰刮目相看。所以梁姿提前出来截杀，抢先周安一步找到了萧诺。去死吧！梁姿手腕一转，剑光环绕在外，一记激昂的剑吟声入耳，长剑刺出，直取萧诺心脏。对手的招招夺命也是激起了萧诺的怒火。霎时，萧诺身法一动，轻松避开梁姿强攻的同时，手中魔刀翻转，凌厉的刀锋直取梁姿喉咙。梁姿心头一紧，他没想到萧诺的回击这般迅疾，仓促之际，梁姿连忙闪开，但魔刀一出的锋芒还是从他的旁边划过，一缕青丝掉落，梁姿那白皙的颈部悄然多出一条浅浅的刀痕。你！梁姿摸着流血的伤口，他突然大怒：你敢伤我？你这个低贱狗东西，竟敢伤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梁姿杀气暴涌，眼中怒火中烧，巨灵剑诀，寒星急煞，剑中灵能涌动，梁姿周边气流翻动，无形剑势震散四下落叶，他强攻出击，杀机无穷。萧诺面泛寒意：你是谁？与我何干？话落之时，萧诺掌中魔刀发出一阵低沉的颤音，一股紊乱的气流朝着刀身聚拢。影斩！影斩！飞影剑诀中的第一式，也是萧诺改良后的第一招。萧诺身形变换，移动速度拉到极致。蓦地，在梁姿的面前突然闪现出了2道人影，两道人影有如双飞燕般交叉跑位，栖身至眼前，一虚一实，一真一假。梁姿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萧诺的本体，哪个是虚假的幻影。梁姿心神一乱，唯有胡乱刺剑，结果可想而知。利剑刺空的刹那，萧诺形如鬼魅般闪到了梁姿的左侧，刀光一闪，血花飞出，梁姿的左侧腰肋处再被划出一道血痕。疼痛弥漫全身，梁姿娇躯一震，手中灵剑不稳，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恐惧，反而愤怒之火直冲大脑。她是谁？她是梁家大小姐，她是梁星辰的妹妹，她是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没有人敢这样对待自己。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我要把你剁碎了喂狗！梁姿一脚踢向萧诺的脑袋，在他的靴尖处赫然冲出一柄锋利的匕首。萧诺冷笑一声，高贵的外表，肮脏的内心，我已给你活命的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魔刀一转，刀光回旋，枪！一记诡秘的刀光劈在了梁姿的腿上，空间几欲停顿，鲜血好似花雨，梁姿的一条腿直接飞了出去。嘶！
刀光一闪，血舞半空，紧随而至的是良姿那凄厉无比的惨叫啊！被斩掉一条腿的他，直接是重心不稳，从半空中摔在地上。良姿惊怒交加，两眼圆睁，死死地盯着断腿，大脑赫然被空白所占据。我的腿，我的腿！良姿花容失色，泪流满面。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娇贵的样子，愤怒的就跟街边的乞丐婆差不多啊！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把你全家都剁碎了喂狗！我的腿！这时，良姿的哭喊声引来了潜伏在不远处的周岸。唰！当周岸抵达战斗场地的边缘之时，眼前的一幕令他大为震惊。良姿，你！周岸双目怒睁，浑身怒火升腾。他第一反应就是大事不妙，那可是梁星辰的亲妹妹啊！周岸没想到良姿竟然会抢先一步截杀萧诺，更没想到萧诺会一刀断了对方的腿，自己要如何向梁星辰交代？这愚蠢的女人！周岸是又气又恼，这良姿真的是太胡闹了。一想到梁星辰大发雷霆的样子，周岸两眼猩红，爆发出来的杀意直接锁定在了萧诺的身上。你不可饶恕啊！话音落下的瞬间，周岸周边气流一震，银色光芒骤然一闪，一杆沉重的银枪乍现手中。我要你的狗命！周岸那叫一个气，现在的他唯有把所有的怒火都宣泄在萧诺的身上。给我死！隆隆，银枪袭来，譬如一条飞奔的蛟龙。萧诺瞳孔中倒映那一点尖锐寒芒，接着魔刀举起，挡在身前。砰！冰冷森寒的枪尖重的撞击在暗星魂的刀身中央，萧诺如遭强龙扑面，巨大的冲力汹涌而出，萧诺身形不断往后滑退，周岸则是两眼猩红，不断欺身朝前，两人一个退一个进，周岸连番欺压萧诺了10余丈远，掌中银枪骤然发力，再度强攻而出。轰！空间一震，沉重的响声于萧诺的面前爆开，源自于枪尖袭来的力道在刀身中央扩散。萧诺往后一拉身位，双脚依旧稳如磐石。又来了一个！萧诺面泛一抹冷笑，还真是有意思，明明都是初次见面，却一个个都仿佛和自己有着血海深仇似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萧诺淡淡的说道。周岸没有理会，而是持枪攻出，唰，气势如风，迅疾如电，3尺枪芒直取萧诺喉咙。见对方攻得如此干脆，萧诺很明白，对方没有认错人，他们要杀的人就是自己。是谁让你们来的？萧诺身形一侧，以退为守，砰！银色长枪直接灌入后方的一棵大树上，木屑爆碎，树干当场被分成2半。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周岸面色凶狠，银枪一转，180度横扫，连同着风暴轰鸣声，重枪砸向萧诺。萧诺目光骤然变得尖锐，不说那就交命。接连被针对，也令萧诺内心产生了怒意，催动功力注入魔刀，一刀斩向迎面扫来的银枪。轰！惊人的力量冲撞在一起，迸发出一股强劲的气爆。周岸顿觉手臂微麻，其手中的武器反倒是被震退回来。这力量，周岸有些吃惊，对方不是只有练体境吗？为何力量如此强悍？不等周岸多想，萧诺施展飞影剑诀，身形变动，宛如游龙。就凭你的实力，不足以杀我。刀势呼啸，暗影来袭，萧诺掌中龙牙般的瑰丽魔刀当头劈向对手。周岸心惊之际，双手举枪横在身前，轰！2大武器十字交催，周岸顿觉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他的双膝都弯曲了几分。而萧诺却是再度变招，其以魔刀压住对手银枪的同时，左手蓄力，一拳轰出怒罡拳。周遭气流聚拢，血液凌厉汇聚一处，拳臂上血管如囚笼般隆起，半条手臂都变成了暗红色。以萧诺当前的实力，已经能够100%的施展出这部拳法，加之鸿蒙霸体诀带来的肉身强度，怒罡拳的力量手度达到顶峰。感受到那迎面砸来的罡风，周岸面露凶恶之色，他像是野兽般吼道：“跟我拼拳脚，你够格吗？”淬金掌。说罢，周岸掌势祭出，一层绚丽的金光布满他的手臂之外。当拳掌节结实时的碰撞在一起，空气中竟是产生一记重锤敲钟的声响。下一瞬间，周岸便发觉自己错了。萧诺拳头中所蕴含的力量，竟然比他的刀还要霸道。强悍的拳劲渗透周岸掌臂，伴随着掌心的金光爆碎成影，咔嚓一声，周岸的手臂直接折断。啊！周岸发出痛苦且愤怒的吼声，一连倒退7、8米。萧诺眼角冷意，气宇非凡，比武器，你难以匹敌。论拳脚，你尤逊一筹。闭嘴！周岸恶狠狠地呵斥：“你以为就凭你败得了我吗？再问你一遍，是谁派你们来的？”萧诺冷声道。周岸嘴角一咧，笑容变得残忍凶厉，你没有资格知道他的名字。砰！旋即，周岸重踏地面，一股强烈的劲风暴冲开来。周岸运转全身功力，尽数注入掌中银枪当中。霸王银魂枪！呵！一声暴喝，周岸的身外溢出一片璀璨的银辉，一道道银色光流如冷焰燃烧。只见银枪之外再现虚幻一层虚幻枪芒，看上去像是银枪放大了2、3倍。死！周岸单手持枪，3尺寒芒，长驱直下，可怕的气势仿若一条银龙冲向萧诺，腾腾杀气，森寒入骨。你无机会了！萧诺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缕耐心，魔刀一转，诡秘光芒闪烁，连同着寒风阵阵。萧诺膝盖先是一弯，接着骤然起势，
高昂的狼啸之音穿过丛林，萧诺捉刀掠出，凌厉刀锋譬如狼王利爪迎击在对手的银枪之上。狼怒血夜斩，迅猛、速度、力量两大杀招激烈对冲，轰！魔刀和银枪交汇，重响如雷。霎时，萧诺手中的黑色魔刀脱手飞出，犹如回旋镖般弹射出去。周安露出了凶狠得意的笑容，哈哈哈！我说过，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你在我面前只有死路一条。就在周暗自以为占据最终胜利的时候，萧诺身法突然变换，萧刷蓦地，周安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了2道人影，一虚一实，一真一假。2道人影分别从左右两边闪向周安。周安心弦一紧，银色寒枪直取，其中一人装神弄鬼，死！凌厉枪锋直接刺空，而另一道人影则是犹如鬼魅般闪现到了周安的侧方。哒！也就在萧诺闪到周安身边的同时，方才那弹飞出去的黑色魔刀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回了手中。这是周安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萧诺冰冷的声音随之入耳：“刚才那招只是诱饵，这才是结束你性命的杀招。”什么？周安大骇，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也就在他回身的一瞬息，萧诺掌中魔刀回舞，身形360度的转动，无情刀锋如瑶光弧月，直接斩入周安的喉咙深处。嘶！惨叫尚未来得及出口，周安只觉脖子一凉，随即他的脑袋便脱离了脖颈，并以旋转的形态飞了出去，血溅3尺长空。周安命丧黄泉，又一拦路者亡。萧诺的握紧手中的刀柄，他的内心愈发冰冷。本以为来到这缥缈宗就能够暂时的安定下来，可没想到还是有这么多的人盯上了自己。难道不杀我就绝不罢休吗？萧诺沉声说道。也罢，我萧诺在3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所有，再来一世又有何惧？从今天开始，谁阻路我便杀谁。心冷刀冷，不知不觉中，萧诺的心境悄然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周安的无头尸身无力地倒在了地上，萧诺的目光转向之前战斗的地方，只见良姿竟然不知去向，地面只留下了一片血迹和那条断腿。逃了吗？萧诺眼角微眯，以那良姿的状态，就算逃也逃不了多远。正当萧诺犹豫是否要追寻的时候，丛林的后方区域正有几道身影朝着这边赶来。稍作迟疑，萧诺暗道先登缥缈天梯为主。为了一个受伤的逃兵，没必要浪费时间。毕竟第一个登上缥缈天梯的顶峰的人，能够获得5枚筑基丹和1件中品灵器。对于萧诺而言，现在最缺的就是资源。没有在原地多做停留，萧诺摇身一闪，遁向前方。很快，后方那几道身影抵达此地。有战斗过的痕迹。我去，不是吧？我还以为我们的速度是最快的，没想到还有人能跑在前面。你想多了。据我所知，今年有2位实力极为出众的新人，一个是周安，他到达了筑基境3重，还一个是梁家大小姐梁姿，她是筑基境2重。我也听说了，周安实力相当强悍，他几乎是100分百锁定了今年的新人王。看来我们几个人只能拼一下第3名了。众人没说几句，突然一人大呼道：“快看前面！”几人纷纷望向一处，只见前方的地面上倒着一具无头尸体，而在7、8米开外，一颗脑袋落在落叶堆中。那是……众人警觉地围在那具尸体旁边，左臂骨折，脖颈处的伤口平整，杀他的人手段极为霸道。一人分析道：“是谁干的？不知道，该不会是周安下的手的吧？他的实力最强。”这边话还未说完，另一个人在落叶堆中翻出了那个头颅。下一秒钟，他的面色瞬间惨败，并一脸惊恐地回身看向其他人。这个人是周安？什么？接着，所有人的脸上都全无血色。缥缈宗，一条宛如龙脊般的天梯大道直通峰顶。缥缈天梯全程共有39000阶，每一层台阶都有着30厘米左右的高度。普通人仅仅是登上这座天梯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今日那些参与挑战的新人，除了跨越那100多里的森林沼泽，还要登上这条天梯大道。下午时分，缥缈天梯的峰顶上，几道自带威严气息的身影在此落座。这几人乃是缥缈宗的高层长老，在此也是为了查看一下今年这批新人的实力如何，若有中意者，还会收为座下弟子。听说今年的新人质量很高啊，有不少人都达到了筑基境的修为。一位长老说道：“是啊，我也听说了，好像周宇福长老的侄子也在今年入门，是叫周安吧？此子天赋异禀，听闻10几岁的时候便为家族打下了很多的功劳，我准备收他为亲传弟子，你们几位别跟我抢啊！”哈，这是你经过周宇福长老的同意了吗？说的没错，周安在宗门的修行路线，估计周长老都安排好了。哼，那我不收周安为徒就是了。还有一位名为梁姿的新人，他的天赋也极为了得，梁姿就更别想了，听说她是绝刃剑子的妹妹。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兄长，他在宗门的成就也将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在天梯顶峰的东面一座侧峰上，立着一道身姿挺拔、气宇轩昂的年轻男子。男子剑眉星目，面如冠玉，眉宇间带着一股无形的锋芒锐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缥缈宗的10大最强内门弟子之首，绝刃剑子梁星辰。可喜可贺呀！恭喜绝刃剑子荣登真传弟子之位。这时，一道女声传来，一名相貌冷艳的女子走了过来。
这女人大约30岁左右的年龄，身穿一身月白色的长袍，身姿高挑，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贵气。宇福长老说笑了，现在说这个还为时尚早。梁星辰回身看向周宇福，后者淡淡的笑道：不早了，你夺下了沙城，为宗门立下大功一件，再以你的天赋和修为，成为真传弟子并不是件难事。周宇福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刚刚得来消息，长老团已经给你提名了，接下来只需要等到宗主的亲自审批，那我们缥缈宗将会再出现一位名声显赫的真传弟子。梁星辰眼睛微亮，一旦成为真传弟子，便是鱼跃龙门，登上顶峰，宗门所有最好的资源都能够优先享用。真传弟子掌控了极大的地位权力，最为重要的一点，下一代的宗主候选人也是从真传弟子中选举，也就是说，梁星辰有一定的概率成为未来的最高掌权者，即便成为不了宗主，也必然是缥缈宗的高层。接着，周宇福的目光望向那条如龙几般直冲山脚的天梯，时间差不多了，第1名和第2名该来了。周岸、梁资这2人是毋庸置疑的新人王第1、第2，以梁星辰和周宇福的关系，谁拿第1都无所谓。周宇福也早已为周岸铺好了路，等到周岸进入缥缈宗后，他不会败在任何人的座下，他需要做的就是成为梁星辰的左膀右臂。此次的第1名、第2名的奖励还是专门为周岸、梁资2人设定的，毕竟按照以往的规矩，最好的奖励也只是下品灵气。就在这时，缥缈天梯上出现了一道身影，来了，来了！峰顶上的几位长老皆是站起身来，是那周岸吗？看不清楚，不过看样子是个男子，那就是周岸了，错不了，也只有以他的实力才能这么快登上缥缈天梯。此子的确是个可塑之才，距离太阳下山还有好几个小时，他领先其他人太多了。几位长老面露赞许之色，虽然想到周宇福对周岸另有安排，但还是想要尝试一下，万一争取过来了，以后必然又是一位天资卓绝的内门精英弟子，甚至成为第2个梁星辰也不一定。随着那道身影不断的跨越台阶，他距离登顶也是越来越近，他的身形面貌越来越清晰。接着，其中一位长老皱着眉头道：什么情况？他不是周岸。另外一众长老一愣，不是周岸？你在开什么玩笑？没有开玩笑，对方解释道：我半年前随同周宇福长老去过他周家，见过周岸，他不是长这样子。同时，天梯东面的侧峰上，周宇福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怎么回事？周岸和梁资呢？周宇福目光转向那道身影的后方，但见他后方的天梯空荡荡的，半个人影都没有。很显然，来者遥遥领先，甚至把周岸、梁资这2位人中龙凤都远远甩在了后面。周宇福侧目看了梁星辰一眼，但见对方眼神泛寒，脸上涌动着一层寒霜。是他。梁星辰意外的同时，眼中寒意更浓。难道周岸没有拦截到目标吗？现在怎么办？周宇福询问道。要知道，那2件灵气就是给周岸、梁资准备的，现在第1个登上缥缈天梯的人却是另一个人，这着实令他意想不到。梁星辰没有回答，周宇福随即冷静下来，他从梁星辰的眼神中知晓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唐谦，周宇福冷声道。唰，霎时一道气息冷峻，身后背负一口粗豪大刀的身影闪掠到了周宇福和梁星辰的身后。师尊，拦住他！是。天梯大道上，萧诺不断的纵身飞跃，尽管对于寻常人而言，这条天梯大道很是艰难，但萧诺的身形确实极为沉稳，这还是在历经2次厮杀大战的情况。如果只是面对那些丛林妖兽的话，萧诺登顶的速度还要更快。刷刷刷，萧诺一步数个台阶，攀登速度极快，就剩最后几10个台阶了。望着那即将抵达的终点，萧诺脸上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我是第1个，越来越近，台阶越来越少。萧诺加快速度，即将完成最后的冲刺。可就在他距离峰顶只剩下不到10个台阶的时候，砰！一道红色光芒冲击在了萧诺前方的一层台阶上，顿时强劲的气流播散，杂乱的碎石扑面，猝不及防的萧诺当即被这股力量先退出去。这是萧诺凌空一翻，侧身抓地，才稳住身形，而没有因此摔下去。只见前方的台阶上立着一口沉重的粗豪大刀，刀尖入地，锋芒四溢，一股冷冽霸气扑向萧诺。萧诺眼角微凝，只见一道冷峻的身影缓缓走下台阶，他在那口大刀的面前停步，一双冷目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萧诺。这是缥缈天梯的最后一道考验，通过了，你便是第1；通不过，那就滚；通不过，那就滚。缥缈天梯之巅，距离终点仅剩了10步之遥，萧诺再度被拦住了去路。是唐谦。天梯顶峰，几位缥缈宗的长老相互对视一眼，也是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那一抹疑惑。今日的挑战中还有最后一关吗？没有吧？不清楚啊，之前并没有。几人一合计，顿时明白，这最后一关显然是有人临时设下的。那个人不用想也知道，绝对是周宇福，周长老。眼前这位唐谦便是周长老的弟子之一，他拦住萧诺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给后面的周岸、梁子2人争取时间。天梯之上，萧诺冷冷地盯着上方之人。在云峰台的时候，负责接待的长老貌似并未说过还有这一关，你可以选择不闯。唐谦没有想要解释的意思，他是内门天才，更是长老的弟子，没有必要向一个新人解释。萧诺第一反应就是受到了刁难，
其暗自冷笑，想必是有人内定了这第一，自己怕是动了某些人的蛋糕，所以才会被阻挠。闯吗？当然要闯，自己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有必要退后。哪怕是在被夺走天皇血的那3年，萧诺都不曾想过后退，更别说现在只要战胜你就能过去，对吗？萧诺沉声道。哼！唐谦面露轻蔑笑意，眼前这个人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战胜自己，他配吗？不仅仅是唐谦，就连峰顶上的那些长老都觉得萧诺想多了。唐谦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筑基境半步5重，先不说两人本身的差距，就凭萧诺横跨120里的山路，再加上登上这天梯大道，体能怕是早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对方要是聪明一点的话，连动手的念头都不要有，老老实实的等待周案梁子前来，然后自己拿个第3名才是正确的选择。触及萧诺那坚韧的眼神，唐谦的脸上泛起一抹戏谑。不需要战胜我。话音落下的刹那，砰的一声爆响，地面沙尘荡起，那口立在唐谦身边的沉重大刀直接飞离了地面。唐谦手臂一翻，抬手将那大刀接入掌中，一股澎湃的威压扩散出去。唐谦以刀尖指向萧诺，傲慢地说道：“只需从我身边越过，便算你成功，不论你用什么方式。另外，有必要提醒你一句，我的刀很锋利，欺压，毫不掩饰的欺压之势，以刀尖指人，便是最为直接的蔑视。”然而萧诺却是反手按住了身后的刀柄，我觉得战胜你还要更直接一些。此言一出，众人皆惊。就在话锋落下的刹那，萧诺反手取出2枚灵气丹丢入口中，哗！一股旺盛的灵能在萧诺体内爆发，那原本消耗殆尽的灵力顿时得到了补充。峰顶上的几位长老一惊，用灵气丹恢复灵力，这家伙是疯了吗？若不加以引导，丹药的力量会冲伤经脉的，除非他是钢筋铁骨。不过就凭这样，他仍无法弥补和唐谦的距离。不等几人把话说完，萧诺的身上再度爆涌出一股强盛的血气，衣袍掀起，黑发舞动，萧诺如魔神般血气横冲，没有丝毫的犹豫，萧诺直接动用了暴血灵珠的力量。由战土女帝血气所化的暴血灵珠，此刻令萧诺的力量增幅了5倍之多。砰！萧诺重踏脚下的台阶，一股血雾震开，其双眸幽冷，身后魔刀骤然祭出。紧张，紧张！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当前的氛围骤然变得无限紧张。唐谦也感受到了萧诺身上的变化，其冷眸一闪灵光，想要尝试我的刀之锋利吗？成全你！唐谦心念一动，强盛的灵能爆发，手中的粗豪大刀大放异彩，并发出一阵剧烈的刀影。玄烈斩，炎变，哗！灼热气焰咆哮，唐谦的刀锋之下，霸道刀气似妖火燃烧。很明显，这唐谦是打算让对手一招饮恨败北，出手便是强势杀招。但萧诺没有任何的退怯，他宛如一尊凶邪诡秘的狼王，一跃7、8米，冲杀到了唐谦的面前。借着暴血灵珠的力量加持，萧诺进攻的速度极快。黑色魔刀击出的刹那，一声诡秘低沉的龙吟突然炸响。好！古老龙吟入耳，唐谦的心神猛地一震，一股心悸感油然而生。这时，一瞬间的眩晕失神令唐谦的进攻节奏慢了半分，也就是这半分，一柄摇曳着黑色气流的妖魔之刀迎面袭来，无情地刺入了唐谦的右边肩膀中。剧烈的疼痛弥漫全身，唐谦持刀之手顿时停在了半空。伴随着刀尖贯穿了唐谦的肩膀关节，萧诺那冰冷的声音再度传来：“我的刀也未尝不利。”不好！峰顶上的几位长老脸色一变，与之梁星辰站在一起的周宇福长老也心头一紧。也就在萧诺话音落下的同时，他手中的黑色魔刀一转，凌厉的刀锋朝着外侧一挑，砰！一片血雨在空气中爆洒开来，唐谦那一整条手臂直接是飞了出去。啊！唐谦发出痛苦的惨叫，他五官扭曲，跌跌撞撞的往后摔去。盛怒之下的他恨不得把萧诺乱刀砍死，可他的武器已经连同那只断臂一起飞出了几米开外。啊！我的手啊！唐谦两眼怒红，他仿佛失了智，挥舞着独臂冲向萧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萧诺眼神冷意，退下。一声退下，萧诺反手捉刀，凌厉如龙牙般的刀锋回转，霎时胡月般的刀刃斩在了唐谦的身上，撕拉，一条斜贯胸膛、深达骨骼的伤口在唐谦的身上绽开。又是一声惨叫，内门天才唐谦倒飞出去，犹如一条死狗砸在了缥缈天梯的台阶上。震撼！眼前的这一幕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那缥缈天梯的下方区域，后面赶到的其他新人正好目睹这一场景，无一不被前方这一幕惊得头皮发麻。我天，这又是什么情况？今年缥缈宗的新人也太狠了吧！缥缈天梯紧张氛围震慑人心，那些位于峰顶上的几位宗门长老惊得手心都是汗。他们震惊的不仅仅是萧诺那越线的战斗力，还有对方那干脆狠厉的手段，作风太狠了，一刀挑断了唐谦的手臂，2刀便将对方重创倒地。在这之前，根本没有人想到事情会变化的如此之快。萧诺立于天梯之上，掌中妖魔之刀寒光闪烁，尽管灵气丹的力量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但却未能冲破萧诺的攻体。众所周知，灵气丹是提升修为、加快修炼速度所用，一经服用，需要对灵力进行炼化，否则暴走的力量会对经脉、宫体造成内部损伤。可此刻的萧诺却稳稳地压制了身体中暴涌的灵能，这同样也令人不敢相信。殊不知，萧诺修炼的鸿蒙霸体诀
对宫体肉身淬炼了一次又一次。萧诺的筋骨强度不能以寻常人的标准衡量，2枚灵气丹的能量无法给萧诺带来影响。天梯顶端、天梯下方都是惊愕不已，唐谦犹如死狗，难以阻路。他身上滴血，唯有眼睁睁地看着萧诺踏上那最后一道台阶，滑登顶。从云峰台出发，仅仅3个时辰左右，萧诺便一马当先，踏上缥缈天梯。第2名、第3名那些人，此刻连天梯的中间都还没有走到。峰顶上的一众长老心惊的同时，看向萧诺的目光也都发生了变化。这样一个天才，必须要把他拉过来。可也就在这时，一道冷厉的怒喝声传来：“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行凶伤人！”众人心头无不一惊。只见周宇福周长老怒气冲冲地来到此处，在他的身后正是绝刃剑子梁星辰。周宇福怒视萧诺，两眼都快喷出火来，还未入门就如此手段狠毒，你当真是不把缥缈宗放在眼里？面对周宇福的呵斥，萧诺一脸的镇定，其淡淡的说道：“刀剑无眼，我只是正常通过考验而已，你还敢狡辩？”在座的诸位可都看得一清二楚，是他先出的刀，也是他先拦的路，难道我要站在那里让他砍不成？之前在云峰台的时候就未听说过有这项考核，到底是我不把缥缈宗放在眼里，还是有人从中作梗，擅自破坏缥缈宗的规矩？画风凌厉，彰显锐气，哪怕是面对宗门长老，萧诺的气场依旧不弱。一听这话，周宇福的眼中不禁闪过一抹心虚。唐谦阻路是他私下授意的，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以周宇福的身份能够承受得住，可要是真的宣扬出去，对他的名誉多少会受到影响。这位新人师弟好生的锋芒啊！这时站在周宇福身后的梁星辰说话了。萧诺回视过去，两人目光交汇的刹那，萧诺便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盛的气宇，好强的气息。此人的实力起码达到了和萧家家主萧雄一样的层面，通灵境。但萧雄已经40多岁，差不多是这辈子的巅峰，后面想要再长进，千难万难。而眼前之人也就20岁左右，未来成就不可限量。萧诺暗暗心想，这缥缈宗不愧是和天罡剑宗齐名的7大修行圣地之一，宗门之内可真是卧虎藏龙。话虽如此，萧诺并未退怯，他回道：“既是挑战，自当展露锋芒。”接着，萧诺目光转向几位长老：“我只想知道，我是否通过了缥缈天梯的挑战？”几位长老相互对视了一眼，随后其中一位长老开口说道：“你通过了，等到排名全部出来后，我们会授予你对应的奖励。”此言一出，周宇福这时气的不轻，他咬牙切齿地暗骂道：“周安这小子究竟在搞什么鬼？”周宇福目光转向天梯的方向，余下的新人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第1名已经有主了，但第2名、第3名也足以令人争得头破血流。可是，在登上天梯的那些人中，始终不见周安、梁子的身影。这两人究竟跑哪去了？周宇福沉声说道。梁星辰没有说话，但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愈发冷肃。当亲眼目睹萧诺一刀挑断唐谦手臂的时候，梁星辰的心中就已经涌现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唐谦筑基近半步5重，那周案只有3重，对方就算拦截到了萧诺，也是大概率的截杀失败。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新人成功登上了缥缈天梯，时间来到了傍晚。当最后一名新人踏上天梯的时候，周案、梁子2人都迟迟没有出现。时间已到，缥缈天梯挑战者成败已定。一名宗门的接待人员敲响了铜锣。这下周宇福是真的不镇定了。周案失败了，被视为今年新人王的周案竟然未能踏上缥缈天梯。他直接走到那几位长老的面前：“周案呢？派人去找一下他。”几位长老也是心生疑惑，这就很玄幻了，周案到现在都没来。这时不远处的一位新人弟子说道：“这位长老是要找周案吗？他已经死了。”你说什么？周宇福双目圆睁，他表情吓人。那名弟子顿时被吓了一跳，随后弱弱地说道：“回禀长老，我们来的路上看到了周案的尸体，他被人斩掉了首级。”轰隆！周宇福顿觉大脑一片空白，梁星辰的脸色也瞬间布满了寒霜。霎时，梁星辰那冰冷的目光径直射向场边的萧诺：“是你！”哗！寒流四溢，渗入骨髓。梁星辰的反应令四下众人无不心头一惊，其身上衣袍掀动，眼神中分明携带着一抹隐晦的杀气。周宇福也恶狠狠地看向萧诺，他的怒气腾腾，你竟敢行凶杀人，我今日饶不得你！面对对方的怒火，萧诺只是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有证据吗？你还敢狡辩？”周宇福都快气疯了。萧诺轻笑一声：“这里都这么多人，怎么证明他是我杀的？”你！周宇福气得直发抖。此刻的他与之平日的高贵冷艳截然不同。梁星辰一把按住周宇福的肩膀，随后走上前一步：“你要证据是吗？我会找来给你。另外，以后你我都是缥缈宗弟子了，我梁星辰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这位新人师弟的。”嚯！此话一出，顶峰上顿时掀起一片惊呼声。他就是绝刃剑子梁星辰，难怪气场如此强大，原来是缥缈宗最强的10大内门弟子之首。这家伙好勇啊，竟然敢顶撞梁星辰！一众新人下意识地离萧诺远点，这才刚入缥缈宗就得罪了梁星辰和周宇福长老，想想都觉得窒息。旋即，梁星辰留下一道冷厉的眼神，转身离开。周案死了，梁星辰现在担心的就是梁姿状况。之前梁星辰离开云深谷的时候，
周岸就和梁姿在一起，现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他有没有出事。如若梁姿有事，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梁星辰心中暗道，其冷意的眼角阴森的令人感到可怕。周宇福也是狠狠地瞪了萧诺一眼，随后也一起朝着缥缈天梯的下方而去。顶峰之上，嘈杂不已，几位长老面面相觑，一片唏嘘。哎，发放奖励吧。一名长老叹了口气，然后说道：只要登上缥缈天梯者，都能够得到1枚筑基丹的奖励，前5名翻倍，也就是2枚。第3名奖励3枚筑基丹，1部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修炼的武学。第2名4枚筑基丹，1件下品灵器。第1名5枚筑基丹，1件中品灵器。奖励开始分配，此乃中品灵器玄寒铁链，攻防兼备，还能用于禁锢敌人，现在赐予你。众人看向萧诺面前的一条灵气四溢的铁链，脸上都是露出了羡慕之色。萧诺眼中也是泛起一丝光亮，玄寒铁链盘绕在一起，像是根鞭子，它并不算粗，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沉重，上面流动着一层双白色的寒流，拿在手中冰冷的有些扎手。看着萧诺收下玄寒铁链和5枚筑基丹，几名长老的表情有些怪异，这是给周岸和梁子准备的，现在却白白给别人做了嫁衣。第2名的是个红衣少女，她得到了4枚筑基丹以及3支飞针，3支飞针形似筷子，上面淬着金色光影，亦是一件不俗的灵器。该分完了奖励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选择派系。你实力不差，天赋绝佳，可愿意入我归虚殿？一名长老直接走到那红衣少女的面前。夺得第2名的红衣少女先是一愣，随后便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我愿意。跟着另一位长老又来到了夺得第3名的年轻男子身边，你可愿意入我元龙殿？晚辈求之不得。年轻男子想都不想就答应了。顶峰上的几位长老陆陆续续的挑选新人，但几乎都是不约而同的忽略掉了萧诺。事实上，这些长老也都是暗自觉得惋惜。萧诺的天赋异禀，性格沉稳，当他以第1名的成绩登上天梯顶峰的时候，就已经是令几位长老产生了争夺的想法。奈何萧诺得罪了周宇福和梁星辰。说实话，周宇福还好，虽然他是长老级别的人物，但还不至于让他们如此忌惮。最为主要的还是绝刃剑子梁星辰。梁星辰本身就是10大内门弟子之首，前段时间更是为缥缈宗夺下了沙城的管理权。他已经通过了高层长老团的审批，等到宗主那边点头，梁星辰便是缥缈宗的真传弟子。真传弟子是什么概念？他们这几位长老没有人不清楚。缥缈宗10几万弟子中，真正达到天花板的行列，梁星辰将会获得宗门巨大的资源倾斜，甚至有概率成为下一任的宗主候选人。而萧诺这个新人的表现虽然亮眼，但这些长老却不敢为他而得罪梁星辰。很快，众新人弟子就各自有了归属，唯独萧诺一人站在原地。就在众长老领着各自的弟子进入山门的时候，终于有个年轻的接待者忍不住询问：韩长老，那人怎么办？被唤作韩长老的老者瞥了眼场边的萧诺，随后开口说道：让他去涅槃殿。啊！那接待者表情古怪，皱着眉头道：不好吧，他好歹是第1名，去涅槃殿是不是太那啥了？韩长老没好气地说道：我也想惜才啊，但我更不敢冒着得罪未来宗主候选人的风险。你想一下，梁星辰成为亲传弟子已经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情，万一他以后执掌大权，我还想不想在缥缈宗待了？那年轻接待者不知如何作答，犹豫了一会，只能点头。好吧，他得罪了绝刃剑子，想来也在缥缈宗走不长远。把他安排去涅槃殿吧。说完，那韩长老就带着一众新人离开。转眼间，天梯顶峰上的人就走得差不多了。那位年轻的接待者来到了萧诺的面前：这位师弟，你去涅槃殿吧。对方一边说，一边取出来一块玉色的令牌，令牌的边缘镌刻着精美的花纹，正面刻着缥缈2字，背面则是涅槃2字。这是涅槃殿的信物，你注入灵力在里边，就能激活里边的禁制，以后你就可以凭借此物自由出入涅槃殿，而不会受到护殿大阵的影响。多谢师兄。萧诺将令牌接入手中，随即问道：涅槃殿是什么地方？对方一愣：你是对缥缈宗一点都不了解吗？萧诺大方承认。年轻男子眼睛一亮，忍不住笑出了声：可以，我还担心伤了你的自尊心呢。什么意思？没事。年轻男子摆了摆手，解释道：缥缈宗共有5殿，分别是绝仙殿、归虚殿、元龙殿、太化殿以及那涅槃殿。这5殿乃是缥缈宗的5大脉系，修炼的法门也各有不同，擅长的领域也有所差别。绝仙、归虚、元龙、太化、涅槃，每个名称听在萧诺的耳中都有种独特的伟岸气息。涅槃殿的人为何没来？萧诺问道。年轻男子迟疑了下，道：涅槃殿的人都专注修行，比较忙，所以你直接过去就行了，你别想那么多。涅槃殿可是5殿之首，是吗？萧诺有点不太相信，但是到如今自己也没得选择。简单的感谢之后，萧诺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前往涅槃殿。望着萧诺的背影，年轻男子叹了口气，随即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笑意：别怪我呀，除了涅槃殿也没有地方愿意收你了。曾经的涅槃殿的确是5殿之首，但如今他却是缥缈宗之耻。缥缈宗5大脉之一的涅槃殿。当萧诺来到涅槃殿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巍峨气派的古风，譬如那直入云端的天柱。一座古老的广场之上，萧诺注视着前方一道刻有涅槃殿3个大字的巨碑。巨碑10余丈高，上面痕迹斑驳，气息庄严。萧诺的内心却是有所困惑。作为缥缈宗5大脉系之一的涅槃殿，未免太安静了些。要知道，缥缈宗有弟子10余万，平均下来，5大殿最起码都是2万多的人。可涅槃殿哪里有2万人的样子？别说2万了，连有2000人都不像。这时，广场的内侧传来一阵脚步声，黑暗中走出来一道人影。我方才在里边感知到护殿大阵被人打开了，这么晚了，来我涅槃殿有事吗？而后，一张衣着朴素年轻男子来到了萧诺的面前。男子长得普普通通，眼神带着一股和善之意。萧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今天刚入缥缈宗，是涅槃殿的新人。”哦，年轻男子愣了一下，他围绕着萧诺转了2圈，神情由疑惑转变成好奇，最终变成了欣喜。好小子，有眼光，我保证这是你人生中做的最对的选择。哈哈哈哈！接着，年轻男子大笑起来，我都记不清楚上次涅槃殿来新人是什么时候了。说着，对方上来轻轻地用拳头撞了下萧诺。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涅槃殿最小的师弟，我叫关想，是你师兄。你叫什么名字？萧诺，名字不错，配得上你的一表人才。看得出，关想对于萧诺的到来很是欢迎。萧诺愈发感觉不太对劲，其随口问道：“涅槃殿不是5殿之首吗？为何不见其他师兄弟？5殿之首，谁跟你说的？”关想就跟被踩了尾巴的耗子一样，难道接待的人骗了我？关想眼珠子一转，连忙摆手摇头：“没，绝对没骗你。涅槃殿就是5殿之首，你听师兄的，这里绝对适合你。你千万别想着逃跑，我大门已经锁好了，你跑也没用的。”关想上前就一把搂住萧诺的肩膀，然后一直把对方往里边拽。至于你说的第2个问题，那是因为涅槃殿的师兄弟都专注修行，所以平时很少在外面闲逛。我先带你去内阁，等会通知几位师兄师姐前来见你。关想越拽越紧，生怕一个不留神，萧诺就跑得没影。萧诺也是暗暗摇头，看来这涅槃殿确实是有问题，但萧诺也没地方跑。其余4殿不愿意得罪良心臣，都不想接纳自己。这涅槃殿虽然有些古怪，但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涅槃殿有多少人啊？萧诺问道。人在精，不在多。我们涅槃殿走的是精英路线。关想糊弄道。萧诺，对方接着问道：“萧诺师弟，你修为怎么样？到什么境界了？炼体境9重。9重啊，比起你师兄我还是差了点，不过还算不错了。你放心，只要你艰苦修行，一往朝前，洗心革面，我保证你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出寂静1重。你是走后门进来的，还是挑战缥缈天梯上来的？我看你精神状态好像不错，不怎么劳累，想必是走后门来的吧？”我没事，走后门也算本事。师兄是过来人，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天赋差点没关系，实力可以慢慢提升，以后你修行的事情包在师兄身上。我助寂静3重的精英水准，教你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想越说越起劲，萧诺已经是选择沉默了。看着萧诺无奈的表情，关想暗暗点头，看来自己的一番话已经深刻的触及到对方了，果然是孺子可教也。片刻之后，关想把萧诺带到了内阁。萧诺师弟，娄庆师兄他们就在凌音阁做晚课，差不多也快结束了，我带你去见他吧。关想说道。萧诺不解，不是要先见店主吗？店主不在，现在涅槃殿由代理店主管理，不过代理店主平时也很忙，所以我带你去见娄庆师兄。平时涅槃殿的大小事务都是由娄庆师兄负责。关想一边说着，一边把萧诺领进了凌音阁。宽敞的大厅用红色的木板铺成，里边摆放了10几张的长桌，一众年轻男女坐在蒲团上整理面前的卷轴书册。关想，你又跑去偷懒吧？晚课做完了才来。前脚刚进门，一个身穿蓝衣的女子就开口质问。蓝衣女子相貌中等偏上，虽不是特别惊艳，但身材丰满，均匀有致。不是那样的，蓝梦师姐。关想连忙解释，我们涅槃殿来了一位小师弟，我是去接待他了。哦，来新人了，在哪？蓝梦眼睛一亮，大厅内的其他人也纷纷看向这边，但见关想的身后却是跟着一道气质不凡、双眸冷意的年轻身影。还真的来新人了，长得还不错，这是好事情啊。接触到一众师兄师姐的目光，萧诺稍稍有点不自在，怎么感觉涅槃殿来新人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好歹也是缥缈宗的5大脉系之一，不至于如此落魄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新师弟名叫萧诺，虽然是走后门进入缥缈宗的，不过修为还不错，达到了炼体境9重的境界。我不是。萧诺刚欲解释，关想就直接打断道：“放心，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缥缈宗起码有1半以上的人都是被人举荐进来的，也有成就颇高者。”随即，关想又转向萧诺，并指向身后一行人：“这个是蓝梦师姐，我们涅槃殿的知心大姐姐。这位是长青师兄，目前专攻剑术，立志要成为1代剑王。这个是……”关想轮番介绍，最后指着站在中间的一位青衣男子道：“至于这位，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娄庆师兄了。除了代理店主外，娄庆师兄是我们涅槃殿目前实力最强师兄，也是我们的门面。”听完关想的介绍，萧诺双手抱拳，微微施礼。萧诺见过几位师兄师姐，不用客气，以后大家都是涅槃殿的师兄弟了，要相互指教的。
蓝梦走上前来，轻轻地拍了下萧诺的肩膀，笑容温婉，让人放松。长青也走了过来，立志要成为一代剑王的他，身穿白色剑袍，身上有股独有的严肃。涅槃殿很久没有新人来了，我们未能提前出去迎接，希望不要见谅。长青这边话都没说完，关想就一直在冲对方使眼色。长青不解地问道：“你眼睛怎么了？是抽风吗？”关想翻了个白眼，他心中暗道自己好不容易把萧诺忽悠住了，别被这老六三言两语给说漏了线。不过萧诺倒是一脸平静，并未出现什么异常。这时娄庆走上前来，作为涅槃殿的负责人，他给人的感觉便是超过其他人的沉稳冷静。代理店主时常不在涅槃殿，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萧诺点点头。你主修的内容是什么？他用刀的。关想抢答道。刀修吗？娄庆问道。萧诺微微摇头，我主修攻体肉身。众人有些讶异，萧诺看上去颇为秀气，甚至还有点清瘦，这和常规的体修着实有些差距。娄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从袖袍中取出一个小盒，这是高级妖兽凶翼虎的骨髓液，已经经过处理了，可以直接炼化吸收，初次见面赠予你的礼物。见此，蓝梦、长青等人的眼神皆是有所触动。娄庆师兄，那可是你。蓝梦欲要开口，但娄庆却是以言语打断，他仍是看着萧诺凶翼虎的骨髓液对强化体质很有效果，若是你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从中感悟到一丝虎威，在力量上可以爆发更强的气势。太贵重了。萧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娄庆的好意，这东西我不能收，既是涅槃殿的弟子，应当听从负责人的安排。说罢，娄庆便上前把小盒塞到了萧诺的手中。萧诺刚想还回去，娄庆就自顾自地朝着门外走去，边走边说：关想，这些天游已带领小师弟熟悉缥缈宗各地，你全权照看他，莫要坏了宗门规矩。没问题，交给我吧。关想欣然同意。片刻之后，关想把萧诺带离了凌音阁，接下来带其前往住处。途中没想到娄庆师兄会把凶翼虎的骨髓液送给你，我听说这东西他找了很久，是准备留给自己突破用的。关想自言自语道。一听这话，本就觉得不太安心的萧诺更是觉得受之有愧，他把木盒递给关想，劳烦替我还给娄庆师兄，我与他乃是第一次见面，难以承受如此大礼。可关想却是抬手把木盒推了回来，收下吧。以我们对娄庆师兄的了解，他做出的决定不会更改的，既然他送给了你，就绝对不会要回去，而且其他师兄弟也都不会替你还回去的。可是别可是了，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好。什么事？萧诺问道。别轻易放弃涅槃殿。关想一字一顿，尤其是放弃这两个字，关想说得非常用力，仿佛在他的心中有个沉重的心结。萧诺不解，关想也没多解释，他指着前方一座半山腰处的竹林道：青竹林的灵气挺充裕的，那里有一座小屋，你暂时住那里吧。好。萧诺对住处没有太大的要求，毕竟这3年来他住的地方也就比狗窝好一点。那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带去你传功台，听取宗门长老传功，顺便带你去领一下这个月宗门发放的资源。萧诺点头。关想笑了笑，随后便独自转身，哼着不着调的曲子，没一会就消失在了夜色中。青竹林的环境优雅，景色宜人，哪怕是在夜晚都能够看到前方山谷的梦幻云海。萧诺找到了小屋，小屋不大，有一个客厅，2个房间，一个睡觉休息，一个是练功房。萧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便在练功房内的石台上坐下，烛火摇晃，驱逐夜间的寒气。稍作休息后，萧诺把身上的一些修炼物资拿了出来。灵气丹已经不多了，筑基丹还有10枚，其中1枚是在萧家得来的，1枚是在万金商会用飞影剑诀换的，3枚是公孙家族大小姐公孙晴赠予的，而另外5枚则是今日夺得缥缈天梯第1名的奖励。这些时日我丹药服用的有些多了。萧诺自言自语道。丹药用多了并不是件好事，吃多了容易令根基不稳。当然了，大多数事物都是一样，过度的话会造成一定的副作用。筑基丹可以等一段时间再使用。旋即萧诺把10枚筑基丹收起来，接着把娄庆赠送的那个木盒取了出来。盒盖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水魔球。水魔球的内部聚集着一滴暗金色的液体，若是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那滴液体的周边隐隐浮现出一尊猛虎的虚影。与之寻常的猛虎不同，这尊猛虎双眸闪烁蓝光，身后生有一对暗金色的羽翼，真正给人一种如虎添翼的王者气焰。想起关想所言，娄庆做出的决定不会改变，送出去的东西绝不会收回。这凶翼虎的骨髓液自己也只能收下了，若是一味的推辞，未免显得太做作。等以后有机会再还娄庆的这份人情。我既然收了此物，那我萧诺便答应你们，我不会轻易离开涅槃殿。萧诺的脑海中回想起白天其他4殿长老的态度，想起梁星辰那带着压迫的眼神，萧诺当即取出那颗水魔球。我需要变得更强，现在的我还远远不够。就在萧诺下定决心的刹那，那颗水魔球在掌心破碎裂开，咔嚓，透明的光膜如气泡破碎，紧接着那滴金色的骨髓液竟是化作一缕光影钻入了萧诺的掌心。吼！一声低沉的猛虎咆哮传入萧诺耳中，霎时
钻入掌心的骨髓液顿时如同温泉般在萧诺体内扩散开来。正如娄庆所言，凶翼虎的骨髓液经过处理的，能够直接炼化吸收，它的功效远远的超过了萧诺这些天服用的丹药，甚至连那瓶从萧勇手中夺来的洗髓灵液都没有当前的效用。咔嚓，萧诺只觉全身上下的经脉都在缩紧，各处的骨骼都发出脆响，骨髓液带来的强化之力清晰可见，力量不断流淌，且速度不断加快。萧诺体内的温泉越来越迅疾，千丝万缕的精纯力量朝着丹田聚集。蓦地，一股强大的气势冲破了萧诺的丹田，并于周身爆发。砰！炼体境9重的界限瞬间被冲破，萧诺直接踏入了筑基境的行列。丹田中的澎湃气势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猛烈。萧诺的体内的温泉似乎变成了滚滚浪潮。筑基境1重之后，很快就来到了筑基境2重。萧诺立即运转鸿蒙霸体诀的初始攻诀，力量游散全身，强化各个地方。尽管萧诺的肉身攻体强化了一轮又一轮，但仅仅是2个时辰后，萧诺再度冲破了2重的界限，随之踏入了筑基境3重。月冷四勾，寒星如霜，一座灵气极为充裕的擎天巨峰之上，宫楼奢华，壮观气派。能够在缥缈宗筑上这种地方的地位可想而知。巨峰西侧的一方剑台上，内门10大最强弟子之首的梁星辰孤身而立，在他的前方是千丈悬崖，夜间的冷风呼啸，吹得其衣袍呼啦作响。梁子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他的腿伤极为严重，怕是很难恢复。周雨福周长老走到了梁星辰的身后，开口说道。一听这话，梁星辰的脸上顿时被寒霜笼罩，一股难以掩饰的杀意从其眼中暴涌而出。今日梁星辰在缥缈天梯下的森林中搜寻了几个时辰，最后从一处山沟中找到了昏迷不醒的梁子。当目睹到梁子断腿之时，梁星辰当时差点暴走。他现在身在何处？梁星辰声音冰冷地问道。周雨福脸色一变，此刻梁星辰的眼神极为吓人，随即他便出言劝说道：他害了梁子，还杀了周岸，我也恨不得对他抽筋拔骨，但现在并不是对他出手的机会。梁星辰眼角愈发尖锐，周雨福毕竟是宗门长老，气愤过后的他也恢复了冷静。他继续说道：你现在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万不能为了一个低贱的鼠辈影响了晋级真传弟子的机会。梁星辰深深地输出一口气，开始压制着心中的怒意。周雨福再道：长老团的商议已经通过，后面就剩下了宗主的审核，你要是在这一步出了差池，再想要被提名真传弟子可就难了。你杀了他，能够解一时之恨，可却会对你声誉造成影响。孰轻孰重，孰大孰小，你应该分得清楚。如今的萧诺已经是缥缈宗的正式弟子，同门之间除了特定的场合下不得在宗门内相互残杀。虽然以梁星辰的地位，就算杀了一个外门弟子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惩罚，但如果有人刻意把此事放大，务必会被梁星辰的名誉带来损害。一旦此事传到了宗主的耳朵里，那真有可能无法通过审核。你知道的，缥缈宗对真传弟子位置眼红的人太多了，你潜在的对手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周雨福是宗门长老，他了解到的关系层面更多更广，但他也绝对是个狠人，哪怕侄子周岸被杀，在冷静过后还更沉得住气。他看好梁星辰，他希望有朝一日对方能够成为缥缈宗最为璀璨的天才，他更希望梁星辰能够执掌大权，到时候他周雨福在宗门的地位也将水涨船高，扶摇直上。听完这些话，梁星辰也逐渐冷静了下来。你说的很对，我的确不适合亲自出手，姑且就让他多活几天，待我成为真传弟子，便是他命断黄泉之时。哗！梁星辰冷眸一凝，澎湃的寒气于身外爆涌而出，剑台之巅，杀意虽止，但杀心却愈发冷冽。涅槃殿，青竹林，黎明将至，东方的天空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萧诺的练功房内，吼！一声威武的虎啸之后，萧诺的境界修为在筑基境4重停了下来。一个晚上的时间，连续突破了4个小境界，这是萧诺不曾想到的。本以为筑基境的2、3重就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竟然硬生生地冲到了4重。我太低估了凶翼虎的骨髓液效果。萧诺自言自语说道：的确是低估了，要知道凶翼虎乃是高级妖兽，相当于玉气境级别的修士，而且这骨髓液还是经过后期处理的，里边添加了不少的特殊灵力，这原本是娄庆自己所用，连他都能够带来帮助，更别说刚入缥缈宗的萧诺了。我万没想到娄庆师兄送给我的东西如此具有效果，我不免更加惭愧了些。在高兴的同时，萧诺多少有那么一些心理负担。使用后，萧诺才明白骨髓液的珍贵程度比之前想象中的还要大。我修炼的乃是鸿蒙霸体诀，境界提升本就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若是这骨髓液用在其他人的身上，估计都能突破筑基境5重，甚至是6重。萧诺随口说道：并不会。这时，萧诺的脑海中传出一道古老的浑厚声音，这声音正是来自于鸿蒙金塔的塔灵。哦，萧诺有些诧异，塔灵回道：普通人使用这凶翼虎的骨髓液，只怕连筑基境3重都达不到。为何？骨髓液虽然经过处理，常人能够吸收，但毕竟是源自于凶兽的灵能，普通人难以契合。而你不同，你修炼鸿蒙霸体诀，肉身强度远超常人，攻体霸道更是非凡，在一边吸收，
一边强化自身的过程中，凶翼虎的骨髓液几乎是一丝都没有浪费，完完全全被你吸收了，所以用在你身上效果反而是最好的。哪怕那位将此物赠送给你人都不一定能炼化得如此完美。原来如此，听完塔琳的解释，萧诺不觉豁然开朗，其左手抬起，五指握拳，一条条潜藏在皮肤下的血管都仿佛承载着庞大的力量，这拳臂的强度清晰可见。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达到鸿蒙霸体诀的第一层？萧诺再问。还差一点，但距离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想要练就第一层的青铜骨体，仍需一定的积累，时间到了我会提醒你，塔琳说道。萧诺微微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这时萧诺师弟，你起床了吗？今天我带你去传功台。竹林外，观想一副浪子的装扮，穿着打扮随性洒脱，说直接点就是邋遢。他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搭配着普普通通的长相，着实不怎么样。咯吱，没一会儿，房门打开了。观想抬眼望去，只见萧诺从屋内踏出，深邃的双眸之间透露出一股无形的王者威仪。观想愣了一下，这种感觉犹如对方的身后盘踞着一尊猛虎，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畏惧。虎威，观想心头一紧，他连忙上前询问道：萧诺师弟，你已经使用了凶翼虎骨髓液吗？萧诺点点头。观想一拍额头，糊涂啊，怎么？我昨天忘了提醒你，凶翼虎的骨髓液很难炼化的，你什么时候想要使用，我找几位师兄师姐为你布阵辅助，你这么一下铁定浪费了很多灵能吧？我已经。萧诺刚欲回答，观想却是一个劲的直摇头，怪我，怪我，都怪我。那凶翼虎的骨髓液就算是娄庆师兄也只能炼化8成左右，我早该提醒你的，你自己盲目使用，能达到筑基境2重都算不错了。看着观想自责的样子，萧诺有些好笑的同时，对这位师兄的好感度也是上升了不少。对方没有怪萧诺，反而是责怪他自己提醒不及时。唉，观想叹了口气，随后又道，不过你运气也不算特别差，至少还感悟到了其中虎威，你释放出来的气势会蕴含王者虎势，一般人都不敢直视你。昨日娄庆也说了，想要从骨髓液中感悟虎威，全看运气。在观想看来，萧诺暴殄天物的行为已经无法弥补，但能获得虎威也不错。走吧，去传功台吧，时间晚了就没有位置了。观想摆了摆手，一边在前面走，一边示意萧诺抓紧时间。萧诺对这位师兄也是多少有点无语，对方的性子太急了，说话更急，连给自己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算了，萧诺摇了摇头，随即跟着观想离开了涅槃殿。清晨时分的缥缈宗宛如仙境，东方天空的朝霞就像是金色光束般穿破云层，挥洒在众峰之巅。远远的望去，巍峨气派的建筑物如同染上了一层神圣的仙气，在那山林溪谷之间，灵兽出来活动，仙鹤展翅翱翔，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修行圣地的魅力。繁星级传功台是专门给3品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传功的圣地。在观想的带领下，萧诺与之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凌霄广场。广场建造于巨峰之巅，以这座凌霄广场为中心，四面八方筑起了72座直冲天穹的柱形道台。有的道台上面空无一人，有的聚满了黑压压的人影，还有的只有零零散散的身影。观想说道，这里共有72座传功台，也代表宗门内72位传功长老。每个传功长老都会有特定的时间前来传功，而今天是月初，加起来会有20几位长老会来，也是每个月人数最多的一天。有的长老每个月只授1次课，所以要把握好机会。萧诺认真的点点头，一眼望去，那72座柱形的传功台就像是朝天盛开的巨型莲花，极其壮观。每座传功台上可以容纳几千人不等，传功台和传功台之间都设立着巨大的桥梁，所以缥缈宗的弟子能够在各大传功台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武学功法。传功台也有等级之分吗？萧诺随口问道。当然了，这是繁星级，后面还有皓月级和曜日级。观想详细的进行解释。皓月级的传功台只能2品以上的内门弟子前往，曜日级的传功台只给1品内门弟子开放。缥缈宗的弟子等级分明也是很森严的，最底层的为正式弟子，也叫外门弟子，外门弟子之上就是内门弟子，但内门弟子分为3品、2品以及1品，3品最低，1品最高，而在那1品之上就是缥缈宗弟子的天花板，真传弟子。加油吧！观想拍了拍萧诺的肩膀，我们一起努力，早日成为1品弟子，到时候就能去曜日级的传功台了。那接收的武学和这里的就是云泥之别。萧诺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简单的交代了一番，观想便让萧诺自行活动。而后萧诺登上了距离最近的一座传功台。传功台的边缘区域是宽阔的过道，中间一片大约横宽100丈左右的高台，用于缥缈宗弟子听课。在高台的北面区域还设有一方 T 台，T 台上面的宽阔石椅上坐着一个白衣老者，今日所受之功名为游蛇身法，此身法为中品武学，尔等要认真听好了。萧诺没有停留，转而去下一座传功台。自己从萧家夺来的飞影剑诀就是主修身法，而且还是一部上品武学，没必要再学习一部中品的。第2座传功台上，负责传功的长老是一位中年剑师，他手中持握一口凌厉的长锋，时不时有剑吟声传来。这流风剑术讲究一个快字，剑出如电，进攻如风，瞄准时机，
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台上的剑师舞剑非常绚丽，传功台上一片喝彩声音。萧诺仍是没有停留，继续去往别处。不一会儿，萧诺就走过了10几座传功台，但没有一位传功长老能令其停下脚步。萧诺想要什么，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他清楚那些所传之功是否适合自己。就在这时，萧诺后方不远处突然惊起一阵嘈杂之声：“快点，快点，快去24号传功台！修长老要开始传功了。”不是吧？修长老现在才来啊？有的地方都结束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修长老从来就没有准时过。说的也是，赶紧去吧。他老人家1个月就传一次功，错过这次就要等下个月了。大量的人群朝着24号传功台涌去，萧诺的心中不免泛起一丝好奇，是什么样的长老能令大家如此激动？旋即，萧诺跟随着移动的人群来到了24号传功台。北面高地的 T 台上，一位懒洋洋的老者坐在石椅上打着哈欠，他用手撑着脑袋，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本次传功半个时辰，时间到了我就走，你们认真点听，要是没听懂也不关我的事。哈欠，修长老眼睛都懒得睁开，说话也是有气无力。可即便如此，中间的道台上还是聚集了大量的人。今日我所传之功，乃是一部下品武学。一听到下品2个字，不少人都流露出了失望之色，甚至连萧诺也愣了一下。紧接着，修长老又懒散地说道：“为什么是下品武学呢？因为它的下限比较低，但是这部武学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的上限很高。”这时候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它的上限会高？那是因为它有很高的上限。众人一片无语。我说修长老，您赶紧收起你的废话文学吧，每次传功都是这样，半个时辰有2/3都在讲废话，您不急，我们都急啊。有的弟子欲哭无泪道：“是啊，修老，你早点讲完，就早点回去喝醉睡觉，别用废话折磨我们了。”这位修长老一开口，全场便是怨声载道，可偏偏没有一个人离开，反而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涌过来。萧诺渐感惊奇，看向那修长老的目光也多出了几分期待。修长老仍旧是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他闭着眼睛开口说道：“此功法和自身的功体力量、肉身强度挂钩，力量弱者下限低，力量强者上限高。人体之中其实发力点有很多，如丹田可发力，关节可发力，胸腔可发力，背部可发力，喉咙可发力，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肉等等皆可发力。开始了，开始了！”一瞬间，传功台上就鸦雀无声，除了修长老的声音外，全部都专注聆听。修长老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今天要传授的武学名为9连崩击，它便是利用了人体中的9个爆发点连续发力，从而对目标形成多次的打击。如果肉身功体太弱，就发不出力，这就是下限低的原因。如果是肉身强度大的人，可连续产生爆发，达到超越上限的杀伤力。功体太弱发不出力，所以下限低。肉身强大，可完成连续的爆发，达到超越上限的战斗力。”修长老一边眯着眼，一边搓了搓鼻子下的胡须，随即说道：“所以那些不够硬的小老弟，你们可以先走了，这部武学注定跟你们无缘，不用不好意思。”原本都还在认真听讲的众人顿时满脸的黑线。我想冲上去叨了这老头，我去年就想这么干了，奈何打不过啊！妈的，总有他老的动不了的时候，到时候我给他老骨头都拆了，算我一个。还有我。看着场下的众人的反响，修长老悄咪咪的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来大家是对这部下品武学很感兴趣啊。你们都很勇吗？哎，我说修老，您能别再拖时间了吗？一名年轻弟子忍不住的说道：“今天是本月第1天，一会我们还得去领取修炼的资源呢。”对啊，修长老，你赶紧接着讲吧。我觉得自己很强，可以试试这部9连崩击。场中的萧诺也是愈发诧异，明明一个个都对修长老怨气颇重，可还是只有少部分人离场。当然了，和萧诺一样疑惑的不只有他。旁边不远处有个今年刚入门的新人对身边的人发起询问：“你们为什么都不走？一部下品武学而已，就算是给我们家族的后辈，都没有几个人愿意修炼的。”旁边的人回答：“你刚来，有所不知，修长老传授地功法实用性都非常高，而且还通俗易懂。但这老头唯一的缺点就是废话太多，经常能把人气个半死。实用性高，那名新人更不解了。没错，实际上修长老传授出来地功法都是经过了他调整改良过的。所谓的下品武学、中品武学，只是他随口念叨出来的。至于他传授的武学实际有多强，只有真正修炼了才知道。原来如此，骂归骂，怨归怨，哪怕想刀一个人的眼神藏不住，但对于修长老在传功这方面的认可却毋庸置疑。修长老坐在石椅上，自顾自地伸了个懒腰。我都已经讲完了，接下来是演练实战环节。此言一出，24号传功台顿时嘈杂不已。这就讲完了？有没有搞错？修长老，别搞事情啊！面对众人的极力劝说，修长老不予理会。我都说得很清楚了，9连崩击是依靠人体的9个强大发力点连续发力，肉身越强，蕴含的内劲就越猛，连击出来的效果就越好。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怎么解释？直接演练吧。话音落下，修长老大手一挥，嗡，蓦地，一股紊乱的力量波动突然笼罩着24号传功台的上空，紧接着，成千上万滴金色光雨仿佛失重般悬浮在了众人的眼前。这是……萧诺怔了一下，
他看着眼前的金色光雨，心神不禁有些触动。其中一滴光雨仿佛催眠的玻璃球般，不断的摇曳出层层的环形光圈。嗡，光圈在萧诺的眼前旋转扩散，下一瞬间，萧诺竟是进入到了一个漆黑的密室内。欢迎来到演练幻境，此处乃是临时创造出来的幻境，唯有24号传功台上之人方能进入。演练时间为半个时辰。一道毫无感情的声音传入了萧诺的耳中。幻境，萧诺有些惊奇。接着，在萧诺的面前缓缓地浮现出一道黑色的光影，光影变成人形，体态和身高和萧诺相当，不过对方五官很模糊，显然不是真人。演练战斗开始，友情提示：如果被击倒的话，将会提前结束演练。那道声音再度传来，提前结束。萧诺一愣，不等其反应过来，那道黑色人影嗖的一声便栖身到了萧诺的眼前。对方连招呼都没打，一记刚猛的拳风便直扑萧诺的面门。萧诺连忙收敛心神，跟着身形一侧，同样是出拳迎击。怒钢拳，一股气流朝着拳臂收紧。萧诺拳劲威猛，像是一道穿甲之剑。痛！双方的拳劲结结实实的冲撞在一起，沉重的爆响引的空气都发出颤音。只见那黑影的力量直接被轰碎。萧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对方貌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黑影的境界也就和萧诺旗鼓相当，但萧诺因为修炼鸿蒙霸体诀的缘故，肉身攻体强度远超常人，正面对轰同等级下，无人可抗衡得了萧诺。可就在黑影要被击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只见黑影的身形一侧，他的腰部某处突然迸发出一道白光，霎时萧诺顿时感觉第二股力量从那黑影的拳头中传了过来。砰！尚未完全分开的拳头之间再度涌入一股强劲的爆发力，占据了上方。萧诺竟是被震退了半米远。这是萧诺更显惊讶，对方刚才第一拳是落了下风的，但瞬间跟上的第二重进攻却逆转了局势，是借助了身体中的其他爆发点进行了二连攻击。萧诺似乎有所理解，唰！说时迟，那时快，黑影再度闪了过来，其纵身跃起，一脚劈下。萧诺左臂抬起，横挡对方的攻势。砰！两者力量再度交催，萧诺轻松挡下，可紧接着黑影的小腿处和腰部的肌肉骤然发力，只见他凌空一翻，一股更为猛烈的力道压了下来。萧诺措不及防，膝盖都微微弯曲了些许。好衔接，萧诺忍不住的赞叹道。对方一次的进攻却能打出多次的力量，这项技能也是令萧诺感到惊喜。这不，九重崩击非常适合我，即便是在不使用暗星魂的情况下，连续的拳脚力量爆发也足以将敌人镇压的毫无还手之力。在练功台上看了这么久，总算是遇到一部心仪的武学，当即萧诺100%的认真起来，在应对过程中仔细观察黑色人影的发力点以及对方的连续发力方式。此时此刻，24号练功台上一道接一道的身影从台上飞了下去。我靠，我都没准备好。幻境里边的演练者太不讲武德了，直接给我来了个5连击，我人都被打傻了。原来人身体中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持续发力，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就是时间有点短，我刚进去一下，都看没看清楚怎么发力的，就被轰出来了。我也是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北面的 T 台石座上，修长老眯着眼睛，淡淡的说道：“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能学到多少，看你们的造化。修老，给个机会嘛，让我们再进演练幻境一次。”一名弟子诉求道：“对啊，您老德高望重，长得又帅，说话又好听，再给个机会。”修长老没好气的瞥了台下的众人一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是怎么说我的，现在就算是把我夸上天也没用。台下的众人相互对视一眼，一个个小眼神中满是心虚。修长老接着说道：“不是我老头子心胸狭窄，故意为难你们，一开始我就说了，这部九重崩击对肉身攻体的要求非常高，唯有高强度的肉身力量才能持续完成多个爆发点，不然打出去的进攻纯粹给人刮痧。”修长老继续道：“你们这些没一会就醒来的，都是不适合修炼。九重崩击，人几次机会都一样，没必要执着。”对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众人唯有作罢。而传功台中央的高台上，一众缥缈宗弟子陆陆续续的苏醒，节奏根本不带停的。眼看距离半个时辰没剩多久，台面上只有3个人，萧诺就在其中，就只剩下3个人了，这通过率也太低了。是啊，李龙师兄和杨处师兄都是体修，他们表现并不让人意外。不过那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少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萧诺的身上，那道陌生的年轻身影站在台上，双目轻闭，气息沉稳，仿佛陷入了忘我的状态。看样子还是个外门弟子，有意思，一个外门弟子的肉身能有多强？他该不会是装的吧？我也觉得他早就醒了。紧接着又一人醒来，李龙师兄醒了。众人看向那名身形高大的年轻身影，李龙师兄，你学会了吗？1号侍者问道。李龙笑了笑，然后摇头道：“我尽力了，也才学会了3重击。”场下一片哗然，厉害啊，不愧是李龙师兄。也就是说，别人一拳的爆发力只有1次，但李龙师兄可以连续爆发3次，优秀。众人惊叹的同时，石座上的修长老也开口道：“第一天就能达到3重击，说明你很契合这部武学，待以后多加练习，可提升连续爆发的次数。”是，修长老。得到了修长老的认可，
李龙也是心情大好，他的目光扫向台上的另外2人。杨处还没醒吗？李龙师兄，你觉得杨处师兄能达到击中级啊？一名弟子好奇地询问道。李龙、杨处2人本身就是好友，这种问题算不上不礼貌。李龙稍作迟疑道：杨处应该和我一样，都能达到3重级，不过他的肉身比我强悍，所以他在9重崩击这部武学上能发挥的力量会比我强大不少。众人点点头，表示认可。这也就是修长老说的攻体强度取决上限。李龙和杨处虽实力相当，2人都是筑基境5重境界，在肉身强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平时的战力难分高下。可修炼了9重崩击的话，那杨处的力量爆发就整整比李龙高出了3个点。如此一来，李龙将不会是杨处的对手。与此同时，杨处也醒了过来。太妙了，这9重崩击太妙了！杨处睁眼的刹那，众人便清楚地看到对方眼神中的傲然风采。他望向不远处先醒来的李龙，振奋地笑道：李龙，你也应该只掌握了3重爆发吧，以后打不过我了。哈哈哈哈！李龙也是笑了，那可未必，9重崩击的极限还远着呢。肉身强度我不如你，但只要力量爆发的次数多，也能赢你。哈哈哈哈！我等你！杨处4声大笑，笑声中满是得意。紧接着，杨处的眼神变冷了下来，他的目光落在了另一侧的萧诺身上。怎么还有一个？还是个外门弟子？杨处眉头轻皱，台下的其他人也跟着说道：杨处师兄不用理会，这家伙早就醒了，一直站那装模作样的。没错，连你和李龙师兄这2个内门级别的体修都醒了，他怎么可能还一直在演练幻境里边出不来？喂，那位的外门师弟，别装了，你的演技太拙劣了，没人配合你表演。哈，还在那硬撑着呢，我倒是要看看他能在内战多久。看着那没有丝毫反应的萧诺，李龙和杨处不禁对视了一眼，后者随之走了过去。这位师弟，你表演的太过了。杨处也认为萧诺是装的，毕竟以他的能为，也未能坚持到半个时辰。幻境空间内的陪练者既不会受伤，也不会劳累，这个区区的外门弟子，岂有能耐修炼这部武学？萧诺依旧没有回应。杨处不禁泛起一丝怒意，其冷声道：我在同你说话，还是不答？杨处顿时怒了，哼，我让你装！说罢，杨处一拳轰出，猛烈的拳风直接撞向萧诺的门面。杨处身形比李龙还要魁梧，这一拳的力量足以将人打飞出去。然而就在杨处的拳头距离萧诺的鼻尖不到1寸远的时候，萧诺骤然睁开双目，嗡！千钧一发的刹那，杨处的进攻直接打在了空气中，萧诺侧过了身形，完美避开。四下众人无不一惊。也就在下一秒钟，萧诺翻身一跃，一记重腿劈在了杨处的肩膀上，砰！沉重的力道在2者间荡开，杨处顿觉千斤力道压下，他的膝盖顿时一弯，但并未跪下，可紧随而至的却是萧诺腰部和腿部的力量连续爆发。2重击，痛！萧诺一声暗喝，承载在杨处肩膀上的力量2次袭来，砰！杨处双膝重重的跪地，两边膝盖更是直接撞碎了身下的石砖乱石飞溅，鲜血迸发，四下众人的瞳孔皆是剧烈圆睁。砰！台面裂开条条缝隙，鲜血从杨处的膝盖下面迸溅。24号传功台上，众人的脸色无不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众人无不双目圆睁，甚至连传功的修长老都露出了一丝诧异。2连击，仅仅是2次发力的进攻，便令筑基境5重的杨处跪在了地上。传功台上的状况立马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啊！杨处发出低吼声，从膝盖蔓延而来的疼痛令其额头上的血管都鼓了起来。不远处的李龙见此，顿时勃然大怒：你胆敢伤人！李龙二话不说，犹如一尊狂暴的怒兽冲向萧诺。断尸掌，强盛的灵能疯狂地涌向李龙的掌心，他的整条手臂萦绕着阵阵金色气流。这一掌刚猛无比，就算是岩石也能被打得粉碎。可萧诺却是没有丝毫的惧色，其一脚踹翻跪在旁边的杨处，接着一拳出击，怒罡拳，气流聚拢，拳臂变为暗红色。霎时，一金一红2股凶猛十足的力量冲撞在一起，轰！一声巨响，澎湃的乱流扩散四下。纵然李龙掌势刚猛，可萧诺却半步未退，两人的眼角各自一闪领光。2重击，2重击，两人皆是膝盖一侧，身体中的某个点不约而同地爆发出2重力量。砰！拳掌再度撞击了一下，一股沉重的气爆声震颤开来。李龙竟是往后倒退了半米之多，怎么会？李龙心头一紧，台下的众人也都是面色一变。硬拼力量，李龙竟然拼不过。刚才杨处明显是大意了，可李龙却是主动发起进攻，作为后手的萧诺反而更为霸道。可恶啊！李龙岂能容忍自己败在一个外门弟子的手上？他两眼一横，又是一股强大的爆发力从他的身体中传达至右手当中。3重崩击，给我倒下！一声暴喝，李龙顷刻之间连续3次力量爆发，场下的众人能够清楚感受到这位内门体修的压迫感。但就在几乎同一刹那，萧诺的体内亦是形成了第3次的发力点。3重崩击，痛！凶猛的力量产生了新一轮的可怕撞击。就在两人拳臂交瘁的一瞬间，砰咔，骨骼断裂的声音引得众人心神一紧。只见李龙的肘关节处顿时朝外支起，断骨仿佛要刺破血肉一样，光看着都叫人觉得疼啊！
李龙两眼泛红，顿时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力量，他跌跌撞撞地往后退去，五官都扭曲起来。台下的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这怎么可能？以李龙的肉身强度，竟然会被震断手臂，太诡异了！都是3次的力量爆发，却差了这么多。他的肉身比李龙要强，不可能，绝不可能！他肯定用了外力辅助。也就在众人倍感震惊的同时，另一边的杨处竟是不知什么时候从地上爬了起来。狗东西，我要你的命！盛怒之下的杨处全身蓄势，犹如一头嗜血的雄狮，从侧方扑向萧诺。穿风之杀！杨处五指朝前并拢，像是刺刀般袭向萧诺的脑袋。灰色的气流萦绕在五指前端，杨处的手掌仿如一柄钢刺，凌厉至极。很显然，这杨处起了杀心，对付萧诺已经不计较后果了。就在杨处的指尖距离萧诺的脑袋只有3寸远的时候，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牢牢地扼住了杨处的手腕。哗！台面上的空间似乎停顿住了，杨处的攻击难进分毫。杨处双目圆睁，萧诺那修长的手指扣住了对方的手腕，那从手臂中传达而来的力量就跟铁钳一样，令其动弹不得。若成这样，也好意思主修肉身攻铁？萧诺语带嘲讽，旋起手腕发力，直接将杨处往前一拽。杨处顿时失去了重心，上半身朝前倾斜，萧诺腿部瞬间完成蓄力，膝盖迎面撞向杨处的胸膛。痛！剧烈撞击，沉重闷响，杨处的胸骨顿时碎裂。他仰面抬头，双目圆睁，眼球布满血丝，渗入五脏六腑的痛感令杨处连惨叫都发不出来。但这并未结束，不等站稳身形，萧诺体内力量爆发，迎面一脚踢在了杨处的下巴上。砰！2重连击下，杨处整个人都往上提了起来，几颗碎牙掺杂着鲜血从口中喷出。正当众人以为差不多的时候，第3重力量又从萧诺的身上爆发，其脚尚未落地，便重重地踹在了杨处的身上。砰！第3道重击形成巨大的冲击，方才还譬如怒兽般的杨处瞬间沦为了死狗，他大口吐血，直线飞了出去。轰！杨处狠撞在传功台侧方的一座石柱上，浑身爆血，身上的骨骼不知断掉了多少。望着杨处身后那裂开了10几条细长缝隙的石柱，场下的众多缥缈宗弟子惊的是头皮发麻。这也太狠了！萧诺的几次攻击简直就是把杨处往死里打，要不是有那根石柱挡着，萧诺那一脚非要把杨处踹下传功台不可。看着杨处的惨状，李龙吓得脸色惨白，他捂着被震断的手臂，连忙转向传功长老。修长老，他故意伤人，他犯了宗门的规矩，快惩罚他，快惩罚！惊愕之余，众人也是看向修长老，那家伙完了，敢在传功台动手伤人，要挨惩罚了。终究是太年轻了，下手这么狠。正当众人认为萧诺大祸临头的时候，石座上的修长老站起身来，双臂举起，扭动脖子，伸了个懒腰。时间到了，本月传功结束，我要回去睡觉了。说完就欲准备离开。李龙急了，连忙喊道：修长老，叫什么叫？修长老有点不耐烦，他没好气地说道：你是觉得我瞎，还是以为我是个盲仔？明明你们先动的手，还好意思告老师？被这么一骂，李龙更是无地自容。散会，散会，下个月再来。修长老挥了挥手，旋即化作一道白虹，消失在了传功台上。霎时全场一片嘈杂，李龙自知理亏，无法继续争辩，要是多说几句，说不定又要遭来一顿暴打。而后便带着半死不活的杨处灰溜溜地离开了传功台。萧诺看了眼修长老离开的方向，不得不说，这位长老还是讲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急着回去，懒得管这事。萧诺没有在此多做停留，在众人的议论中原路折回。片刻之后，萧诺回到了来时的凌霄广场上，关想在那等待。见到萧诺回来，关想眼睛一亮，来了，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武学了吗？没找到也没关系，下次我们再来，这里每隔几天都会有长老传功，多来几趟，总能找到中意的。好，萧诺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我们接下来去丹药阁领取这个月的修炼物资。关想说道。萧诺点头，这片地带关想颇为熟悉，在他的带领下，萧诺不必自己去摸索缥缈宗各个地方的路线。丹药阁在这座凌霄广场的西北方向，走过几座长长的横天巨桥，一座建造在峰峦中部区域的古朴阁楼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中。阁楼似乎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给人一种年代久远的风格。门口的牌匾上赫然写着丹药阁3个大字。阁楼的正前方是一方广阔的广场，一棵棵巨大的千年松树分布在过道两边，更是增添了岁月的气息。这边的丹药阁也是给外门弟子和3品内门弟子发放修炼物资的，2品和1品内门弟子领取资源的地方并不在此处。关翔解释道。萧诺点点头，随后两人跟着零零散散的人群进入了丹药阁。不一会儿，两人就出来了。还不错，这个月竟然有2枚筑基丹和10块灵石。关翔美滋滋地看着手中的领取到的资源，身边的萧诺却只领到了3枚灵气丹和5枚灵石。你是外门弟子，资源比较少，等你晋级为内门弟子后，资源就会慢慢多起来了。关翔说道。他是3品内门弟子，待遇和萧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外门弟子不论是在哪个宗门，可以说都是最底层的存在，如果想要受到重视，必须力争而上。缥缈宗是东荒7大修行圣地不假，但越是这种地方，竞争就越大。关翔一边说着，
接着竟是把3块灵石塞到了萧诺的手中。那这些给你。萧诺怔了一下，他不解道：那你呢？我这不还有吗？关想抬了抬手，灵石也是修行中最为常见的资源之一，这些灵石都是宗门从一些矿脉中开采而来的，灵石中蕴含的灵能是可以被吸收的，但炼化起来比丹药困难一些，消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即便如此，灵石的价格也不便宜。关想这一次性取出3枚灵石送给萧诺，可以说是十分的舍己了。拿着吧。眼看萧诺想要把灵石还回来，关想率先出言劝止：你是我们涅槃殿的小师弟，又是刚来宗门的新人，我这个当师兄的自然要多照顾你一点。奈何我领到的资源也不怎么多，不然筑基丹我还能给你1颗，等下个月吧。要是下个月还能领到2颗，我就分你1颗。这个月我要突破筑基境5重，所以要多用点资源。不用。萧诺连忙拒绝，并把3枚灵石也还回去，你留着突破使用。关想没有接突破的话，2枚筑基丹够了，没事。关想挑眉一笑，随后便走在前面。萧诺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3枚灵石的价值有限，但此刻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沉淀。不论是昨天的娄庆，还是今日的关想，都对萧诺发自内心的关照。也就在这时，几道身影突然拦住了关想的去路。嘿，关想师兄又领了筑基丹啊！说话的是个年轻男子，他身形偏瘦，眼神中带着几分淡淡的玩味。关想眉头一皱，下意识地把丹药和灵石往后藏去。林苍，你们几个又想干什么？哈哈哈！林苍和身边的几个年轻男女相视大笑，接着他道：还和上次一样，赌一把。我不。关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你们找别人吧，这个月我需要这2枚筑基丹。几人笑得更开心了。一个身穿长裙的女子咯咯地笑道：别啊，关想师兄，你要想想，你要是赢了，这个月你可就有4枚筑基丹了。站在你后面的那位是刚入涅槃殿的小师弟吧？你不应该像当初照顾我们一样照顾一下他吗？关想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用余光看了眼身后萧诺，想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我刚才跟小师弟说了，下个月我会送他1枚筑基丹，至于这次我不会上你们的当了。呵，怂包！女子轻蔑道。关想也不理会，就欲绕道走。这时那林苍开口了：双倍，我给你双倍的赌注，只要你能胜过我，我就给你双倍的筑基丹。关想身形微顿，眼中闪过一抹犹豫，但很快又冷静下来。我打不过你。上个月也是这个时候，关想不到30招就败在了林苍的手中，导致他上个月输掉了领取的物资。这次就算对方开出了双倍赔率，关想也学乖了。3招。就在关想从侧面走开的时候，林苍那傲冷的声音再度传来：只要你能接住我3招，就算你赢。此言一出，关想的内心顿时澎湃了起来。他回身看向对方，林苍和他身边的几个人年轻男女皆是一脸的挑衅。你说的是真的？关想问道。当然。林苍嘴角扬起一抹弧度，只要你3招不败，我就输你4枚筑基丹，你敢应战吗？关想握紧双拳，内心愈发的躁动。他暗暗寻思，自己全力以赴，能够与之对抗30招，区区3招根本不在话下。只要一开始就专注防守的话，10招、20招都能接住。好，打定了主意。关想做出了决定，到时候你们别耍赖。林苍脸上泛起一抹笑容，按照之前的规矩，把赌注交由红叶师妹保管。给我吧。那身穿长裙的年轻女子带着几分笑意走到了侧面。林苍大手一挥，很爽快地甩出了4枚筑基丹。关想也没用迟疑，拿出了刚领到的2枚筑基丹。其他人往后退开，留下了一块空地。关想摆开阵势，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此战只防守不进攻。林苍双手环抱在身前，他玩味地笑道：怎样，准备好了吗？哼！关想轻哼一声：来吧，这次我要把上次输掉的一起拿回来。哈哈哈，那就看你有无这个本事了。砰！话音落下的刹那，林苍重踏地面，接着他一跃10米远，瞬间冲到了关想的面前。好快的速度！关想心头一惊，上次的林苍还没有达到如此迅猛的移速。没有任何的犹豫，关想催动全身上下的灵力，并将其聚集在双臂之中。金影遁！一声暗喝，关想的双臂交叉，一片虚幻的金芒焕发。霎时，关想的身前浮现出一座半弧状的光罩护盾。金影遁，中品武学，一经施展，可将全身灵力化为防御之盾，是一件纯防御的武学。砰！护盾尚未完全成型，林苍便一拳重重地砸了过去。刚猛的力量冲击在金影盾上，一片金色碎影荡开，护盾竟是瞬间布满裂痕。什么？关想的心头一惊，位于后方的萧诺眼角亦是微微一凛。林苍得意的大笑：哈哈哈，太脆了，这也能叫盾？不等关想来得及修复防御，林苍又是一记迎面而出的肘击，狠狠地撞在了金影盾上。轰！本就布满了皲裂的护盾犹如爆碎的镜子，崩成无数光线。关想大惊失色，这怎么可能？不好意思了，关想师兄。林苍嘲讽的同时，横向一记鞭腿扫在了关想的身上。断石脚！通！爆响沉闷，力道入体，关想的身子就跟龙虾一样弓了起来。他双目圆睁，口中喷出一串鲜血，随后整个人都跪着摔在地上。3招结束，胜负已分。关想跪在地上，剧痛蔓延全身，他整个人都懵了。不好意思了，关想师兄，看来你又输了。那名年轻女子咯咯地笑着，她把玩着手中的筑基丹，啧啧，
这个月的筑基丹品质真好，可惜你无福销售了。轰隆！关想大脑一片空白，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林苍，你突破了筑基境5重，上个月的时候对方还只是筑基境4重，同样作为4重的关想，还能够和对方拼得有来有回。如今3招落败，只有一种可能，对方突破了。林苍眼中带着蔑视，不是筑基境5重，而是筑基境半步6重。半步6重，关想浑身颤抖，内心悔恨无比，自己又上当了，自己又上了他们的当。我的丹药！关想双手握拳，捶打着地面，这是自己用于突破筑基境5重所要用到的资源。不甘心，好不甘心！关想两眼猩红，他就像发怒的野兽，失去了理智。还给我，把我的丹药还给我！接着，他从地上爬起来，朝着那名年轻女子冲出。还给我！可不等关想接近那女子，又是一名年轻男子闪了出来，一脚踹在了关想的脸上。滚回去！砰！关想失去了重心，整个人摔出去几米远，他的半边脸立马肿了起来。那名年轻男子一脸鄙夷，你这样的废物东西，就算丹药给你了，也是浪费。我告诉你，下个月我们还会来找你。三人大笑起来，关想牙齿都要咬出血来，他怒视着前方3人：林苍、蓝红叶、易墨。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之前在涅槃殿的时候，我对你们都不薄，我还修炼的资源分给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哼，你还有脸提？蓝红叶冷笑不已，当初不是你把我们骗到涅槃殿，我们早就达到现在的境界了。你说涅槃殿如何好，可事实呢？涅槃殿是缥缈宗的耻辱，待在那种地方根本没有出头之日。没错，林苍亦是满脸阴鸷，得亏我们发现的早，及时加入了元龙殿，不然就跟你这个废物一样。你们！关想从地上爬起来，他嘴角淌血，眼中含泪。我不许！你们侮辱涅槃殿，侮辱又能如何？只有宗门之耻的涅槃殿才能养出你这种废物。还有你身后那个人，连话都不敢说，更是废物中的废物。林苍嘲讽道：“住口！”关想怒火中烧，他歇斯底里的咆哮：“我跟你们拼了！”说完又冲了上去，找死！林苍气势暴涌，一拳袭向关想的脑袋。蓝红叶、易墨没有阻拦，更没有念及旧情，两人的脸上唯有幸灾乐祸。就在林苍的拳头即将砸在关想身上的前一刹那，突然间一道身影闪到了关想的身后。出击！漠然的声音入耳，下一秒钟，关想的右手不由自主地握拳迎击，且伴随着一股强大如潮流的暗劲沿着臂膀冲向前方。跟着，关想的拳头和林苍的拳头迎面撞在一起，砰！沉重的巨响引得四周气流一颤，爆碎的灵力飞溅。关想顿觉自己的手臂都快炸掉了一样，从头到尾每一根筋都麻木剧痛。然而，林苍的手臂却是真正的炸掉了，砰！血雾爆洒，林苍双目巨震，在触及关想拳头的一瞬息，他的小臂当场被轰爆成一片碎肉。在关想的身后，萧诺目光冷厉，更显漠然。你刚才是说我连话都不敢说吗？你刚才是说我连话都不敢说吗？哗！气流律动，血雾爆洒，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蓝红叶、易墨二人脸色煞白。站在林苍面前的关想更是一脸的震撼，这是绯红的鲜血溅在脸上。只见林苍的小臂就像遭受了巨大的撞击，血管爆裂，碎肉横飞，连森白的骨头都露出来。啊！麻木过后，剧痛来袭，林苍痛苦的大声吼叫：“退下！”关想的身后再度传来一声冷喝，萧诺一脚踢在了关想的脚后跟位置。关想顿觉右腿一麻的同时，他的右脚也是高高掀起，然后准确无误的冲击在了林苍的下巴处。砰！本就大脑一片空白的林苍全无防备，这一脚狠劲十足，林苍下巴瞬间脱臼，他口中喷血，人仰马翻的飞出7、8米远。砰！林苍摔在地上，在地上拖出了长长的痕迹，才得以停住。他咧着嘴角，血沫和碎牙吐了一地。关想一脸的错愕，这是自己把对方踹出去的。很快关想就反应过来，在自己的身后还站着一人。萧诺师弟，你怎么会？萧诺没有回应关想的询问，他的冷眸直接扫向前方的易墨、蓝红叶二人。不是要赌吗？我再和你们赌一把，就赌你们手中的那6枚筑基丹。如果你们赢了，我给你们双倍。双倍！此言一出，易墨、蓝红叶顿时感受到了近乎起脸的挑衅。易墨握紧双拳，既是愤怒又是忌惮。任谁没有想到，区一个外门弟子竟然有如此强大的震慑力。不敢吗？萧诺语带嘲讽，轻蔑之意更甚。他指向先后易墨和蓝红叶，方才不是你们说的下个月还要来吗？不必等到下个月，现在就能继续对赌。易墨、蓝红叶面色泛白，看了眼地上奄奄一息的林苍，迟迟不敢回应。两人和林苍的境界修为差不多，都是在筑基境半步6重，整体战力上易墨稍微高点，蓝红叶稍低一些，但不会相差太大。如果1对1的话，两人只怕比林苍好不到哪去。3招！萧诺那冷冽如风的话语再度传来。什么？易墨、蓝红叶不由得握紧了双拳。此刻的萧诺正以他们刚才践踏关想的方式来践踏他们。关想也愣住了，他有些木讷地回过头，萧诺师弟。萧诺目光平静，脸上的嘲讽挑衅之意更浓。你们两人一起，只要有一人走过3招，便算你们赢。一听这话，易墨、
蓝红叶二人哪里还能忍？对方嘲讽的力度已经直接超越了他们刚才对关想的蔑视。你不要太得意了，蓝红叶狠狠地说道。萧诺冷笑一声，看来你们也都只是些欺软怕硬的主，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嚣狂，原来都不过是些无胆鼠辈。那2枚筑基丹全当关想师兄施舍给你们了，带着你们的畏惧滚！施舍2字直接令易墨、蓝红叶破防，一个滚字更是令2人怒火中烧。你找死！易墨当即允下赌战，其一边冲向萧诺和关想，一边怒喝道：既然你要白白送给我们12枚筑基丹，我岂有不接受之理？蓝红叶也目露寒光，他唤出一柄长剑，从另一边发起进攻，2人一起出手，只要走过3招，根本没有必要怕。率先进攻的易墨出手便是一记强攻，杀心拳。嗡！银色的光痕从他的身上爆发，易墨的拳头顿时覆盖着一阵蓝芒。站在萧诺前方的关想大叫不好，他刚想退走，萧诺竟是一把按住了关想的肩膀。别慌，刚才是你挨的打，自然也要你自己讨回来。什么？关想一惊，不是你和他们赌吗？怎么要自己讨回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墨的进攻已经到达了跟前，正当关想感觉要完蛋的时候，萧诺直接把关想往后一转，唰！易墨的拳劲顿时击空，周边气流一阵荡动。接着，萧诺一掌拍在了关想的右边肩膀处，关想的右臂不由自主地弹了起来，并扬手一巴掌打在了易墨的脸上。啪！这一巴掌清脆且响亮，关想自己都愣住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力的，他只感觉一股暗劲顺着他的手臂甩出，跟着易墨就挨了打。被打脸的易墨勃然大怒，他两眼怒红，我杀了你！跟着其右手化作掌刀劈向关想的喉咙，关想再度惊慌失措，但下一瞬间，萧诺便把关想拽开，同时左手探出，直接摁住了易墨的手腕。嗡！易墨的掌刀停顿在了空气中，旋即萧诺左腿抬起，一脚踹向易墨的右边膝盖处，砰！一声重响，骨骼断裂，易墨膝盖扭曲，整个人都斜跪在了地上。啊！易墨惨叫不已，额头上的血管隆起，两眼都布满了血丝。旁边的关想既惊得头皮发麻，又觉得暗爽不已。这才2招，易墨就被萧诺给踹断了膝盖骨，看上去又惨又感到痛快。就在易墨跪下的时候，蓝红叶也杀到了跟前，给我住手！疾风剑，刷刷刷！蓝红叶长剑摆动，一连数道剑影挥杀而至，这是他的第一招进攻，同样凶狠凌厉。萧诺的眼中不见半分慌乱，其左手猛然探出，双指于空气中一夹，蹭！蓝红叶的剑势顿时停滞，他手中的长剑当即被萧诺的双指牢牢定住。怎会？蓝红叶大惊，对方竟然能以徒手接剑，眼前这个外门弟子的实力到底强过自己多少？不等蓝红叶反应过来，萧诺的右手托起一旁关想的手臂，然后借着关想的手掌照着蓝红叶一巴掌抽了过去。啪！这一巴掌的力道远比刚才打在易墨脸上的还要重得多。关想愣住了，蓝红叶更是被抽懵了，他两眼血红，愤怒地吼道：你敢打我？你这个涅槃殿的废物，敢打我，我要杀！话还没说完，萧诺运起一股暗劲打入关想的手臂中，关想的手臂猛地抬起，又是一耳光扇在了蓝红叶的脸上。哒！这第二耳光更重了，力道几乎是刚才的3、4倍。蓝红叶那细嫩的脸部皮肤都被扇裂了，他眼冒金星，嘴角见红，一股前所未有的耻辱感涌上了心头。这种尊严被践踏的感觉令他失去了理智般，内心彻底被愤怒占据。啊！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们2个废物！哼！萧诺冷笑一声，我们若是废物，那你们又是什么东西？说完，萧诺反手一巴掌，直接把蓝红叶给抽飞出去。看着倒地爬不起来的蓝红叶，跪在地上的易墨盛怒到了极点，他恶狠狠地说道：就剩最后一招了，3招赌约，只要有一个人走过3招，就算赢了萧诺。易墨方才已经出了2招，蓝红叶1招就落败，现在易墨只需要再走过1招便能拿下这局。盛怒之下的易墨竟是忍着膝盖断裂的剧痛，强行从地上跃了起来。枪！一口凌厉的战刀乍现其手，易墨双手举刀劈向萧诺，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眼看刀锋即将落下，关想的心弦骤然拉紧，但萧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其双眸一闪深幽的冷光，喉咙触动，嘴巴微微张开。蓦地，一声震战山河的虎啸怒吟竟是从萧诺的体内释放出来。好！这一声虎啸直接传荡了整座广场，丹药阁内外的诸多缥缈宗弟子无不心弦一颤，强劲的气流暴涌八方，凶猛的虎威震慑全场。易墨的手中的战刀瞬间停滞在了半空中，他看着眼前的萧诺，仿佛在和一尊万兽王者对视。砰砰砰！一瞬息的停顿过后，易墨身上的多处血管经脉爆裂，一团接一团的血雾从其各处炸开。啊！易墨发出颤抖的惨叫声，然后双腿一软，无力地跪在了萧诺的面前。哒！这一跪如心胆被吓破，这一跪如尊严被践踏。相比较临苍和蓝红叶，此刻的易墨更为惨烈不堪。寂静，丹药阁外的这座古老广场上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不远处被吸引来的一行人也都一脸的惊悸。刚才的那声虎啸蕴含着强烈的王者大势，众人远远地望去，萧诺的身后仿佛盘踞着一尊霸怒的异虎虚影。旁边的关想不由得咽了下口水，他知道
这是凶翼虎的骨髓液中蕴含的一缕虎威之力。凶翼虎乃是高级妖兽中的王者，他的气势易莫难以承受。但关想出乎意料的是，萧诺的手段和实力太强了。3名筑基境半步6重的内门天才尽数倒在了他的面前。师弟，你……关想一脸复杂地看着萧诺，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昨日刚入门的小师弟。萧诺淡然地说道：“把战利品收回来。”说完，萧诺便迈步离开。关想愣了愣，然后走到了蓝红叶的面前，把那6枚筑基丹拿回来。此刻的蓝红叶脸肿嘴歪，哪里还有半点刚才秀丽脱俗的样子？关想的2巴掌，萧诺的1巴掌，给他把颜面都给打没了。但不仅挨了打，还要赔掉自己的4枚筑基丹。蓝红叶既悔恨，又对2人充满了怨毒。6枚筑基丹到手，关想心中的怨气立刻消了大半。哼，看你们3个以后还找我麻烦不？关想明显舒坦了不少。这3个人都是当初他领进涅槃殿的，那段时间关想对他们照顾有加，甚至还会把自己领取到的修炼物资分给他们。后来他们离开了涅槃殿，转而加入元龙殿后，就时不时的来找关想麻烦。这1年来，关想也没少受气，但大多数都忍了。看着失而复得的筑基丹，关想深深的舒出一口气，然后就朝着萧诺那边走去。可就在这时，阴沉森寒的气流迎面扑来，伴随着沉稳的步伐，一道冷傲气宇的年轻身影挡住了去路。把我元龙殿的人打伤成这样，就想一走了之了吗？咔嚓，金属摩擦的声音传入萧诺的耳中。来人身形高大，气息远超林苍、易墨、蓝红叶3人，而发出奇特声音的乃是他左臂上佩戴的一件铁拳套，拳套通体散发着一股幽冷的气息，银色冰痕分布在5个指尖处，背面还有雪花状的图案纹路，不难判断那是一件灵器，且还是品级不低的灵器。此人一出现，广场上围观的人群不由得发出一片躁动声。是袁承谦。嚯，这下是情算是闹大了。袁承谦是出了名的维护元龙殿的名声，只怕今天这事不能善了。场外众人窃窃私语，而趴在地上的蓝红叶、林苍、易墨3人就跟看到了救星一样。袁师兄，他抢了我们的筑基丹。袁师兄，你要给我们出头啊！我的手，袁师兄，你看他把我们伤成这样，他不把我们元龙殿放在眼里。3人直接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关想连忙上前怒喝道：“你们别在这里乱咬人了，事实如何？你们比谁都清楚。”袁承谦左臂轻抬，他淡淡的欣赏着铁拳上的冰痕纹路，那种感觉就像在看待一件唯美的艺术品。刚才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此言一出，林苍、蓝红叶等人顿感不妙。萧诺平静的回答：“所以呢？”袁承谦笑了，他指了指林苍几人，嘴角扬起一抹戏谑的弧度。他们丢了元龙殿的脸，而我想把丢掉的脸讨回来。话锋一顿，袁承谦指向3人的手指，随之转向萧诺：“我与你再赌一把。”哗！场上气流躁动不已。袁承谦言语轻巧，可却尽带挑衅。关想连忙阻止：“萧诺师弟，不要答应，千万不要答应。”袁承谦在内门的3品弟子中，至少是前5的实力，他已经达到了筑基境7重的巅峰，加上他那件中品灵器寒渊冰拳，就算是遇到筑基境8重的对手，也能为之一战。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关想也是一股脑的把袁承谦的战力面板说了出来。在他看来，仅凭那3品弟子中排名前5这一项，就足以令人退避3舍。萧诺仿若未闻，他正是袁承谦那悠然自傲的面孔。你想为他们3个出头？哼！袁承谦淡淡一笑，你若这样觉得，那就是吧。眼看情况有点不对，关想就欲把萧诺拉走。可就在这时，萧诺平静地说道：“那我可要追加，赌注，追加，赌注。”此言一出，丹药阁前广场上的一众围观者顿时错愕不已。站在萧诺身旁的关想更是瞪大了眼睛，他一脸惊恐地盯着萧诺，连说话的舌头都开始打结。师弟，你没事吧？感情自己刚才那么一顿话，全部都白说了，还追加赌注，这要怎么玩？关想已经开始盘算着要不要赶紧回涅槃殿去找人来，可以他的脚力从涅槃殿来回也要1个多时辰，等他回来，这边早就结束了。对于萧诺所言，前方的袁承谦不怒反笑，有意思。袁承谦笑道：“你要赌多少的筑基丹？16枚。”嚯！广场顿时哗然声一片，一个个看向萧诺的眼神充斥着困惑。关想更是惊得一脸土色，16枚，对方哪来这么多的筑基丹？哪怕是内门的3品弟子，1个月也才领2枚筑基丹，有的时候还可能只有1枚。16枚筑基丹，差不多算是3品弟子接近1年的量了。哦，袁承谦眼中闪过一抹光寒，已确定你拿得出16枚筑基丹？萧诺淡淡的回道：“可交由场下第3人保管赌注。”哼，不必了。袁承谦淡然一笑：“我不喜欢浪费时间。”我还未说完，萧诺注视着对方，眉宇间散发着猛虎之势。除了16枚筑基丹，我还要再赌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你手上那件寒渊冰拳。这一刻，广场上的众人全然不镇定了。哈，好大的口气！这外门弟子到底是有多蠢，才敢说出这种话？是啊，太嚣张了。袁师兄，教这外门弟子规矩。他还真以为打赢了林苍、易墨他们几个，就觉得有和袁承谦叫板的资格吗？这天真的让我不想打击他。萧诺所言引发一片哗然，关想更是人都麻了，他已经连话都不想说了。可接下来
众人却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在故意激怒我？袁承谦声音寒冷了不少。你可以选择转身离开。萧诺语带嘲讽。呵，袁承谦冷冷一笑，眼中泛起一丝轻蔑，其抬起左臂上佩戴的寒元冰拳，五指轻握，上面的冰痕就像被激活的符文，格外绚丽。我这寒元冰拳乃是一件中品灵器，我怕你拿不出对应的赌注。也就在袁承谦话音落下之际，萧诺扬手一挥，一道白色的光芒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砰！这道白色的光芒直接嵌入了侧方不远处的一棵千年松树的树身上，顿时冰屑四溅，寒流扩散，众人的目光扫视过去，那竟是一条盘绕的铁链。铁链并不算粗，甚至有种轻盈的感觉，上面流动着白霜寒流。仅仅是几个数的时间，一层薄薄的冰晶寒霜就蔓延了整棵千年松树，令其变成了一棵雪松。那是什么？玄寒铁链，是玄寒铁链，也是一件中品灵器。它是今年新人第1名。什么？今年的新人王是他？错不了，今年第一个登上缥缈天梯的新人，便可得到玄寒铁链这件灵器奖励。如此说来，岂不就是他在缥缈天梯上一刀挑断了唐谦的手臂？喧哗加剧，赌注升级，广场上的氛围持续发生着变化。观想完全看不懂了，新人第1名，灵器奖励，一刀挑断唐谦的手臂。众人口中说的那个人是小师弟。当看到萧诺甩出玄寒铁链，将其作为赌注的时候，袁承谦意识到了什么。原来昨日第一个登上缥缈天梯的是你。萧诺没有答复，其只是冷冷地吐出几个字：赌或者滚，选一个。挑衅其脸，袁承谦怒从心起，你将为你的愚蠢而付出代价。这玄寒铁链，我笑纳了。轰！大战瞬间爆发，袁承谦重踏地面，连同着地表皲裂数米，他骤然冲杀到了萧诺的面前。寒力碎骨爪，一声暴喝，袁承谦左臂佩戴的寒元冰拳爆发出绝对零度，寒冰布满冰拳上下，5道尖爪照着萧诺的脑袋挥去。萧诺身形一侧，寒元冰拳的力量重重地落在了萧诺左侧的地面。轰隆！爪力触地，乱石迸溅，5道凌厉的爪痕乍现广场地表。目睹袁承谦的战力，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擅长的武学灵气的加持，袁承谦的攻击力已是超出了筑基境7重的上限。不愧是元龙殿的上等天才，这力量也太可怕了。是啊，只怕是同等级的人都先有人能接住袁承谦的冰拳攻击。袁承谦一出手，就令人见识到了3品弟子中排名前5的强大战力。观想的脸上也是布满了担忧的神情。萧诺是今年的新人第1名，这是观想没有想到的。作为今年的新人王，应该被其他4殿抢着要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在涅槃殿？观想大脑有些混乱。不等他多想，袁承谦的进攻连番击出。冰爆拳，袁承谦一拳轰出，寒元冰拳流动着一条条华丽的白色气旋，气旋汇聚于冰拳的前方，然后迅速地化作一颗寒冰法球。你太过愚蠢了，放着玄寒铁链不用，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对付你，何须借用他物？萧诺话音落下的同时，右臂迎面出击，正面迎向袁承谦的拳劲。怒钢拳，四下的众人吓了一跳，以徒手迎接寒元冰拳的力量，这是在犯什么病？不等众人反应过来，萧诺那蕴含着霸道内劲的拳头已经正面对上了袁承谦的寒元冰拳。轰！两股刚猛的力量交催在一起，那颗汇聚在冰拳前方的寒冰法球应声爆碎，刀刃般的冰晶碎屑在两者之间绽放，一股霸道的寒气朝着萧诺暴涌过来。萧诺的手臂迅速地布满一层寒冰。蠢货！袁承谦的脸上泛起一抹轻蔑的笑容，其无比得意地说道：“我乃家族一脉，皆修成寒冰体，寒冰之气由内而发，可冻结万物，冰封对手。我虽是寒冰体出城，但也不是你这种实力能够抵挡的。”听着袁承谦所言，四下的围观者皆有所动。躺在地上的林苍、蓝红叶、易墨3人也是露出阴狠的目光。袁家一脉的寒冰体在东荒也是小有名气，袁承谦仅是寒冰体出城，便可成为3品弟子中前5的存在，这足以说明寒冰体的不俗之处。仅仅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萧诺的整条手臂就被寒冰冻住。袁承谦得意更甚，结束了。可就在其话音刚落，萧诺的体内突然爆发出了第2股的暗劲力量。砰！下一刹那，覆盖在萧诺手臂上的寒冰尽数震碎。袁承谦眼神一寒，紧接着又是一股力量反向涌入寒元冰拳之中。砰！袁承谦只觉手臂一震，冰拳上的白色气旋荡开，其竟是倒退几步。众人无不一惊，观想的眼睛突然一亮，萧诺竟然完成了反击。你这所谓的寒冰体着实一般。萧诺嘲讽道出的同时，强攻爆发。袁承谦面色泛寒，催动冰拳展开迎击。砰！轰！接连不断的交锋引得惊爆声四起，力量交催，冰屑飞舞，一重接一重的气劲播散开来。袁承谦是越战越心惊，自己寒冰体蕴含霸道的冻结之力。按理说，萧诺早就被入侵的寒气冻伤了各大经脉，可对方的肉身强度却足以抗衡这寒冰之力。他的肉身有些古怪，哪怕是我的寒冰力量都难以入侵其宫体，我必须要尽快结束战斗。袁承谦已是打算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他越是不利。因为催动寒冰体的力量需要消耗庞大的灵力运转，所以要立即终结对手。能让我使出这一招，你也足以自傲了。
冰蟒杀星拳！一声暴喝，袁承谦身上爆发一股澎湃无比的寒流，大量的冰旋气流尽数朝着他的左臂聚拢，而后汇集在寒元冰拳上，形成一道壮硕的螺旋状气流。尖锐的怪笑声引得众人脊背一凉，那道螺旋状气流瞬间化作一条狰狞的冰蟒。这头冰蟒跟随着寒元冰拳狂暴出击，他张开血盆大口冲向前方的萧诺，是冰蟒杀星拳，袁承谦的最强杀招之一。此招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可怕。退远点，别被误伤了。围观的人群下意识后退。与此同时，萧诺完成蓄势，其掠身跃出，迎面一拳轰向袁承谦的进攻。尽管萧诺气势汹汹，可对比之下，袁承谦的杀招明显华丽不少。霎时，萦绕着暗红色气流的拳臂与之狰狞的冰蟒结结实实地冲撞在了一起。痛！沉重的力道从中爆开，飞轮状的气波席卷扩散。正如众人所想的那样，萧诺的拳劲根本不足以抗衡得了袁承谦的杀招。只见那条冰蟒直接把萧诺的手臂给吞了进去。不好！观想大惊失色，袁承谦咧嘴狠笑，已太高估自己了。话音未落，一股爆发力从萧诺体内传出，二重击，砰！吞下萧诺手臂的冰蟒突然震颤了一下，环绕在周边的冰旋气流也跟着紊乱了几分。袁承谦眉头一皱，又是那股力量。跟着，萧诺欺身朝前，拳劲直下，三重击，痛！又是一声剧烈的震响，寒元冰拳外的华丽冰蟒裂开一条条狭长的缝隙，袁承谦的力量随之受阻。是九重崩击，是今天修长老在传功台传授的新武学九重崩击。场边围观的人发出一声惊呼，跟着又有人发现了萧诺正是方才在24号传功台上以一己之力连败李龙、杨处两位体修的外门弟子。是他，是打败李龙和杨处的那个人。也就在众人惊呼声迭起的同时，萧诺膝盖一侧，眼角一闪领光，四重击，痛！第四股爆发力从萧诺的拳臂中冲击而出，袁承谦顿感手臂一麻，寒元冰拳外的狰狞冰蟒骤然炸碎。砰！冰旋战爆，寒流四散，一道道冰屑碎片在两者间炸开，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绚丽感。场下的众人双目圆睁，四连击，他竟然能打出四连击！我天，修长老传授的武学难度一直都很高，很多人三连击已经是极限了，他一个新人，比那些内门弟子的天赋都要高。四连崩击，当场破掉了袁承谦的最强杀招。感受到那透过寒元冰拳传来的强大力道，袁承谦惊怒交加，愈发凶狠的双眼中透出森森杀意。是我小瞧你了，你要输了。萧诺嘴角微挑，泛起一抹冷笑。说罢，萧诺身形一侧，一脚扫向袁承谦的胸膛。哼！袁承谦厉声喝道：“就算是10个你，也赢不了我！”冰灵甲，嗡！一阵灵能从袁承谦的身外焕发，蓦地，在他的身上浮现出一件近乎透明的冰之甲。此甲乃是由袁承谦的灵力所化，是他的底牌之一，也是最强的防御手段。砰！萧诺一记侧踢，重重地扫在了袁承谦的身上，气劲波散，金屑震荡。袁承谦虽然往后退了几步，但身上的冰之甲却完好无损。萧诺攻势变换，身体中的发力点爆发，一道侧向肘击砸在了袁承谦的身前。砰！袁承谦再度后移，萧诺继续跟上，又先后打出第3道、第4道的连击。痛！轰！转眼间4连击再度上演，连续的力量爆发，将袁承谦冲击的一退再退。可他身上的冰之甲仍旧没有破损的迹象。目睹这一幕，众人无不暗暗摇头。这袁承谦能给排入3品弟子中的前5名，当真不是浪得虚名。9重崩击的4连击虽然厉害，但不足以破开冰之甲。但就在这时，萧诺的体内又是一个发力点，为之爆发用不了10个，1个我就够了。萧诺冷漠的声音入耳，他右手重拳出击，譬如一记破甲重剑，正中袁承谦的胸膛中央。方才那并非我的极限，5连崩击。什么？周边众人的心弦一紧。4连之后，5重崩击刷新上线，5重爆发力连续轰出。好！伴随一声虎啸之声在广场上传荡，萧诺的破甲之拳贯杀而下，袁承谦身上的冰之甲由裂变碎，继而全面炸开，护甲一碎，可怕力道震穿胸骨。痛！袁承谦的胸膛仿佛被打穿了一样，大量的鲜血爆洒出去。啊！袁承谦仰面喷血，恐惧在瞳中蔓延。场下的围观者更是一脸骇然。5连崩击，萧诺竟然打出了5重的爆发力。5连崩击，震撼上演，5重力量的连续爆发汇聚成破甲之拳。只见袁承谦身上的冰甲碎裂，胸膛打穿，一同受到冲击的还有4下一众围观者的视觉神经。我天，这怎么可能？观想睁大了双眼，忍不住的喊出了声猛啊！战爆的冰晶碎屑飞舞，袁承谦口中鲜血大肆喷涌，他仰面抬头，摇摇晃晃的往后退了4-5米远，然后膝盖一弯，无力的跪在了萧诺的面前。呀！袁承谦口中发出低沉的声响，他颤抖的捂着胸膛，那止不住的鲜血就跟喷泉般从他的指缝间滴出。袁承谦败，3品弟子前5实力的人物，此刻跪在了萧诺这位新人王的脚下。林苍、蓝红叶、易墨3人只觉头皮都在发麻，内心都在颤栗，连袁承谦都败了，他们3人连开口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拿过来吧！冷漠的声音传入袁承谦的耳中，后者艰难地抬起头，
只见萧诺俯视着自己，一股无形的王者虎威镇压全场。袁承谦仿佛看到了对方身后盘踞的一尊霸怒猛虎，危险又强大。周边的围观者心神微紧，不用想也知道，萧诺讨要的是赌注。袁承谦眼中涌动着凶狠的厉光，他咬了咬牙，取出一个沾血的小瓶递了过去。萧诺接过小瓶，打开瓶塞，粗略地看了下，随之说道：“这有10枚。”袁承谦嘴唇颤抖了2下，剩下的6枚，下个月给你。萧诺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弧度，还有呢？众人的目光不由得看向袁承谦左手上佩戴的那件韩元冰拳，这件中品灵器亦是赌注之一。袁承谦的右手按住冰拳，然后道：“下个月给你。”为何要等下个月？萧诺俯视对方，韩元冰拳内部设有一道阵法，它和我的手臂已经嵌合在一起，我需要让家族的长老打开里边的阵法，才能取下冰拳。袁承谦沉声说道。听完对方的解释，萧诺神情没有任何的变化。你的借口太低级了，我等不了下个月。你见被萧诺识破，袁承谦索性也不装了。韩元冰拳是我家族赐予我的灵器，你拿不走的。你若想要，就等上1个月吧。无耻！后方的官饷忍不住的骂了一句。这袁承谦摆明的就是不想给，可偏偏对方就这么赖下去，也拿他没有办法。但就在这时，萧诺淡淡的说道：“不用等，韩元冰拳，我现在就要。”话音刚落，萧诺一把抓起袁承谦的肩膀，一手按住肩膀关节的同时，一手抓住韩元冰拳的护腕，接着萧诺双臂同时发力，然后朝着外侧一扯，砰！血雨爆洒，筋骨断裂，袁承谦的左手臂硬生生的被拽断下来。啊！袁承谦脸上的一瞬间消失，他的五官立即扭曲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也是震撼着四下的所有人，无人不头皮发麻，无人不脊背发凉，不少人都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又退。这手段真的很……萧诺把一截断手从韩元冰拳中取了出来，这不就拿出来了？多简单的事！你啊！袁承谦伤上加伤，痛上加痛，他趴在地上扭曲着身体，一双猩红的眼睛充满了怨毒和不甘。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多谢提醒。萧诺随手把对方断臂丢在袁承谦的面前，还欠我6枚铸鸡蛋，下个月我来拿。话锋一顿，萧诺的目光转向林苍、一墨3人，下个月还想接着赌的话，可以继续找我。这句话杀人诛心。林苍、一墨、蓝红叶3人的胆都被吓破了，哪里还敢搭话？而后场上围观的人群分开一条过道，萧诺和关想2人不一会儿就走远了。这新人有点猛啊，才来第2天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的天赋也确实可怕，绝大多数的3品内门弟子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如此天才的一个人，怎么会去涅槃殿？这你怕是还不知道吧？我听说他好像得罪了梁星辰师兄和周宇副长老。嚯，原来如此，那他在缥缈宗怕是走不远了。得罪周宇副长老还好，但得罪梁星辰，那他注定起不来。返回涅槃殿的途中，关翔走在萧诺的身后，一副有话想说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小师弟。一番纠结过后，关翔终于是喊住了对方。萧诺回转过身，怎么了？我怎么？原来你是今年的新人第1名，昨天为什么没告诉我呢？你没有给我说的机会啊。萧诺答道。关翔一怔，气抓了抓脑袋，回想一下，昨天萧诺来涅槃殿的时候，一直都是他在抢着说话，哪怕是后面带着萧诺去见娄庆、蓝梦几人，也是关翔在抢着介绍，萧诺加起来都没说过几句话。我只是觉得，优秀的天才肯定都已经被其他4殿抢走了，没有人会来我们涅槃殿，所以关翔摇了摇头，不知该说什么。停顿了一会，关翔继续说道：“既然你这么优秀，那你干脆去，无需解释。”萧诺打断对方所言：“我会留在涅槃殿的。”真的？关翔眼睛一亮，但随之又摇头：“我不想你以后和林苍、一墨他们一样记恨我。我昨天应该和你说实话的。”萧诺则道：“我已经收了娄庆师兄送的礼物，也收了你赠予的灵石，那我就不会再去其他殿。”接着，萧诺取出从袁承谦那里迎来的10枚铸鸡丹，这个给你。不用了。关想连忙推却，那6枚铸鸡丹我还没给你，对我而言暂时够用了，这10枚你自己拿着吧。关想由衷的松了口气，他无比郑重的说道：“你能继续留在涅槃殿，我已经很开心了。走，我要回去和娄庆师兄、蓝梦师姐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原来我们涅槃殿新来的弟子是缥缈宗的新人王。”一番交谈后，关想的心情也是大好，之前的屈辱也都全部一扫而光。萧诺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2人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了涅槃殿。涅槃殿，那个师兄师姐们赶紧出来了，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关想还未走到那个的大门口，就已经开始扯着嗓子叫唤。萧诺跟在后边，有些无语。人呢？都跑哪去了？关想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屋内，满是疑惑。这时，一名年轻的弟子急匆匆地路过，关想立即拉住对方：“娄庆师兄他们呢？”被拉住的年轻弟子看向对方：“关想师兄，你回来了。”他们人呢？还有蓝梦和长青怎么也没看到人影？他们都去雅剑居了。雅剑居。一听到这3个字，关想的心中猛地咯噔了一下，他脸上的笑容在瞬间收了下去。他皱着眉头，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难道是陆竹师兄他？”年轻弟子郑重地点点头：“
陆竹师兄要走了。听到这话，关想抓着对方衣衫的手指顿时松开，他整个人顿时蔫了，无力地倒向后方，然后靠在门框上。萧诺不解，其上前扶住对方。关想师兄，你怎么了？关想深深地闭上眼睛，他仰面抬头，眼角似有一抹泪光。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眼眶泛红，连说话的声音都沙哑了几分。跟我去雅剑居一趟吧，去见陆竹师兄最后一面。雅剑居位于涅槃殿西南方向的一座侧峰上，从外表来看，雅剑居可谓是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淡雅清静，没有富丽堂皇的装饰，也没有繁琐的构造，其就是一座简简单单的别致小屋。在关想的带领下，萧诺来到了这座雅致小屋的面前。来这的路上，关想一言不发，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萧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关想正在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进去吧。关想眼眶泛红，然后把萧诺带进了门。屋内环境素雅，房屋通透敞亮。在一间房内，几道熟悉的身影逐渐进入了萧诺的眼帘，正是昨天接待自己的娄庆、蓝梦、常青等几位师兄师姐。关想，萧诺走到房内，里边的气氛很沉重。蓝梦眼睛红红的，显然刚哭过。常青低着头，紧握双拳，脸色阴郁。而涅槃殿的一众弟子之首娄庆，则是站在那里沉默不语。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座长方形的琴台，琴台上放着一件古琴，古琴共有7弦，但却断了3弦，琴身遍布剑痕，可想而知，那3根弦多半是被剑气所断。琴台的后方是一张床榻，床榻上躺着一个人，那个人很瘦，瘦的只剩下了皮包骨，整张脸已经没有了半点的血色，就连散发出来的生机也几乎感受不到。可即便就是这样一个人，还能够从他的眉宇间看到一抹尚未完全消散的风采。是关想来了吗？床上那消瘦的年轻男子有气无力地说道。站在门边的关想身躯一震，他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他连忙走上前，扑通一声跪在了床边。师弟关想前来恭送陆竹师兄最后一程。关想双手紧紧地抓住衣衫一角，哪怕他竭尽全力地在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可瞳孔中的悲伤却在源源不断地放大。哼！躺在床上的陆竹挤出一丝笑容，他侧目看向关想，你是我们涅槃殿最心善的一个，但你要记住，善良是留给身边人的，无用的善良只会害了自己。是。关想声音颤抖，陆竹师兄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的。陆竹深深地吸入一口气，此刻的他似乎连换气都非常困难。娄庆，众多师兄弟中，你的头脑最为冷静，管理涅槃殿的重任要落在你的身上了，你一定要把涅槃殿发扬光大。娄庆双手握拳，无比郑重地点点头。蓝梦，陆竹声音飘渺。蓝梦眼含热泪，师兄，我在。你以前经常找我分享心中的秘密，也会因为一点委屈来找我哭诉，在我的心里，你如同我的亲妹妹，今日过后便是永别。师兄只愿你往后能够平安喜乐，得偿所愿。还有常青。陆竹看向另一人，师兄等不到你成为一代剑王的那天了，原谅师兄吧。师兄。常青深深闭上眼睛，悲痛占据着内心。蓝梦回头靠在娄庆的肩膀上，泪水止不住的流淌。关想咬牙说道，会有办法的，师兄一定会办法救你的，我这就去找宗主大人，宗主肯定有办法为你续命。陆竹颤颤巍巍的抬手，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我多活1日都是痛苦。师兄，想我涅槃殿曾经辉煌无比，独领缥缈宗重殿，如今在我魂归之时萧条落败，我死后愧对师尊，愧对其他师兄弟。陆竹言语中透露出一股悲怆。关想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连忙摇头，师兄，我们涅槃殿会好起来的，一定会重现当初鼎盛时期的，你知道吗？我们涅槃殿新来的小师弟是一位顶级妖孽，他是今年缥缈宗的新人王。关想连忙望向门口，萧诺师弟，你过来见过陆竹师兄。众人目光转向萧诺，萧诺没有迟疑，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了陆竹的面前。师弟萧诺见过陆竹师兄。萧诺双手抱拳，躬身行礼。关想激动地说道，陆竹师兄，连宗门最强的新人都来了，我们涅槃殿会崛起的，会重新崛起的。好，真好啊。陆竹笑了，笑容中带着一丝宽慰。他看着萧诺，灰暗的瞳孔中泛起一缕光亮。师兄没什么能够送给你的，这部剑琴名合谱记录了我生平所学，你拿着，与几位师兄师姐共同参阅研究，希望能对你的修行意图有所帮助。陆竹一边说着，一边动作缓慢地从身旁取出一部古朴的卷轴递给萧诺。萧诺心头微动，他没有拒绝，他双手接过卷轴，郑重地说道，多谢师兄馈赠，萧诺会认真观阅。好。陆竹又是连说2个好，看得出他对初次见面的萧诺很满意。然后他指向琴台，关想，去帮我把明月琴拿过来。是，师兄。关想点点头，然后把那件断了3弦、布满剑痕的古琴拿到了陆竹的面前。陆竹试着坐起来，但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他，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蓝梦、常青2人连忙上去将陆竹搀扶住，在几人的扶持下，陆竹斜坐起身，一手捧着明月琴，一手轻轻地在琴身上抚摸。明月琴，老朋友，我终究是未能带你战胜那个人，我终究是未能完成师尊的遗愿，我终究是无法为其他师兄弟报仇啊！我好恨，我不甘啊！陆竹句句含泪，字字泣血，最终噗的一声
口中喷出大量的鲜血，随后倒在了众人的眼前。他的手臂垂落之时，指尖触碰到明月琴的琴弦，一声短暂而急促的琴音，如同他在人间最后的哀鸣。萧诺瞳孔缩动，他有些猝不及防，几滴鲜血溅在了他的手背上，没有温度，凉冰冰的。蓝梦、长青、关翔等人皆是悲伤哭泣，大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但陆竹终究是没有再睁开双眼。娄庆仰面抬头，他深深地闭了闭眼，然后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房门。1个时辰后，涅槃大殿，气派巍峨的大殿散发着庄严冷肃的气息，一口全新的棺木放在了大殿的门口。娄庆、蓝梦、长青、关翔以及萧诺等人立于两侧。要通知代理店主回来吗？蓝梦询问身边的娄庆，后者微微摇头，不必了。蓝梦没有说话。娄庆接着道：把陆竹师兄放进去吧。萧诺眼中泛起一丝困惑，放哪去？不应该把陆竹入土为安吗？看几人的样子，似乎是要把陆竹的棺木放入大殿当中。是。长青、关翔以及另外2名弟子将陆竹的棺木抬起，然后进入殿中。萧诺愈发不解，旁边的蓝梦走了过来，他脸上还有尚未干涸的泪痕，去见一下其他几位师兄师姐吧。萧诺一怔，稍作迟疑了一下，萧诺走入了主殿当中。踏入殿中的第一步，一股冰冷的寒意倾袭而来，紧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冲击着萧诺的视觉神经。大殿内一共摆放着6口棺材，加上陆竹的那一座，共有7座。这是……萧诺瞳孔缩动，内心悸动不已，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看向身边的蓝梦，后者抿着嘴唇，泛着泪花的眼中满是冷光。他咬牙说道：这7口棺材中是涅槃殿最强的7名弟子。什么？萧诺惊异更甚。片刻之后，一座陡峭的云峰边缘，刚才吓到了吧？心情有没有平复一些？关翔走到了萧诺的旁边。萧诺正视对方，涅槃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一点都不清楚吗？我来缥缈宗也是临时决定，对这宗门知晓的并不多。原来如此。关翔叹了口气，也走到峭壁的边上，与之萧诺并排而战。事情的起因还要从8年前说起。关翔开始讲述，8年前的涅槃殿辉煌鼎盛，乃是缥缈宗的5殿之首，殿主鹰无涯更是号称缥缈宗第1剑的绝代强者，同时他还执掌着缥缈宗的第1名剑天葬剑。天葬剑这3个字令萧诺的心神微动。事情的转折从缥缈宗和天罡剑宗的一场剑道对决开始。8年前，殿主鹰无涯迎战天罡剑宗的最强剑修风静修，天罡剑宗以10条稀有矿脉作为筹码，而缥缈宗则以天葬剑作为赌注。那场对决，几乎所有人都看好殿主鹰无涯。虽然天罡剑宗以剑术闻名天下，但鹰无涯殿主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剑道大能，在那之前，2人也都明里暗里交锋过几次，都是殿主占的上风。再加上天葬剑在手，那一战我们拥有绝对的信心。可是殿主输了。关翔的声音蕴含着浓浓的落寞，直到今时今日，他都不敢相信8年前的那一战，鹰无涯殿主会败。殿主不仅败了，还被对手以剑气震碎了丹田，宫体被废，再加上丢失了天葬剑。自那以后，涅槃殿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原本那一战之后，殿主大人将会担任缥缈宗宗主的位置，但是他输了。关翔正视萧诺，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他输了，鹰无涯自己沦为了废人一个，而且还丢掉了缥缈宗第1名剑天葬剑，这导致整个涅槃殿为之蒙羞，一败丢失所有。不到半年的时间，郁郁寡欢的殿主便在断剑谷中独自作画离世。听到这些话，萧诺眼角微凝，心中惊异更浓。殿主因无涯一死，赫然加快了涅槃殿的衰败。缥缈宗的高层几次想要扶起涅槃殿，但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因为在世人的眼中，涅槃殿是宗门的耻辱，因为一个涅槃殿丢尽了整个缥缈宗的颜面。在缥缈宗和天罡剑宗的多次交锋中，没有一次承受的侮辱能比得上天葬剑被夺。那主殿中的棺材又是怎么回事？陆竹师兄的伤势又是从何而来？唉，提到这个，关翔眼中的憎恨之意更浓，悲伤之意也更甚。他说道：殿主败给了风静修之后，天罡剑宗撂下了欺辱之言，剑宗允许缥缈宗每隔1年可派出1位弟子前去天罡剑宗讨剑。讨剑？萧诺眼中一闪诧异。没错，讨剑的规则就是只要能够战胜其天罡剑宗派出之人，就能夺回天葬剑。可是关翔眼眶泛红，指关节都捏得咯咯作响。他一字一顿道：这7年来，涅槃殿派出去的7位弟子全部都败了，败了。关翔口中的这2个字充满了莫大的不甘心，更是充满了浓浓的无奈。这是天罡剑宗侮辱涅槃殿的方法，也是天罡剑宗打压缥缈宗的手段。可是没办法，涅槃殿丢了天葬剑，自然就要由涅槃殿的弟子亲自夺回来。但是每1年迎来的却是更大的侮辱，更多的创伤。关翔两眼血红，他情绪愈发的不稳定。这8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涅槃殿由巅峰走向衰败，更是亲眼目睹了殿主鹰无涯以及7位最强弟子的失败。7个人，7个天赋最强的师兄师姐，全部都被剑宗的迎战者挑断了经脉，震碎了丹田，甚至切断了脊骨。他们满身鲜血的回来，在无助和绝望中死去。4个月前，陆竹师兄登上天罡剑宗讨剑，最终也是明月琴断弦，宗门用尽了手段，也只是勉强让他续命至今。
今天连他也走了。关翔眼中含泪，但更多的是愤怒，更多的是悲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萧诺的脑海中回想起刚才在雅见居陆竹那字字泣血的样子，此刻也是终于明白对方为何会如此的悲怆和不甘心。天罡剑宗派出的那7个人真是有够狠毒的。萧诺眼神渗动着寒意。关翔摇头，没有7个人，从始至终天罡剑宗只派出了一个人。萧诺不解，没错，从7年前第一位师兄登上剑宗讨剑开始，再到去年陆竹师兄前往，天罡剑宗派出来的始终都是一个人。7年前那人只有13岁，今年刚到20岁，他足足杀了我们涅槃殿7位顶尖天才。那人是谁？那人是……关翔眼角眯起，咬牙说道：“当年击败殿主的风静修之子，也是当今天罡剑宗的少宗主风寒雨。”什么？天罡剑宗少宗主？这几个字落在萧诺的耳中，一股浓浓的寒意占据着萧诺的面庞。天罡剑宗少宗主风寒雨。当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萧诺的面庞顿时被寒霜所占据。从7年前的13岁开始，风寒雨连续迎战了7位涅槃殿的顶尖天才，没有一位天才不受其辱，没有一位天才不败在他的手中，包括陆竹在内，7位天才皆被风寒雨挑断了经脉，斩断了脊骨，最终鲜血流尽，在挣扎中死去。关翔的食指捏得咯咯作响，他并未注意到萧诺的表情变化，他的内心同样是被愤怒所占据。8年前，风静修打败殿主后，他便登上了天罡剑宗的剑宗宝座，其子风寒雨的剑道天赋，据说天赋比风静修还要高。而且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情，好像是几年前，风寒雨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滴天皇圣血，他融合了那滴天皇血，修炼出了极为强大的战皇剑体。4个月前，陆竹师兄就是败在了其战皇剑体的力量之下。天皇圣血，战皇剑体。说着虽然无意，可关翔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加剧着萧诺眼中的寒冷。这件事情萧诺知道，而且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因为那滴天皇血正是萧家在3年前强行从自己身体中夺走的。一滴天皇血换取家族兴盛300年。关翔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当事人此刻就站在他的面前。那为何陆竹师兄他们要把棺木摆在殿中？为何不把他们下葬？萧诺冷声问道。因为天葬剑没有夺回来。关翔回视萧诺，他的眼神格外郑重。那7个人全部都是殿主的亲传弟子，从7年前第一个踏上天罡剑宗的人萧王开始，他们就做出了决定，天葬剑一日不归，他们便一日不下葬，哪怕最后涅槃殿摆满了棺材，也是要把天葬剑夺回来。夺回来！哗，气流掀动，衣袍荡起，关翔眼眶泛红，双手握拳，指甲都深深地陷入了肉中。涅槃殿终有一天会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涅槃重生。接收到关翔眼神中的决然，萧诺的内心不禁有所触动，尤其是那句即便涅槃殿摆满了棺材，也是要把天葬剑夺回来，赫然触及到了萧诺的内心深处。这是何等的信念，才能这般视死如归？纵然涅槃殿一直在衰败下去，可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坚守。萧诺师弟，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关翔询问道。萧诺点点头，沉声回答：如你所言，终有一天涅槃殿会迎来涅槃重生。傍晚时分，夕阳如火，染红了大半个的天空。因为陆竹的离世，涅槃殿一整天都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中。萧诺本身并没有太强烈的伤感，但却能够清楚地感知到其他人的凄凉。陡峭的云峰边缘，萧诺独自注视着那一轮血色夕阳。一段沉寂过后，萧诺突然说道：塔灵，助我修炼鸿蒙霸体诀的第1层吧。嗡！萧诺的身体内部有所波动，他的丹田处白光闪烁，并浮现出一座虚幻的宝塔。鸿蒙金塔的塔灵回应道：下定决定了吗？是。萧诺眼神无比坚定，他回答道：我的敌人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得多，我没有时间慢慢沉淀，更没有时间慢慢成长。以前的萧诺只知道天罡剑宗是东荒7大修行圣地之一，只知道他是连帝国王朝都畏惧的庞然大物。对于天罡剑宗的少宗主，今日也是第一次较多的了解，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是今天才知晓。在知晓了关于涅槃殿的过往后，萧诺不得不重新审视天罡剑宗的强大，不得不重新刷新对剑宗少主风寒雨的认知。年仅13岁便击败了涅槃殿第1位拜山讨剑的弟子，之后的连续6年更是没有败绩。尽管不愿意，但我不得不承认，天罡剑宗对我而言过于庞大，我必须飞速的成长起来。萧诺下定了决心。当得知8年前缥缈宗和天罡剑宗的赌约以及风寒雨的强大后，萧诺清楚地感受到了危机感。萧家想要除掉自己，天罡剑宗不会容忍自己，哪怕是缥缈宗也需要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高层的重视。在压迫下，有的人选择认命，但有的人则会选择逆天改命。我需要变得更强，我需要更多的力量。萧诺握紧双拳，态度决然。塔林的声音随之在萧诺的耳边响起：我之前说过，你想要达成鸿蒙霸体诀的第1层还差一点距离，不过有一种方式可以令你提前，是吗？萧诺眼睛一亮，但这种方式需要承受一定的风险，而且过程比较痛苦。塔林回道：什么方式？万兽之血断骨，狂暴兽魂淬体。说简单点，就是以19000头狂暴妖兽的精血融入一座血池当中，再以鸿蒙金塔的力量引导炼化，
届时你便可修成鸿蒙霸体诀的第一层。塔林的话着实吓了萧诺一跳，19000头狂暴妖兽的精血，这要去哪里找？自己要杀19000头妖兽，并取其精血，这任务量着实不小。金归金，萧诺既然决定的事情，也就不会轻易更改。片刻之后，萧诺找到了关想，妖兽聚集的山脉，你问这个干嘛？关想抓了抓脑袋，甚是不解。历练修行，萧诺回答，缥缈宗有很多可以修炼的秘境，没必要去和妖兽搏斗，那样太危险了。俗话说得好，实战是提升战力最快的方式，我有分寸的，师兄你不必担心。好吧。见到萧诺态度比较坚决，关想回答道，缥缈宗以北后山300里有一座化骨山脉，那是距离宗门最近的妖兽栖息地，我们宗门的很多师兄弟经常会去那里历练修行，或是猎杀妖兽，获取有价值的东西换取修炼资源。化骨山脉记住了。萧诺点头，要不你再等几天吧，我为陆竹师兄守完灵，我同你一起。看得出关想是非常关心萧诺这位师弟的，再加上萧诺又是今年的新人王，更受关想的看重，或许在他心中，萧诺是以后涅槃殿崛起的一份希望。没事的，萧诺笑了笑，我自己能行。行吧，如果遇到危险，你尽量找附近历练的同门求助。化骨山脉我也去过几次，我今晚画一张外围区域的地形图给你，你明天出发前过来拿。好，对了，陆竹师兄送给你的那部《剑秦明合谱》，有时间多看看，那是陆竹师兄自创的绝学，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的。我会的。简单的聊了下，萧诺返回住处，明日一早就要前往化骨山脉猎杀妖兽，收集精血。今天要早点休息，养足精神。此刻，缥缈宗元龙殿境内，一座华丽的譬如水晶宫殿般的阁楼中，大小姐，求你救我！袁承谦跪在地上，脸色苍白，眼神带着一抹怨恨。在他旁边的石砖上放着一条断臂。袁承谦作为3品弟子前5的存在，平时意气风发，此刻却狼狈落魄，哪里还有半点的得意？连家族赐给你的寒元冰泉都丢了，你还敢跑来找我告状？不怕我一掌把你给毙了吗？清冷的声音从前方的一座水晶座椅上传来，只见上面坐着一位容貌奇美的年轻女子。女子肤色白皙，五官精致，脸部小巧。她上半身穿着白衣，下半身则是穿着短裙，一双修长的美腿洁白无瑕，很是吸引人。从袁承谦对她的称呼不难猜测，此人乃是袁家的大小姐，真正的宗系血脉。而她也正是袁家的第一天之娇女袁离雪。袁承谦的脸色一变再变，他颤颤巍巍地回道：“大小姐，这次是我大意了，我一定会把冰泉夺回来的。”真是令人头疼。袁离雪侧坐在椅子上，霸气的坐姿加上高贵的气质，她看上去有如高高在上的贵族。他挑了眼袁承谦的伤势，倚着手臂，再不续上就彻底废了。大小姐救我！大小姐救我！我不想沦为一个废人。袁承谦重重的磕头。罢了，念在你为家族忠心耿耿的份上，我就帮你这次。话音刚落，袁离雪的一双美眸突然泛起了银色白光，紧接着她的双瞳变成白色血瞳，旋即袁离雪的左手抬起，修长的玉指指向前方，哗！霎时一股寒流夹带风雪涌向前方。寒流风雪中，一只白色的小冰蜘蛛从袁离雪的石座后方朝着袁承谦爬去。白色的小蜘蛛通体晶莹剔透，每一只都只有指甲盖差不多大。它们爬到袁承谦的身上，然后利用蛛丝将地上的断臂拽了起来。一缕缕的蛛丝穿过袁承谦伤口处的血肉，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缝合着断裂口。袁承谦脸上展露出喜色，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断臂又开始有知觉了。不一会儿，断臂就缝合完成。那些连接的细微蛛丝持续收紧，等到断臂装上去，那些白色小蜘蛛纷纷从袁承谦的身上跳下来，又成群结队的返回到袁离雪的身后。得亏你来得早，要是再晚半个小时，你这手臂我也接不上去。袁离雪淡淡的说道。袁承谦大喜，他连忙叩谢。大小姐的寒冰体着实力量强大，还有那些从北川雪域抓取过来雪境冰珠当真能力超凡。别夸了，为了给你疗伤，我消耗了不少的灵能，我需要休息会。袁离雪淡淡的说道。袁承谦抬手握拳，趁着雪境冰珠的力量还存于我的手臂中没有消散，我这就去把寒元冰泉讨回来，别给我添麻烦。袁离雪制止对方，我已经通过了真传弟子提名。什么真传弟子？袁承谦震惊之余更是大喜过望，这是大好事啊，不愧是大小姐。别高兴得太早，提名的不止我一个，还有绝仙殿的绝刃剑子梁星辰。梁星辰？袁承谦眯起了眼角，这可是10大最强的内门弟子之首，哪怕是袁离雪在面对梁星辰都没有多少的优势。袁离雪淡淡的说道，越是这种时候越别给我惹事。我知道了，大小姐，我暂时先让那小子得意几天，等你真正成为亲传弟子的时候，我再去拿回我的寒元冰泉，明白就好。下去吧。是，大小姐。一夜时间过去，翌日黎明时分，天还未亮，萧诺已经是拿着关想绘画的地图离开了涅槃殿。萧诺双眸坚毅，遥望缥缈宗以北，目标直指化骨山脉。化骨山脉危机四伏，这里有茂密遮天的丛林，毒虫蛇以栖息的沼泽，数量众多的岩石怪洞，还有堆满了尸体骨骸的峡谷。化骨山脉也是距离缥缈宗最近的妖兽栖息地。虽然有多的弟子前来历练，
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在外围区域游走，因为越是山脉深处，盘踞的妖兽实力就越强，危险系数也会大大的增加。此刻，在一座茂密的森林中，萧诺正在独自面对3头妖兽的围攻。低级妖兽倒刺狼、中级妖兽黑焰豹以及中级妖兽紫灵蛇黑焰豹的战力达到了筑基境7重左右。紫灵蛇的攻击力稍弱，但它的毒液能够轻松毒死任何一位筑基境级别的修士，所以这2头终极妖兽非常危险。萧诺被他们以3角之势围在中间，嘴角挂着淡淡的弧度，运气还算不错，有2头终极妖兽。好，话音刚落，黑焰豹率先发动了攻击，它像是一道黑色闪电冲向萧诺。黑焰豹的体型不大，但速度极快，加之惊人的跳跃能力，绝对是妖兽中的暗杀刺客。刹那间，黑焰豹冲杀到了眼前，利爪挥来的同时，萧诺一拳击出，与之利爪相撞，砰！沉重的爆响声炸开，黑焰豹竟是倒飞出去数米。唰！黑焰豹4爪抓地，地面拖出4条长长的痕迹，它瞳孔中露出一抹光寒。呜吼！跟着，倒刺狼抓住了机会，扑向萧诺的身后。倒刺狼的体型比黑焰豹还要大，它跃起来起码有4-5米的高，锋利的尖牙照着萧诺的脖子咬了下去。可就在这时，萧诺侧身一脚踹在了倒刺狼的腹部。看似简单直接的进攻，实则蕴含几千斤力道。4-5米高的倒刺狼直接撞飞，跟着发出一声惨叫，口中喷出鲜血。萧诺这一击踹碎了倒刺狼的内脏。以其现在的实力而言，一些低级妖兽或是普通的中级妖兽很难承受得了萧诺的攻击。在黑焰豹、倒刺狼先后发起进攻的时候，紫灵蛇已经悄悄地绕到了萧诺的侧方。它张开腥气刺鼻的大口，尖锐的獠牙闪烁绿色的毒光。紫灵蛇猛地窜下，咬向萧诺的颈部大动脉。然而萧诺早有防备，其心念一动，一柄森寒至极的黑色妖魔之刀乍现当中，枪！黑色魔刀直接挡在了紫灵蛇的口中，卡住了他那幽绿的尖牙。等我修成了鸿蒙霸体诀的第1层，再来让你咬。现在不行。话音一落，魔刀一转，凌厉的刀锋朝着紫灵蛇的嘴巴内侧撕拉。刀锋一划，紫灵蛇顿时从嘴巴处撕裂开来，绯红的血雨扬起。倒刺狼和紫灵蛇顷刻毙命，3头妖兽转眼就剩其一。黑焰豹眼神变得愈发凶狠，他盯着萧诺，喉咙处发出怒声低吼。嗡！蓦地，一股灼热的气流在黑焰豹口中聚集，一条条黑色气流交汇成球体。好！黑焰豹竟是喷出一颗直径超过半米的火球，火球的内心为黑色，所到之处高温呼啸，空间扭曲。萧诺眼角一闪领光，其暗喝一声斩，只见其如同猛虎般冲出，无形虎威释放出来，黑色魔刀横斩而出。火球炸开的下一刹那，萧诺栖身到黑焰豹的面前，刀锋转动，耀光环影，一颗滚圆的脑袋顿时飞离了黑焰豹的脖颈。枪！刀尖滴血，战斗终结。前后不到10个数的时间，萧诺便轻易地斩掉了2尊终极妖兽，1尊低级妖兽。紧接着，萧诺走到黑焰豹的尸体旁边，他掌心朝下，五指微凝，嗡！伴随着掌心泛起一股独特的力量波动，一缕缕的白色光芒交织闪动。霎时，一滴蕴含狂暴力量的妖兽精血被提取了出来。这滴精血偏向于黑色，里边带着灼热气息。萧诺心意一动，黑焰豹的精血就消失在了掌下。有了鸿蒙金塔，提取妖兽精血还真是方便。萧诺自言自语道：正常情况下，提取妖兽精血要费一番功夫，不过萧诺却能够借用鸿蒙金塔的力量，直接把精血提出来并收入塔中。塔林，我现在收集多少妖兽精血了？已经超过1000头了。塔林的回答道：还有9000头啊。萧诺深深地舒出一口气，感觉多少有些疲惫。自己已经来到化骨山脉20多天，每天都要击杀几百头的妖兽，这种不停歇的战斗，连手都要砍麻了。塔林说道：你的速度越来越快了，20多天的战斗，你的战力提升得很快，你可以把这当成修炼的一部分。但我觉得还是有点慢，我本想1个月就搞定的，现在看来进度并未达到预期。萧诺答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利用妖兽精血淬体本身就是一种捷径，哪怕是鸿蒙霸体诀的第1层，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达成的。塔林解释。萧诺点了点头，那鸿蒙霸体诀乃是宇宙最强4大神诀之首，想要达成谈何容易，万事开头难，继续吧。萧诺先后来到了倒刺狼、紫灵蛇的尸体旁边，把这2头妖兽的精血收入了鸿蒙金塔内。可惜了，除了精血外，这些妖兽身上的其他地方也是宝。萧诺感觉有点可惜，奈何自己时间有限，不然还能把妖兽身上其他的东西分离下来。正当萧诺站起身来，准备去往下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间侧方的丛林中冲出来一股暴虐的气息，轰轰轰！只见一头6-7米长度、3-4米高度的暗金色犀牛窜出。金蜥兽！萧诺一眼就认出了这头妖兽，它乃是终极妖兽金蜥兽。金蜥兽的力量起码达到了筑基境8重，不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都相当的强悍。金蜥兽也看到了前方的萧诺，他两眼怒红，犹如一艘破冰船，气势汹汹地撞来。萧诺眼中闪过一抹冷光，面对金蜥兽，萧诺非但没有撤退闪避的意思，反而膝盖一侧展开蓄势，
怒钢拳！一声暗喝，萧诺拳劲祭出，暗红色的拳臂像是穿甲之剑，痛！两股霸怒的力量结结实实的冲撞在一起，萧诺的拳劲顿时被金希兽的脑袋震爆开来。但就在下一刹那，萧诺体内连续爆发数股力量，五连崩击，痛！砰！五道刚猛的暗劲接连宣泄在了金希兽的身上，后者的脑袋都跟着凹陷下去。好！连着一声暴怒的惨叫，金希兽脑袋迸出鲜血，他那硕大的兽躯摔飞7-8米，接连撞断了2棵大树。也就在金希兽摔出去的同时，几道年轻身影从林中闪了出来。在这边，阿宁，我看到了。一名身穿红衣的少女一边回答，一边取出3只形似筷子粗细的金针，流萤飞针。削！红衣少女号腕一甩，3只金针急速飞出，正中了金希兽的心脏要害。刷！飞针击穿金希兽的躯体，随之定在了后方的一棵大树上。好，都还没来得及完全站起来的金希兽顿时身躯一软，无力的倒在了地上。几人皆是大喜，好厉害，阿宁，你这流萤飞针也太准了吧！另一名年轻女子夸赞道。红衣少女明眸皓齿，展露出干净的笑容。还好啦，我也是运气好。接着，一个年轻男子开口道：“貌似不是你运气的问题。”红衣少女扭头看向对方，她刚想问为什么，但见对方此刻正盯着金希兽尸体正前方的位置，其他人也跟着看了过去。只见在那里站着一道不属于他们队伍的身影。是你啊！这时，红衣少女眼睛一亮，她径直朝着萧诺走去。我认识你。萧诺则是面露疑惑，自己貌似并不认识对方。你不记得我吗？红衣少女继续说道：“我们是同一天进入缥缈宗的，你是新人第1名，而我是第2名。你是新人第1名，而我是第2名。”红衣女子看着萧诺，她的眼睛灵动有光。经对方这么一提醒，萧诺稍稍有点印象，想起了来吗？对方再问，萧诺微微点头，虽然印象不深，也没能记住对方的模样，不过萧诺的确是记得登上缥缈天梯的队伍中有一名身穿红衣的少女，对方第2个登顶，还获得了一件下品灵器的奖励，而那件下品灵器正是刚才红衣少女击杀金希兽的3只金针，流萤飞针。我叫洛宁，安宁的宁，你呢？红衣少女伸手向萧诺示好，萧诺稍作迟疑，还是礼貌地回应了一下萧诺。接着，一名年轻男子走了上来，他笑着说道：“第2名见了第1名，就把我这个第3名给扔下了吗？”年轻男子长得眉清目秀，他同样是自我介绍：“我叫李然，是第3个登上缥缈天梯的。”萧诺点头示意。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男子走到了金希兽的面前，他查看了一下，随后道：“金希兽脑袋上的才是致命伤啊，阿宁，就算你不甩出那3根飞针，金希兽也活不了。”此言一出，其余几人也都是一怔。洛宁也是愣了一下，他跑到金希兽的面前，白净漂亮的小手摸了摸金希兽的脑袋，头骨碎裂，真的哎。洛宁看向萧诺，是你把他打倒的吗？李然也看了看萧诺和金希兽两者间的距离，一拳把金希兽打飞7-8米，这力量有点恐怖哦。金希兽在终极妖兽中属于强大的一类了，防御力和攻击力都不是一般的筑基境修士可以抗衡。几人诧异之余，洛宁又走回到萧诺的身旁，你也是来猎杀妖兽换取修炼资源的吧？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队伍？洛宁眼中带着几分期待之色，并对萧诺介绍他的小队。我们队伍的综合实力也很强的哦。这位是吴傲师兄，他在3品内门弟子中排名第4。这位是猎涛师兄，在3品内门弟子中实力排名第3，有他们2个带队，我们的小队可以去更深的区域探险搜宝。洛宁话刚说完，吴傲和猎涛2人就对视了一眼。吴傲淡淡一笑，目光轻挑道：“这位萧诺师弟能够凭一己之力重创金希兽，想必有独自行动的能力。”没错，猎涛也附和道：“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说好了，6个人的队伍是最融洽的，如果再多1个人，可能不会那么方便。”哎呀，别这样嘛！洛宁连忙打圆场，他劝说吴傲、猎涛2位师兄不要这么小气嘛。萧诺的实力你们也看到了，有他的加入，队伍的力量肯定会增加不少。我们等会要去的地方可是深岩谷，那里的妖兽都是成群结队出没的，多1个人多1份照应。阿宁说的对，我觉得可以多加1个人。新人第3名的李然也表示赞同，我也觉得有点道理。队伍中的另一个年轻女子也附和道，不难看出洛宁的人缘关系是极好的，大家都很关照他。说实话，萧诺本想拒绝的，自己也根本就没有加入的想法，而且双方根本就不熟悉。不过洛宁刚才有一句话却令萧诺改变了想法，等会要去深岩谷，那里的妖兽都是成群结队出没，萧诺距离收集19000头妖兽精血还差近9000的数量，如果想要加快速度的话，深岩谷值得一去。吴傲和猎涛见无法说服洛宁，前者随即又道：“也要加1个人进来也可以，但猎杀妖兽所获得的资源分配。”不等吴傲把话说完，萧诺就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只要精血。”几人一怔，不论什么妖兽，不管什么级别，我只要他的妖兽精血，其余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归你们。为什么啊？洛宁好奇地问道。妖兽精血虽然珍贵，但妖兽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多了去了。就拿刚才那头金希兽来说，它的兽骨、灵髓、兽皮都是价值不菲的宝贝，一滴精血的重要程度在众人看来并没有那么高。妖兽精血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用于辅助修炼。萧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我自有用处。”吴傲、猎涛几人再度对视了一眼，后者开口：“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要反悔。”不会，萧诺肯定的答复。洛宁虽有困惑，可见到萧诺答应下来，却也是颇为开心。那好，就这么说定了。后面我们联手击杀的妖兽后得到的精血都归你。傍晚时分，缥缈宗绝仙殿境内，一座撑天而建的剑台之巅，绝刃剑子梁星辰立于剑台边缘，无形剑势由内而发。这时，长老周雨芙出现在了梁星辰的身后，他在距离梁星辰10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没有上前，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剑意笼罩在梁星辰的周边，一旦踏入了某个范围，很可能会被剑气所伤。我刚刚得到消息，那贼子已经去化骨山脉了。嗡！梁星辰冷眸缓缓睁开，一抹剑气于身外铺散，以他为中心，地表的石砖呈现出一朵花瓣状的剑痕。哼，自作孽，不可活！你要亲自去杀他吗？周雨芙问道。梁星辰淡淡的回道：“化骨山脉在缥缈宗范围之外，我杀他无人知晓，还是我去吧。”周雨芙道：“哦，你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我前不久收到消息，元龙殿的一品弟子元李雪也通过了真传弟子的长老团提名。”梁星辰眼角一闪灵光，元李雪在10大最强的内门弟子中排行第3，对于梁星辰而言，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元李雪的背景很强，而且她的天赋不低于你，宗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次性晋升2位真传弟子的。你这边迟迟没有通过宗主的审批，原因可能就出在元李雪这边。听完周雨芙的分析，梁星辰的眼神逐渐变得阴冷下来。周雨芙道：“那件事情交给我吧，我会做得干净利落，不论是谁都查不到我们身上。”梁星辰微微点头，算是默许。待周雨芙走后，梁星辰脸上的霜寒不减反增，其喃喃低语道：“天罡剑宗倒是比想象中的要平静不少。当初剑宗少宗主把沙城拱手相让，并要梁星辰把萧诺的项上人头送去西岳城萧家。如今20天过去了，梁星辰还未完成任务。按理说，天罡剑宗要重新夺回沙城，可沙城却一直相安无事。风寒雨，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化骨山脉、深岩谷，这座山谷的两侧都是陡峭的岩壁，越是往深处探索，遇到的岩石洞穴就越多。10天前，萧诺加入了洛宁的队伍中。此刻深岩谷内，萧诺、洛宁等一行人正站在一群妖兽的尸体中央。搞定！李然一剑斩掉了一头风速力犬的脑袋，然后露出了胜利的笑容。这风速力犬数量是真的多，我手都砍麻了。是啊，洛宁随手擦掉额头上的细汗，他说道：“深岩谷的妖兽都是群居，风速力犬虽然只是一群比较寻常的终极妖兽，但这里加起来起码有200-300头，得亏吴傲师兄、猎涛师兄还有萧诺3个人打头阵，不然我们真的要被耗死在这里了。”虽然是被洛宁夸奖，但吴傲和猎涛似乎并没有特别开心，因为对方把2人和萧诺放在了一起。萧诺不管怎么说，始终都是个刚入门没多久的外门弟子。吴傲、猎涛一个在3品内门中排名第4，一个排名第3，自视心高气傲。而在这10天的团队行动中，洛宁时不时的就对萧诺一顿夸，这也令吴傲、猎涛心中泛起了几分不满。毕竟在2人眼中，就算没有萧诺，这群风速力犬也能轻松解决。快分解风速力犬的兽体吧，他们的牙齿比玄金还值钱呢。洛宁开心地说道。对的，风速力犬的骨髓液还能炼成特制的筑基丹，花点钱找个炼丹师，估计能炼出100枚左右的特制筑基丹。李然说道。哇，这么多吗？洛宁高兴地拍手，他数了数道：“那我们有7个人，一人可以分到13枚左右，发财了，发财了。”呵，吴傲轻笑一声：“阿宁师妹说错了，应该是6个人分才对。”洛宁一怔，他随之反应过来，萧诺除了妖兽的精血，什么都不要。萧诺没有在意众人的所言，他自顾自地收集着风速力犬的精血。嗡！萧诺手掌摊开，掌心朝下，一缕缕的白色幻光在掌中流动，风速力犬的精血便被提取到了鸿蒙金塔中。你这用的是什么方法，能这般轻松地提取出妖兽精血？洛宁好奇地询问道。萧诺没有理会，而是转向另外一头风速力犬的尸体。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10几遍了，我这不是好奇吗？洛宁小嘴微撅，有点无语。从10天前组队进入深岩谷开始，萧诺无时无刻的不在收集妖兽精血，对于其他的天才地宝不管不问，而且对方提取妖兽精血的方式也是非常的高效，掌心轻轻一动就完成了提取。见萧诺不理人，洛宁只能无奈的去帮忙分解风速力犬的尸体。很快300来头的风速力犬精血就提取完毕，还差多少？萧诺询问塔灵道。快了，就剩不到100头妖兽的精血了，总算是要完成了。萧诺由衷的松了口气，不得不说，加入洛宁团队后效率提升了很多，9000头妖兽精血不到10天就完成了，速度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快了2倍左右。半个时辰后，众人完成了对风速力犬兽群的分割，但凡有价值的东西全部都收集起来。几人也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一趟的收获何其丰盛。深岩谷就剩最后一块区域没有探寻了，李然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张地图。以我们当前的实力，深岩谷已经是极限了，若是越过这里，
估计要遇到高级妖兽。队伍中的另一位年轻男子说道。李然点头，高级妖兽目前是我们比较难应付的，等探索完深岩谷的最后一块地方，我们就回宗门吧。都行。吴傲自信地抬了抬下巴，其双手环抱在身前，有我和猎涛在这里，保证不会出任何的问题。那是自然。李然笑道。而后队伍继续前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众人进入到了一座岩洞里边。岩洞很深，也很宽敞，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头潜藏在山谷最深处张开大口的史前巨鳄，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李然警觉地放慢脚步。哪里不对劲啊？洛宁好奇地询问。太安静了，深岩谷的妖兽成群结队，这里不可能会如此安静。李然虽然是缥缈宗新人第3名，但野外的生存经验倒是颇为丰富。他谨慎地盯着前方阴暗的岩洞深处，沉声说道：我们估计要原路返回了。为什么？因为里边可能住着一只实力强悍的凶物，所以其他的妖兽都不敢进入他的地盘。也就在李然话音刚落，岩洞的深处涌出一股灼热的气浪。好！紧随而至的是低沉的凶兽咆哮，这声咆哮非常的雄浑霸道，且散发着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强盛气息。痛痛痛！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至近的传来，伴随着大地都在震动。黑暗中，3只犹如红色宝石般的兽眼显现出来，凶气扑面，压迫气身。众人的脸色无不为之一变，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头7、8米高的怪猿。怪猿壮硕无比，双臂极粗，一对铁拳比人的身子都要宽。他的脑袋上长着3只眼睛，尤其是额头上的那只燃烧着红色火焰，光从外表就足以令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不好，是高级妖兽！李然那颤抖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一时间每个人的心弦都收紧起来。高级妖兽，这可是堪比喻气境的战力危险的气息顿时笼罩而下。是高级妖兽，危险气息迎面扑来，几人的脸上不禁有着冷汗滴落。砰砰砰！长着3只眼睛的怪猿重踏地面，每一步都令大地在震动。强盛的气息令凶险不断加剧。要走！洛宁一边后退一边紧张地说道。李然沉声道：来不及了。什么？话音刚落，3眼怪猿顿时浑身爆涌出灼热的血气，他血盆大口张开，露出锋利的獠牙。好！接着他重踏地面，一跃几10米，朝着众人扑去。哼！孽畜，退下！猎涛眼神一闪寒光，他从队伍中掠出，移动过程中，一口长柄的斩马大刀乍现其手。7路斩妖刀，气震山河。猎涛在3品内门弟子排名第3，其修为已经达到了筑基境8重巅峰。斩马大刀一出，狂风咆哮，非凡刀势斩向前方凶物。3眼怪猿完全不为所动，他那比人的身体还宽的巨拳轰出，一团火焰气流在拳壁上转动。轰！巨力撞击，气潮横冲。猎涛手中的大刀发出一阵嗡鸣声，他的气势顿时被压制。与此同时，吴傲也发起了进攻。有我2人在此，就算是高级妖兽，又有何惧？脚腾杀！削！吴傲扬臂一挥，只见内衣袖中竟是飞出一条长藤，长藤灵活无比，他瞬间缠上了3眼怪猿的脖子。吴傲冷笑一声，畜生就是畜生，空有一身蛮力，毫无脑子可言。接着吴傲释放出一股强盛的灵力，3眼怪猿脖子上的长藤迅速的生长，缠了一圈又一圈，很快就连其半个脑袋都紧紧地裹住了。厉害！吴傲师兄好样的！队伍中的另一位年轻女子惊喜地喊道。吴傲笑容更为得意，其不断发动进攻，上下环绕的藤蔓封住3眼怪猿的口鼻，感受一下窒息的痛苦吧。好机会！猎涛抓住这个时机，他瞬间完成蓄势，飞跃7、8米高，锋利无比的刀锋横斩3眼怪猿的首级。7路斩妖刀，风雷不绝，轰隆！空气中似有滚雷声炸响。猎涛手中的斩马刀灵力交织，好似银色雷光流窜。斩！银色刀光映照四下。就在斩马刀即将断命之时，砰的一声爆响，只见刀光飞溅，气流惊爆，3眼怪猿的左手牢牢地摁住了猎涛的刀锋。什么？猎涛瞳孔缩动，面露惊色。好！紧接着3眼怪猿暴吼一声，他的面部竟是燃起了实质的火焰，暗红色的妖火把长藤迅速地烧出一个缺口，而后他右手一扯，身上的藤蔓就像一条条断蛇，簌簌落下。见此情形，李然连忙说道：快帮忙！洛宁几人郑重点头。枪！蹭！几人各自拔出武器，朝着3眼怪猿发起强攻。可是连猎涛、吴傲这2位筑基境8重的内门天才都难以抗衡3眼怪猿的气焰，就更别说洛宁、李然这几位刚入门没多久的新人了。几人的进攻全部都被3眼怪猿给逼了回去。此刻的猎涛还悬浮在半空中，他的斩马刀被3眼怪猿紧紧地抓在掌中，而猎涛又不想丢掉武器，只能不停地在空气摇摆。一旦丢掉武器，猎涛的7路斩妖刀法无法施展，战力将大打折扣。先助猎涛脱身，吴傲对着身后的一行人道：明白。李然掌心一翻，取出一枚灵符，灵符构造小巧，如牌九般大小，上面描绘着复杂的符箓数字。这雷火符花了我不少钱，一直没拿出来过，今天算是派上用场了。灵符是一种辅助法宝，造价昂贵，需要专门的术师方能炼制。灵符的力量强大，但大多数的灵符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没有。没有任何的犹豫，李然直接甩出雷火符，轰隆一声巨响，
顿时一片狂暴的大地雷光在三眼怪猿的身下绽放开来，一道道刺眼的耀光横冲直撞，雷光之中烈焰冲天，瞬间把三眼怪猿的半个身子吞噬在内。好！三眼怪猿身上的血肉迸开，鲜血飞溅，愤怒之下的他手臂一甩，将猎涛连人带刀甩飞出去。唰！猎涛背负着斩马刀在地面滑行了几10米远，神情有些凝重，他要发狂了。雷火符的威力虽然很大，可也只能对高级妖兽造成一些皮肉伤，无法真正的将其重创。这时猎涛眼角一斜，他朝着后方的萧诺吼道：“你在干什么？看戏吗？”只见萧诺一直都站在场边，看上去丝毫没有出手的打算。哼，是怕死吗？既然怕死，何不现在就滚？见萧诺不答，猎涛怒意更甚。也就在这时，三眼怪猿赫然冲破了雷火的包围圈，他双臂朝外一掀，一股狂暴的血气形如潮水般播散出去。洛宁、李然等人皆被震得连番后退，甚至连猎涛、吴傲两人都有些难以稳住身形。好！怒兽咆哮，三眼怪猿的树眼中突然射出一道红光，吴傲双臂交叉在身前，一条条藤蔓上下交织环绕，瞬间变成一座木藤护盾。砰！乱流震荡，木藤所制的护盾当即被击穿，吴傲连退10米，手臂随之见红。可恶！该死的混账！猎涛怒骂，他既在骂三眼怪猿，更是在骂萧诺。等我劈了这孽畜，再来砍了你！说罢，猎涛又挥刀冲了上去。猎涛刀势回旋，风雷之声杂响。七路斩妖刀，沧海仙潮，斩马刀扫出闭月潮影，直取凶物。而怒兽血气更甚，他獠牙外露，硕大的拳头在火焰包裹下轰出。好！刀锋撼兽威，纵使猎涛气宇轩昂，可面对堪比高级妖兽，仍是高下立判。轰！灼热的气波横冲，破碎的刀影爆洒，一股十字状的狂暴乱流朝着两侧宣泄。猎涛带刀倒退，一串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洒出。阿宁用流萤飞针攻击他的眼睛。李然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喊道。洛宁二话不说，翻出3支灵气萦绕的金针，消！洛宁皓腕一挥，3道流光射出，目标直取怪猿怒兽的3只眼睛。三眼怪猿身形一侧，巨臂扬起，叮叮，先后2支飞针被拍飞出去，第3支飞针贴着怪猿的左边眼角划过，虽未命中目标，可却在怪猿的左边眼角处划出了一条长长的伤口口。本就狂暴的怒兽更是怒上加怒，三眼怪猿当即把目标转移到了洛宁的身上。李然大骇，不好！阿宁，快跑！猎涛、吴傲想要阻止，已是来不及，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三眼怪猿重踏大地，踩踏之处碎石飞舞，热浪呼啸。好！怒兽身上的烈焰尽数朝着右臂暴涌，他那壮硕的臂膀有如一条可怕的火龙，冲向洛宁，毁灭的气息砸脸。洛宁双目圆睁，连受威压迫的动都动不了。阿宁，洛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砰！灼热的拳劲在空气中爆开，洛宁俏脸泛白，只见三眼怪猿的力量竟然在距离他不到半米远的地方猛然炸开。这是……众人一惊，只见一条焕发着冰霜气息的铁链突然拉住了怪猿的手躯，那条铁链就像是寒冰蟒蛇般拽住了怪猿的腰腹和手臂等多个发力点。玄寒铁链！洛宁瞪大了眼睛，另一边的李然也握紧了双手，那是登上缥缈天梯第1名的奖励。差不多了，没有太多情绪波动的声音从三眼怪猿的侧方传来。只见萧诺站在怒兽的面前，他的右手紧紧地拽着玄寒铁链的一端，而他的左手竟是佩戴着一件布满冰痕纹路的华丽冰拳。吼！怪猿转向萧诺，发出震天咆哮，吵死了！萧诺加速朝前冲出，当其右手松开玄寒铁链的时候，纵身飞跃而上，5连崩击。萧诺左臂生拳，寒元冰拳加持，强大爆发力，一记暴风穿甲重剑般的拳劲重地砸在了三眼怪猿的下巴上，通5股爆发力在一刹那连续打出，可怕的力道硬生生地击碎了怒兽的下颚骨，怪猿的五官顿时挤在了一起，呜吼！低沉的惨叫从他喉咙中传出，七窍随之喷血。2大灵气的限制，三眼怪猿防御全崩。正当众人以为这是萧诺极限的时候，第6股拳劲从寒元冰拳中爆涌出去，6连崩击，砰！一团血雾炸散，三眼怪猿的脑袋飞离脖颈，狂暴怒兽瞬间被萧诺一拳击杀。轰！雷暴般的沉重巨响回荡在偌大的岩洞之中，血雾爆散下，红雨飞扬中，萧诺犹如一尊战神稳稳落地。玄寒铁链束缚，6重爆发力加之寒元冰拳的力量，萧诺这一击可谓是暴击中的暴击。四下的众人皆是双目圆睁，离得最近的洛宁甚至都有些吓懵了。就在前1秒，他还在遭受死亡的威胁，转眼间战斗已然结束。砰！头颅被打爆的怪猿怒兽仰面倒地，玄寒铁链的力量对其残躯发起镇压，对方兽躯上的烈焰很快就被浇灭。一眨眼的功夫，三眼怪猿的躯体就凝结成冰，不再动弹。呼！不远处的李然也是由衷的松了口气，方才几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了。要是洛宁真被三眼怪猿一拳砸中的话，不死都要丢半条命。洛宁冷汗直冒，他稍稍稳定一下心神，然后转向萧诺，刚准备道谢，萧诺则是自顾自地走到了三眼怪猿的尸身旁边。不用想也知道，对方要收取这头高级妖兽的精血。可就在这时，
一柄散发着森寒之气的斩马大刀横住了萧诺去路。慢着！枪！锋芒闪烁，气势凌厉。洛宁、李然几人一惊，什么情况？拦住萧诺的不是别人，正是猎涛。有事？萧诺淡淡的问道。哼，你说呢？猎涛冷笑一声，方才你在干什么？我们都在殊死搏斗，你站在场边看戏吗？我在观察。哦，猎涛仍是冷笑。萧诺目光轻抬，我在寻找他的弱点，更何况他现在不是死了吗？一听这话，猎涛顿时怒火更盛。吴傲也跟着呵斥道，那是差点用我们的命换来的，你是想把我们当成炮灰吗？但见双方起了争执，洛宁连忙上前劝阻，你们别吵了，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应该相互信任。哼，信任？他值得我们信任吗？猎涛眼神寒光涌动。萧诺也懒得跟两人浪费口水，其平静地说道，正好我也想离开了。说完，萧诺欲蹲下身去收取妖兽精血，反正自己的目标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没必要继续和这伙人混在一起。可猎涛、吴傲又岂能善罢甘休？前者刀锋一转，直指萧诺这滴高级妖兽的精血，没你的份！可笑，三眼怪猿是我杀死的，你说没有就没有吗？萧诺道，哼，没有我们牵制，你岂有本事杀得了他？是我们先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最后才轮得到你来收割，主次关系你要弄清楚了。猎涛话锋愈发冷厉。萧诺面不改色，如果我非要不可呢？气氛开始变得紧张。猎涛的眼神一闪尖锐，你可以问问我手中的刀。吴傲跟着说道，你也可以问问我的长藤。萧诺站起身来，轻描淡写的吐出几个字，就凭你们两个废物。哗！此言一出，全场皆惊。废物二字一经入耳，顿时激起了猎涛、吴傲二人的怒火，双方矛盾为之爆发。你找死！吴傲扬臂一挥，一条细长的藤蔓有如灵蛇般朝着萧诺窜去。萧诺左手抬起，挡在身前，藤蔓直接缠在了萧诺的左臂上面，一条条长藤飞速生长，很快便缠了一圈又一圈。紧接着，佩戴在萧诺左手上的寒元冰拳爆发一片绚丽的霜华，一股寒冰冻结之力扩散出去，藤蔓的顿时被冰层覆盖，其生长速度也遭受了限制。枪！跟着猎涛手中的斩马大刀一转，其刀势回旋，攻向萧诺。七路斩妖刀，风雷不绝，雄浑刀势扑面。萧诺心念一动，右手掌中黑色魔刀乍现，咻咻咻，魔刀暗星魂在掌下旋转击圈。接着萧诺五指一握，刀柄拿稳，砰！双刀交催，剧烈碰撞，猎涛竟是被震得往后倒退出去。下一刹那，萧诺左臂寒气爆发，缠绕在上面的藤蔓尽数被震碎。银斩！唰！萧诺身形一动，如残影掠出，不等众人反应过来，萧诺已经是栖身到了猎涛的眼前，魔刀斩下，直取其首级。场边的洛宁俏脸一变，他连忙惊呼道：“萧诺，别杀他！”听到洛宁的劝说，萧诺眼角一凝，随即刀锋朝下一偏，凌厉的魔刀从对方的喉咙外转移到了胸膛前。猎涛连忙将手中的斩马大刀横在身前，杀我！他有那个能力吗？砰！话音刚落，黑色魔刀便劈在了猎涛的斩马刀上。可怕的巨力压下，猎涛只觉双臂一麻，同时一股霸怒的王者虎威宣泄而出。吼！猛虎咆哮，威势震耳。猎涛手中的斩马刀应声而断，势不可挡的刀锋就像一道弧月，随之斩在了对方的胸膛上。嘶！刀锋入骨，血肉绽开，猎涛惨叫一声，直接被劈飞出去。另一边的吴傲惊怒交加，他催动着一根根细长的藤蔓，再度发起进攻。千藤绞杀，都是一样的废物，你又好得到哪去？萧诺拖刀掠出，刀锋之中炸响一声龙吟。吼！刹那间，在场的几人顿觉大脑一阵眩晕，内心涌现畏惧感。枪！在当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萧诺的手中刀尖已经是抵住了吴傲的脖子。我的刀再往前半寸，便可挑断你的喉咙。尖锐的刺痛感传来，吴傲顿时一脸惊恐，他接受到萧诺那冰冷的眼神，就像看到了死亡的威胁。萧诺再度一声暴喝，跪下！虎视暴涌，龙威咆哮，吴傲胆都被吓破了，他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萧诺的面前。萧诺！洛宁连忙跑上前去，他冲对方摇头，别这样。洛宁眼眶泛红，他根本没想到双方会爆发如此激烈的矛盾。虽然从一开始的时候，洛宁就发觉到了吴傲、猎涛并不愿意接纳萧诺，但洛宁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人都是越来越熟的，相处几天说不定就好了。但洛宁高估了猎涛和吴傲的心胸，两人从头到尾就不喜欢对方。李然和另外两个人都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得头皮发麻。如果说萧诺轰杀掉三眼怪猿是因为众人创造出来的机会，那瞬间秒杀二人的手段便足以诠释萧诺的实力。一个跪在地上，一个倒在血泊中，以萧诺的实力取两人性命，易如反掌。我要杀你们，可比击杀那头怪猿容易多了。萧诺语带嘲讽，不杀人却诛心。说罢，其收回魔刀，重新走到三眼怪猿的尸体旁边，将对方的妖兽精血收入鸿蒙金塔。完成这一切，萧诺不再多看众人一眼，转身便朝着岩洞外边走去。萧诺，洛宁唤住对方，你要去哪？萧诺身形微侧，淡淡的回道，道不同，难以为伍。我从头到尾只拿了我该拿的，没有多要你们一分一毫。洛宁还想说点什么，萧诺已经走远，他多少有些后悔，早知道会闹成这样，
他就不会邀请对方加入进来。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不会放过他的。烈涛躺在地上，他胸膛处的伤口不断的往外喷血，他咬紧牙关，盯着吓破胆的吴傲，你太没用了，他只是恐吓你，他根本不敢杀你。听闻此言，吴傲握紧双手，心中懊恼，那可不一定。洛宁回转过身，他有些怨气的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去了涅槃殿吗？因为他连周雨福长老的侄子都敢杀，连梁星辰的亲妹妹都敢伤。什么？烈涛？吴傲心头顿时一紧，李然也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道，刚才那一刀，他要是没收回去，可能连我们都要被他一起灭口。不管李然这话是真是假，但众人脸上的冷汗却不断在往外冒。下午时分，一块阴暗的沼泽地附近，萧诺从一头绿眼的怪蜥体内收取出了一滴淡绿色的妖兽精血。呼，总算是完成了。萧诺如释重负般，由衷的松了口气。19000头的妖兽精血，萧诺足足耗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开始修炼鸿蒙霸体诀的第1层了吗？当然，塔林回答道。也就在话音刚落，一股独特的力量波动从萧诺的体内释放出来。嗡！萧诺的丹田处浮现出一座虚幻的小塔，紧接着一道道梦幻的白光从小塔中流转出去，但见萧诺的身上白光笼罩，哗！下一刹那，萧诺便进入到了鸿蒙金塔的第1层中。映入萧诺眼帘的是一座古老的神殿，神殿非常壮观，给人的感觉像是远古神灵留下的遗址。这是萧诺第2次进入鸿蒙金塔了，相比较第1次来时的紧张困惑，这一次明显镇定得多。轰隆隆，这时一座神秘气派的神坛缓缓地从萧诺的面前升起，神坛的中央是一方水池，水池当中流动的是金色的灵雾，伴随着神坛上下浮现出千丝万缕的古老纹路。萧诺的前方上空出现了一片瑰丽的光雨的数量共有19000滴，这正是19000头妖兽的精血，每一滴都蕴含着狂暴的精气力量。进去吧，塔林的声音传来。萧诺点点头，走上那座古老神坛。随后萧诺解开上衣，纵身跳入水池当中，金色灵雾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萧诺的身上顿时感受到了一股清凉的气息。池中的灵雾乃是鸿蒙金塔的元气所化，能够引导妖兽精血中的狂暴力量。你调整一下状态，等你做好准备了，立即开始。塔林解释道。萧诺点点头，正常情况下，妖兽精血蕴含的狂暴灵能是很难被人体吸收的，必须要经过后期处理或是进行加工。萧诺面对的乃是19000头妖兽的狂暴灵能，接下来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之前在涅槃殿的时候，塔林就明确告诉过萧诺，淬体的过程存在风险，但萧诺脸上没有丝毫的退怯，因为他明白天罡剑宗的少主风寒雨领先自己太多了，萧家带来的辱，剑宗给予的恨，都令萧诺不可能后退。深深的吸入一口气，萧诺坚决地说道：“开始吧。”好，塔林回应道。万兽之血断骨，狂暴之魂淬体，炼体大阵开启。轰隆隆，刹那间，萧诺所在的神坛大放异彩，九霄上空耀光璀璨。嗡，一道道古老的密录符痕迅速被点亮，以萧诺为中心，一座接一座的华丽光柱直冲苍穹，空间阵阵颤动，风云骤然失色。鸿蒙金塔的第1层就像卷起了一股剧烈的沙尘暴，浩瀚之力封天锁地。萧诺所在的水池更是变得紊乱剧烈，金色灵雾就像燃起的烈焰，将萧诺笼罩在中心煅烧。接着，悬浮在神坛上空的19000滴妖兽精血发出尖锐的笑声，它们仿佛受到了召唤一样，全部都散发耀眼光芒。刷刷刷，19000滴的妖兽精血好似雨下，纷纷飞向所在的萧诺的水池中。顿时，金色的灵雾变得五颜六色，萧诺周边的烈焰也焕发各种不同的光芒。一滴暗黑色的精血在萧诺眼前炸开，伴随着低沉的咆哮，一头黑焰豹的虚影在燃烧。好，燃烧的火焰直接钻入萧诺的胸膛中，刹那间，萧诺感觉灼热感几欲在胸腔爆开。但这只是一个刚开始，又是一滴紫色的精血爆开，一条紫灵蛇的虚影幻化成光影，窜入萧诺的眉心处，灼痛感顿时传达大脑。一滴接一滴的妖兽精血变成了断骨炼体的神秘妖火，它们源源不断地冲入了萧诺的体内。萧诺浑身颤抖，身上的血管隆起，浮现出一道道不同色泽的兽痕纹路。我提醒过你，万兽之血炼体过程极为艰难，你现在放弃的话还来得及，等到19000头的妖兽精血全部爆发，你将会如同身陷火狱。塔林的声音传来，萧诺双拳紧握，他眼神坚毅，侧脸轮廓透露出一分狠厉。来，嗡嗡，越来越强的灵能波动从神坛上暴涌，一声声怒兽的咆哮震耳欲聋。蓦地，几百头风速力犬的精血同时幻化成风旋般的烈焰残影，萧诺感觉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要被撕裂掉。可即便如此，萧诺还是强忍剧痛，没有吭出一声。19000头的妖兽精血各自蕴含不同属性灵能，此刻全部都转化为炼体灵能，冲刷着萧诺的每一寸肉身供体。此刻的神坛就像一座巨大的鼎炉，萧诺如同鼎炉中锻造的石像，伴随着一重重的力量充斥着全身各处，萧诺所承受的痛苦也在持续加强。砰砰砰，萧诺的血管接连爆开，全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在承受敲打一样。萧诺几欲昏厥过去，但他却紧咬着牙关，沉声默念：3年屈辱，3年梦魇，
不能就这么算了。家族夺我血脉，剑宗视我为蝼蚁，我岂能就这样放弃？萧诺咬紧牙关，两眼几欲喷出火来。他的脑海中回想起放在涅槃殿的那7口棺材，7位师兄师姐至今还未下葬，天葬剑至今还蒙受着灰暗。难道自己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自己也要和陆竹师兄那样，带着无尽的悲怆和不甘死去吗？不！萧诺厉声暴吼，其两眼绯红。风寒雨、萧雨薇、萧雄，我的怒火绝不熄灭，我萧诺绝不认命！轰隆！一股澎湃的巨潮从神坛中央爆冲八方，一座巨大的血柱更是直冲虚空。好！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兽咆哮声炸开，高级妖兽三眼怪猿的精血直接化作一朵华丽的火莲，盛放萧诺的身形赫然被这万兽之火环绕在内。轰隆！19000头妖兽精血为萧诺进行淬体，这对于世人而言绝对是非常极端的方式。但是萧诺心中有恨，心中有仇，心中更是有着踏上武道之巅的决心。现在落后不代表永远落后，萧诺的意志之强也是超乎了塔林的预想。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安静下来，此等意志着实令人敬佩，难怪他能够进入到鸿蒙金塔，或许这便是天意吧。塔林喃喃低语的声音在鸿蒙金塔的第一层传荡，此刻的神坛变得分外平静。萧诺坐在神坛中央的浅池内，就像是一尊被天地炉火煅烧的神像。19000头妖兽精血转化为19000缕的灵能，不同颜色的妖火萦绕在萧诺的周围，仿若那妖娆的火焰精灵。时间不知过去多久，也许是1天，也许是2天，对于萧诺而言都不重要。他闭着双目，完全陷入了忘我的状态，甚至早已适应了痛感。就在这时，萧诺的身上突然裂开一道光痕，一束奇异的青光从那裂痕中洒出。这道青光很独特，有种说不出来的古老气息，不同于寻常看到的青色。萧诺身上的这道青光像是穿过无穷岁月，来自于远古时代的色彩。咔嚓！紧接着，萧诺身上的光痕越来越多，释放出来的青色光束也是越来越盛。坐在神坛上的萧诺仿佛一尊即将苏醒的神灵，光彩夺目。嗡嗡，神坛发出由弱变强的律动，天地间的气流也逐渐变得紊乱。蓦地，萧诺张开双眸，随之砰一声巨响，一对譬如青色光一般的气潮炸裂开来。轰通！神坛上空风雷咆哮，萧诺的身上爆裂开一层暗沉的碎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近乎全新的肉身宫体。力量！萧诺从未感受过体内的力量有如此充沛过。嗡！萧诺左手抬起，五指握拳，一股焕发着古老色彩的青色气芒从身上暴涌出去。萧诺的手臂上泛着一缕青芒，隆起的血管也转化成瑰丽的纹路。这便是鸿蒙霸体诀的第一层青铜骨体吗？萧诺话音落下的同时，随手一拳砸在了水池的边缘处。轰！碎石炸裂，一道道狭长的裂缝就像不规则的蜘蛛网，蔓延10几米远。塔林的声音随之传来，以现在的肉身强度，刀剑难入，水火不侵，足以抗衡上品灵气。上品灵气？萧诺眼角微眯，如此说来，像是寒元冰拳、玄寒铁链这一类的中品灵气，都对自己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势。而且青铜骨体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随着你的实力不断提升，也能抗衡更为强大的武器。塔林继续说道：“真好啊！”萧诺看着手臂上浮现的一道道青色骨纹，其脸上不由得泛起一抹满意。青铜骨体，轻轻一拳便可砸断对手的骨骼经脉，如果配合上9重崩击的话，战力将会无限放大。萧诺的脑海中不由得联想到了自己逃离西岳城的前一晚，萧雨薇、萧勇带着一群人围杀自己。当时萧雨薇的身上穿了一件上品灵甲冰魄衣，因为那件上品灵甲，萧诺奈何不了他，只能斩了萧勇。如果换成现在的话，萧诺的青铜骨体绝对能击碎其冰魄衣。萧诺心念一动，青色光芒逐渐褪去，手臂上和胸膛上的青色纹路也慢慢收敛下去。接着，萧诺从水池中走了出来，虽然体型还是偏瘦一些，但肉身强度分外恐怖。萧诺突然眼睛一亮，他有了更为惊喜的发现，我的修为突破到筑基境9重了。萧诺有些不敢相信，他再度确认了一下，真的是9重，怎么会这么快？1个月前，萧诺从涅槃殿出发前来化骨山脉的时候，都还没达到筑基境5重，如今青铜骨体修成后，境界也跟着一下飞跃了4、5个小境界，甚至连萧诺都觉得有点离谱。塔林则是回答道：“已经算慢的了。”这还慢？萧诺一怔，当然，你也不算下使用了多少妖兽精血，19000头啊！甚至还有高级妖兽在里边，哪怕是一滴精血里边分出一缕力量出来，数值都是相当可观的。再筑基境提升几个小境界，连拿出来说的必要都没有。刚才还惊喜不已的萧诺，被塔林这么一说，立马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对方是有多看不起筑基境？仿佛在对方看来，筑基境的升级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不过想想也正常，先不说那位打造鸿蒙金塔、创造鸿蒙霸体诀的鸿蒙始祖，就拿封印在塔内的那9位妖后女帝来说，已经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了。所以在塔林看来，萧诺提升到筑基境9重纯粹就是青铜骨体附带的成长。不知那封寒语达到了什么境界？萧诺冷静下来后，也是在预算剑宗少主领先自己多少，连那绝刃剑子梁星辰都达到了通灵境的修为，
想必风寒雨只高不低，而驻激境和通灵境之间还隔着一道玉气境。我和风寒雨的差距仍有不小，但我很快就会追赶过去的。萧诺握紧拳头，眸中泛起一抹青芒。有朝一日，自己一定会去天罡剑宗夺回那滴天皇血。化骨山脉，一座巍峨的峰台之上，萧诺站在峰台边缘，也是难得有机会静下心来欣赏远处的风景。这算是给自己修炼成青铜骨体的小小奖励。差不多该回涅槃殿了。萧诺喃喃道，自己出来1个多月，观想师兄、蓝梦师姐他们都该担心了。想到涅槃殿的那些人，萧诺的心中稍稍涌出一丝暖意。他们对自己确实不错。就在萧诺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一连10几道黑衣身影拦截了萧诺的去路。这些黑衣人的手中各自执握着不同的武器，一双双冷厉的眼神，毫无感情可言。来找我的？萧诺询问道。其中一名黑衣人道，有人希望你死。另一人跟着道，是个数的时间，给你说遗言的机会。萧诺表情不变，大人是谁？哼，看来你并不珍惜这个机会。一道黑衣人直接冲了出去，他纵身跃起，1步3丈远，可怕的掌劲拍向萧诺的脑袋。巫毒掌，杀招逼命，直取命门。萧诺嘴角微扬，不说吗？那就一拳轰出，泛着青芒的拳臂迎面与之对手的掌劲交催。砰的一声爆响，血雾震爆，黑衣人的整条手臂顿时炸裂。什么？黑衣人双目圆睁，看着喷血的断臂，惊恐到了极点。死！萧诺续接未说完的那句话，而后又是一拳冲击在了对方的胸膛上。痛！看似稀松平常的一拳，实则蕴含万钧巨力。黑衣人的胸膛直接被打穿，碎骨脏腑肆意飞溅。痛！沉重的爆响声就像是一记铁锤砸在了身上。黑衣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胸膛爆裂，破碎的五脏六腑宛如炸开的鲜花，绚丽又刺眼。其余的一众黑衣人皆是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到了。怎么会？那可是驻激境8众的杀手啊，竟然就这么一拳给打死了。这小子有古怪，都小心点。杀！受死！一道身影即刻扑向萧诺。一位持刀的黑衣人挥刀从侧方劈向萧诺，斩！刀锋锐利，森寒刺骨。尽管对手攻得迅猛，萧诺却是手臂侧方一抓，便牢牢地扣住了对手的手腕。那人心头一惊，只觉萧诺的五指强硬的就跟铁箍一样。黑衣人二话不说，另一只手中划出一只匕首，他握住匕首，朝着萧诺的太阳穴刺去。死来！可就在下一刹那，萧诺冷笑一声，五指骤然发力，咔嚓一声，那黑衣杀手的手臂近乎90度的折断啊！剧痛蔓延全身，刺向萧诺的匕首也跟着软了下来。紧接着，萧诺一脚踹在了对方的右腿膝盖处，痛！血雾炸散，对方的整根小腿都飞了出去。跟着第3个黑衣人进攻来袭，萧诺眼角一闪冷意，其回身一拳正中对方的左边胸膛，砰！对手左边胸膛爆裂，半个肩膀都4分5裂，一声声的惨叫，一团团的血雾，一众杀手竟然承接不了萧诺的一击之力。峰台之巅，一个接一个的黑衣杀手被萧诺打爆了躯体，惨死当场。很快10几个人就只剩下了3个人。看着同伴一个比一个凄惨的躯体，3人对视一眼，眼中布满了惊异。萧诺冷冷地说道，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说出谁派你们来的。哼！为首的黑衣人冷笑一声，你太低估职业暗杀者了。话音刚落，左右两边的黑衣人各自取出一枚灵符，没有丝毫的犹豫，两人同时丢出炸裂符，爆！束缚符，爆！轰隆！一声轰鸣声震颤耳膜，一股剧烈的烈焰爆炸力在萧诺的跟前席卷开来，巨力横冲，乱流扩散，大量的碎石连同尘烟飞舞出去。萧诺身形微微后退，可下一瞬间，地面中钻出一条黑暗的树藤，树藤缠住了萧诺的双腿，正是那枚束缚符的力量。见到萧诺双腿被束缚，两名黑衣杀手没有丝毫犹豫，一人挥动匕首，一人直握冷刀，直取萧诺的身上要害。受死吧！结束了，可怜的小蠢蛋！面对突袭而来的2人，萧诺依旧平静，其双臂赫然完成蓄势，双拳骤然出击。暗钢拳，这是双手暗钢拳，不仅汇聚着大量的灵力，更是承载着青铜骨体的威能。砰！轰！赤手空拳迎击在两人的武器上面，只见匕首、冷刀同时断裂。什么？两人心头大骇。紧接着，萧诺拳臂中的残存余烬砸在2人身上，又是2声重叠的闷响，2人浑身剧震，口中溢血，倒退7、8米地。也就在2位黑衣杀手败退的同时，那名为首者同样是翻手取出一枚灵符，隐身符，爆！咔嚓，其双指用力夹碎灵符，霎时一片灰色的阴影将其笼罩在内。为首的黑衣人瞬间隐匿不见踪影，甚至连气息都难以捕捉。萧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竟然连隐身符这种昂贵的东西都用上了，还真是下了血本呢。唰！仅仅是萧诺话音刚落，一记急促的破风之声从身后袭来，一柄凌厉的冰冷的利剑直取萧诺的后心窝，用隐身符来杀你，你的命已经非常值钱了。阴狠的声音入耳，利剑冲刺在了萧诺的背上。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对方的利剑就像刺在了一块钢铁上。这是隐身的黑衣人发出一声惊愕，只见此刻萧诺的身上涌动着青色气流，气流好似绕身的绸缎，阻隔外来锋芒，哪怕黑衣人连续发力，长剑也难以进入他的后背半寸，是上品鳞甲。
黑衣人沉声道：“因为他手中的长剑乃是一口中品灵剑，唯有上品灵甲才能阻其锋芒。”萧诺冷冷一笑：“上品灵甲吗？哼，答错了。”说完，萧诺回身便是一拳轰击在了后方的空气中。砰！空气震荡了一下，一道沉重的影子摔飞出去，然后由模糊变得清晰，失去了隐身符的效果。为首的黑衣人无所遁形，他的眼中满是惧色。与此同时，那两个黑衣人再度杀向萧诺。杀！然而两人已经负伤，这种状态更不可能是萧诺的对手。唰！萧诺身形一侧，直接扼住第一个人的喉咙，跟着五指发力，朝上一提，那人飞出几十米远，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便不再动弹。第二个人栖身到萧诺面前，一记覆盖着实质火焰的掌刀劈在了萧诺的身上。火沙掌！砰！掌劲涣散，一股钢铁般的强大反震力直接震断了他的掌骨。啊！第二人发出痛苦的惨叫，可仅仅是下一瞬间，萧诺扬手一挥，反向扫在了对方的脸上。砰！跟着一颗脑袋飞了出去。屠杀！轻而易举，鲜血倾洒如雨。最后剩下的那个为首黑衣人顿时被恐惧所笼罩。此刻站在面前的萧诺就像是一尊可怕的战神，浑身都散发着杀戮的气息。为首的黑衣人已经被吓破了胆，其朝着地上丢出一枚烟雾符。轰！风台上即刻烟雾暴涌，对方连忙转身，头也不回地逃遁而去。被萧诺吓破胆的不单单只有那个为首的黑衣人，还有站在风台下方区域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前些时日和萧诺组队猎杀妖兽的洛宁、李然、吴傲、猎涛等人。几天前他们和萧诺闹得不欢而散，萧诺随后离队。原本他们是要返回缥缈宗的，但是吴傲、猎涛被萧诺重创，耽误了几天的行程。刚才几人路过此地，恰好目睹到了这场屠杀。这难道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吗？队伍中的另一个年轻女子郑重地说道。洛宁、李然对视一眼，既是震惊又是困惑。后者眉头紧锁，沉声说道：“看来这些天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展现过真正的战力。”旁边的吴傲、猎涛二人脸都吓白了，尤其是吴傲，脚都有点在打抖。这时萧诺已经离开了丰台，独自朝着一个方向而去。化骨山脉，一座建造在半山腰处的凉亭中，绝仙殿的长老周雨福身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袍，气质高贵，表情冷漠。周安，我会给你报仇的，你安息吧。周雨福对着凉亭前方的山谷说道。蓦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后方传来，周雨福眼角一斜，侧身望去，来人正是那逃走的黑衣杀手。他气喘吁吁，眼神慌张。他看到周雨福的时候，上前汇报道：“人是找到了，但任务失败。”周雨福的面色立马布满寒霜。废物，我要你们何用？黑衣杀手回答道。我还想问你呢，你说那厮的实力最高不会超过筑基境5重，而我们足足有6位筑基境7重，5位筑基境8重，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单杀他的能力。可结果呢？除了我之外，全部都被他当场斩杀。你说什么？周雨福的脸上满是不敢相信，10几位筑基境7、8重的暗杀者全部都被反杀了，这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周雨福怀疑道。前段时间周雨福得知萧诺离开缥缈宗后，就第一时间前来截杀对方。不过化骨山脉地方很大，森林、大山、沼泽多不胜数，以周雨福一人之力很难找到萧诺的具体位置。为了万无一失，周雨福便安排了这些人搜寻萧诺，并将其斩杀。正如对方所言，此次出动的10几个人，实力最差的都达到了筑基境7重，任何一人都拥有单杀萧诺的实力。可没想到这么多人就回来了一个。周雨福第一反应那便是他们找错了对象。可就在此刻，他们没有找错。一道平静的声音突然入侵着周雨福的耳膜，他心头一紧，只见萧诺缓缓踏步而来，步伐沉稳，溅起无形的非凡气宇。黑衣杀手大惊。咦？萧诺淡淡的说道。你还真觉得自己有能力逃走吗？你说什么？哼！萧诺冷笑一声。若非如此，你怎会带我来找这位幕后主使者？若非如此，你怎会带我来找这位幕后主使者？此言一出，黑衣杀手冷汗滴落，双手紧握。看着眼前的周雨福，萧诺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能够在缥缈宗随时掌控自己行踪的人，也就只有对方了。周长老，别来无恙。哼！周雨福眼神泛寒。你的愚蠢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哦，他们没本事杀得了你，难道你觉得我和他们一样吗？周雨福脸上杀意涌动。刚才在听说任务失败后，周雨福第一想法就是准备亲自出手，可没想到萧诺竟然亲自送上门来了。毕竟从一开始，他找这些人前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探寻萧诺的具体位置。萧诺俊眉轻挑，他丝毫不慌。那你可要加快速度才行，因为我的后面还跟来了一群喜欢看热闹的好事者，要是等会被他们看见的话，周长老你怕是不好回宗门交代。周雨福目光一冷，他瞥了眼萧诺后方的区域，仔细聆听的话，的确有模糊的说话声。旋即，周雨福面泛冷笑，杀你一招足矣。话音刚落，周雨福身上爆涌出一股强盛的气势，他纵身跃出凉亭，身形在几十米的高度滞空。跟着，周雨福左手五指隔空一凝，四面八方的气流朝着其掌心聚拢。刹那间，一口凝实无比的凌厉刀刃悄然成型。玄阴刃斩！
周宇福扬袖一挥，掌中顿时爆发惊人的推力，那口凌厉刀刃就像一记暗沉的闪电冲向萧诺。玄阴刃乃是一部杀伤力极强的武学，以自身灵力汇聚成刃，刀刃的力量跟随自身修为成长。以周宇福的实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隔空杀人。唰，瞬息之间，蕴含着黑色气流的刀刃冲刷到了萧诺的眼前。萧诺没有丝毫的大意，寒元冰拳佩戴上手，一股冰霜气旋暴涌开来。轰！寒元冰全力抗玄阴刃，剧烈无比的力量波潮顿时惊爆开来。萧诺身下的大地顿时被震裂，大量的碎石就像惊飞的蝗虫群到处飞溅。唰！萧诺倒退几米远，其脸上露出一抹惊异。然而相比较萧诺，周宇福的内心惊异更浓，对方竟然接住了自己的一记玄阴刃。好小子，看来的确是我低估了你，那些人死得不冤。说罢，周宇福从20-30米的高空俯冲而下，他两眼闪烁着寒芒，右手掌心交汇着一道又一道的蓝色星纹。你隐藏的确实够深，但你做了个最愚蠢的决定，那就是跑到这里来找我。太玄星流掌，嗡，掌威如潮，尽显浩瀚大势。周宇福右手中的蓝色星纹加速转动，迅速地转化成一颗球形的掌圆。萧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方这道掌力中蕴含的可怕威能，周宇福这一掌的威力，怕是比刚才的玄阴刃都要强大好几倍。没有任何的迟疑，萧诺的眸中泛起一抹血芒。砰！跟着，萧诺全身上下骤然血气暴涌，其衣袍掀动，一股神魔之威扩散。六连崩击，下一秒钟，两人拳掌交催，引爆雷暴轰鸣。轰！六重拳劲，星流掌力激烈冲撞，大地裂开条条缝隙，雄浑余波横冲八方。萧诺再度被震退10几米远，其体内血气翻涌，嘴角虽有一缕鲜血，但眼中战意更浓。两招了，周长老，你要抓紧时间了。周宇福脸色铁青，他实在难以相信，只有筑基境的萧诺，防御力竟然如此强大。换做平常的筑基境修士，刚才那一掌直接就被拍成了肉酱。可对方看上去俨然只是受了点轻伤。眼看后方的人影越来越近，周宇福顾不了那么多，小贼，今日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枪！话音一落，周宇福左手掌心再现一道涌动危险气息的玄阴刃。周宇福抬手一挥，玄阴刃化作一束光线飞出，同时他本人紧随刀锋的身后，快速栖身至萧诺的跟前。萧诺眼角微凛，其左手佩戴寒元冰拳，右手闪现黑色魔刀。在玄阴刃冲杀到眼前的刹那，萧诺身形一动，避开玄阴刃的时候，化为两道残影冲出。影斩！唰！萧天罡剑宗的飞影剑诀，第一式影斩再现，两道残影交叉跑位，分别于两侧攻向周宇福。如果是寻常人的话，多半会被此招迷惑，但周宇福乃是缥缈宗的长老，他一眼就判断出了萧诺的真实位置。哼，雕虫小技！周宇福面带轻蔑，一掌打向左边那道残影。通！沉重的气爆震开，周宇福一掌截住了萧诺的左手冰拳，二人身下碎石崩裂，混乱气流大肆咆哮，白色冰旋如碎影飞舞而下。一刹那，萧诺手中的黑色魔刀发出一声激昂的龙吟。好！周宇福顿觉大脑猛地眩晕了一下，萧诺掌中的凌厉刀锋已达跟前，但他终究不是普通人。身为长老的周宇福立即定住心神，抽身撤离。嘶！瑰丽的刀刃虽未触及周宇福的身体，但却划开了他肩膀上的一处衣衫。周宇福连忙侧身挡住肩上的一抹白劲，他眼中的寒意足以冻碎一切。不远处的那名黑衣杀手完全看呆了，他万万没想到，连周宇福都拿不下萧诺。与此同时，那几道山林中的身影已经来到了这边，正是洛宁、李然等一行人。周宇福心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要杀萧诺，被人看到是小，可一旦连累了梁星辰，无法成为真传弟子是大。他还要依靠梁星辰真正的踏足缥缈宗的高层，这种节骨眼上，万不可让人抓到把柄。毕竟不管怎么说，萧诺是今年的新人第一名，以对方的知名度，宗门定会注意。哼，再让你多活几日。说完，周宇福冷眸一转，他目光落到了那名黑衣杀手的身上。不等那黑衣杀手反应过来，周宇福便挥手甩出一道玄阴刃，唰，譬如一束闪电般的刀刃切入了黑衣杀手的喉咙中，一串绯红的血雨洒空，那名黑衣杀手直接被斩掉了头颅。紧接着，周宇福摇身一转，化作一道白虹闪向远处。这女人还真是够狠的。萧诺眼角微眯，暗暗摇头，这黑衣杀手一死，那周宇福就等于没有留下任何的把柄了，哪怕萧诺找人告到宗主那里，也没有证据。呼，旋即萧诺深深地输出一口气，其低声道：以我当前的实力，遇到周宇福这种级别的高手还是太勉强了些。塔林回答道：那女人乃是玉气境9重的实力，就算你使用了暴雪灵珠，也与之有一定的差距。玉气境9重，距离通灵境仅差一线。不过周宇福只有30岁左右，还处于天赋上升期，他以后的成就并不会低，加上他这个年龄就能做到长老这个位置，也足以说明他的不俗之处。你不必着急，塔林说道，以青铜骨体出城，肉身强度的成长才刚刚开始，等你们的力量稳定了，越阶战斗的层次也会越来越高。萧诺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事实上，萧诺并非鲁莽，他虽然知晓周宇福的实力强大，
但他并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针对自己，哪怕身为缥缈宗的长老，想要杀人也要有正当的理由。没有人可以证明周案是萧诺杀的，即便能证明周案死于萧诺之手，那也是进入缥缈宗前发生的事情。萧诺如今既然是缥缈宗的正式弟子，某种程度上自然受到宗门的庇护。来的时候，萧诺就知道洛宁、李然等一行人跟在后边，但凡周雨芙无法在第一时间杀掉萧诺，他都要放弃此次行动。当然了，周雨芙如果心狠一点，他可以把目击者都灭口，但那样的话，承担的风险就更大了。宗门要是追查起来，那后果就严重了。与此同时，洛宁、李然等一行人走到了萧诺的旁边，众人方才并未目睹到周雨芙的身影，可却被萧诺周边战斗的痕迹吓了一跳。这破坏力是怎么回事？李然沉声道。洛宁稍作迟疑，随之走了上去。萧诺，你没事吧？那些人是谁啊？萧诺目光威胁，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走到了那黑衣人的手机旁边。萧诺一把扯掉对方脸上的黑布，随后一张苍白的面孔呈现在空气中。众人目光扫视过去，洛宁、李然都没有太大动静，倒是猎涛的脸色发生了变化。那人是韩颠，那人是韩颠。猎涛脸色一变，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旁边的吴傲也不由得往前走了几步。真的是他！见到有人认出了这位黑衣杀手，萧诺站起身来，盯着猎涛、吴傲两人，接触到萧诺的眼神，两人神情再度一变。猎涛连忙解释道：“我们只是认识他，和他并没有其他的关系。”两人也是被萧诺给打怕了，生怕对方以为这些杀手是他们叫来的。谁是韩颠啊？洛宁也跟着好奇地问道。以前是绝仙殿的弟子，后来违反了门规，被逐出了宗门。猎涛解释道。吴傲跟着补充：“不过后来听说他加入了十里烟雨楼。”十里烟雨楼，最神秘的杀手组织。洛宁惊呼道。他虽然不认识韩颠，但却听说过十里烟雨楼。李然眯起了眼角，他饶有兴趣地说道：“十里烟雨楼整个组织据说非常神秘，而且他们的据点分布在东荒各大区域，很多帝国王朝的贵族都被他们暗杀过。如此说来，刚才那些人岂不都是十里烟雨楼的暗杀者？”洛宁道。众人心惊之际，看向萧诺的眼神也变得更拘谨起来。萧诺倒是没什么太大的表情变化，他已经知道了这些杀手都是周雨芙找来的。不过几人所言倒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能从十里烟雨楼那里得到周雨芙花钱买命的交易记录，那他在缥缈宗算是玩完了。但这个想法难度比较大，萧诺从未接触过十里烟雨楼这个杀手组织，就算知晓他们的据点，估计也很难拿到证据。十里烟雨楼最讲究的就是信誉，要是一个杀手组织连信誉都没有，谁还愿意千金买手？没有多说什么，萧诺独自转身离开。洛宁连忙跟上，等一下我们一起走呀。洛宁第一时间并没有觉得是萧诺的问题，只是觉得化骨山脉好危险，又是凶兽又是杀手的这种环境下，自然要找个强点的依靠。缥缈宗、涅槃殿，时隔1个多月，萧诺回到了这个还算熟悉的地方。不论在什么事情面前，时间永远都是良药。1个月过去了，涅槃殿的人差不多都从陆竹离世的悲伤中走了出来。至少在萧诺看来，涅槃殿没有之前那般阴郁。涅槃大殿第7口棺材的上面，一束白花格外显眼。娄庆、蓝梦、常青、关翔等人都没有说话，因为几人都知道那束花是谁放的。代理店主回来了，关翔说道。蓝梦微微点头，为什么不见我们？常青问道。可能不想让我们看见难过的样子吧。蓝梦回答。几人陷入了沉默。与此同时，刚回来的萧诺也出现在了涅槃大殿的外面。萧诺有些意外，众人竟然都在。师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关翔看到萧诺，眼睛一亮，随之迎了上去。就一会，1个月没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我和常青都准备明天去化骨山脉寻你呢。蓝梦也笑着走上前来，说着，他拍了拍萧诺的肩膀，怎么感觉你身体硬朗了不少，是吧？我也觉得小师弟气质都不一样了。关翔也从头打量了一下萧诺，萧诺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接着，萧诺抬起左手，手中捧着一束花，这是我在化骨山脉摘来的，带给陆竹师兄。所有人的眼前都是有所触动。尽管萧诺和陆竹只有一面之缘，但对方临终前的那番场景却一直埋在萧诺内心。尤其是在得知涅槃殿的7位师兄师姐都是被风寒雨所杀，萧诺的心中更是有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情绪。回来的时候，萧诺也是顺便带上了自己的一份心意。有心了。蓝梦眼含笑意，他说道：“陆竹师兄泉下有知，会很开心的。”萧诺点点头，随后走入大殿当中，将手中的那束花放在了陆竹的棺材前。萧诺也看到了棺材盖的另一束白花，那束白花还很新鲜，明显是刚放不久。这时，门口的娄庆说话了：“时间不早了，大家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吧。”众人应允，随后准备散开。跟着，娄庆又对关翔道：“已向萧诺师弟讲述一下内门弟子考核的事情。再过几天，内门弟子的考核将至，你们2人都去参与。这么快吗？”关翔有点惊讶。“不快了，萧诺师弟连袁承谦都能战胜，这场考核对他而言难度并不大。”蓝梦说道。说着，他朝着萧诺投以赞许的目光。涅槃殿的众人已经知晓了萧诺是新人第1名的事情，也从关翔口中得知了萧诺当众挫败了元龙殿的天才袁承谦，所以娄庆、
蓝梦几人对萧诺的规划很上心，此次直接要其去参与内门考核，有道理。关想回道。随后众人离开主殿，关想一边走一边对萧诺说道：“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成为内门弟子。明天一早我就去带你报名，你也要参与。”萧诺问道：“对啊，娄庆师兄刚刚说了，你不已经是3品弟子吗？”哦，是这样的，本次的考核共分为2个阶段。关想向其解释，第一个阶段是踏上登霄台，外门弟子和3品弟子共同参与。外门弟子成功踏上登霄台的话，可晋级为3品内门弟子；若是失败，只能等下次。关想顿了顿，语气郑重了不少。倘若3品弟子也失败的话，那就要降级到外门弟子了。萧诺有些讶异，3品内门弟子失败了，竟然要降级？对啊，缥缈宗的竞争其实很激烈的，我见过很多人一直在外门弟子和3品弟子之间来回跳跃，我要是一个不小心，可能都要降到外门弟子了。关想撇了撇嘴，感叹生活不易。萧诺笑了笑，那第2个阶段又是什么？关想回答，踏上登霄台是第1个阶段，然后通过登霄台进入到幻妖塔，此塔共有7层，每一层都有幻妖镇守，而通过幻妖塔用时最短的10个人将晋级为2品弟子，直接晋级2品。萧诺有点诧异，对，关想给予肯定，不过只有前10名才可以直接晋级2品，其他人就算通过幻妖塔的考验，也还是3品弟子。接着关想拍了拍萧诺的肩膀，师弟加油，我看好你，直接从外门弟子飞跃到2品弟子，难度如何？以前有人成功过吗？萧诺随口问道。有啊，绝仙殿的那个梁星辰，元龙殿的袁离雪当年都是从外门弟子直接晋级2品的。大地苍茫，天空昏暗，一柄巨大的生锈铁剑斜贯险峰之巅，9天上空，阴暗嗜血的鸟兽盘旋，悬崖峭壁上尸骨如山，这是断剑谷，也被人称之为罪人之地。此刻位于半山腰处的悬崖边上，一名身穿浅色长裙的年轻女子站在一座洞窟的外面。女子身姿修长，曲线妖娆，肤色雪白，长发柔顺，她的五官绝美，精致的面容挑不出半点的毛病。最为吸引人的莫过于她的一双眼睛，明秀中似饱含风霜，看似平静，可却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忧郁凄美。女子木讷地站在洞窟的门口，她没有走进去，因为她不想面对那具早已化骨的尸体。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陆竹师兄死了。”洞窟里边没有任何的回应，因为也不会有回应。里边是一具面壁而坐的尸骸，他已经死了快8年了。8年前，那具尸骸是声名显赫的缥缈宗第一剑，还是5大殿之首的涅槃殿殿主，他名为鹰无涯，曾经名震东荒。可是因为8年前的那一战，他输了，而且输得一败涂地。如今的他不再被人提起，可涅槃殿却在耻辱柱上越定越深。门外的女子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她只是说道：“以最疼爱的7个弟子，全部都死在了天罡剑宗，为了夺回天葬剑。”淡淡的回音在洞窟中传荡，女子的眼眶不由得微微泛红。因为你，他们的遗体至今还未下葬。因为你，我不得不坐上代理殿主这个位置。因为你，涅槃殿已经彻底崩塌了。你一死了之，却把难题统统都交给了我们。女子的眸中涌动着一抹哀伤，她颤抖地抬起左手，然后又紧握成拳。父亲，原来当你的女儿是这么难，这么难。呼，冷风吹拂而过，地面的落叶沙石快速地跑动。女子仰面抬头，任由泪花在瞳孔表面化开而没有掉下来。洞窟里边，那具早已没了生机的尸骸仍旧是静静的面壁坐着。断剑谷内一片凄凉，一晃数日，所有参加内门考核的弟子即刻前往北西峰聚集。此时此刻，北西峰人山人海，有灵兽越空而过，有仙鹤翱翔环宇，还有灵气法宝相互映衬着光辉。众多外门弟子和3品内门弟子聚集在北西峰的广场上，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来了来了，考核终于来了！今天我一定要成为2品内门弟子！哈，就你还想成为2品内门弟子？你不被刷下来，跌到外门弟子就不错了。滚滚滚！会不会聊天？我纯粹好心提醒，2品弟子的名额一共也就10个，僧多粥少，狼多肉少，就怕连屎都吃不上热乎的。你怕是苍蝇转世吧？打个比喻，别那么认真。轰隆！蓦地，一声雷霆般的爆响在虚空中炸开，紧接着几道散发着超凡气宇的身影驾驭着一尊黑蛟腾云而来。嗷吼！黑蛟形体硕大，总长度起码超过100余米，一身紧密的鳞片就跟黑色的铠甲一样，其两眼为金，兽威慑人。哗！众人只觉一股浩荡的威压铺散八方，北西峰上的众多弟子无不面露惊叹之色。是暗罗蛟，嚯，这可是将级妖兽啊！兄弟们，请高呼牌面。暗罗蛟的背上共有3男1女，站在中间主位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以及一位穿着素色纱裙，脸上以薄纱遮面的女人，是元龙殿的副殿主和太化殿的副殿主。修长老也来了，这才叫牌面。元龙殿副殿主名为墨化元，身高接近2米，立于蛟身上，宛如一尊霸气的石像。太化殿的副殿主名为林如英，他虽年过35，可看上去也就给人27、8的样子。薄纱虽掩盖了他的面容，但一双眼睛好似潭水，让人不敢久视。至于修长老，也是知名度极高的，毕竟他的24号传功台，只要一开始授课就座无虚席。尤其是他的废话文学，令无数宗门弟子恨得牙痒痒。刷刷刷，
暗罗礁上的4道身影相继闪跃到了场中的一处高台上，台面早早设立了4张椅子，4人各自入座。随后，一位场上的负责人走了出来，他声势洪亮：“4位考核官已经入位，本次考核即将开始，诸位请做好准备。”没有多余的废话，时间一到，考核就直接开启。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等4个人都很镇定，毕竟这种场合已经见过很多次了。紧接着，考核负责人大手一挥，传送台开启，对方声如洪钟，轰隆隆。霎时，风起云涌，虚空变色，广场的正中央区域赫然浮现出一座繁复交织的璀璨大阵，伴随着一道道磅礴的灵能冲霄而上，大阵就像一座华丽的星轮转动，大量的光旋聚拢，而后形成一颗直径超过100丈的圆形法球。嚯！北西风上再度掀起一片惊叹声。开始了，开始了！考核之地的入口打开了，等会就是从这里进去，然后前往登霄台吧。只要踏上登霄台，我就能晋级3品弟子了。看着广场众人躁动的样子，坐在太华殿副殿主林如英旁边的修长老打了个哈欠，然后用手支撑着脑袋。没见世面。林如英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巨大的银色法球悬浮在北西风的上空，当前的画面分外壮观。考核负责人再度说道：“考核的规矩，我简单的说一遍。考核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成功抵达登霄台，便算完成3品弟子的考核。第2阶段由登霄台进入幻妖塔，前10名耗时最短的登顶者可晋级为2品弟子。注意事项：考核过程中可以发生冲突，但绝对不可伤人性命。如果违反了此项规定，后果很严重。如果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还请考核结束后去生死台解决。”随着考核负责人交代了所有事项，那颗悬浮在上空的银色法球释放出一股无形的力量波动，众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引力正笼罩而来。负责人大手一甩，开始！一声开始，浩浩荡荡的人群。肖诺眼睛微亮，看来也不是很难找，随随便便就捡到了一枚。肖诺左手伸出，将那枚灵晶托在掌心。正当肖诺准备把这碧心灵晶收起来的时候，出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肖诺的掌心处浮现出一缕古老的青色纹路，咔嚓一声轻响，碧心灵晶随之裂开，而后一抹精纯无比的灵能钻入了肖诺的体内，掌心处的青铜纹路闪亮了1分。这又是怎么回事？肖诺有点懵了。塔林的声音随之传来，那一缕力量被青铜骨体给吸收了。吸收了！肖诺一愣，青铜骨体能吸收碧心灵晶中的灵能？没错，这碧心灵晶中的灵能挺纯净的，而你的青铜骨体又比较霸道，如果你自己不加以控制的话，它会自己打破阻碍，自行吸收可用的灵能。塔林大概的解释道。肖诺俊眉轻挑，原来如此，观想师兄说的没错，这东西确实有用。随后肖诺接着问道：“如果吸收的碧心灵晶足够多的话，能让青铜骨体升级吗？”塔林没好气的回答：“你把鸿蒙霸体诀当成什么了？哪怕你把整个赛场上的碧心灵晶都吸收光了，也不可能步入第2层。”肖诺无言以对，甚至都能感受到塔林那鄙夷的眼神。不过塔林顿了顿，又说道：“如果你吸收的灵能数值比较大的话，倒是能让你的青铜骨体的防御力2次加强，甚至可能衍生出1层全方位的护盾。”护盾！肖诺心头再度一喜。没错，护盾的强度相当可观的，哪怕是护盾初期，其防御力都不会弱于一些高级的上品灵甲，越到后期就越强。再加上青铜骨体本身的强大防御力，将会达到双倍的抗性。双倍的抗性！听到这几个字，肖诺的心头大动。青铜骨体本身就能抗衡上品灵气了，要是再增加1层护盾，说不定能够和极品灵气碰一下。肖诺当即做出决定，先去找寻碧心灵晶，后面再去登霄台。内门考核大赛如火如荼，缥缈宗的外门弟子是处于最底层的梯队，每一个人都想力争上游。肖诺从茂盛的森林来到了一座废墟工程，不一会儿，肖诺就从一块倒塌的公柱后边发现了一枚碧心灵晶。运气不错，已经第5枚了。没有任何的犹豫，肖诺把手伸向那枚碧心灵晶，咔嚓，灵晶裂开，一缕纯净的灵能钻入体内。肖诺手臂上的古老青铜纹路扇动，华丽耀光，青铜骨体的力量再度增长1分，真是不错。肖诺心中暗喜，刚开始吸收第1枚灵晶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现在吸取了5枚的力量，明显可以感知到肉身的力量强化了一些。不过距离凝聚青铜盾还有不小的距离。肖诺站起身来，正当其准备离开的时候，一柄凌厉的寒枪飞掠而来。肖诺眼角微凛，朝着侧方避开。砰！那杆长枪直接贯穿了肖诺身后的一堵墙壁，碎石炸裂，裂缝蔓延。这一击的力量着实不低。拿出来吧！一道近乎命令的声音随之传来。只见肖诺前方的一处台阶上站着一道气息冷冽、双目阴寒的年轻男子，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肖诺，眼中满是轻蔑。肖诺面不改色，其淡淡的说道：“要碧心灵晶，我不喜欢听废话，把你身上的所有碧心灵晶交出来，如果敢藏1枚，我便打断你的手脚。”冷漠的声音中满是阴狠，但这时肖诺竟然笑了。男子目光一寒：“你笑什么？”肖诺双眸轻抬，嘴角微扬：“我怎么就没想到可以直接去抢别人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可以直接去抢别人的？”废墟工程中，肖诺看着站在台阶上的那名年轻男子发笑，男子目光泛着狠戾：“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3品弟子中排名第10的。话未说完，轰的一声巨响，青色气波炸散八方，雄浑余威震碎大地。转眼间，那名男子便满嘴鲜血的躺在地上。萧诺朝前伸手道：“拿过来吧，如果敢藏一枚，我就打断你的手脚。”相同的威胁话语，完全是不同的效果。那名年轻男子整个人都傻了，他看着朝前走来的萧诺，一个劲的往后退去。你别过来！接着，他动作颤抖的从身后取出一个布袋，都给你。其慌乱的把布袋丢了过去。萧诺一把接在手中，随手扯掉绳口，7、8枚碧心灵晶映入眼帘。萧诺笑道：“难怪那么多人愿意当强盗，果然抢劫来的最快。”没有理会身后的那人，萧诺满意的离开。那人眼神涌动着不甘的光芒，就在萧诺刚转过身的刹那，其骤然跃起，一把将耐定在墙壁上的长枪拔出。枪！嘹亮的枪银刺耳，那人长枪祭出，3尺寒芒直取萧诺的后背。给我还回来！蓦地，长枪重重的冲击在背上，一声爆响，长枪断成2截。什么？那人脸色巨变，自己这杆长枪可是下品灵器啊，竟然断掉了。萧诺漠然的回转过身，看来你不讲信用啊！砰！话音落下，萧诺一脚踹在对方的胸膛上，对方胸骨当场断裂，整个人都飞出去10几米远。这下你要降级了，排名第10的天才。萧诺嘲讽了一句，转身离开。对方趴在地上，口中不断淌出鲜血，他彻底失去了爬起来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他接下来连前往登霄台的力气都没有。一旦3品内门弟子无法成功抵达登霄台，将会直接降级到外门弟子。缥缈宗的规矩便是如此残酷，但这也是对方自找的。抢劫谁不好，偏偏找上萧诺，结果反被抢。1个时辰后，另一座荒城中，3名内门弟子跪在萧诺面前，老老实实的交出了各自的碧心灵晶。我还是太善良了点，做不到跟你们一样主动出击。萧诺拿过3人的布袋，不由得摇了摇头。3人脸色铁青，这说的是人话吗？萧诺虽然没有主动去抢别人，但却把碧心灵晶挂在身上刻意显露出来。别人一看到萧诺身上的碧心灵晶，就萌生了抢夺之意。可没想到萧诺纯粹在钓鱼，然后名正言顺的来个反抢。多谢几位的馈赠，萧诺淡淡的说道。3人相互对视一眼，有气也不敢发。接着，中间的一名尖嘴猴腮的年轻男子开口道：“你喜欢黑吃黑，对不对？”萧诺望向对方，年轻男子接着说道：“有个地方适合你。”哦，距离这里大约3里左右的一座废弃王宫，有人故意把碧心灵晶撒在王宫的门口，等到鱼儿上钩就直接开宰。你是怎么知道的？萧诺问道。我们在王宫外边看得一清二楚，我敢说那边的人已经收集到了几10枚碧心灵晶，只要你有胆子去，就能大有收获。听完对方所言，萧诺的眼中闪过一抹光亮。多谢提醒，一人还你们1枚碧心灵晶。说罢，萧诺便甩出3枚碧心灵晶。3人也是哭笑不得，这家伙抢劫竟然还留有余地。看着萧诺的背影，左边的一个年轻男子说道：“你怕是想害死他？你知道那人是谁吗？那可是3品弟子中排名第2的人。”哼！尖嘴猴腮的男子冷笑一声，他既然想黑吃黑，那我就帮他一把好了。没错，他抢我们碧心灵晶，你还想可怜他不成？另一人附和道。3人再度对视一眼，当即不再多言。片刻之后，萧诺便来到了那3人所说的废弃王宫。此地颇为安静，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直都没有人来过。萧诺一眼就看到了悬浮在王宫门口台阶上的1枚碧心灵晶，而且更上方的台阶还有1枚碧心灵晶，这摆放的也太明显了吧？萧诺暗暗摇头，碧心灵晶放在如此显眼的位置，数量还不止1颗，只要用脑袋想想都觉得有问题。不过萧诺既然打定了黑吃黑的想法，自然就要假装上钩。没有丝毫的犹豫，萧诺快速走到废弃王宫的门口，把第1枚碧心灵晶收下。运气不错，上面还有。萧诺故意说话大声，生怕里边的人听不到。而后萧诺又把台阶上方的碧心灵晶收下，接着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宫殿的里边。按照正常人的思路，门外有宝贝，那里边想必好东西更多。废弃的宫殿从外面看上去有些破败，但里边保留的还算完整。萧诺前脚刚进去，立马就看到了悬浮在宫殿中央区域的3枚碧心灵晶，真不错，没有白来。萧诺闪到宫殿中央，伸手抓向那3枚灵晶，那样子看上去俨然就像个为了钱财而不要命的憨憨。就在灵晶到手的时候，急促的破风呼啸声笼罩而下，砰的一声巨响，一个4方体的铁笼顿时将萧诺给罩在了里边。刷刷刷，紧接着7、8道冷冽的身影从宫殿的2侧围了过来。哈哈哈！鱼又上钩了！得意的大笑声从废弃王宫的内侧传出，只见一男一女2道年轻身影缓缓踏出。男子语态傲然，眉宇间带着一抹嚣狂之意，女子神态更为得意。我倒要看看，又是谁来给我们送灵晶了？女子走上前来，当她看到铁笼里边的萧诺之时，其眼神赫然从得意变成了寒冷。是你？萧诺目光微抬，这女人不是别人，竟是那梁星辰的亲妹妹梁姿。当日在新人竞争登上缥缈天梯的挑战中，梁姿便同那周岸一同截杀萧诺，最后周岸被萧诺斩掉了首级，梁姿也被废掉了一条腿。没想到时隔1个多月，2人竟会在这种地方相遇。梁姿师妹认识此人？站在旁边的年轻男子好奇地询问道。
哼，梁子笑了，笑容中满是憎恨杀意。他道：他算什么东西？我会认识他？萧诺俊眉轻挑，侧目说道：梁星辰还真是好手段啊，不仅让你成为了宗门弟子，连腿都给你接上了。按理来说，梁子未能登上缥缈天梯，是无法成为缥缈宗弟子的。但以梁星辰在宗门的地位，梁子并无受到影响。你也配提我哥哥的名字？梁子轻蔑一笑，他得意地回道：我的腿是绝仙殿的副店主亲自为我接好的，我的待遇你永远都享受不到。接着梁子心念一动，右手朝外一抓，一柄散发着银色雷芒的长剑滑入他的手中。嗤嗤，这口长剑散发着极为强盛的锋芒，就连站在梁子身边的那个年轻男子都露出了羡慕之色。这是一柄上品灵剑，也正因为她是梁星辰的妹妹，才有资格得到如此昂贵的灵剑。梁子一剑指向萧诺，上次的仇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剑刃上下雷光窜动，像是狂躁的雷蛇。旁边的年轻男子轻轻地笑道：梁子师妹先别动怒，按照规定考核过程中不允许杀人的，不过你倒是可以把他的手脚都砍下来，再废了他的丹田，令他终身都沦为一个无用的残废。字字轻佻，但却字字狠毒。梁子笑了，神己师兄所言正合我意。话音刚落，梁子持剑冲出，凌厉剑锋直取笼中萧诺，他脸上泛着恶毒的笑意。叶子，你逃不掉了。枪覆盖着雷光的上品灵剑发出激昂的高鸣，剑刃穿过铁栏杆，袭杀到了萧诺的面前。可紧接着梁子的剑势却顿在了空气中，只见萧诺左手的双指稳稳地夹住了剑刃。怎会？梁子心头一惊，一旁的神己也是眉头皱起，这怎么可能？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萧诺脸上露出反讽的笑容，就算是上品灵器在你手里也纯属浪费。说罢，萧诺手腕一转，砰的一声爆响，剑气纵横，雷光炸裂，笼罩在萧诺身外的铁笼顿时被强大的剑气劈爆开来，而梁子的手臂也跟着剧烈一麻，他不由得松开剑柄，往后退去。放肆！一见这种情况，神己掠身冲出，一记快如闪电般的杀拳轰向萧诺。给我退下！神己乃是筑基境9重的修为，他在3品弟子中排名第2。此次他接近梁子，也是为了讨好梁星辰。眼看梁子的上品灵剑被夺，神己也是第一时间爆发强盛杀招。可是他想不到的是，眼前的萧诺远比当初登上缥缈天梯时候还要可怕。砰！下一秒钟，神己的拳劲结结实实地抨击在了萧诺的右掌中间。原本这足以震断对手骨骼经脉的拳劲，在触及萧诺手掌的时候，竟是全面溃散。神己双目圆睁，咦，刚才是你说要把我的手脚都砍下来吗？萧诺冷声问道。神己表情凶狠，他怒斥道：放开！好的。萧诺应道。跟着接连6股强大的爆发力顺着萧诺的掌心宣泄出去，接连不断的可怕力道传来，神己顿觉手臂剧痛，随后砰的一声，血雾爆开，神己的手臂愣是从中间断裂。啊！神己凄厉惨叫，梁子以及堵在王宫门口的其他人跟着脸色巨变。萧诺冷冷地看着神己，这样够吗？说完，萧诺挥动掌中的上品灵剑，一道雷电剑光闪爆全场，神己的一条腿又跟着飞了出去。砰！雷电剑光闪爆了梁子等一行人的眼球，神己的一条腿跟着飞到了7、8米开外，众人无不脸色大变。好家伙，真的好家伙，那可是3品弟子中排名第2的顶尖天才啊，更是年纪轻轻就达到了筑基境9重的优秀人物。可仅仅是一个照面，就被萧诺连斩了一手一脚啊！神己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他两眼猩红，站立不稳，他的内心既是惊恐又是愤怒。梁子师妹，救我！神己赶忙向梁子求救，可是梁子也自身难保。她虽然是梁星辰的妹妹，但梁星辰并不在此地。看着神己的惨状，梁子的脑海中不禁的又回想起了之前在挑战缥缈天梯时候面对萧诺的场景。他萧诺根本就不畏惧梁星辰。萧诺冷冷地看着惊怒交加的神己，掌中的雷电灵剑再度一挥，下次可别乱说话了。吃了！胡月状的雷芒剑气刺痛了众人的眼球，还在大声求救的神己顿觉口腔一凉，随即半条舌头从他的嘴里甩了出去。这一下，神己连惨叫都发不出，他倒头摔了出去，愤怒彻底消失，剩下的唯有惊恐。梁子直接被吓软了，他无力地瘫坐在地，心中对于萧诺的恐惧迅速放大。而另外几个人也无不吓得脸色惨白，连一个敢上前的人都没有。惨！神己真的是太惨了，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要把萧诺的手脚砍下来，要把萧诺变成废人，结果自取其辱，反倒落得如此下场。这下神己是彻底的完了。原本以对方的实力是绝对能够通关幻妖塔晋级2品弟子的行列，但现在别说2品弟子，就连登霄台都去不了。拿过来吧！萧诺朝着梁姿等人伸出手道。所有的碧心灵晶。一听这话，众人更是胆战心惊，看了眼神己的惨状，后方的那几个人想都不敢多想，纷纷拿出自己的碧心灵晶。梁姿也不敢反抗，他咬着牙从身上取出20几枚碧心灵晶。灵晶可以给你，雷利剑还我！枪！不等对方把话说完，萧诺长剑一挑，梁姿手中的碧心灵晶随之脱手飞出。萧诺一甩手，把碧心灵晶全部收走。你！梁姿眼神泛寒，他沉声说道：雷利剑是我哥哥送给我的。话音未落，
雷利剑挥出的剑光已然是在梁子的身上绽开了一道血痕。嘶！耀眼的剑芒溅开，绯红的鲜血扬动。梁子大惊，他还未来得及惊慌呼叫，凌厉的剑尖已经是抵住了他的喉咙。安静点，不然你的脑袋可要飞走了。冰冷的声音传入梁子的耳中，后者立马闭上嘴巴。他瑟瑟发抖地看着萧诺，如惊弓之鸟。后方的那些人全部都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萧诺的手段着实够狠，哪怕是连绝刃剑子梁星辰的名号都无法令其产生半分畏惧。梁子慌张地摇头，别杀我！恐惧的压迫下，梁子已经忘记了这里是在考核赛场，不可杀人。可就算记得，但他也不敢保证萧诺会不会把他变得跟神级一样。回答我一个问题，可保你四肢健全？萧诺冷冷地说道。梁子连连点头。当日在缥缈天梯下，你和那周案为何要杀我？萧诺问道。梁子胆怯地回答，周案是周案说的。说什么？说。梁子欲言又止，下一刹那，雷利剑再入血肉半分，一滴绯红的鲜血从梁子的脖颈处淌了下来。是我哥！梁子双手抱头，欲哭无泪。周案告诉我，是我哥要他在半路截杀你，所以我就……对于梁子所言，萧诺似乎并不觉得有多意外，但其眼神却是愈发的冰冷。我都说了，别杀我！梁子开口求饶，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萧诺长剑微收，冷冷地扫了眼众人，问：梁子如释重负，可他却手脚发抖，怎么都站不起来。后方的几人见状，连忙上前把梁子以及浑身是血的神己搀扶起来，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座废弃王宫。梁星辰，萧诺眼角微凝，眸中泛起阵阵寒意。随即，萧诺把雷利剑竖着插在地上，并把从梁子一行人身上夺来的碧星灵晶和之前抢到的归集在一起。不数还好，一数顿时令萧诺欣喜不已。前后加起来，碧星灵晶的总数量竟然超过了200多枚。吸收这些碧星灵晶，应该能凝聚出青铜盾了吧？萧诺问道。勉勉强强吧，你可以试试看。塔林回答。好。萧诺点头，而后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接着，萧诺催动鸿蒙霸体诀，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涌动，一道道青铜古纹随之在手臂浮现，咔嚓，悬浮在萧诺面前的200多颗碧星灵晶几乎同时碎裂。随后，一缕缕的纯净灵能像是升起的幻影，以萧诺为中心交织玄武。嗡！蓦地，200多缕的碧星幻影有如妖娆的精灵上下飞舞，然后在无形力量的牵引下钻入萧诺的体内，并在各大经脉中流动。精纯的灵力迅速地被青铜骨体所炼化，萧诺手臂上的青色古纹也愈发清晰亮眼。慢慢的，萧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八方气流汇聚而来，同时一股青色气旋绕身而动。嗡！一阵古老的颤鸣声从萧诺的体内震开，青色光芒由内而发，朝外逐渐撑开。紧接着，一座圆形的青铜光盾呈现在萧诺的身外。这是一座散发着古老气息的护盾，看上去虚虚实实，可见斑驳青纹流动，一圈圈环状的波痕从萧诺的身下泛开，像是水面波澜荡漾。萧诺双眸涌动着青芒，脸上露出一分笑意。成功了，还只是初期呢。塔林说道，你的境界要是再高一点，这青铜盾还要更凝实一些。萧诺初步凝聚出来的青铜盾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凝实，有几处甚至还呈现出透明的色泽。不过萧诺还算比较满意了，哪怕是初期的青铜盾也能扛住上品灵气的力量。也就在这时，废弃王宫外面突然风雷滚动，萧诺心头微惊，其即刻把青铜盾收入体内，把雷利剑从地上拔出，走到王宫外面，只见上空阴暗低沉，乌云遮天。紧接着，一道庄严的声音传向大地：第一阶段考核即将结束，请还未前往登霄台的弟子抓紧时间。重复一遍，第一阶段考核即将结束，请还未前往登霄台的弟子抓紧时间。整个考核赛场上都被这宏伟的声势所震动。萧诺心头微凛，差不多该去登霄台了。登霄台，第一阶段考核的终点。成功踏上登霄台者，外门弟子可晋级为3品内门弟子，而3品内门弟子也能够稳固自身，从而不会被降级。登霄台是一座巨大的梯形天台，其共有10层，每一层共有1000个台阶，加起来就是1万个台阶，每个台阶都很宽，人都在上面，显得很渺小。由于第一阶段的考核快要结束，众人已经在开始冲刺了。一道道身影踏上登霄台，有的健步如飞，速度奇快，有的慢慢吞吞，行动艰难。在登霄台的下方，关想皱着眉头，一副焦急的模样。萧诺师弟怎么还没来？这马上都要结束了，这时候还在奶浪呢。眼看着后方的人越来越少，关想也是越来越急。不应该啊，萧诺师弟的实力那么强劲，没理由走不到这里的。正当关想疑惑不解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师弟，这边。关想朝着萧诺挥手。萧诺来到关想跟前，师兄你还没上去吗？这不等你吗？快点，时间不多了，我们走。关想说道。萧诺点点头，两人欲要登上台阶。这时关想拿出来了3枚碧星灵晶，抓在手中，但见萧诺没有动作，关想不解地问道：你的碧星灵晶呢？萧诺一怔，还要碧星灵晶干什么？干什么？关想眼睛都瞪圆了，他盯着萧诺道：我不是跟你说了要收集碧星灵晶吗？那东西上登霄台要用的。萧诺表情有点古怪，自己收集了碧星灵晶，而且数量还不少，
但都被自己用掉了。关翔指着正在登台的那些人道：“登霄台并不是一座普通的高台，它本身会释放出非常强大的威压，碧星灵晶的作用就是在登台的过程中抵御那股威压。碧星灵晶多的人，登台的速度也快；碧星灵晶少的人，登台速度就慢。至于没有碧星灵晶的人，走不上这登霄台。”听到关翔的解释，肖诺顿时明白自己误解了关翔之前的意思。本以为碧星灵晶是赛场上给予参赛者的资源，没想到竟是走上登霄台的钥匙。抬眼望去，正在登台的那些人中，每个人身上都燃动着一层碧青色的气焰。那层气焰有的深，有的浅。颜色深的人登台的速度极快，颜色浅的人登台的速度则很慢，甚至还有的人已经走不动了，仿佛朝前迈一步都极为艰难。你一颗碧星灵晶都没拿到吗？关翔郑重地问道。肖诺摇了摇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颗都没留下。关翔感觉一阵头疼，但他并没有责怪肖诺，他只是摇头道：“怪我，怪我，早应该跟你说清楚的。”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关翔当即做出决定：“师弟，你上登霄台吧。”说完，关翔把自己手中的3枚碧星灵晶递给肖诺。“那你呢？”肖诺问道。“不用管我，娄庆师兄让我带着你，是我没交代清楚，责任怪我。”关翔知晓肖诺的实力，以对方的能为，是有机会直接冲击2品弟子的，但这样一来的话，关翔就要面临掉级的情况。作为3品弟子的他，无法踏上登霄台的话，就会掉到外门弟子的行列。可即便如此，关翔仍是奉献出了自己的3枚碧星灵晶。肖诺心头微暖，自己的这个师兄着实太善良了。关翔催促道：“快拿着呀，时间不多了。”令关想意外的是，肖诺竟然把对方的手推了回去。“你先登台吧，我有办法的。”“你有什么办法？”关翔不解，他们已经是最后2个人了，肖诺就算想抢别人的灵晶都没有机会，没有碧星灵晶的防护是不可能登顶的。肖诺摇了摇头：“不用担心，你尽管去登霄台顶等我。可是你相信我的话，就转身上去。”我接收到肖诺眼神中的沉稳冷静，关想稍作迟疑，然后点点头：“好吧，你一定要上去，不然的话，娄庆师兄要罚我了。”肖诺点头，而后关翔也不浪费时间，他连忙握着3枚碧星灵晶走上台阶。碧星灵晶产生的防护力在关翔的身外形成一层碧芒，关翔健步如飞，快速登台。轰隆！也就在关翔刚走不久，九霄上空再度雷声滚滚，那道庄严宏伟的声势再度传来。距离第1阶段考核只剩下半刻时间，半刻过后，未能登台者皆淘汰出局。重复一遍，考核时间只剩下半刻，时间一过，未能登上台顶者全部淘汰。全部淘汰意味着哪怕是在台阶上的人都要出局。登台的众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位于台下的肖诺瞥了眼空荡荡的后方，很明显不会再有其他人来了。旋即，肖诺的眼中一闪决然，紧接着其迈出步伐，稳稳地踏上了第1个台阶。嗡！下一刹那，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从4面8方涌来，肖诺肩膀上仿佛承载了一对重担。可肖诺脸色丝毫不变，再度沉稳不乱地踏出了第2步，无形的压迫感明显加剧了1分。肖诺仍旧不为所动，平静地走上了下一个台阶。登霄台矗立于虚空之下，构造壮观，气宇恢宏。此时此刻，距离第1阶段的考核仅仅剩下了半刻不到的功夫，后面到来的人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而在登霄台的顶端聚集着大量的人群，这些人成功地闯过第1阶段考核，大多数本身就是3品内门弟子，只有少部分的外门弟子。至于今年刚入门的新人，那就更少了，只有寥寥几个。这几个人中就包括了洛宁、李然这2位新人中的佼佼者。竞争真的是激烈啊！这么多人中，竟然只有10个人可以晋级2品弟子。李然有所感叹地摇了摇头，接着他看向身边的洛宁：“你在东张西望干什么呢？找人吗？”“我在找肖诺，他好像还没上登霄台。”洛宁直言不讳。李然不觉意外，他笑道：“你好像对他很感兴趣，有吗？”洛宁扭头看向对方，李然点点头：“我建议你还是少和他接触，毕竟他得罪的人可不少。”洛宁撇了撇小嘴，没有说什么。这时，不远处的烈涛、吴傲2人也在观察着周围，神己貌似还没出现。吴傲沉声道：“此次的考核中，烈涛、吴傲2人是要打算冲击2品弟子的。2人在3品弟子中，一个排名第3，一个排名第4，能给他们造成阻力的人不多。而那排名第2的神己算是一位。神己野心很大，他到现在还未出现，只有一个原因。”烈涛眼角微眯，顿了顿，道：“他在收集更多的碧星灵晶。”吴傲点了点头，这的确像是他的行事作风。要那么多的碧星灵晶干嘛？洛宁和李然走了过来，正好听到2人的谈话。洛宁好奇地询问：“踏上登霄台，3到5枚碧星灵晶就够了，10枚的速度是最快的，余下再多不都是浪费吗？”吴傲微微摇头：“如果碧星灵晶的用处只有这一点的话，那大家就不用抢得你死我活了。”碧星灵晶的作用不小的，它蕴含非常精纯的灵能，其本身就价值不菲。还有就是第2阶段的幻妖塔考核中，碧星灵晶也同样有所作用，幻妖塔里边也能用。洛宁心头一惊，他不由得和李然对视了一眼，但见李然的脸上也小有困惑。吴傲给予肯定：“是啊，至于有什么用，你们等会就知道了。”与此同时，北西风
偌大的广场上空，一颗直径超过100丈的圆形法球散发着璀璨的银辉，远远的望去，它仿若一颗绚丽的星辰天体，神秘莫测。在北西风的侧面，那头将及腰瘦暗罗蛟盘踞在侧峰顶部，他的一双金眸微眯，强盛的兽威令人心生惧意。北面的高台上，元龙殿副殿主墨化元、太化殿副殿主林如英、修长老以及另一位宗门长老依旧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真无聊啊！修长老打了个哈欠，他耸拉着眼皮对墨化元、林如英道：“小墨、小林啊，这种事情下次我就不参与了，人都要睡着了。”林如英莞尔一笑，墨化元脸色不由得一黑：“修长老，你能换个称呼吗？”修长老老眼一斜，打的不乐意了：“你小子刚入缥缈宗那会，时常往我那24号传功台跑，现在当了副殿主，就不把我老头子放眼里了？”墨化元脸更黑了。林如英掩嘴轻笑：“修老，墨殿主不是那个意思，只是纯粹觉得小墨这个称呼不符合他的形象，那就没办法了。我老头子倚老卖老惯了，就是这么嘚瑟。”修长老反正也是闲的，索性拿2位副殿主寻开心。墨化元无可奈何，他站起身来，目视前方上空的那颗庞大法球。第一阶段的考核应该要结束了，看一下当前的状况吧。说罢，墨化元汇聚出一股雄浑的灵能，接着扬臂一挥，一道光芒打入那颗法球当中。嗡！广场上空跟着轻微的颤动，100丈直径的银色法球晶起阵阵律动，伴随着一圈水纹状的波痕从法球中心扩散，而后法球的内部竟然呈现出一幕画面影像。画面影像由模糊变得清晰，正是此刻登霄台那边的场景。广场上面也是一阵躁动，快看，可以看到考核的进程了。第一阶段的通过率还挺高的，早知道我也参加了。算了吧，你一个刚入门没多久的新人，只会拉低效率。没错，成功抵达登霄台的大多数都是3品弟子，外门弟子占据了很少的一部分。众人能够清晰地看到登霄台顶上的那些人，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还在台阶上最后冲刺的一行人，还算不错，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都顺利登顶了。林如英开口说道。修长老仍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手臂拄着脑袋，斜靠在椅子上，没意思。林如英摇头一笑，没有说什么。这时，另外一位沉默寡言的宗门长老猛地站了起来：“啊是干什么？”欧阳长老一惊一乍的。修长老问道：“不应该啊。”欧阳长老眯着眼角，神情更为郑重了不少。看着对方古怪的样子，林如英、墨化元2人不禁对视一眼。怎么了？欧阳长老？林如英跟着询问道。一番短暂沉默后，欧阳长老不太确定的说道：“台阶上的那个人好像没有碧心灵晶的防护。”此言一出，林如英、墨化元眼角微缩，2人当即抬头望向前方上空。修长老眯着眼睛，一脸的不屑：“我说欧阳，你年纪还没我大，怎么就老眼昏花呢？没有碧心灵晶，怎么可能上登霄台？”修长老话音刚落，林如英那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声音传来：“他的手中还真是没有碧心灵晶。”修长老立马睁开眼睛：“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是吧？”他刚欲开骂，但下一秒却愣住了。登霄台的天梯台阶中，一道与之周边其他人格不入的年轻身影正在一步一阶地朝上而去，其他人的身上都笼罩着一层碧青色的光芒，有的强，有的弱，唯独他身上没有丝毫碧心灵晶的防护之光。要知道，哪怕是只有1枚碧心灵晶在手，身上都会出现薄弱的防护层，而对方一丝一缕的灵能波动都没有，这就意味着他是硬生生的走上来的。修长老眯起了眼角，这家伙是要闹哪样？此刻，考核之地，登霄台顶，踏上了最后一个台阶的关想由衷的松了口气。上来了，这下不用降级了。关想擦掉额头上的汗水，同时其身上的碧心灵晶也消耗殆尽，笼罩在身外的碧色青芒消散不见。师弟，关想来不及开心，即刻想到了还在后面的萧诺。也就在这时，登霄台上惊起了一阵不小的动静。那人是怎么回事？没有碧心灵晶吗？开什么玩笑？没有碧心灵晶的话，连第1层都上不来。你再看看清楚，他已经快走完第9层了。什么？一时间，登霄台上的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下方的台阶大道。此刻，那天梯般的台阶上，差不多还有7、8个人，唯独一人没有碧心灵晶的守护。登霄台共有10层，每一层有1000个台阶。对于筑基境修为的人而言，2、3杯茶的功夫就能上去。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碧心灵晶在身。可如果没有碧心灵晶，那将会完全暴露在登霄台释放的威压之下。萧诺，那个人是萧诺。洛宁惊呼不已，旁边的李然、吴傲、烈涛几人都是瞪大了眼睛。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烈涛握紧拳头，一脸难以置信，也有碧心灵晶是走不上登霄台的。吴傲也皱紧了眉头，神情无比郑重。他沉声道：“登霄台释放出来的威压非常大，就算遇气境的高手，没有碧心灵晶的情况下，也很难走得上来。”洛宁秀目圆睁，满是疑惑：难道他一颗碧心灵晶都没拿到吗？李然两手一摊：“这的确是我没想到的。”回过身来的关想也傻了眼，他万万没想到萧诺说的有办法，竟然是这种办法。这一波着实把关想给下的不轻，登霄台可不能这么玩的。在众人的注视下，萧诺走完了登霄台的第9层，接下来他面对的乃是第10层。只要走完这第10层的1000个台阶，便能登顶。来了，
来了，他要走，开始走上第10层了。别这么搞，第10层的威压是最强的，哪怕是住激境9重的人都要瞬间折断腰杆。别说住激境9重，就算是遇气境1重2重的人，也要被压得跪在地上。这人是哪个殿的弟子？敢这么玩？他好像是今年的新人王，去了涅槃殿。涅槃殿，哼，难怪这么不正常。一听到涅槃殿3个字，灯霄台上的极大多数人都不由得露出了鄙夷之色，同时看向萧诺的眼神也从惊诧转化成了看戏的姿态。看来涅槃殿是真的没落了。涅槃殿的弟子连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一听周边一行人的交流，关翔只觉怒火中烧，但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和他们争吵，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萧诺的身上。萧诺踏上了第10层的第1个台阶，这一脚下去颇为沉重。等他踏出第2步的时候，在他的身后赫然乍现一个深刻的脚印。位于萧诺两侧的其他登台者都被惊到了，一个个就跟看怪物一样。萧诺一步接着一步，每一步都令地表南城原自于灯霄台释放出来的无形压力宛如万钧重担，在没有碧心灵晶的防护下，萧诺硬生生地顶着这股压力踏步朝前。10个、20个、50个、100，转眼间萧诺就走完了100个台阶。在他的身后，一条长长的脚印触目惊心。北西风广场上一片哗然，众多观赛的弟子都惊住了。北侧的高台上，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4位考核官也都有惊疑。灯霄台的压迫力足以把遇气境的修士骨骼都压碎，他是怎么做到的？元龙殿副殿主墨化元沉声道。林如英眼角微凝，他说道：“看台阶上的那些脚印，他明显是顶着压力上去的，灯霄台的力量全部都灌输在了他的身上。”众人可以清楚地看见，萧诺和其他登台的弟子不一样，其他人有碧心灵晶的力量庇护，走的地方没有太过明显的痕迹，但萧诺不同，他的脚印感觉都要把地面踩穿了，这足以说明他此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迫感，是肉身宫体的力量。这时修长老说话了：“什么？”墨化元、林如英、欧阳长老纷纷望向修长老，后者嘴唇微微触动，一双老眼扫尽困意。他是完全靠肉身的力量走上去的。几人惊异更甚，林如英忍不住地问道：“他的肉身强度比遇气境的修士还要强吗？”修长老眯着老眼，沉声道：“普通遇气境修士的肉身强度，只怕还扛不住灯霄台的压迫力。”墨化元、林如英对视一眼，两人皆是看到对方眼中的惊异。灯霄台氛围凝重，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萧诺。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嘲讽其涅槃殿弟子的身份，可等到萧诺走到第500个台阶的时候，众人逐渐感受到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砰！越过第10层的第500个台阶，灯霄台的压力再度增长数倍，萧诺的脚下顿时台阶爆裂，一道道蜘蛛网般的缝隙蔓延开来。灯霄台上的众人都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得头皮发麻，这简直就是在玩命啊！砰！轰！一声接一声的爆响声震荡开来，萧诺脚下的台阶一道接一道的断裂，坚硬的台面此刻就跟豆腐一样接连破碎。萧诺的速度明显变慢了不少，但他的眼神依旧坚韧决然，不见丝毫的退意。师弟，关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萧诺现在每往上走一步，承受的压迫就会增加1分，而现在他的面前还有几百个台阶，关想真的担心对方会发生意外。灯霄台上的各殿弟子也都心有惊异，他还真的是不怕死啊！剩下的几百个台阶，他是不可能完成的。没错，没有碧心灵晶，任何一个3品弟子都走不上灯霄台。短短几句话的时间，萧诺又更进了一步。就在这时，灯霄台上风云大作，方才那道庄严巍峨的声音在众人头顶上空炸响。距离第1阶段的考核只剩下最后30个数，请各位抓紧时间。重复一遍，距离第1阶段考核只剩下30个数，现在开始计时。30、29、28。听着那冷漠的声音，一些无力走上灯霄台的人露出了不甘之色。众人对于萧诺的想法也更坚决了。30个数不到，还有300-400个台阶，登顶毫无希望。关翔也露出了无奈之色，完了。但也就在此刻，萧诺双拳紧握，眸中涌动着丝丝青芒。没有碧心灵晶，一踏更啸云台。蓦地，萧诺全身爆发出一股猛虎之势。吼！一声猛虎咆哮从萧诺的体内传荡八方，霎时身下多个台阶崩碎，萧诺一跃10几米朝上闪去。这怎么可能？一跃10几米，萧诺落地的下一秒钟又猛地弹起，轰隆！脚下的台阶4分5裂，惊爆大量碎石。唰的一声，萧诺又跨越了10多个台阶。看着这突然爆发的速度，众人皆被惊呆了。萧诺宛如一尊上山的猛虎，气势汹汹，速度极快。北西风广场上惊呼声一片，众人死死地盯着由那巨大法球传送回来的画面。这怎么可能？林如英难以置信地说道。墨化元、欧阳长老也都瞪大了眼睛。修长老目光郑重，随即吐出几个字：9连崩击。3人再度转向修长老，后者慎重的点点头，是9连崩击的连续力量爆发。此子的天赋极高，看来他要打破记录了。3人愈发不解，什么记录？墨化元问道。修长老回答：缥缈宗第一个没有碧心灵晶也能踏上灯霄台的记录。灯霄台第1阶段的考核迎来了最终的倒计时，
20、19、18，一声声冰冷的倒数敲击着众人的心神。此刻，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都紧盯着在天梯台阶上飞奔的萧诺。对方每踏一步，脚下的台阶便会惊爆开来。可即便如此，萧诺的移动速度却是极快。每一次落地的刹那，萧诺就会猛然弹起，强大的爆发力从腿部释放，从而一跃10几米，一秒跨越10几个台阶。登霄台上的众人可谓是头皮都在发麻。这家伙是怪物吗？吴傲忍不住地骂了一句。旁边的猎涛也感觉一阵寒意涌上心头。此刻在他的眼里，萧诺就像是一尊朝着这边奔来的猛虎。再联想到几天前在化骨山脉发生的事情，猎涛冷汗都冒了出来。观想已然是从悠转喜，他握紧双拳，心弦绷紧。师弟，快点，再快一点，你能行的！轰！萧诺重脚踏穿登霄台下的台阶，一连串的碎石在他的身下飞溅开来，尘土飞扬，碎屑乱冲。萧诺以9连崩击创造连续力量爆发，节奏根本不带停，但时间也不等人。很快，距离第一阶段的考核就剩下了最后10个数，10、9、8，无数人的心神都变得紧张起来。不论是登霄台上，还是外边的北西风广场，快！洛宁也满怀紧张地为萧诺加油打气，快点，时间不多了，5、4、3，登顶越来越近，时间越来越短，几乎所有人都紧张地说不出话来。2，最后1秒，萧诺距离登霄台顶部仍有30个台阶左右，这一段路在众人看来，俨然成为了一条死亡分割线。结束了，有人说道，他上不来的。最后这段距离乃是压力最强的一段，就连带着碧心灵晶的人都比较吃力。可萧诺的眼神却是无比的坚决，他注视着最后那段距离，源自于青铜骨体的刚猛力量在体内爆发。6连崩击，一声暴喝，6重力量叠加爆发，萧诺飞跃而出，在他的身后仿佛飞跃起了一尊背生双翼的猛虎。吼！虎啸山河，震慑全场。当最后一个数字落下的瞬间，萧诺稳稳地落在了登霄台上。轰隆！下一秒钟，整座登霄台上顿时一片混乱。漂亮！观想振奋地跳起来，其双手握拳，振臂高呼。洛宁也一边跳着一边拍手，好耶！萧诺太棒了，太厉害了！我靠，这也太刺激了！李然摸着额头上的冷汗，不停地倒吸着凉气。各大殿的众人都是一脸难以置信，一个个看向萧诺的眼神就跟看怪物差不多。这也太秀了！方才那些阴阳怪气的人全部都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巴，那些嘲讽涅槃殿的人群也都因沉着一张脸，面色分外难看。北西风上同样是一片哗然。我尼玛，这还是人吗？恐怖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用碧心灵晶也能踏上登霄台的。服了，这下不服都不行了。这个新人王真的是太狠了！全场轰动。北面高台上的墨化园、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4位考核官都是有惊异。修老，那便是你改良过后的9连崩击了。一旁的林如英开口问道。修长老微微点头，但对于正常人而言，起码要花费2到3年的时间才能掌握精髓。他学了多久？林如英再问。修长老眯了眯眼角，饶有深意地吐出几个字：1个月。林如英秀目圆睁，瞳孔触动。墨化园、欧阳长老亦是近乎相同的表情。回到考核之地，踏上登霄台的萧诺顿觉身上的压力一扫而光。方才还是背负万钧重担，现在浑身轻松。师弟，你没事吧？观想第一时间走了过来。萧诺摇头，没什么问题。你当真是？快吓死我了！早知道你这么晚，我真应该把碧心灵晶留给你的。观想现在还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要是娄庆、蓝梦、长青他们知道萧诺用这种方式上登霄台，观想绝对要挨骂，毕竟那是真的危险。洛宁、李然也来到了萧诺的面前。哇，刚才有被帅到哦！洛宁伸着大拇指，一副小迷妹的表情。李然稍稍有点不太自在，毕竟之前在化骨山脉的时候，萧诺和队伍中的其他人闹得不欢而散。萧诺倒是没什么，他冲洛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这时一股暗沉的风暴笼罩而来，第一阶段考核正式结束。庄严的声音从虚空传入众人耳中，登霄台上的氛围立马变得安静下来。此刻成功站在登霄台上诸位，便是3品内门弟子，未能登台者即将传送回北西峰。浑厚的话音传荡整片考核之地，紧接着考核之地相继升起了一道道绚丽的光柱，还有那些站在台阶上未能在最后关头走到顶端的一行人，也都带着遗憾出局。奇怪了，怎么没看到神级？对哦，神级可是3品弟子中排名第2的顶尖天才，他去哪里了？我记得他参加了这次的考核啊。完了，神级该不会要掉级了吧？在诸多议论声中，出局者全部被送回了北西峰广场。北西峰上一道接一道身影相继出现，很快人群中就掀起了一片哗然声，因为众人看到了半死不活、浑身是血的神级。轰隆隆！不等众人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第2阶段的考核即将开启。透过虚空中的那颗百丈法球，可以看到登霄台的上空云层聚集，一座璀璨夺目的巨大法阵乍现云端。来了，要来了！幻妖塔就要开始了吗？登霄台上的众人皆是郑重地看着上空。哐当一声雷鸣划破长空，跟着虚空震荡，耀光冲霄，一座焕发着神秘血气的高塔缓缓地从那法阵中降临下来。
嗡轰，各种力量碰撞交织的声音不绝于耳。幻妖塔像是一道巍峨的天柱，从天而降，落在了灯霄台的北面上方。哗，浩荡如潮的气流席卷10里地。幻妖塔的外表高达150米左右，里边也是内有乾坤。正如其名，幻妖塔，其共有7层，每一层都是不同的幻境空间，而那内部的幻境空间面积远比从外面看到的要大得多。吃了！突然间，一道像是火柴划过声音响起，幻妖塔顿时燃起了一片血红色的烈焰。灯霄台上的众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一双双眼睛中都倒映那燃动的火焰。幻妖塔共有7层，成功登上第7层的人可晋级为2品弟子，当然是用时最少的10个人。雄浑的声音如闷雷般敲击众人的耳膜。幻妖塔内禁止使用雷火符、隐身符等辅助法宝，但武器不受限制。一听到不能用辅助法宝，站在萧诺、洛宁旁边的李然一拍脑袋，不免有些头疼。不能用辅助法宝，我铁定完了呀！哈哈，那你准备的那些雷火符、炸裂符都要浪费了。洛宁掩嘴笑道：“凭什么武器不受限制，辅助法宝就不行？”李然郁闷道：“你问考核官了？算了算了，大不了等明年吧。”灯霄台上众人低声交流。这时有人忍不住地问道：“请问考核负责人，今年第一个完成通关的奖励是什么呀？”此言一出，众人的眼前皆是一亮，这才是值得关心的事情。幻妖塔上空的声音随之传来：“成功晋级2品的弟子皆有奖励，排名越高，奖励越丰厚。至于第1名，奖励1枚阴阳元气丹以及1部地平武学。”灯霄台上全场振奋不已。好家伙，阴阳元气丹，这可是价值昂贵的宝丹啊！听闻阴阳元气丹炼制难度极高，哪怕是我们缥缈宗有能力炼制此丹的人也不会超过3个。没错，此丹药一经服用，可在体内形成一道阴阳气旋，其能够加快对天灵地气的吸收速度，在修行途中可以事半功倍。1枚阴阳元气丹已经是场上的人群内心躁动不已，更别说除此之外还有1部地平武学作为奖励。一时间众人蠢蠢欲动，跃跃欲试。都准备好了吗？雄浑的声势从上空传来。众人点头，没有异议。是。既然如此，第2阶段考核正式开始。幻妖塔开启。轰隆，滚雷般的沉重巨响从幻妖塔的内部传出，随后幻妖塔的第1层敞开了一扇大门，紧接着一座楼梯从幻妖塔的门口延伸到了灯霄台上。被火焰浸染的幻妖塔散发着诡暗红光，每个人的眼中都闪动着炙热光芒。幻妖塔考核现在开始，第一个谁先来？第一个谁先来？灯霄台上乌云遮天，那宛如天柱般的幻妖塔浸染着火焰血气，众人立于塔前，看上去有些微不足道，望着那敞开的大门，一个个都流露出炙热。紧接着一道体型魁梧的年轻身影走了出来。我先来。呼，无形的气流铺散，此人浓眉大眼，方口阔鼻，气质倒是颇为出众。是流放师兄。可以的，流放师兄在3品弟子中排名第6，算是我们这些人中的牌面人物了。流放师兄加油，今年你必入2品弟子之列。对于身后众人的支援声，流放冷笑一声：“2品弟子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拿第1。”说罢，流放纵身一跃，像是一头狮子，跨入了幻妖塔的大门当中。唰，一道白光闪过，流放进入幻妖塔第1层。流放出现在了一座气派的宫楼面前，在他的面前赫然站着10个身披盔甲、手持铁枪的守卫，每一个守卫都是人形，但头盔下面却是灰雾色的面庞，一双眼睛闪烁着绯红的光泽。见到流放的刹那，10个守卫二话不说，纷纷发起进攻。哼！流放丝毫不以为然，其冲上前去，手中乍现一柄粗豪大刀，大刀极为沉重，刀柄和刀身位置以圆环对接。斩！流放犹如雄狮一般，厉声咆哮，其拖刀斩出，当场就有3名守卫被斩成了2截。紧接着，流放纵身一跃，避开了其余守卫的攻击，而后双手拖刀，又有4个守卫被斩掉了脑袋。余下的3名守卫难阻流放之势，接连被斩杀当场，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第1层的阻碍者。流放飞速奔向前方，待其穿过宫楼的大门后，流放进入到了一座沙地当中，同时又有10位守卫拦阻了流放的去路。这10个守卫与第1层的守卫不同，他们所穿的乃是岩石铠甲，手中握着长刀，比之前的守卫防御更强。来哦，小鬼们！流放双手捉刀，他纵身跃起，爆发凶狠攻势。砰！一刀斩在一位守卫的身上，沉重的刀锋劈爆了岩石铠甲，碎石迸溅，那守卫直接飞出20-30米。哈哈哈！就这点能耐，还想阻我的路？都给我退下！流放挥动大刀，横劈纵砍，刀刀凶猛，自带烈火。仅仅几个眨眼的功夫，10个沙地的守卫就被清除干净。灯霄台上，流放的表现，众人看得一清二楚。在那幻妖塔的壁面上，浮现出一座大型的光幕，光幕上有着清晰的画面呈现，众人能够直观地看见流放闯关的场景。嚯，厉害啊！流放师兄这就第3层了。那是自然，流放师兄并不是第1次闯这幻妖塔，除了本身的实力强硬外，同时还有经验累积，那些守卫的弱点他都清楚。难怪众人目光紧紧地盯着幻妖塔壁面上光幕影响，
除了能看到流放闯关的进度，甚至连里边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个流放好厉害啊，感觉他今年要晋级2品弟子了。站在萧诺旁边的洛宁赞叹道。正常，关想回答道，上次的时候流放就排在第11位，差一点就能晋级，今年肯定是有备而来，我都担心通过不了。洛宁面露担心之色。那更正常了，新人直接晋级2品的例子太少了，能通过幻妖塔的都没有几个。洛宁无言以对，并表示不愿继续跟关想交流。一番短暂的闲聊过后，流放一路过关斩将，直接杀到了第6层。而在第6层是一座古老的炼丹台上，流放面对的是10位浑身燃动着红色赤焰的守卫。这10个守卫皆是散发着不俗的气息，他们皆是握着一柄大剑，全部都释放着勇猛的气息。流放的表情郑重了不少，看得出他对这10位守卫还是比较重视的。来，死阳斩！一声大吼，流放身上爆涌着灼热的气浪，手中的粗豪大刀也燃起了紫色的烈焰。面对冲杀而来的守卫，流放挥刀迎击，与之产生剧烈冲撞。砰！巨力交瘁，最前方那位的守卫的大剑直接折断，流放双臂再度发力，紫色刀锋横斩在对方的脑袋上，守卫的头颅飞上半空。灯霄台上，流放的霸怒再度引发一片惊叹。厉害啊！流放师兄不愧是在归墟殿号称猛兽的男人，一手紫阳烈火刀已经炉火纯青了。现在时间过去多少了？忘了数了，但肯定很少。这感觉要冲榜首的气势啊！幻妖塔第6层，流放刀式雄浑，接连破敌，一个接一个的守卫在其大刀下被斩爆了躯体。流放越战越勇，很快就解决掉了第6层的守卫。不过他的身上也多了2条深浅不同的伤口，毕竟层次越高，守卫的战力就越强。流放虽然凶狠，但还是负了点伤。随后，流放抵达了第7层，也是幻妖塔最后一层。第7层是什么？灯霄台上，有人问道。血妖几只呢？只有1只。1只？不少人都流露出了错愕之色。幻妖塔壁面上光芒一闪，第7层的场景清晰呈现。第7层的幻境空间是一座建造于飓风顶端的云霄站台，站台为6边形，四周是白玉色的栏杆，在那站台的4面8方都是千丈悬崖，而在那云霄站台的正中央立着一尊浑身散发着血气的狰狞身影，那道身影将近3米，生有6条手臂，在他的背后还有一对蝙蝠肉翼鳍，虽形体虽接近人类，可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从地狱深渊中爬出来的凶魔。他看着前方的流放，嘴角一咧，露出2排的尖牙。你是来寻死的吗？尖锐的笑声刺耳，血妖浑身血气涌动，他盯着流放，一双竖瞳，凶光毕露。流放舔了口手臂伤口的鲜血，随即沉声道：我是来杀你的。话音落下，流放纵身跃起，冲向血妖。死阳斩！瑰丽紫焰布满刀身，流放双臂爆发千钧巨力，拖刀扫向血妖的脑袋。血妖冷笑一声，他扬起一条手臂迎击流放。砰！大刀劈在血妖的臂膀上，顿时震荡出一股雄浑的烈焰。流放气势受阻，落回地面，无力。血妖语带嘲讽，他右边一条手臂伸出，指尖处喷出一道赤色的光线，咻！赤色光线撕裂空气，射向流放。后者心头微惊，当即将大刀挡在面前。砰！刀芒炸散，地表震裂，流放再度被震退10几米远。唰！流放强行稳住身形，一滴滴鲜血从他那握刀的指缝中滴出。看到幻妖塔内的战斗情形，灯霄台上不禁惊起一分躁动。洛宁忍不住地询问道：血妖的力量也太强了吧？李然也点了点头，这估计由于气境一重了。一重？关想摇了摇头，他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句话：血妖的实力是玉气境3重。你说什么？洛宁、李然大惊，萧诺的脸上也露出了几分诧异。洛宁不敢相信地问道：玉气境3重，这谁能通得过幻妖塔的考核？玉气境3重，有人通得过幻妖塔的考核？洛宁、李然两人的眼神中明显充满了不信。关想当即说道：你们都还别不相信，第7层血妖的巅峰战力就是玉气境3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血妖的力量会逐渐减弱。哦，减弱？洛宁一怔，是的。关想给予肯定。萧诺、洛宁、李然的目光再度转向幻妖塔壁面上的那座大型光幕，果不其然，在首度交锋上，血妖近乎碾压了流放，可在后续的进攻上面，力量明显有所收缩。方才血妖一击就能令流放见血，过了10几招后，流放已经能够稳住身形，血妖的力量真的减弱了。洛宁眼前一亮，当然，要是一直都是玉气境3重，这里的所有人都要被他给打死。关想说道：如此一来的话，那前面只要慢慢防御就行了，等到血妖的力量跟不上的时候，一刀把他解决就算完事。洛宁顿时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可萧诺、李然、关想3人同时投来的眼神让洛宁有点小害怕。怎么？我说的不对吗？你可真是个大聪明，等待的越久，通关的时间就越长。你怕是想进入倒数前10名吧？李然翻了个白眼道。洛宁顿时反应过来，哟，他抬手一拍脑袋，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洛宁想到的拖延战术瞬间不攻自破，想要晋级2品弟子行列，击败血妖，通关是前提条件，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用时最短的前10名，拖的时间越长，距离前10名就越远。所以洛宁的想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洛宁苦恼道：“我是真的很想直接成为2品弟子，好光宗耀祖。”有的，关想回答。什么办法？洛宁有来了劲，不等关想准备解释，幻妖塔的内部传出了一阵尖锐的狂笑。结，众人的心弦一紧，只见血妖全身上下血气暴涌，身后的那对蝙蝠肉翼发出猩红的光源，大量的猩红光源譬如漩涡般朝着血妖的面前汇聚。霎时，一颗直径接近3米的球形冲击波径直朝着流放轰去。血元波，血妖这一吼声自带回音，血色冲击波所到之处，形成可怕的碾压力量，两者间的地面都呈现出坍塌碎裂状。血妖施展杀招了，他的力量差不多跌到了玉气境一重。众人面露凝重之色，虽是玉气境一重，可血妖的全力一击也足以重创筑基境的流放，甚至是轰杀。恶风扑面，气流暴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流放的身上突然涌现出一片碧色的光芒，那是场外的洛宁秀眉一掀，李然下意识地说道：“碧心灵晶，是碧心灵晶的防护力。”轰！说时迟，那时快，血妖释放出来的血色冲击波轰击在了流放的身上，狂暴的气流横冲八方，赤色余波扩散四下。想象中流放遭受重创的场景并未出现，对方竟然硬生生地扛下了这股可怕的力量。嘿，结束了！流放脸上绽开一抹得意的笑容，他蓄势爆发，犹如一尊猛兽般拉近和血妖的距离，同时手中的紫焰大刀好似火龙冲出。紫阳斩，颇巧！砰！沉闷的爆响荡开，紫焰大刀无情地贯穿了血妖的心脏。呜哇！血妖仰面抬头，6条臂膀胡乱飞舞，随后一团血雾从他的胸腔炸开，血妖仰面倒地，最终化作成千上万道碎影消失不见。斩杀血妖，流放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血妖消失的同时，幻妖塔的上空响起雄浑的声势：“归墟殿流放通关，用时192个数。”嗡！霎时，归墟殿流放5个字出现在了幻妖塔的另一边墙壁上，在其名字后面还有192这个数字。灯霄台上一片轰动，厉害啊！192个数就通过了幻妖塔的考核，2品弟子彻底稳了，有希望占据榜首了。榜首不好说，但前3绝对稳了。流放的表现引发了众人的惊叹，萧诺、洛宁、李然也似乎明白了什么。后者说道：“原来碧心灵晶还有这个用处。”没错，关翔点了点头。碧心灵晶不仅能够抵抗灯霄台的压力，还能够削弱血妖的力量，所以第1轮考核的时候，那么多人才会大肆的收集碧心灵晶。想到这里，关翔有些无奈的看了萧诺一眼，他只告诉了萧诺要收集碧心灵晶，但没有告诉对方具体用处，这也导致萧诺一颗碧心灵晶都没有留下。虽然关翔相信萧诺的实力，可要是有碧心灵晶在手的话，晋级的概率更大一些。而后，流放带着骄人的战绩从幻妖塔中出来，紧接着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第2个我来。第2个挑战的是个刚刚晋级3品弟子的外门弟子，他的实力不算差，有着筑基境4重的修为。第1层，10名身披盔甲、手持长枪的守卫逐个出现在其面前。幻妖塔是创造出了的幻境空间，每进去一个人就会从头刷新，不论是前6层的守卫，还是最后1层的血妖，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每个人的应对方式。对方轻松地解决掉了第1层的10个守卫，并且信心满满地走进了第2层。看来这幻妖塔也不过如此嘛。然而对方并没有得意多久，仅仅在第3层的时候就被围攻得遍体鳞伤。失败！无情的声音从幻妖塔的上空传来，第2个入塔者直接被扔了出来，他躺在地上欲哭无泪。随后第3个人入塔，第3个人倒是闯到了第5层，但是在第6层的时候跪在了地上。失败！第4个闯关者同样倒在了第6层，后面是第5个、第6个、第7个，一道接一道的身影进入了幻妖塔，但一连20-30个人都没有人能够复制出流放的战绩。虽然有好几个人都成功的走到了第7层，可都被血妖重创退场。北西峰偌大的广场上，人头攒动，议论声不断。流放还是厉害啊，这么久了，竟然还只有他一个人通关。流放毕竟是经验老道，上次他就拿到了第11名，这幻妖塔的考核难不倒他。2品弟子的考核难度不小的。正当众人交流之时，灯霄台的上空传来一声捷报：元龙殿袁承谦通关，用时196个数。嚯！不论是灯霄台上面还是北西峰广场上，都惊起一阵哗然。袁承谦也通关了，用时稍微有点可惜了，和流放就差4个数，已经很厉害了。袁承谦虽然在3品弟子中的排名比流放高一点，但袁承谦毕竟丢了寒元冰拳，战力打了不少的折扣。考核之地，在众人的议论下，袁承谦走出了幻妖塔，他的目光冷厉，眉宇间难掩傲然。回到灯霄台的时候，袁承谦的眼神有意无意地扫了萧诺所在的位置一眼，眼角锋芒略显锐利。切！关想嘴角一挑，低声骂道：“嘚瑟什么？1个月前被我们萧诺师弟打成那副死样，现在有什么好拽的？”洛宁脑袋威胁，他随口说道：“袁氏家族的人吗？”李然点点头，应该是，看他的寒冰体就知道了。袁氏家族的话，袁李雪当属第1天教了，他的寒冰体当真是100年难得一见。很显然，洛宁和李然对于袁承谦背后的袁氏家族还是比较了解的，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着。考核继续进行，
随着进度的增加，归墟殿流放的名字终于不再孤独。在继元成千登榜后，猎涛、吴傲二人的名字也都挂在了幻妖塔的上面。归墟殿猎涛用时194个数，太华殿吴傲用时201个数，绝仙殿韩飞用时219个数，元龙殿柳飘用时221个数。通关登榜的人数正在增加，可是淘汰出局的人更是多不胜数。流放师兄依旧挂在榜首啊。流放收集到的碧心灵晶比较多，在和血妖大战的时候占据了不少的优势。神戟师兄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听说他和梁星辰的妹妹合作，两人夺取了很多的碧心灵晶。对哦，你不说我都忘了，神戟连登霄台都没上。蓦地，一道年轻身影的踏出，中断了所有人的议论声。那是一位气宇轩昂、走路带风的俊朗男子，他的身姿挺拔，犹如一柄长剑，加之一袭白色剑袍的宽襟长衣，整个人都带着孤冷的傲气。是绝仙殿的向剑生师兄。向剑生这3个字一出，登霄台上一片躁动，场边的流放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向剑生一出，只怕他榜首的位置要产生动摇了，因为向剑生乃是3品内门弟子第一人。向剑生3品弟子第一人，当其走出人群，踏向幻妖塔的时候，一众挂在榜上的内门天才都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向师兄总算要出手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打破流芳师兄的记录。其实吧，我最期待的人并不是向剑生师兄。哦，那是谁？涅槃殿的那位？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第一个不借助碧心灵晶也能通过第一阶段考核的人。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开始期待起来了。于是一场关于向剑生和萧诺的话题在登霄台两边同时展开讨论。此刻的向剑生走到了幻妖塔门口，他冷眸一扫场下的流放、袁成、千、猎涛、吴傲等诸位天才，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轻蔑的意味。最终向剑生的目光停留在了萧诺的身上。哼，一群土鸡瓦狗罢了。此言一出，一众天才的面色皆是泛寒，一个个双拳紧握，眉头收缩。这已经不是挑衅，而是最为直接的蔑视。哼，说话别这么过分。猎涛冷声回击，等你打破了场上所有人的记录再来得意。向剑生笑了，笑得尤为轻浮。那你们可要睁大眼睛看好了。唰，话音一落，向剑生直接化作一道残影闪入幻妖塔内。站在萧诺旁边不远处的洛宁不满地说道，还真是嚣张啊，竟然把在场的这么多人比作土鸡瓦狗，气抖了。关想摇了摇头，向剑生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不用理会就是了。洛宁撇了撇嘴，没有多说什么。与此同时，向剑生已经进入到了幻妖塔的第一层，清晰的画面从幻妖塔壁面的大型光幕上呈现出来。开始了，来了！众人目光深沉，尤其是流放、吴傲、猎涛等一行人更是有所郑重。第一层的10个守卫持握长枪，朝着向剑生攻去。正当众人期待向剑生要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掉这个阻碍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向剑生竟然身形一闪，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了10名守卫，然后直奔幻妖塔的第2层。什么情况？登霄台上的众人困惑不已，他直接去第2层了，那第1层的守卫呢？直接略过了吗？怎么可能？第1层的守卫会跟着他去第2层的啊？那这样的话，向剑生在第2层岂不是要面对20个守卫？说时迟，那时快，向剑生已经进入到了幻妖塔第2层，仍旧是那片熟悉的沙地，10位身穿铠甲的守卫抽刀攻来，而在他的身后，第1层的那10名守卫也追到了第2层。唰，向剑生身形一转，身法飘逸，形如鬼影般避开了10位守卫的强攻。幻妖塔外面再度掀起一片惊叹，这身法太强了！等等，他又要干什么？那是惊叹之余，意外再现，向剑生再度越过第2层的10个守卫，直接进了第3层了。登霄台上的众人面面相觑，每个人都心生疑惑，一个守卫都没有解决，这意味着向剑生在第3层将面临30个守卫的攻击，这就很可怕了。正所谓以多咬死象，猛虎难斗狼群，向剑生不逐个击破，反而令自己陷入了多重的包围圈，对方的行为着实古怪。等等，他不会还要直接进入第4层吧？洛宁忍不住地说道。李然皱着眉头，看起来是这样。进入第3层的向剑生直接规避了守卫的攻击，然后前往第4层。而到了第4层后，相同的场景再度发生，没有理会众多守卫的围攻，向剑生轻易突围，踏上了第5层。到了这一刻，众人终于明白向剑生的意图了。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他要把所有的守卫全部都集结在一起，然后一次性解决。人群中发出一道惊呼，登霄台上顿时炸了锅，外面的北西风广场上也同样哗然声不断。向剑生师兄太胆大了，他竟然想把几层的守卫都集结在一起，太冒险了。5层的守卫加起来有50个，不是60个。什么？就在场内场外都惊了的同时，向剑生已经越过了第5层，并直达第6层，而再往上一层就是血妖所在的第7层。北西风北面的高台上，墨化园、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4位考核官也都流露出了丝丝郑重之色。向剑生的手段有些疯狂了。林如英道。墨化园虎目威凛，或许他很自信呢。幻妖塔第6层，场地是一座古老的炼丹台上，刷刷刷，一道接一道气息冷冽的守卫扎现向剑生的周边。向剑生除了要面对那10位身穿火焰铠甲、
持握大剑的守卫外，还要面对另外50位守卫，整整6层的守卫全部都集结在向剑生的面前。当前的场景令无数人都感到头皮发麻，这几乎就是必死之局。吴傲沉声道。猎涛眯了眯眼角，他要把自己给玩脱了。刹那间，60位守卫共同朝着向剑生发起进攻，然向剑生却是冷笑一声，枪！一记嘹亮的剑吟声从幻妖塔内激荡出来。只见向剑生掌中乍现一柄摇曳着绿色光芒的长剑，绿芒长剑约为3尺，通体涌动着强盛的寒光。木灵剑诀，禁锢缠绕。嗡！话音落下的刹那，向剑生数剑在前，一片绿色的剑芒爆洒出去。下一瞬间，一条条暗沉的荆棘藤蔓从钻破地面延伸出来，四面八方，所有冲向向剑生的守卫战士全部都被荆棘藤蔓给禁锢了身躯。嘿！向剑生脸上笑容更甚，蓦地，其长剑一抖，剑气震颤八方，刷刷刷！向剑生形如鬼影迷踪般闪出。幻妖塔内，只见剑光交织，耀影纵横，在众人满是震惊的目光下，一颗接一颗守卫的脑袋抛飞出去。那是好快的剑！灯霄台上的众人无不双目圆睁。刘放、吴傲、猎涛、袁承谦等一众在榜的天才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几步。整整6层的守卫，此刻尽数败亡于向剑生的剑下。剑气回旋，纵横四下，转眼之间，60位守卫皆在华丽的剑光下四分五裂。我靠！好强！幻妖塔外的洛宁握紧双手，眼中有惊异。李然也是一个劲的直摇头，就连萧诺的目光中也隐隐泛起了几分波痕。这一刻，刘放、吴傲、袁承谦等人压力倍增，不愧是木灵剑体，向剑生的实力着实强大。吴傲已经选择低头了。向剑生拥有的乃是木灵体质，这种体质拥有非常惊人的木属性力量，一瞬间连斩60位筑基境的守卫。向剑生以最为直接的方式诠释了他那所向披靡的战力。嗖，解决掉了前6层的所有阻碍，向剑生直奔第7层。一道白光闪过，建造于1000丈飓风顶端的凌霄战台上，向剑生会师6臂血妖。面对初始战力高达逾气境3重的血妖，向剑生长剑一抖，手腕一翻，一股剑气波散开来，砰！碎石荡起，沙尘飞扬，向剑生径直朝着血妖攻去。杀！找死！血妖大怒，他虽是由幻境所化，但散发出来的凶威却是实打实的。面对迎面攻来的向剑生，血妖利爪探出，一记血色的爪影以持续放大的形态朝着向剑生拍去。也就在此刻，向剑生的身上释放出一片碧色的光焰，光焰将其笼罩在内，好似一件护盾外衣。不用想也知道，那是碧心灵晶的灵能。砰！血色爪影抨击而来，向剑生躲过其攻势的同时，一剑上挑，直接斩掉了血妖的一条手臂。嘶！绯红的血雨在台上飞洒，血妖发出怒吼：呜啊！我要把你生吞活剥了！血妖蓄积庞大灵能，他余下的5条臂膀朝着对方轰去。向剑生迈开鬼影般的灵活身法，一个纵身跃起，躲过了血妖的进攻。轰隆！血妖的力量重重地轰在了地面上，顿时地表坍塌，大量的碎石从坑中炸飞而起。可不等血妖回过神来，向剑生已经是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嘿，结束了！向剑生冷冷一笑，其催动体内功力，并将碧心灵晶的所有灵能都注入到手中的长剑之内。枪！剑身之外流动的绿芒强盛了不知多少倍，所到之处气流撕裂，发出激昂的剑影。嘶！下一瞬间，向剑生手中灵剑无情地贯穿了血妖的后背。血妖浑身巨震，仰天咆哮，身后的一对蝙蝠肉翼更是剧烈的颤抖。向剑生没有给对方任何挣脱的机会，灌入血妖躯体的绿色灵剑释放出一道道绿色光纹，光纹如成千上万的囚笼蔓延出去。木灵剑诀，致命绽放！砰！冰冷的声音从向剑生的嘴边落下，蓦地，无数条荆棘藤蔓从血妖的胸腔中央爆开。呜啊！血妖无力嘶吼。灯霄台上的众人更是有种窒息的感觉，太可怕了！向剑生的实力，藤蔓冲爆了血妖的身躯，形成植物绽放的瑰丽盛宴。望着那化作漫天碎影消散的血妖，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惊悸。木灵剑体着实强大，玉气境，向剑生，他绝对达到了玉气境1重。我的天！玉气境！听到这3个字，不论是灯霄台还是北西风广场，都是一片轰动。要知道，血妖的初始战力是玉气境3重，向剑生虽然使用了碧心灵晶来削弱血妖的力量，但向剑生几乎是秒杀掉了对方。玉气境的修为毋庸置疑，难怪在他向剑生的眼中，那些榜上的天才都被视为土鸡瓦狗。他向剑生的确有这个嚣狂的资本。幻妖塔第7层，向剑生负剑而立，其气宇轩昂，傲视全场。很快，幻妖塔的上空就炸响了一道雷鸣般的声音：绝仙殿，向剑生通过，用时109个数。嗡！紧接着，向剑生的名字直接挂在了幻妖塔的最高处，遥遥领先了排名第2的流放。轰隆！灯霄台上一片轰动，北西风广场上氛围炸裂。我天，109个数通关了幻妖塔，这还是人吗？妖孽！向剑生太妖孽了，其他人还怎么玩？流放那192个数的成绩，在向剑生的面前根本不够看。炸了！今年的那门考核太炸了！109个数，
连一杯茶的功夫都不到。向剑生以绝对的优势碾压了榜上的所有人物，以最为直观的姿态宣示了他三品弟子第一人的地位。向剑生要破纪录了吗？有好事者问道。幻妖塔的记录吗？还没有。没有。缥缈宗的历史上有很多考核的记录保持着，而幻妖塔是近几年推出来的考核关卡。抛开以前的考核不谈，在所有参加过幻妖塔考核的记录排名中，向剑生位于第3位。第3位，那第1位和第2位是谁？第1位是4年前的绝人剑子梁星辰，他用时101个数。第2位是3年前进入宗门的袁氏家族大小姐袁李雪，他用时103个数。全场氛围更炸，轰动更甚，可怕。梁星辰和袁李雪更是妖孽中的妖孽，谁又说不是呢？不过向剑生也同样是个不可多得的顶级天才，他和梁星辰、袁李雪的记录也就相差不到10个数，这足以说明向剑生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会落于那2个人。确实恐怖，其他人在他眼里的确就是群土鸡瓦狗。虽然向剑生并未打破梁星辰、袁李雪保持的幻妖塔历史记录，但他的成绩已经把登霄台上的众多天才都碾成渣了。流放的脸色极为阴沉，吴傲、烈涛、袁承谦等人的面容也非常难看。这时向剑生从幻妖塔中走了出来，其眼中傲意更浓，看向流放、袁承谦、吴傲、萧诺一行人的蔑意更甚。我想后面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向剑生缓缓地走下台阶，其淡淡地说道：我先离开此地，等到全部结束后我再来领取奖励，不杀人，去出席。向剑生的这番话令众多在榜天才的意志全无，尤其是排名第2的流放更是最被诛心的一个。太狂了，我想弄死他。场下的洛宁咬着牙道。李然仍是摇头，没办法，据我说知，向剑生的成绩和梁星辰、袁李雪保持的记录都非常接近，他有狂的资本。关想亦是叹了口气，我都不想参与幻妖塔的考核了。被向剑生这么一嘲讽，不少人的士气都受到了冲击。在这等璀璨的星辰面前，其他人都不过是米粒之光。一剧场上天才皆为土鸡瓦狗，更令全员低头。嘿，向剑生得意一笑，随口准备先行离开。但也就在这时，一道年轻的身影不紧不慢地从人群中走出，他步伐沉稳，语出萧狂。依靠碧心灵晶才创造的记录，也能拿来吹嘘的话，那这3品弟子的榜首之名，未免太浪得虚名了。哗，无形的气流朝着前方冲开，所有人的心弦都不由得一紧。吴傲、烈涛等人的目光骤然一抬，关想、洛宁、李然几人的神情亦是倍感触动。萧诺一边踏上幻妖塔的台阶，一边淡然地说道：慢点走，一会我会出来问你，到底谁是鸡，谁又是狗？谁是鸡，谁又是狗？哗，无形的气沉掀动着萧诺的衣袍，挑衅回敬，语出嘲讽。刹那间，登霄台上的氛围骤然上升到了一个紧张的高度。向剑生顿住身形，其眼角斜视后方之人。萧诺却是目不斜视，自顾自地踏入了幻妖塔中。登霄台上的一众人群有些躁动，这下好看了，火药味太浓了。放心，他破不了向剑生的记录。向剑生是什么人？绝仙殿副店主看中的人。我听说今日考核结束后，向剑生就会拜入副店主的座下，成为其亲传弟子。原来如此，今天向剑生就是奔着第一去的。区区一个涅槃殿的新人，拿什么跟向剑生斗？四下议论声不断。众人虽然觉得向剑生过于自傲，但对方却有自傲的本事。至于萧诺，尽管在刚才第一阶段的考核中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可在向剑生的光芒下，对方难以起势，竟然在血色火焰中的幻妖塔散发着巍峨的气息。壁面上的大型光幕中浮现出内部的场景。很快，萧诺出现在了第一层。来了，来了，他要开始闯关了。一双双目光聚集在萧诺的身上，向剑生并未回头，他脸上泛起一抹轻蔑的冷笑。没必要浪费时间。说罢，向剑生便迈步离开。没走几步，登霄台上掀起一片诧异声，他直接去第2层了。什么情况？他是要效仿向剑生吗？有意思了。幻妖塔中，萧诺没有动手，直接绕过了第1层守卫的攻击，然后去了第2层。第2层的沙地幻境，萧诺面对20个守卫，其仍旧没有出击，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第3层。萧诺仿佛在复制向剑生的通关方式一样。萧诺不会是想用相同的方法吧？洛宁不解地问道。一旁的李然皱着眉头，轻轻摇头道：不行的。向剑生是玉气境的修为，除了碧心灵晶的灵能加持外，他本身的木灵剑体也是通关的关键。换做其他人，绝对不能这么玩。关想搓着双手，一副牙疼的表情。虽然着急，可关想并没有否定萧诺。我相信小师弟。不远处的吴傲、烈涛2人投来疑惑的眼神。相信？疯了吧？北西风，偌大的广场上一片沸腾，就连北面高台上的4位考核官此刻都紧紧地盯着巨型法球中呈现出来的画面，想要以向剑生的方式通关。他是否想得太天真了？太化殿副殿主林如英开口说道。墨化元冷笑一声，等到了第6层，他将淹没在60位幻妖塔守卫的围攻之下。看来涅槃殿想要依靠一个新人重回大众视野。欧阳长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墨化元笑得更冷了，那也要有那个本事才行。4位考核官，3人觉得萧诺在浪费时间。修长老则是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也是为数不多的打起了精神，一双老眼注视着前方上空。登霄台前，
幻妖塔内，萧诺一连跨越了5层幻妖塔，并抵达了第6层。宽敞古老的炼丹台上，10位身穿火焰铠甲、手持大剑的守卫散发着强盛的攻击欲，同时前面5层的守卫也都跟到了第6层。刷刷刷，一道道冷冽的身影接连闪现到位，前后一共60名幻妖塔守卫，譬如凶恶的狼群，哪怕是在霸怒的猛虎，也要被撕得粉碎。灯霄台上的众人更是来了精神，关键时刻来了，嘿，我倒是要看看他如何能够应对的了这60个妖塔守卫。场外众人话音未落，几位身披火焰战甲的守卫率先冲杀到了萧诺的跟前，枪蹭，灼热的气流迎面扑来，锋利的大剑暴斩而下，轰隆！下一刹那，雄浑的剑波震爆了大地，一条条狭长的裂缝布满了台面，而萧诺竟是闪到了几米开外，他的眼中仍旧是未见战意。紧接着，萧诺连续几个闪跃，灵活地规避掉守卫进攻，随即萧诺的目光锁定了通往第7层的通道。一见这种情形，灯霄台上的众人猛然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悸动。他想干什么？流放、吴傲、烈涛、洛宁、关翔等所有人的瞳孔都不由得收缩了一下。此刻的向剑生已经走到了几10米开外，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回头，从始至终他的嘴角都挂着轻蔑的笑意。没有人能够复制得了他在第6层的表现，没有人能够在一瞬间的功夫连续终结掉60位幻妖塔的守卫。仅凭这一点，向剑生就足以认定萧诺根本没有令他在外等待的资格。无趣！向剑生冷笑一声，不紧不慢地朝前踏出一步。可就在这时，人群中惊起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他直接去第7层了！什么？灯霄台上气氛更乱，北西风广场亦是更为轰动，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萧诺直接去了第7层，带着前6层所有的守卫，孤身一人去面对第7层的血妖，疯了！这家伙彻底疯了！北面高台上，欧阳长老双目圆睁，忍不住地骂道。太化殿副殿主林如英亦是秀眉紧蹙，太乱来了。墨化元则是冷冷一笑的寻死路，连向剑生都是在清除掉了所有的妖塔守卫后，才敢挑战最后1层的血妖。他萧诺区区一个新人弟子，凭什么敢独自一人对抗幻妖塔中的所有战力？真的是找死！灯霄台上，烈涛咬牙道：“吴傲、袁承谦，包括流放在内，无不觉得萧诺在找死。60名筑基境的守卫，加上1位初始战力位于气境3重的血妖，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关翔脸色都在发白：“师弟，别乱来啊！”他有点语无伦次，哪怕是他都没想到萧诺敢这么玩。洛宁、李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两人手心都满是汗。幻妖塔第7层，萧诺踏入凌霄云台之巅，在他的面前是那散发着诡秘血气的6臂血妖，在萧诺的两侧以及身后是前6层的所有守卫。孤立无援的你，将死无葬身之地！血妖宛如统帅3军的王者，他抬手一挥，一众守卫从4面8方朝着萧诺围杀过去。这一次，萧诺没有退路，刀剑劈来，长枪如龙，一众疯狂的杀意喷涌而至。萧诺眼中毫无惧色，就在万分危急时刻，其眸中一闪青芒，一股独特的青色气流宛如绸缎般爆发出来，轰通！霸道无比的势潮横冲8方。只见萧诺手臂上浮现古老青铜纹路，在他的身外，一座譬如法球般的护盾骤然成型。青铜盾！萧诺一声暗喝，刀剑斩下，尽数断裂，寒枪袭来，全部折锋。退下！萧诺厉声暴喝，其一脚重踏在凌霄台面上，砰的一声爆响，地陷半尺，一圈青色的霸道气劲抨击8方。众守卫尽数被震翻在地场外，众人大惊，那是什么力量？碧心灵经吗？不是碧心灵经。不等众人反应过来，萧诺纵身跃出，他宛如一尊暴怒的猛虎，跃向前方站台的血妖。血妖发出尖锐长啸，8方血气好似漩涡汇聚在他的面前，霎时，一颗直径超过5米的血色法球猛然成型。血元波！血妖杀招再现，但这股力量明显比之前对付流放一行人的时候要强盛得多。庞大的血色法球旋转冲击，一道道光束气流环绕在外，所到之处，地面持续龟裂。萧诺眼神深邃，面无任何惧色，在青铜盾防护下，萧诺左手佩戴寒元冰拳，全身灵能涌入左臂当中，6连崩击，轰通！6重爆发力在一瞬间尽数宣泄，寒元冰拳和血色法球结结实实地冲撞在了一起，跟着一股十字交催的霸道余波在台上盛放，站台地面急剧崩裂，大片碎石飞扬而起。灯霄台和北西风广场上的众人无不睁大了眼睛，不可能的，他挡不住的。血妖可是遇气境3重的初始战力，他一个筑基境用什么来挡？场外之人的话音未落，幻妖塔内乍现古老青光，萧诺全身血管隆起，像是一条条爬动的囚笼，7连崩击，通！6重爆发力之后，7重力量震爆天台，寒元冰拳再度发力，一股可怕的力道从萧诺的体内灌击而出，这一拳就像是穿甲之剑，那团庞大的血色冲击波硬生生的在萧诺的面前爆开，砰！血色乱流就像席卷开来的潮水，不仅将萧诺身后的一众守卫掀翻出去，甚至连前方的血妖都被震得往后倒退截。可就在血妖往后倒退的同时，一条冰冷的铁链突然缠住了他的半个身躯，是玄寒铁链。幻妖塔外面，
洛宁下意识地惊呼道。观想李然、吴傲、烈涛等人的心弦一紧，这玄寒铁链正是萧诺作为新人王的奖励灵器。幻妖塔内，只见萧诺以左手冰拳拽着玄寒铁链，手臂发力往后一拽，血妖的身形当即停顿了一下。也就是这停顿的一瞬间，萧诺右手一甩，一柄黑色魔刀以旋转的形态飞向血妖。飞影刀诀，枪！萧诺冷声暗道，高速旋转的黑色魔刀发出嘹亮颤音，随后斩在了血妖的胸膛上。鲜血迸发的瞬息，一道残影骤然闪过，前一秒还在7、8米外的萧诺，形如鬼魅般出现在了血妖的面前，并稳稳地抓住了魔刀的刀柄换杀。萧诺暗喝，捉刀手臂爆发千钧力量，砰！本就嵌入了血妖胸膛的魔刀用力一挥，无情刀锋划穿一片血雨，血妖的上半身当场被斩断成了2段一刀，绝命一击必杀！轰隆！幻妖塔之外，无数双眼球几欲惊爆，无数人的视觉神经遭受猛烈冲击，绯红血雨纷飞，血妖凄厉尖笑，他那断开的身躯迅速地化作漫天碎片。飞影刀诀正是袁天罡剑宗的武学飞影剑诀，只不过被萧诺加以更改了。一引斩，2换杀，3破军。此刻萧诺施展的正是第2招换杀。哒！血妖消失的同时，萧诺稳稳地落到了地面，而其余的那些守卫也是纷纷随着血妖一起消散，震撼入眼，脊背发凉。登霄台上的众人内心澎湃，更是全身发麻，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不由自主地在重复着刚才那瞬杀的画面。太强了，秀麻了，真的被秀麻了！轰隆！也就在这时，幻妖塔的上空雷云滚动，那道庄严雄浑的声音传来：涅槃殿，萧诺通关。用时，空间仿佛停滞了一下，每个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接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声势冲击了所有人的耳膜。98个数，98个数！轰隆！当这几个字入耳的瞬间，登霄台上，北西风广场上掀起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轰动。98！我的天，连梁星辰和袁离雪的记录都被打破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幻妖塔的时间计算有误！你开什么玩笑？幻妖塔是不会出错的。承认这个新人强大有那么困难吗？刚才你们又不是没看到，他几乎是瞬杀了血妖，从头到尾没有一步失误。没错，4年前梁星辰闯关的画面我也看到过，3年前袁离雪考核的时候我也亲眼目睹了，在细节方面绝对是萧诺更加完美。有人震撼，有人怀疑，还有的人折服。看着陷入了巨大轰动的北西风广场，就连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这4位考核官都陷入了沉默当中。哈，竟然被打脸了！太化殿副殿主林如英略带自嘲地笑了笑，墨化元眯着眼角，脸色有些暗沉。欧阳长老则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他看向修长老道：你早知道他能通关吧？修长老微微摇头，我知道他能夺得第1，但我没想到他能够打破良心。幻妖塔通体一闪白光，萧诺走出了塔内，迎接他的是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出来了，出来了，这才是妖孽中的妖孽，我怕是连做梦都想不到他能打破梁星辰的记录。我也是，我折服了。你们呢？俺也一样。萧诺一脸平静地走下台阶，他的冷眸径直扫向登霄台另一侧的向剑生。回答我，谁是鸡，谁又是狗？紧张，场上氛围再先紧张，火药味道更为浓郁。向剑生方才如何讥讽众人，萧诺就如何回击。看着向剑生越发阴沉的面孔，饶是烈涛、吴傲等一行人都感到暗爽。让你嚣张，让你目中无人，这下话都不敢说了吧？向剑生双手握拳，随即冷笑一声，哼，依靠作弊的手段获胜，也能得意这般得意吗？作弊！此言一出，登霄台上哗然声一片。什么作弊？谁作弊？萧诺吗？向剑生面色阴狠，他指着萧诺道：就凭你的实力，是不可能在没有碧心灵晶的情况下走上登霄台的，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闯过幻妖塔。你作弊了！一听这话，萧诺暗自冷笑，还真是张口就来。不过听向剑生这么一说，的确有不少人产生了怀疑。是啊，他才住激进，怎么会这么强悍？有问题，绝对有问题。但见场下不少人的情绪都被自己调动了，向剑生更是坚定了心中的猜想。他再度指着萧诺道：你敢证明自己没有作弊吗？萧诺俊眉轻挑，要怎么证明？胜过我！外边的北西风上跟着喧哗不止，向剑生竟然向萧诺发起了挑战。关想连忙站出来，他急匆匆地来到萧诺的旁边。向剑生，你是不是输不起？既然你怀疑我们萧诺师弟作弊，那应该你拿出证据才对。就是，洛宁也打抱不平，张口就说人作弊，你不也用了碧心灵晶吗？哼！向剑生冷笑一声，废话少说，我就问他敢是不敢。向剑生达到了欲气劲一重，又是强大的木灵剑体，他有绝对的信心击败萧诺。只要击败萧诺，那向剑生就能证明对方是作弊通关的，到时候萧诺自然而然的被取消资格，他又能顺理成章的登上榜首。众人窃窃私语，对于萧诺的怀疑更深了几分。这时萧诺说话了：我不喜欢毫无意义的战斗。嘿！向剑生得意的笑了，这样说来，你是拒绝和我比试了？不！萧诺话锋一转，眼角溢出冷意寒光，我要添加赌注。场内场外更加躁动起来。赌注！
向剑生也没想到对方会提出这种要求，你想要赌什么？比试是你提出的，赌注由你定。萧诺回答。向剑生稍作迟疑，而后回答：你要能赢我，第2名的奖励给你。虽然负责考核的人员只说了第1名的奖励，并未说出第2名能得到什么，但根据往年的情况来看，第2名肯定是有奖励的。不得不说，向剑生的如意算盘打的也真是够响的，因为他要是赢了，萧诺就该下来了，他将得到第1名的奖励。所以两边的赌注其实并不对等。萧诺并不在意，其淡淡的说道：师弟。关翔有些着急，洛宁、李然也同样看向对方。萧诺以目光示意自己心里有数，当即灯霄台上的人群非常识趣的后退，很快就在中间空出了一个足够大的地方。负责考核的人员没有出来阻止，北西峰上的4位考核官也没有发声。或许众人的内心都有所好奇，萧诺是否真的能够击败向剑生。北西峰上，一双双眼睛都盯着上空的那颗银色法球，法球中呈现出来的画面很清晰，里边的声音都一清二楚。说真的，向剑生不服是有道理的。在幻妖塔的考核中，那个萧诺虽然击杀了血妖，但其实前6层的守卫并没有斩杀多少。确实，不过幻妖塔的通关标准是登上最高1层，萧诺在重重的包围圈中斩杀掉血妖，然后走上最高点，这算是通关的。我知道那是通关，但论起击杀数，向剑生肯定最强。向剑生实力摆在那里，又是绝仙殿副殿主看中的弟子，这场实战可能要让排名发生变化了。灯霄台上，萧诺、向剑生相距10几米地，两人展开对峙，一个表情平静，一个眼神狠厉。一会别后悔哦！向剑生眼角一闪领光，其右手朝外一抓，一柄泛着绿光的灵剑闪入了他的手中。枪！剑气破散，沙尘冲开，向剑生剑袍掀动，彰显不俗风采。这正是向剑生想要的。就算对方通关又如何？自己在幻妖塔内可是实打实的斩杀掉了所有的守卫。萧诺淡淡的回答，相同的话回赠给你。哈哈哈！向剑生不怒反笑，接着其表情透出一股狠厉。你输定了！刷刷刷！话落，向剑生长剑摆动，强大的剑势涌向萧诺。木灵剑诀，禁锢缠绕。嗡！一片剑光闪耀，萧诺的身下乍现一座木系剑阵，剑阵譬如数根缠绕，反复交织。咔！砰！紧接着，一道道疯狂增长的荆棘藤蔓从地表钻出，它们就像疯狂的毒蛇，从4面8方扑向萧诺。刷！藤蔓缠住了萧诺的双腿、腰部等位置，一圈绕着一圈，瞬间就形成了一个直径1、2米的木藤圆球。看着被几千条藤蔓淹没的萧诺，场下的众人心头无不一惊。向剑生的攻势也太猛了，开局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优势。嘿，你完了！向剑生得意一笑，接着他骤然冲出，沿途留下一连串的残影，掌中灵剑大放异彩，直取木藤圆球内的萧诺。枪！凌厉至极的灵剑轻而易举地穿入了藤蔓中，眼看就要贯穿内部之人的时候，哒的一声，向剑生的掌中之剑停顿住了。向剑生眉头一皱，其再度借力，左手打在剑柄的末端，可长剑还是寸步难入。这时，藤蔓球体的内部传出一道轻蔑之声：“只有这种程度吗？”什么？向剑生心头一惊。蓦地，一道接一道青色光束从藤蔓球体的内部喷出，而后通的一记沉重的爆响，霸怒力量由内至外宣泄。那些绽放的青色光束形如利刃飞出，震断了一根又一根的藤蔓灯霄台上的众人双目。圆睁爆裂的藤蔓中，萧诺以徒手接下了向剑生的武器，其左手掌心正面抵着剑尖，连寒元冰拳都没有佩戴。这一幕的呈现，着实惊呆了全场的不少人。好家伙，向剑生手中的可是一件上品灵器啊！虽然那件灵器是木属性的，但力量也非同小可。他竟然敢用手拦截！不等众人震惊完，萧诺手臂上的青铜纹路浮现，同时一股强大的暗劲从掌心喷出，当，像是铁器碰撞产生的声响，青色余波在两者之间震开，向剑生手臂一麻，当即被震退出去。萧诺语带嘲讽：“无力。”你！向剑生面色一沉，萧诺讥讽道：“你的实力连血妖都不如！”住口！向剑生怒火升腾，跟着其纵身一跃，闪现至10几米高的空中。砰！周遭气流爆发，成百上千道诡暗的绿色光芒从向剑生体内炸开，绿色光芒迅速朝着灵剑汇集，并化作一条条凝实的尖藤。刷刷刷，尖藤大肆收紧，把向剑生的手臂连同灵剑一起缠住。紧接着，一道2、3米长的木桩尖刺骤然成型，木刺像是一道尖钻，表面布满了环形纹路，其爆发出强大的穿甲刺杀力，目标直取萧诺。木灵剑诀，穿藤灭杀，由上千道尖藤汇聚的木刺袭来，这一击极为尖锐，可萧诺完全没有要避其锋芒的意思。砰！萧诺身形一侧，全身蓄力，青色气流好似绸缎环绕全身，接着覆盖青色光炫全臂迎面轰出，七连崩击，加持青铜骨体威能，接连爆发。痛！拳头迎击在尖锐的木刺上，沉重的气爆声震颤了每个人的耳膜，尖藤木刺的顶端直接炸开。什么？向剑生双目圆睁，不可置信。场外的众人也是瞪大了眼睛，萧诺的肉身究竟有多强？
连如此强大的杀招竟然都摧毁不了他的防御。轰砰，7重爆发力，一道接着一道，空气都在震荡，前方的藤蔓就像震散的蛇群，尽数分散。里边的那柄绿色灵剑重新显现出来，肖诺没有任何的收拾，一拳抨击在了剑尖上面。轰，巨力交催，一股可怕的力道顺着剑身冲进了向剑生的臂膀当中。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令全场无数人的心脏一缩。只见向剑生的右手臂当场脱臼，关节处直接突出一段啊！向剑生吃痛，其五官扭曲，倒退10几米远。不等向剑生稳住身形，嘹亮的破风之声袭来，一柄黑色魔刀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冲杀到了向剑生的身前。每个人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方才血妖被斩杀的场景，这一幕太相似了。向剑生脸色一白，他连忙闪躲，可就在刀锋逼近的刹那，一声激昂的龙吟传出后，向剑生猛然感觉一抹眩晕。灯箫台上的众人也产生一阵心悸，也就是在这一瞬息的功夫，黑色魔刀切入了向剑生的喉咙处，死亡气息涌来，向剑生瞳孔放大，惊恐到了极点。救命！眼看向剑生就要人手分离，场外北西风上的墨画园，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4位考核官大惊失色。向剑生要是一死，4人绝对要承担责任，可4人身在外边，根本阻止不了。就在鲜血从向剑生的脖子处迸发的一瞬间，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抓住了暗星魂的刀柄枪，黑色魔刀发出一阵强烈的音律，诡暗的耀光闪爆4下，众人的心脏急剧缩动，夺命刀势猛然收缩。肖诺反手捉刀，冷冷地立于向剑生的面前，至极画面在先震撼。转眼之间，肖诺手中魔刀已染向剑生之血，若再往前半步，必将断手分尸。回答我，你还有疑问吗？回答我，你还有疑问吗？枪！魔刀暗星魂发出激昂的颤音，灯箫台上、北西风上，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胸膛一样。就在上1秒钟，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向剑生要被斩掉首级，没想到千钧一发的时刻，肖诺直接收住了刀势。电光火石间的场景变化，叫人刺激的头皮都在发麻。黑色魔刀的刀锋散发着渗入骨髓的凉意，一滴滴的冷汗从向剑生的脸上滴落。他从未感觉死神离自己有这么近过。说实话，要是肖诺没有收住刀，他大概率也白死了。虽然缥缈宗有明确规定，除了生死台，宗门的任何地方都不能杀人，但这场对决是向剑生自己挑起来的，肖诺哪怕会被惩罚，多半也不会太重。向剑生脸色泛白，内心陷入了两难的挣扎。肖诺冷冷地注视着对方，回答我作弊了吗？向剑生心弦一颤，不知作何回应。见其两问不答，肖诺掌中魔刀一紧，说话的声音骤冷，回答我，谁又是土鸡瓦狗？砰！一股汹涌澎湃的气流从肖诺的身后散发出来，衣袍掀动，沙尘扬起。向剑生的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顿时被击穿，其身躯猛地一震，接着双膝一弯，无力地跪在了肖诺的面前。哒呀！向剑生喉咙中发出颤抖之声，冷汗止不住地往外冒。我说了，是我说了。这一刻，傲慢的向剑生低下了头。这一刻，关于肖诺作弊的推断彻底被攻破。场下众人的脸色一变再变，流放、吴傲、烈涛、袁承谦等一众天才尽数沦为了肖诺的背景，没有人敢再怀疑肖诺的实力，太刺激了。洛宁一个劲地直摇头，他眼中闪动着光芒，那些把他推向涅槃殿的人该后悔死了。旁边的李然不禁露出一抹冷笑，估计那些长老要自戳双眼了。洛宁和李然当时是亲眼目睹肖诺被排挤，4殿的长老没有一个肯要他，不得已之下，肖诺被安排到了涅槃殿。没想到短短1个多月，肖诺便带来了如此强有力的震撼，也不知道当初那些在缥缈天梯负责接待的长老会作何感想。考核继续进行，潜藏在幕后的考核负责人提醒道。灯箫台上的众人愣了愣神，似乎这才想起来现在还处于考核进行时。而后考核继续，一个接一个的3品弟子进入到幻妖塔内，或许是因为前面发生的事情影响了心神，导致后面的大部分人都有点心不在焉。观想、洛宁、李然3人也各自进行了考核。观想虽然成功的耗死了血妖，但因为时间拖得太久，未能进入前10名，从而晋级2品弟子，失败。洛宁凭借不俗的实力通过了第6层，可因为血妖的初始力量过于强大，洛宁在进入第7层的时候主动选择了放弃。李然也同样倒在了第6层，两人都失败了。可对于新人而言，这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一直到下午临近傍晚时分，第2阶段的考核才落下了帷幕。榜单上的排名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肖诺以98个数的成绩高居榜首，后面依次是向剑生、流放、烈涛、袁承谦、吴傲等一行人。3品弟子中的那些佼佼者们基本上都顺利的晋级。北西风广场幻妖塔考核结束，修长老走到高台的前方，正式宣布落幕。在北西风等待了接近1天的众人接连舒出了一口气，呼，总算结束了。其实那个叫肖诺的考核完之后就已经结束了，后面的考核完全没有期待感。哈哈哈，我也是相同的感觉，今年的考核真的是太出人意外了。没错，梁星辰的记录都被打破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在众人的交流声中，那颗悬浮在北西风广场上空的100丈银色法球发出一阵灵能波动，嗡！随后，一道接一道的光束冲破法球内部，银色法球就像太阳般发出昊天光芒，轰隆！霎时，一股混乱的气流在天地间扩张，法球在虚空爆碎，同时一道庞大的光柱灌入广场中央，哗！一片刺眼的光芒闪过，灯箫台上的所有人全部都回到了北西风。呼，回来了！今年考核结束了，又要开始努力了，争取下次晋级。有人欢喜，有人愁，还有人不屈不挠。北面高台上，4位考核官已经全部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今年的考核到此画上句号。不得不说，这次出现了令我们都意想不到情况。太华店副店主林如英声音幽冷，他一双深幽的眸子落在了人群中的肖诺身上。98个数的成绩，肖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纪录，甚至在第一阶段的灯箫台考核上，还达成了第一个不借助碧心灵晶也能登顶的纪录。今日后，肖诺的名气必然在缥缈宗迎来一波暴涨。以下10个人成功晋级为本门的2品弟子。林如英开始对本次的考核进行最后的结算。第1名，涅槃殿，肖诺；第2名，绝仙殿，向剑生；第3名，归虚殿，流放；第4名。宣读结束后，林如英的目光再度落到了肖诺这边。获得第1名者，奖励阴阳元气丹1枚，地平武学1部。林如英玉手轻抬，白皙的五指如花瓣摇曳，萧，一个做工精美的锦盒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肖诺目光微抬，伸手将那锦盒接入手中，里边的是阴阳元气丹。林如英说道。四面八方全部都是羡慕的眼神。肖诺握着锦盒，眸中也是涌动一抹亮光。有了这阴阳元气丹，自己的实力必然会有所帮助。此刻的肖诺也是真正理解到了进入宗门的好处，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有机会得到。至于地平武学，明日以后你自行前往宗门武技阁领取，等你去了，有人会接待你。林如英继续道。肖诺微微点头。第2名的奖励同样是一部地平武学。林如英转去向剑生那里，不等他把话说完，修长老开口道：那啥，第2名刚才和第1名打赌打输了，第2名的奖励算到第1名的头上。修长老此话一出，向剑生那叫一个恨得牙痒痒。原本向剑生还想着蒙混过关，可修长老偏偏这么多事，干涉起了小辈的私事。林如英有点无语，平时也没见这老头喜欢多事啊。不过向剑生和肖诺的赌都是有目共睹的，林如英迟疑了一下，还是道：那第2名的奖励转移到第1名身上。广场更是喧哗不止，众人对于肖诺当真是羡慕嫉妒恨。如此一来的话，肖诺能够去武技阁领取2部地平武学，1部地平武学已经是价值连城了。现在一次性得到2部，肖诺岂不要爽飞了？反观向剑生，面如死灰，第2名不仅什么都没捞着，今天以后还要被当成笑话。随后，林如英颁发了第3名至第10名的奖励。第3名获得的是一部顶级的上品武学，其他人有的是丹药，有的是灵气。相比之下，第2名的向剑生简直不要太惨。考核正式结束，北西风上的众人开始陆陆续续的散去。但就在这时，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速之客踏入了广场的中心场地。等等，你们看那是谁？那人是？怎么会？无形的锋芒在人群中冲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呼，凛风扑面，轩昂气宇，好似风云盖顶。来人竟是绝刃剑子梁星辰。刹那间，就连准备离开的4位考核官都不禁停住了身形。梁星辰身上锋芒所向之人正是肖诺。意外！一股强大的气场涌入北西风广场。10大内门最强弟子之一的梁星辰踏足于此。绝刃剑子梁星辰，妖孽中的顶尖存在，甚至马上就要成为真传弟子的人物。绝刃剑子的名号如雷贯耳，而他的突然到来也令北西风的氛围变得有些不同寻常。梁星辰是梁星辰，他来干什么？不清楚，看他的样子，感觉不像是好事。这气场真是够强的，不愧是要被提名为真传弟子的天才人物。场上议论声此起彼伏。梁星辰的一双冷眸好似星辰，他冷冷地看着前方的肖诺，踏出的每一步都自带非凡的气宇。在梁星辰的身后跟着几个年轻男女，于抗师兄和林玉师姐也在，这2人也是1品弟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和梁星辰的关系不差。于抗、林玉曾经随同梁星辰一起前往过沙城，并和天罡剑宗争夺沙城的管理权。后来天罡剑宗退走了沙城，梁星辰被提名真传弟子，于抗和林玉也都获得了宗门的嘉奖。这3个人走在一起，更是令他们的阵容充满了威慑性。喂，一群小鬼，别搞事啊！北面的高台上，欧阳长老沉声道：嘿，欧阳长老，我们就解决一点小事情。于抗面带笑容，给予回应，处理完就走。很显然，于抗并没有给欧阳长老太多的面子。虽然对方是宗门长老，地位还算可以，但梁星辰可是即将成为真传弟子的人，真传弟子的地位不是对方能够相比的。墨化园，林如英和梁星辰都是熟人了，这2位副店主暂时还没有开口说话。梁星辰一行人来到了肖诺的跟前，唯有肖诺身边的官饷洛宁、李然几人脸色明显发生了变化。怎么回事？梁星辰是来找肖诺的？答案显而易见。梁星辰淡淡的看着肖诺，我来
是要回一件东西。其一边说着，一边向萧诺伸手，雷利剑，你从我妹妹梁子那里拿走的上品灵器，还回来吧。哗！此言一出，全场更为哗然。这萧诺好大的胆子，竟然连梁星辰妹妹的东西都敢抢。梁师兄是不是弄错了？关想试着为萧诺辩解。洛宁、李然则是对视了一眼，两人神情有些复杂。哼！站在梁星辰身后的于抗冷笑一声，他眼中泛着阵阵寒意，斩了神几的一条腿和一条胳膊，还把梁子师妹打成重伤。这些事情该不会做完就忘了吧？什么神几？关想一惊。广场上，烈涛、吴傲、刘放等人也都面面相觑。难怪三品弟子中排名第2的神几连登霄台都没上，原来是出了这么大的事。面对前方众人，萧诺表现的倒是颇为镇定。人是我伤的，剑也是我拿的，嘿，承认就好。于抗语气森寒，目光尖锐了些许。按照宗门的规矩，我们不能拿你怎么样。不过，你抢走的那口雷利剑，乃是绝仙殿副店主所赐，后由梁星辰师兄转赠给他妹妹的礼物，还请你务必还回来。命令的语气，几人的态度既不是在商量，也不是在友善交流，而是快要溢出广场的威慑命令。这种时候，不论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低头，毕竟对面的可是梁星辰。关想看向萧诺，低声说道：“师弟，好汉不吃眼前亏，把剑给他们就是。”洛宁也以眼神示意萧诺交出雷利剑，可萧诺却是嘴角微挑，以同样不屑的语态回应：“我为什么要给？”嚯！一听这话，不仅广场上哗然一片，就连北面看台上的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等4人都有些诧异。你说什么？于抗眉头一皱，我为什么要给？萧诺一字不差地重复刚才那句话。萧诺很清楚一点，自己还未进入缥缈宗的时候，梁星辰就想要取自己的性命。后来在化骨山脉，对方又令周宇福、周长老劫杀过自己，种种迹象表明，梁星辰都想杀自己。就算今天服软，把雷利剑交还出去，双方的关系仍旧势如水火。那给与不给又有什么区别？你可知你的行为有多愚蠢？于抗耐心见识。萧诺身形微侧，语带嘲讽：“这就急了吗？雷利剑就在我身上，要是急了的话，那就跳墙过来拿吧。”北西峰上的众人无不为之一惊。不得不说，萧诺这番嘲讽当真是有够狠的，这岂不就是在骂于抗狗急跳墙吗？于抗动手不是，不动手也不是，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这时梁星辰开口了：“想要留下雷利剑，可以，只要你有本事接得下我一招。”场上氛围再度加剧，烈涛、刘放、吴傲等一众天才不由得眯起了眼角。这梁星辰怕不是想要借着为妹妹出头的借口，同时宣示一波主权。就在刚才，萧诺打破了梁星辰在幻妖塔创下的通关记录，号称绝刃剑子的梁星辰又岂会无动于衷？一旦萧诺名气起来，必然会有好事者将他和梁星辰放在一起比较。所以梁星辰现在要做的就是镇压萧诺，重新建立起属于他绝刃剑子的威严。别答应，萧诺师弟。关想这下是真的急了，他连忙抓住萧诺的手臂道：“他可是通灵境。通灵境，先不说梁星辰达到了几重境界，比之筑基境9重的萧诺，中间还隔了一个玉气境。在关想看来，萧诺万不可落入了对方的圈套中。可梁星辰却是不依不饶，其朝前踏出一步，一股无形的气流扑向前方。除了萧诺外，周边的一行人都有些站立不稳。在我的面前，你的萧狂与向剑生毫无区别。都已经准备灰溜溜的离开的向剑生再度受伤，好歹也是第2名。今天连续被拿来嘲讽，向剑生咬牙切齿，几欲气出2两血来。一剑，梁星辰声音骤冷，无形气语形成挑衅：“若你接我一剑不到，雷利剑，拱手相让。”一剑不到，拱手相让，字字冷冽，句句带着欺压之势。场上的压力顿时来到了萧诺这边。不答应的话，那他便是畏惧，就算今日夺得了那门考核的榜首，也依旧要在梁星辰的面前低头。可要是答应的话，那萧诺面对的乃是一位通灵境级别的强大对手。梁星辰的一剑之力，无人能够揣测其威力有多强，但可以肯定的是，别说筑基境，就算是玉气境的高手，也没有几个人能接得住梁星辰一招，太欺负人了。关翔可算硬气了一回，他开口说道：“通灵境腰战，筑基境，这摆明了在恃强凌弱。我们涅槃殿是不如以前了，但也绝对不会让你们这么欺负人。”说罢，关翔就坚决地对萧诺道：“走，师弟，我们走，只要不上生死台，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梁星辰又如何？只要对方一天没正式成为真传弟子，那他就一天不敢乱来。”哼！这时，梁星辰泛起一抹轻蔑的笑容：“恃强凌弱吗？只怕你们永远都会被我恃强凌弱。”这句话深深地戳中了关翔的灵魂。北西峰上的众人也赫然感受到这4个字中的蔑意。此刻，仿佛在所有人看来，萧诺永远都将弱于梁星辰。也就在这时，萧诺答话了：“未必。”轰！关翔、洛宁、李然等人的心神一震。萧诺正是梁星辰，一双深邃的眼眸中似乎从未产生过惧意。梁星辰声线微微拖长，其抬手指向对方：“所以，你的选择是？”萧诺眼角一闪锐光，抬手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萧诺在此向绝刃剑子请招了。轰隆！刹那间，北西峰上
一片轰动，比之刚才在幻妖塔考核时还要震撼的场景来了。饶是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4位考核官的脸上也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惊异。萧诺竟然答应了梁星辰的邀战，这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好家伙，今天是什么情况？发生的事情这么玄幻！啊呀呀呀！我要疯掉了！虽然梁星辰的气场真的不可撼动，但是萧诺真的好燃啊！是，我的热血都被他给带沸腾了，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锋芒。哼，你们就尽管捧杀吧。等到梁星辰长剑出鞘的时候，他连跪下的机会都没有。没错，还年轻人该有的锋芒，这就是愚蠢。有人被萧诺的气语所惊，有人认为其愚昧不堪。一时间，整座北西峰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氛围爆发。于抗、林玉等一行人退到场边，临走的时候，于抗还不忘朝着萧诺投去蔑视的眼神。在他看来，对方已经完了。萧诺那边，关想还想劝止，却被李然和洛宁拉了下去。相信他吧，洛宁郑重地说道。关想无奈地摇头，他们是今年刚来的新人，还不清楚梁星辰的真正实力有多强。正因为关想知晓梁星辰的能耐，才会更为担心。可事已至此，无法阻止。偌大的广场中心台面上，萧诺在东，梁星辰在西，两道身影各自璀璨，譬如星辰皓月。放心，我并不愿意别人说我欺负弱者，这一剑我只会动用5成实力。枪！话音落下的刹那，梁星辰双手抬起，一柄龟力长剑骤然出鞘。长剑出鞘的下一瞬间，剑鞘有如一道光线飞向场外。砰！剑鞘定入场下的一道石柱中，强大的穿透力灌入柱身深处，一道道裂缝即刻布满石柱表面。好强！众人无不感受到了梁星辰的可怕战力，光是那道剑鞘的力量就足以斩杀钓鱼气境级别的高手。一时间，方才那些为萧诺说话的人全部都闭上了嘴巴。嘿嘿，场边的于抗咧嘴笑道：“有人要慌得双腿打抖了。”蹭！独特的剑吟之声激荡八方。梁星辰注视着萧诺，掌中长剑焕发皓月般的银色圣辉。看好了，我只需一剑，便可让你认清楚你我之间的差距。唰！话音落下的刹那，一道剑虹冲霄，梁星辰纵身跃起，直达几10米的高空，剑气纵横，锋芒无尽。梁星辰一剑凌天，俯瞰下方，唰唰唰，一连数道急促的破风声势传来。只见梁星辰的身后乍现5道凝实的剑影，这5道剑影好似指针轮转盘，剑尖朝外，剑柄朝内，而每一道剑影都散发着极为强大的威势。广场上的众人脸色一变再变，那是绝影剑术，百闻不如一剑。绝影剑术变幻万千，威力无穷，每一招都精妙无比。今日一剑当真是极为瑰丽，无数人的眼中都露出了惊叹之色。说时迟，那时快，梁星辰爆发强盛剑流，5道剑影绕身转动，接着5剑合一，化为一道磅礴剑气。绝影剑术5玄归一，枪！梁星辰一剑斩下，磅礴剑气宛如一道瑰丽圣剑，冲向下方的萧诺。强大的气流聚涌而下，可怕的剑势笼罩大半个广场，哪怕是场外观战的一行人都被这股气势镇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更别说位于剑气之下的萧诺。太强了，梁星辰真的太强大了，萧诺绝对挡不住这招。就在这时，萧诺身外爆发出一股惊人的青色气流，青色气流好似绸缎般环绕在外，瞬间形成一座青铜光盾。那是什么？场下众人面露疑惑之色，是防御招式。虽然之前在幻妖塔的时候，萧诺就使用过青铜盾，但现在近距离的呈现在众人的眼前，效果更为清晰。护盾的上面流动着古老的密露光痕，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神秘感。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梁星辰释放出来的剑气已经冲杀到了萧诺的面前。轰！凝实华丽的剑气正面冲击而下，广场之上惊爆沉重巨响。一攻一守，皓月般的银色剑气与之青铜盾产生剧烈的反应。下一秒钟，银色剑气便穿透了青铜盾的壁面，袭向内部的萧诺。正如所有人想的那样，筑基境和通灵境相差太多了，根本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弥补得了的。萧诺的青铜盾只是凝聚初期，虽能够抵御上品灵气的力量，但梁星辰的武器明显不止这个层面。但也就在这时，萧诺左手佩戴寒元冰拳轰出，轰隆！闪烁着雪花冰痕的寒元冰拳结结实实的冲击在银色剑气上，又是一股十字状的气爆席卷八方。7连崩击！萧诺手臂血管隆起，身上青铜古纹浮现，一连7重力量顺着寒元冰拳抨击在这道剑气上，每一次的力量对轰，引得空气震颤不休。不行的，此刻连北面高台上的修长老都忍不住的摇头，就算是9连崩击的7重爆发力，也挡不住梁星辰的攻势。他太了解9连崩击这部武学了。萧诺纵然天赋异禀，肉身再如何强大，可对面的乃是通灵境的高手，更是一品内门弟子中最为顶尖的人物。可就在修长老话音刚落，萧诺全身肌肉收紧，其膝盖一侧，左臂如穿甲剑顶出，8连崩击，通！一道急欲震穿众人耳膜的轰鸣声在广场中央炸开。8连崩击，再造巅峰越线之力，赫然从萧诺的左臂宣泄。轰隆！剑气横冲，余威扩张，连同着大地下沉半尺。萧诺左臂佩戴的寒元冰拳直接炸碎开来，那道强大的剑气也一并支离破碎。这一幕震撼全场。
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欧阳长老4人双目圆睁，瞳孔触动。场下的观想，洛宁、李然、于亢、林玉等一行人更是大惊失色，挡住了。萧诺没有倒下，他接住了梁星辰的这一剑。轰隆，气流乱冲，剑气播散，一块块碎石在萧诺的周边飞舞，寒元冰拳完全被打碎了。萧诺的指缝间淌出一缕鲜血，可他的身形依旧不偏不倚，散发出来的气势依旧嚣狂，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于亢、林玉2人更是不可置信，梁星辰如此威力绝伦的一剑，竟然只给萧诺造成了一点轻伤。原来萧诺眼皮轻抬，其声音傲然：“你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原来你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北西峰上万众骇然，所有人的内心都难以平定下来。萧诺迎战梁星辰，新人第1名和内门第1天才的首度交锋，便是此等震撼。梁星辰那一剑的威力毋庸置疑，从场上爆发的余波以及中品灵气寒元冰拳的下场就足以说明一切。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萧诺竟然接住了这一剑，怎么回事？他的身上还有上品灵甲吗？人群中有人沉声道，跟着又有人道，就算有上品灵甲，也扛不住梁星辰的那招剑势。古怪，太古怪了！场上的众人皆是难以压制内心的波动。元龙殿内门弟子袁承谦的脸色铁青，甚至还有些欲哭无泪。我的冰拳！袁承谦咬牙切齿，双手捏得咯咯作响。可恶啊！那件寒元冰拳是1个月前被萧诺引走的，这段时间以来，袁承谦一直耿耿于怀，并想要伺机拿回来。可现在寒元冰拳变成了满地的碎渣，这叫袁承谦恨得牙痒痒。哗！与此同时，梁星辰落回到地面，一圈皓月般的双色剑气从他的脚下铺散出去，其直握手中长剑，眼神中难掩寒意。看得出梁星辰的怒意正在上涌，眉宇间的杀意逐渐浓郁。这是我的失误，但下一次你不会如此幸运。四下众人的心弦一紧，看样子梁星辰并不打算就此罢休。萧诺笑了，其嘴角挑出一抹戏谑的弧度。我一直以为你鼎鼎大名的绝刃剑子具有成为真传弟子的实力，现在看来是我高估你了。萧诺话音刚落，梁星辰手腕一转，一股雄浑的剑罡交织出去，广场台面炸裂一层碎石。砰！四周的人群皆被梁星辰这股剑势震退开来，甚至有的人直接被震翻在地。哼，你在挑战我的底线！梁星辰冷声道。于亢也跟着跳出来道：“梁星辰师兄有意收敛锋芒，你还真觉得自己有能耐站着说话吗？”林玉也跟着说道：“哼，你灵气被碎，手臂见红，也敢出言不逊。”于亢和林玉的发言也是引起了场上不少人的附和。梁星辰在缥缈宗的人气极高，他有极多的死忠粉。听到萧诺一番言论，不少人都站出来大骂。对于四下传来的口诛笔伐，萧诺仍是不惧，其语气萧冷：“我的灵气的确碎了，手臂也确实见红，但别忘了，你梁星辰早我4年进入缥缈宗，所以呢？”梁星辰冷冷地回答。1年，萧诺眼角冷意，更显霸气。1年之内，我将远超于你。轰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像砸下来的一颗陨石碎片，瞬间在北西峰引发了惊天大爆炸。他说什么？1年之内超越梁星辰？做梦吧！我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之人，口气这么大，当心闪了舌头。氛围不断爆炸，就连墨化元、林如英、修长老等一行人都控制不了局势的走向。超越梁星辰，整个缥缈宗有几个人敢说出这种话？修长老抬手拦住墨化元、林如英：“小辈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墨化元、林如英对视了一眼，然后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完了，完了！场边的观想双手搓脸，闹出这么大的事情，等回到涅槃殿，他绝对要被娄庆、蓝梦他们给骂死。可旁边的洛宁震惊过后，反倒是欢呼雀跃，拍手喝彩，太霸气了！真正的男人就应该不畏强权，越挫越勇。我天！李然则是一阵头疼，还不会强权呢？拜托，那可是梁星辰啊！尽管场上绝大多数都是支持梁星辰的声音，但也有一部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当萧诺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无形的压力反倒是来到了梁星辰这里，就像刚才梁星辰逼迫萧诺接他一剑一样。此刻的萧诺也在打压对方的锐气。你的信心过头了，梁星辰沉声道。萧诺面不改色，眸中的冷意更甚。或许半年就够了。语言的锋利，有时候超越了刀剑。刀剑可以杀人，但语言却能诛心。连番的嘲讽下，梁星辰终于难掩心中的杀意。半年时间，你可敢与我登上生死台？怒火、杀意、生死台3字一出，风云皆沉，寒流加剧。萧诺平静的回答：“有何不敢？”炸了，炸了！北西峰上的气氛全面炸裂。半年时间超越梁星辰，这在所有人眼中完全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修行一途越到后面就越难提升，有的人尤其是遇气境之后，有的人提升一个小境界可能都要1年半载。萧诺想要在短短半年内从筑基境跨越到通灵境，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人都妈了，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嚣狂的人，那可是梁星辰啊！就算这半年来梁星辰元的踏步等他半年都追不上来，更别说这半年时间梁星辰自己的修为还会增长。
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半年之约，生死风云台。今日之后，萧诺和绝刃剑子梁星辰在明面上的脸皮也彻底撕破了。实际上，这正是萧诺想要的。梁星辰针对自己不是1天2天了，既然他早晚要动手，那萧诺倒不如把时间定在半年之后。如此一来，萧诺便有半年的时间提升自己。大庭广众下的生死之约，缥缈宗这么多人都看着，梁星辰和那周雨芙再想要暗中对付自己，那就没那么容易了。也就是说，这半年时间是萧诺刻意为自己争取的时间，不然的话，自己还要时刻提防他们的案件。半年之后，我在生死台等你。梁星辰冷声喝道，掌中长剑一掀，凛冽剑气激荡出去。萧诺右手五指握拳，手臂朝外一掀，我一定会去。砰！一股强盛的气劲爆冲开来，青色波潮震碎周边石块，两股威势对冲，在场上形成气流错乱。一人气宇轩昂，一人霸气无双。看着萧诺的背影，众人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萧诺在幻妖塔中瞬杀血妖，秒败向剑圣的画面，说不定这场半年之约的生死台对决真能够期待一下。于抗狠狠地盯着萧诺，让你再得意半年。随后，在于抗、林玉等人的随同下，梁星辰转身离开。但也就在几人转身的时候，萧诺的声音再度传来：“雷利剑还你，这东西我还看不上。”枪！话音落下之时，萧诺掌中乍现雷芒灵剑，接着萧诺手臂一抬，五指骤然松开，雷利剑顿时化作一道闪电冲向场外。砰！下一刹那，雷利剑直接定在了场下的一道石柱上，气沉激荡，裂缝蔓延。雷利剑释放出来的光芒有如窜动的雷蛇，令人胆战心惊。霸气！萧诺的这一举动更添霸气，他和梁星辰的首度交锋，非但不落下风，且更震撼全场。痴痴看着那定在石柱上闪烁雷光的长剑，梁星辰的脸色阴沉如霜。于抗、林玉等一众随行者更是感受到了莫大的挑衅意味。从一开始，几人就是以拿回雷利剑的借口来的，可没想到萧诺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东西。从始至终，萧诺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挫掉梁星辰的锋芒。从周岸和梁子的刺杀开始，再到周雨芙的劫杀，然后又是今天的当众欺压萧诺，不打算再忍了。这是萧诺的回应，更是他的反击。梁星辰强压心中怒火，此时此刻他也只能说出一句：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方才那一剑我只用了5成功力，半年后你将面对全胜的我。萧诺一手负于身后，身形微侧，以备示人。生死风云台，恭候！大驾！哐当！九霄上空似有风雷咆哮，两道身影各自以背相对。这一刻，整个北西峰上的所有人都沦为了二人的背景，陪衬两边气势，如高贵的蛟龙，似霸气的猛虎，各自睥睨，各自震撼。风云起，生死台，半年之约在此刻计时开启。涅槃殿那个当中，氛围有些怪异。娄庆、蓝梦、长青等几人看向萧诺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站在萧诺旁边的关想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就凭萧诺和梁星辰定下的半年之约，就足以让关想挨一顿罚了。可过了许久，等到的则是蓝梦的一声叹息。事已至此，怕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说着，他看向萧诺，已是一时冲动，还是真的有信心超越梁星辰？如果是在之前，蓝梦万万不会问出这种问题。梁星辰是什么人物，他很清楚，一品弟子中的第一人，实力强大，天赋异禀，放眼整个缥缈宗，能够拿得出来和梁星辰相提并论的屈指可数。但是今天不同，在得知萧诺登顶2品弟子考核榜首后，众人的内心是非常震惊的。不仅如此，对方还创造了全新的纪录，一跃超过了梁星辰、袁离学2位顶尖妖孽创造的成绩。所以蓝梦想知道对方真实的想法。都有吧？萧诺回答道。都有。几人一怔，既是一时冲动，但也有超越梁星辰的信心。2个原因各自参半，当然最主要的一点是萧诺不想再忍了。忍与不忍，梁星辰都想要针对自己，那索性当着所有人的面撕破脸皮，最后跟对方来一场最终较量。蓝梦无言以对。娄庆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既然你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不多干预了。不过我想说的是，你是涅槃殿的弟子，不论半年后情况如何，只要涅槃殿存在1天，我们就会与你共同进退。说完，娄庆便走出了大门。蓝梦也朝着萧诺点点头，加油，师姐相信你。长青没好气地扫了关想一眼，下次再有这种事情，早点通知我过去。这种场面没看到，感觉错过了1个亿。然后长青摆了摆萧诺的肩膀，好好修行，若是需要陪练，随时去找我。接着几人陆续离开，回身看着一众师兄弟的背影，萧诺心头微暖。几人的话虽然不多，但这只言片语中都带着关心和信任。关想如释重负一样，他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还以为要挨罚。哈哈哈哈。萧诺笑着摇了摇头，其实都到了这个份上，挨不挨罚都一样，更何况主要责任在自己。关想一直都在尽力劝阻自己，但并未起到什么作用。片刻之后，萧诺回到了住处，简单的休整了一下。萧诺进到了练功房内，其坐在练功台上，随后取出一个精巧的锦盒，没有太多的迟疑，萧诺打开锦盒，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四溢。映入萧诺眼帘的是一枚半黑半白、
萦绕着阴阳灵力的丹药。阴阳元气丹考核第1名的奖励，也是仅此一刻的奖励，第2名到第10名都没有分，仅凭这点足以说明它的价值。不知道这阴阳元气丹能否助我突破玉气境？萧诺心中暗道，如果是寻常的筑基境9重，一枚阴阳元气丹是100%能够完成晋级的。可萧诺不一样，其修炼的鸿蒙霸体诀功能特殊，需要大量的灵力强化肉身功体，所以萧诺也不敢肯定这枚阴阳元气丹能否助自己突破。稍作迟疑，萧诺调整自身状态，然后将丹药送入口中。伴随着丹药入腹，萧诺先是感觉一道特殊的灵液在体内化开，紧接着2股庞大的精纯能量在身体中爆发。嗡！萧诺身躯微颤，这2股庞大的力量格外的奇特，一股清凉如水，一股躁怒似火，它们流窜萧诺的4肢百骸，并朝着丹田钻去。萧诺的身外气流躁动不休，一黑一白2道灵力像是相杀的龙蛇展开交汇。萧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力量在提升，同时阴阳元气丹的灵能再也源源不断地被分走，分走的那部分用于强化肉身。尽管阴阳元气丹的灵能源源不断地被萧诺所炼化吸收，可总感觉还是差了一线。正如萧诺所想的那样，修炼鸿蒙霸体诀的自己需要远超常人的资源灵能。不过萧诺并不担心，因为他的身上还有不少的筑基丹，上个月从元成千手中就迎来了10枚，加上自身的一些，有将近20颗。没有迟疑，萧诺翻手取出1枚筑基丹吞了下去。嗡！霎时又是一股强盛的灵力在体内暴涌扩散。筑基丹的力量和阴阳元气丹的灵能并未产生排斥，2种丹药的效果都是加快修行速度，提示修炼境界的，所以不会相互挤兑。随着体内的灵能大肆增长，萧诺的肉身持续加强。终于在萧诺增加了数枚筑基丹后，其散发出来的气势终于是冲破了筑基境9重的界限，成功抵达了玉气境的层面。砰！超越了原有界限的气势分外强盛，萧诺身上衣袍掀动，屋内的气流错乱呼啸。紧接着萧诺身外的一黑一白2道阴阳气流朝着丹田处聚拢过去，同时4肢百骸中的阴阳灵能也至丹田交汇。随后萧诺的丹田之中汇聚出了一道阴阳气旋，这道阴阳气旋大约小孩的拳头大小，它连接着萧诺身体中的各大脉络，承载着各处力量。萧诺心念一动，催动那道阴阳气旋，其顿觉丹田有一股小型的漩涡在转动，空气中蕴含的一丝天地灵力开始被吸入萧诺体内。萧诺的眼中泛起一阵亮光，自己达到玉气境无疑了。不同于炼体境和筑基境2大初期境界，玉气境的修士才算称得上是登堂入室。玉气境不仅能够汲取天地间的灵力辅助修炼，最为重要的一点，玉气境能够做到灵力外放，隔空杀人。枪！蓦地，魔刀暗星魂闪入手中，萧诺冷眸一闪领光，魔刀朝前一挥，一记暗青色的刀气隔空展出，摆在前方的一张茶桌直接被劈成了2半。砰！气流震荡，刀痕凌厉，萧诺的脸上泛起一抹喜色。相比较筑基境而言，玉气境增强的不止一星半点。筑基境的修士唯有拳头打在对手身上才能造成实质伤害，但玉气境不同，外放的灵力能够转化成刀芒、剑气、拳波等众多力量，等级越高，转化出来的刀芒、剑气、拳波就越强，攻击的范围就越远。此刻的萧诺距离通灵境只剩下了一个大境界的差距。梁星辰，我惧你又进了一步。萧诺五指捉刀，一抹幽冷的锐利在眸中隐隐闪动。还有天罡剑宗的少宗主，有朝一日我萧诺定会亲自去寻你。翌日清晨时分，萧诺从一座灵气充裕的古峰上睁开双眼。阴阳元气丹果然玄妙，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确实更快。昨晚突破了玉气境1重后，萧诺就来到了这片灵气更为充沛的地方。任何修士达到玉气境之后，就能够吸收天灵地气入体，并转化成灵能吸收。而阴阳元气丹所形成的那道气旋，能加快灵气入体的速度，所以萧诺修行一晚上，敌得过别人2-3晚。呼！萧诺嘴巴微张，吐出一口白色浊气。天地间自然产生的灵力可以净化污浊，驱逐体内的杂质。很多的世外高人仅仅依靠吸收天地灵气就能取代进食、喝水修炼了一夜的萧诺，非但不觉得饿，反而精力比之前还要旺盛，这也是玉气境带来的好处之一。清晨的缥缈宗宛如仙境，萧诺站起身来，东方天空的光芒洒下，他宛如站在圣辉之中。半个小时左右，萧诺来到了缥缈宗的五季阁，云雾环绕，飓风入霄，映入萧诺眼帘的是数座气派绝伦、恢宏壮观的阁楼。作为缥缈宗最为机密的地方之一，五季阁的守卫极其森严，天空中到处都是巡逻的人员。萧诺来到了五季阁的大门口，弟子萧诺按照太化殿灵如音殿主的指示，前来领取2品弟子的奖励。五季阁的大门口，萧诺按照昨日林如音的指示，前来领取第1名榜首的奖励。哐当！紧接着，一扇巨大的铁门朝着内侧大开，位于萧诺前方的是一条壮观的横天铁索桥。进来吧。这时，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从里边传来。萧诺目光轻抬，走上横天铁索桥。铁索桥的两边乃是深不见底的断崖，头顶上空，守卫驾驭着灵兽滑翔而过，里里外外都透露着一股森严。走过铁索桥，萧诺来到了五季阁的面前，
这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阁楼有5层，总高度超过100米。不等萧诺开口，武技阁的大门自己开了。进去！那道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萧诺没有迟疑，迈步踏入里边。也就在进到里边的下一刹那，萧诺的身下突然焕发出一座古老的阵轮，一道道环形光痕旋转波动。萧诺只觉周边的空间触动了一下，紧接着其来到了一座昏暗的道台上。这座道台仿佛建造于梦幻的星河下方，占地面积很大，在台面的上方屹立着一道道壮观的石柱，每一根石柱都有近100米高，直径2-3米。柱身上镌刻着各种繁琐诡秘的图案，有花鸟鱼虫，有猛兽山河，还有日月星辰等。你有2部地品武学可以领取。对方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且声音从四面八方入耳，看不到对方的踪影。萧诺点点头，要如何挑选？无需挑选。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对方答道。话音刚落，萧诺的面前一道梦幻的光源汇聚而来。嗡！光源犹如那漂浮在半空中的泉溪，聚拢成团。大约5-6个数左右的时间，一股奇异的力量波动在萧诺眼前扩散开来。而后2部卷轴悬空在萧诺的面前，看着眼前的2部卷轴，萧诺微愣，他不解地问道：“不是应该由我自己挑选吗？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武学，自己最为清楚。所以萧诺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选择什么样的。可对方倒好，竟然直接给自己做完了选择。万一要是不契合自身的，岂不是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苍老的声音拽拽地回答：“爱要不要？”萧诺虽然武技阁是缥缈宗最为机密的地方之一，但也没想到这边的管理者这么拽。该不是对方看自己不顺眼吧？前辈，不能商量一下吗？爱要不要，还是那4个字。萧诺无言以对。算了，不能白来一趟。说罢，萧诺抬手将那2部卷轴接入手中，其随手打开第1部卷轴：明虎苍海镜，地品武学，以气助势，以力破招，凝聚明虎之威，汇集全身各大发力点，连续爆发，其势浩瀚无穷，其力可越级杀敌。萧诺粗略地扫了一眼，心中突然咯噔一下，他的目光落在全身各大发力点和连续爆发这2行字上面。这部明虎苍海镜怎么有点像是9连崩击的升级版？9连崩击讲究的同样是以力破招，精髓之处也是力量的连续爆发。这明虎苍海镜好像与之颇为相似。奇怪了，萧诺扫了眼道台的4周，除了一道道林立在此的石柱外，仍旧是看不到一个人影。带着几分好奇，萧诺又打开了第2部武学血修一刀斩。开篇的几个字就令人感受到了一股森寒的戾气。萧诺眼角微凝，开始翻阅。此刀法以引爆自身血气方能施展，血气引爆，灵能翻倍，可释放出超越极限的一刀。看着上面的描述，萧诺神情有些严肃。这血修一刀斩的功能倒是和暴血灵珠的作用有一点像。暴血灵珠乃是战屠女地散发出来的气息所化，能够在短时间内令自身战力翻倍。但是暴血灵珠有一个弱点，就是用多了性格会易怒暴躁，变得是杀。所以萧诺尽量克制使用暴血灵珠。血修一刀斩同样是引爆血气，强化战力，不知道是否存在其他的副作用。决定好了吗？如果不想要的话，可以把它们放下，然后再找人申请换取其他的武学。未等萧诺翻阅到后面，那道苍老的声音打断了萧诺的思考。萧诺合上手中的卷轴，迟疑了一下，道：“他们吧。”萧诺不喜欢麻烦，再者这2部武学好像还挺适合自己的。确定吗？我没有逼迫你哈。这萧诺更是无语，逼没逼迫？你心里没点那啥数吗？刚才那爱要不要又是谁说的？没有，是我自己的选择。萧诺不愿意浪费时间。很好，你做一下准备吧。准备？什么准备？萧诺不解。不等其反应过来，道台侧方的一座巨大石柱散发出绚丽的光芒，痴痴一道道雷电般的光痕布满石柱表面。下一秒钟，仿若古老的静止被激活一般，哐当，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在萧诺的脑袋上方炸开。跟着，道台上的环境迅速发生变化，只见汹涌澎湃的沧海巨浪涌了过来，并吞噬掉了萧诺所在的台面。这是？萧诺面露紧张之色。好！蓦地，一声震爆千里的虎啸掀起滔天巨浪，萧诺那扩张的瞳孔中呈现出一尊巨大无比的白色凶虎。这尊白虎双目蔚蓝，皮毛雪白，暗青色的花纹凌厉非凡。他俯瞰着下方的萧诺，一双蔚蓝色的眼睛闪烁王者光寒。别慌！就在萧诺不明所以的时候，那苍老的声音响起：“明虎苍海镜乃是我们缥缈宗的独门武学，我们专门创造出了一座加快修炼此武学的秘境空间，在这里边，你能更为清楚地了解这部武学的内容细节。”原来如此，萧诺忍着心中的躁动，这应该就是和当初在24号传功台上学习9连崩击的时候差不多。那苍老的声音再度提醒：“明虎苍海镜对肉身强度的要求极高，你眼前的这尊白虎是一团特殊的能量体，它可以让你更快达到修炼这部武学的标准。特殊的力量。”萧诺稍稍放松下来，他注视着那尊白色凶虎。“我明白了。”“明白了，那就开始吧。”“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萧诺再问：“血修一刀斩也要如此吗？”“不必，血修一刀斩只能靠你自己领悟。”萧诺点点头。话音刚落，四面八方的沧海乱流就像猛兽般冲了过来，而那尊白色凶虎更是譬如万兽之王，
带着无穷凶威扑向萧诺。好，此刻的萧诺就像立于暴风雨中的扁舟，独自面对着惊涛骇浪。武技阁，一座顶层的楼阁中，一名眼球灰白的老者端起桌上的一杯茶水，在他的面前竟然还坐着一人，而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传功长老修长老。老柳，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修长老也端起了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然后细细品味。柳长老淡淡的说道：“老修，你以前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这次竟然为了一个新人违反规定。”修长老笑了笑道：“我这不是遇到一颗好苗子吗？你确定他能成功？”明虎仓海镜虽然对肉身强度的要求非常高，但这部武学和九连崩击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那小子能把九连崩击学得那么快，那肯定是能掌握这明虎仓海镜。修长老回答道：“但我问的并不是明虎仓海镜。”柳长老把茶杯放下，他那灰白色的双眼看向修长老，语气郑重：“我说的是血修一刀斩。”修长老眼角微凝，嘴边的茶水往下拿开。柳长老顿了顿，继续说道：“这可是封魔之刀啊，这可是一部封魔之刀啊！”柳长老语气郑重，一双灰白色的瞳孔紧紧地注视着修长老，气氛也是突然变得安静下来。修长老的神情也严肃了不少，他不知如何回答，或者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原来你自己都还没有仔细地想好后果。柳长老微微摇头，然后给桌子上的2个杯子分别倒上茶水，随后他说道：“我知道你不甘心，当初如果不是你态度坚决，强行要留住这部武学的话，那血修一刀斩早已被定为禁忌武学，甚至还会被销毁。可即便如此，宗门也不愿意把这部武学重新放出来传授给门下弟子。如果不是念在我们几十年的交情，我也不会答应你。”修长老双拳不由得握紧。柳长老继续道：“血修一刀斩有着非常大的缺陷，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当初的你如果没有修炼这部武学的话，现在的你绝对能做上武大殿主之一的位置。”修长老的拳头握得更紧了，半晌他才回道：“我只是想让世人知道，有人能够驾驭血修一刀斩，可连你都失败了。”柳长老眼皮轻抬，灰白色的双眼中有种莫名的尖锐。曾经的你号称缥缈宗第一武痴，任何武学一学就会，任何缺点一眼明了，但你却因为血修一刀斩而葬送了前途。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不肯说服自己的心吗？柳长老这番话之后，气氛又陷入了沉默。修长老似乎被触动了内心最深处的某根弦，他拿起面前的水杯，五指紧握，然后无比坚决地说道：“他比我优秀，我相信他会做得比我好。”唉，一声轻叹。对于修长老的执着，柳长老也无计可施。末了，他说道：“你应当找个机会向他说清楚，而不是替他做出选择。”“我会的。”修长老点了点头。也就在这时，吼一声惊天动地的猛虎咆哮在武技阁的上空扩散开来，紧接着一股澎湃的气焰宣泄八方。修长老、柳长老2人下意识地站起身来，目光望向武技阁的主楼方向。主楼的大门被一股雄浑的气潮冲开，里边萧诺挺身而立，在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片错乱的气流。萧诺的气势极强，急骤的气流绕身而动，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仿佛都蕴含着沧海深流般的安静。虽然萧诺还是欲气劲一重，可此刻给人的感觉更为超凡。另一边的顶层阁楼上，柳长老的脸上饶有惊异，这么快就达到了修炼明虎仓海镜的标准了吗？旁边的修长老则是露出了惊喜之意，他道：“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了2个时辰。”柳长老更是一怔，修炼明虎仓海镜对肉身力量的条件很高，所以宗门才会创造出这座幻境空间宫门下弟子修炼，在众多缥缈宗弟子中，起码要10天半月才能够达到标准，3、4天能完成的已经是顶尖天才了。哪怕眼前这位曾经的宗门第一武痴，当初在里边待了一整天才达到了修炼明虎仓海镜的标准线，而萧诺从进去到出来，前后怕是连半个小时都没有。此子的功体力量果真如此强大。柳长老沉声道。修长老脸上也展露出了一抹振奋的笑容，我就说了吧，他会做得比我好。可听到对方这样说，柳长老反而更加担心了。老修啊，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越是一颗好苗子，你越应该慎重。如果因为那部封魔刀法毁了他的话，那将会是整个缥缈宗的损失。话已至此，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旋即，柳长老拍了拍修长老的肩膀，随后就走下了阁楼。修长老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下来，他知道柳长老的担忧，也知道对方是为了自己好，但是这些年来他的心中却是充满了不甘。主楼中，萧诺散发出来的气息逐渐收敛，他抬起右手臂，五指握拳，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拳劲要冲出来一样。在了解到了这部武学的诸多细节后，萧诺更加肯定，这明虎仓海镜是9连崩击的升级版、加强化版。修长老之前在24号传功台传授众人的9连崩击，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部武学简化而来的。有了9连崩击的基础，萧诺在修炼这部武学必然会是半功倍。弄完了吗？弄完了就走吧。这时，那苍老的声音再度传入萧诺的耳中。萧诺目光轻抬，下意识地问道：“请问这2部武学是前辈为我挑选的吗？哪来那么多的问题？我都说了爱要不要，这回再问也为时已晚。”好吧，萧诺估摸着这位武技阁的管理者脾气也不太好，当即也停止了与之对方的交流。
双手微微抱拳，萧诺简单的行了一下礼，然后便转身离开。涅槃殿出任务，真的假的？这未免也太快了吧！议事大厅，关想一脸错愕地看着前方的娄庆，旁边的蓝梦、长青也是面露疑惑。只见娄庆的手中拿着一份书信，书信上面除了几段文字外，还有缥缈宗三长老的盖章印，这是三长老的笔记，无疑章印也没有谁敢造假。娄庆一边说，一边看向关想，萧诺人在何处？他去武技阁领取2品弟子的奖励了，还没有回来。关想回答，你去寻他一趟。娄庆道，哦。关想点头，刚欲出门，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外边走来，找我有事吗？几人的目光望去，正看到回来的萧诺。你回来了。蓝梦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开口道，刚刚三长老派人送来文书，要你前去执行宗门任务。萧诺也有些惊讶，宗门任务，自己才昨天晋级2品弟子，前后加入缥缈宗不到2个月时间，这么快就要参与宗门任务了吗？关想提醒道，你可以拒绝的，随便找个理由就行。关想话音刚落，长青便抬手说道，有任务派发，是好事。哦，萧诺不解，对方解释，你刚晋级2品弟子，宗门就给你派发了任务，说明宗门的高层已经关注到你了，他们会通过派发任务的形式对你的其他能力进行评估，要是你能把宗门派发的任务都完成的话，宗门的关注度也会越来越高，到时候会为你晋级1品弟子而增加不少的帮助。长青的话打消了萧诺的困惑，蓝梦也点点头，给予肯定，确实宗门不会无端派发任务给你的，多半是因为你这次在内门考核上大放异彩，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所以想培养一下你。关想又道，可是萧诺师弟半年后就要跟梁星辰对决了，这时候出任务的话，会不会影响他的修行啊？此言一出，蓝梦、长青也有些犹豫。书信中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任务，也没用说去哪里，只是说如果萧诺答应前往的话，明日上午去缥缈3殿报道即可，所以此项任务花费多少时间，暂时还不能预测。要是一次性去个2-3个月未归，确实会给萧诺造成影响。毕竟对于修行者而言，半年时间并不长，看你自己吧。娄庆说话了，他将手中的书信递给萧诺，不必遵循我们的建议，你自己权衡即可。我知道了。萧诺把书信接了过来，然后点头示意。片刻后，关想、萧诺离开了议事大厅，要不还是别去了吧。关想抓了抓脑袋，我明天带去你其他的修炼秘境，争取把实力提上来，半年后应对梁星辰才是主要。萧诺看向对方，按照正常的修行，你觉得我半年之内能达到梁星辰的实力吗？这关想直接被问住了。梁星辰花了3-4年的时间，才从一个新人弟子做到了今天10大内门最强弟子之一的位置。萧诺想要在半年内抗衡梁星辰，难度极大。看关想沉默了，萧诺笑着摇了摇头，他随即又问道，完成宗门派发的任务会有奖励的吧？有。关想点点头，任务难度系数越高，奖励越大。说完，关想眼皮一掀，难道你想？萧诺给予肯定，2品弟子在缥缈宗的待遇虽然还可以，但如果有额外的资源，我更应该把握住。事实上，萧诺的心中早就有决断了，任何一个宗门都不会养一群闲人，如果自己想要获得宗门的重视，获得高层的关注，那自己就应该拿出让他们认可的能力。萧诺从始至终都很清楚，现在的自己需要缥缈宗的庇护，等到自己修成霸体神诀之前，等到自己拥有覆灭一切的力量之前，萧诺依然需要从缥缈宗这里获取修炼资源。我知道了。关想当即不再多说什么。末了，他又道，萧诺师弟，我相信你有那个能力，有朝一日你会成为我们涅槃殿的希望。翌日清晨时分，萧诺如约来到了缥缈3殿的门外。这座宫殿建立于缥缈宗的一座主峰上面，位置极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叹为观止。萧诺走上整洁干净的台阶，在门口守卫的指示下进入了殿中。刚入大殿，几双眼睛便扫了过来，只见殿中早就来了4个人，而萧诺是第5个人。4人中分别是3男1女。哈，看谁来了！4人中仅有的那名年轻女子轻笑一声，眼中闪过一抹亮光，这不是连梁星辰都敢冲的勇猛师弟吗？女子带着明媚的笑容朝着萧诺走来，她相貌秀致，化着淡妆，上身长衣，下边短裙，一双明晃晃的大腿几乎都快扎进几人的眼睛里了。你好啊，勇猛的师弟，我叫穆月儿，是太华殿的2品弟子，你也是被3长老叫去干活的吧？看着对方伸过来的漂亮玉手，萧诺第一反应就是这女人的交涉能力有点强。我叫萧诺。萧诺简单的回答，昨天就知道了。穆月儿冲萧诺眨了眨眼睛，昨天我们太华殿的很多师姐师妹都在议论你呢，没想到今天你也要一同执行任务，看来我运气还不错。对比穆月儿的活泼，另外3人就显得冷漠了不少，而且有1人看向萧诺的眼神都带着几分敌意。月儿师妹，有的人最好还是离远点比较好。说话的正是那带着敌意的年轻男子，此人身形修长，气质不差，身上穿着也带着几分贵气，但眼神并不友好。云宙师兄别这么说嘛，一会我们5个还要前往圣树城呢，肯定要相互熟悉一下的。穆月儿倒是并不在意，示意萧诺往前站一点。云宙师兄跟你开玩笑呢，不用放心上。萧诺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只是点点头。这4个人的实力都不低，实力最弱的都达到了玉气境3重。穆月儿和刚才那个说话的云宙
都达到了玉气境4重。萧诺这个刚入玉气境1重的新人弟子，明显与他们格格不入。这时大殿的内侧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几道气场强大的身影走了出来。为首者是一位身形瘦弱的老者，他大约50岁到60岁之间，眼神犀利，无形中散发着强大的威严。参见三长老。沐玉儿、云宙等4个人纷纷行礼。萧诺亦是双手抱拳，见过长老，都免礼吧。三长老声音竟是颇为温和，与他那凌厉严肃的外表形成一种反差。沐玉儿歪着头，小声地对萧诺说道：“你应该是第一次来。三长老其实只是长得凶，他人很和善的。”可三长老假意咳嗽一声，沐玉儿连忙把头转了回去。我就不跟你们绕弯子了。此次你们5个人执行任务的地方在圣树城。三长老开门见山。圣树城地理位置特殊，它位于我们缥缈宗的西北面。圣树城的存在，相当于我们宗门的一道主要关卡。圣树城若是存在的话，等于给我们宗门多了一座屏障。圣树城的燕老城主之前一直与我们缥缈宗关系友好，甚至答应和我们宗门结为盟友，并分享了部分的管理权与我们缥缈宗。但是前段时间传来消息，圣树城似乎改变主意了。听到三长老的大概讲述，沐玉儿、云宙几人的面色也是郑重了些许。熟悉东荒地形的人都清楚，圣树城对缥缈宗非常重要。如果圣树城和其他宗门势力结盟的话，那缥缈宗的西北方向将暴露在其他势力的眼皮底下。倘若对方是敌对的势力，更会令缥缈宗长年累月如坐针毡。让燕老城主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这时，一位气质比云宙还要优越几分的年轻男子说话了。男子俊朗不凡，眼角狭长，较之其他人更要沉稳不少。此人名为石木，乃是归虚殿的天才，同时也是几人中境界最高的，达到了玉气境半步5重3长老友所赞许的看了石木一眼。而后他回答道：“据传回来的消息，最近这段时间，天罡剑宗派人去了圣树城。”天罡剑宗4字入耳，几人的神情皆是有所变化，而萧诺的眼角亦是泛起一抹凛光。这么快又要和天罡剑宗碰面了吗？天罡剑宗在听到剑宗派人去了圣树城后，众人的目光皆是发生了变化。哼，又是天罡剑宗！云宙冷哼一声，其冷冷地说道：“这些年来，天罡剑宗蚕食了不少周边的地盘，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沐玉儿也开口说道：“天罡剑宗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削弱我们宗门的实力。但凡跟我们宗门有关系或是交好的区域势力，天罡剑宗都要插一脚。天罡剑宗和缥缈宗是老对手了，双方这些年的摩擦不断。而天罡剑宗对缥缈宗打击最大的，就是8年前的那场剑道对决。那一年，天罡剑宗不仅夺取了天葬剑，甚至把整个涅槃殿的都给打垮了。直到今天，涅槃殿还被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这也是除了沐玉儿之外，其他几人不待见萧诺的原因之一。圣树城位置特殊，距离我们缥缈宗又近，万不可让其落入了天罡剑宗的手中。站在三长老身后的一名高层长老开口说道：“你们此行的任务，便是代替宗门拜会燕老城主，务必要弄清楚燕老城主改变主意的原因。如果能够让燕老城主回心转意的话，任务便是圆满完成。光从表面来看，这项任务并不复杂，主要原因就是出在了天罡剑宗的身上。可任务的难度并不好预测，因为不清楚天罡剑宗给了圣树城什么承诺，也不清楚他们走到了哪一步。要是天罡剑宗获得了圣树城的部分管理权，那对缥缈宗的影响会非常之大。毕竟谁都不愿意成天被对手盯着。事不宜迟，抓紧时间出发吧。”三长老提醒几人，并随之看向归虚殿的石木。此次由石木担任指挥者，其他人配合行动。石木达到了玉气境半步5重，境界上是5人中最高的。他之前的几次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三长老任命对方为队长，倒也合理。石木双手抱拳：“我一定会不负三长老的期待。”三长老点点头，进行最后的嘱咐：“到了圣树城，会有人与你们交接。还有就是一点，尽量避免和天罡剑宗的人发生冲突。”是。几人齐声应允。片刻之后，立一头一展超过30米，双翅雪白，浑身萦绕着青色风旋的鹰隼划破缥缈宗的上空，然后直接冲进了云层中。雪赤鹰，高级妖兽，它的战力相当于人类玉气境1、2重左右，但是它的移动速度在所有的高级妖兽中排名前3。很多宗门都将雪赤鹰进行豢养，训练他们成为代步坐骑。雪赤鹰的背上，以石木为首的5人小队出发前往圣树城。鹰背上很平稳，虽然移动速度很快，但并没有太多的颠簸感。第一次出任务的感觉如何？沐玉儿看向坐在最后面的萧诺，没什么太多的感觉。萧诺回答道：“有什么不懂得可以问我们。”沐玉儿笑道。萧诺礼貌点头。前面的云宙冷笑一声，他揶揄道：“既然要和天罡剑宗的人碰头，我不太能理解三长老为什么要加一个涅槃殿的人。”石木没有说话。另一个年轻男子轻笑道：“我也不理解，感觉天罡剑宗的人一听到涅槃殿3个字，估计士气立马就起来了。”他名为李琛，其和石木、云宙都是归虚殿的弟子。听着两人的对话，沐玉儿秀眉轻蹙，他说道：“一个队伍的说话不用这么过分吧？”“哈，随口开个玩笑，别在意。”李琛不以为然。沐玉儿刚想回头安慰萧诺几句，却发现对方已经闭上了眼睛，正在吸收着天地灵力。萧诺丹田处的那团阴阳气旋仿若一座漩涡，运转的时候
天地间的灵力从萧诺的全身各个毛孔钻入体内。短时间的修炼虽然不能带来太多的提升，但至少能补充基本消耗。临近傍晚时分，历经了几个时辰飞行的雪赤鹰发出一声嘹亮的音效，厉！这一声长啸卷动风云，气冲山河。圣树城到了，沐玉儿有些振奋地说道。实木控制雪赤鹰开始下降，坐在后面的萧诺睁开双眼，高处俯瞰，云雾慢慢隔开，一座占地面积极大的古城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远远的望去，圣树城内城山相依，河川相靠，城中建筑物坐落有序，一片繁华。圣树城这么大吗？萧诺有些意外。对啊，沐玉儿点点头。圣树城的人口数量超过1500多万呢。虽然说是城，但占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超过一个小国了。顿了顿，沐玉儿继续说道：燕老城主还是挺有实力的，光城主府就有10万的精锐，且府内的高手不少。除此之外，圣树城还有其他的家族分布。原来如此，萧诺顿时明白缥缈宗为什么要拉拢圣树城了。圣树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地方，要是让天罡剑宗得到这片地盘，缥缈宗真的是如芒在背。石木扫了眼后方的4人，马上落地，抓稳了。立！雪赤鹰双翼高展，俯冲下去。鹰背上的5个人维持自身的平衡，伴随着狂风呼啸，雪赤鹰顺利地在一座外围的城台上降落。城楼上有圣树城的守卫把守，不过他们并没有前来盘问，因为5人刚落地的时候，一男一女2道身影就走了过来。石木师兄，沐玉儿师妹，你们来了。哎，向师兄，欧阳荣师姐，是你们啊！沐玉儿眼睛闪动着光亮，好久不见，你们怎么在这里？向东流、欧阳荣都是缥缈宗的内门弟子，看得出也都是沐玉儿、石木的老熟人了。向东流自带一股书生气，手中拿着一把折扇，他笑道：我和欧阳师妹都来这里快小半年了，圣树城的交接工作都是由我们负责的呀。难怪了，这么久没看到你们。沐玉儿很是惊喜。接着欧阳荣先后同石木、云宙、李琛先后打招呼，当他的目光落在萧诺身上的时候，却泛起了疑惑。这位师弟有些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个店的弟子。我来介绍。沐玉儿指着萧诺道，他是今年刚入门的新人，是涅槃殿的。当听到新人的时候，欧阳荣和向东流的表情已经有点古怪了。在听到涅槃殿这个3个字，两人的脸色不由得冷了下来。涅槃殿的新人来这里凑什么热闹？欧阳荣语气立马发生了变化，甚至完全不给萧诺面子。云宙、李琛各自笑了一声，一脸看戏的表情。沐玉儿则道：师姐，是3长老安排的。不等他解释完，欧阳荣更是一脸轻蔑：3长老真的是越来越糊涂了。涅槃殿是什么情况？他不清楚吗？明知道天罡剑宗的人在这里，还弄个这样的人过来，不知道怎么想的。涅槃殿的辉煌是一手葬送在天罡剑宗的手中，缥缈宗的耻辱也是因为涅槃殿的失败被无限放大的。在欧阳荣看来，谁都可以参与此次的任务行动，唯独涅槃殿的人不行。未等萧诺开口回答，向东流当即拦住了欧阳荣：都是自家的同门，说话别这么直。哼，我就是这么直，我连涅槃殿3个字都不想听到，最好现在就回去，省得影响心情。欧阳荣鄙夷地瞥了萧诺一眼，然后侧转过身，冷若冰霜。向东流连忙向萧诺：这位师弟，欧阳师妹的话你别放在心上。然而萧诺从头到尾都一脸平静，甚至没有任何的怒意。他回答道：无妨，我只是来完成宗门任务的。萧诺不是没脾气，纯粹是不想争吵罢了。他只知道任务完成了就能获得宗门奖励的资源，那就好。向东流微微点头，然后挡在了欧阳荣的旁边，并对5人说道：先去城主府吧，正好跟你们讲述一下圣树城内的情况。旋即在向东流、欧阳荣的带领下，5人直接前往城主府，打算面见燕老城主。在路途中，通过向东流这边了解到了圣树城一些更为具体的信息。燕老城主名为燕北山，今年已经60多岁了。燕北山无儿无女，膝下只有一位孙女，孙女只有15岁，生性胆小，很少出现在外人的面前。燕北山想要培养孙女作为接班人的愿望很难实现。燕老城主的年龄越来越大，他担心以后圣树城无人管理，所以他接受了缥缈宗的示好。原本两边洽谈得很融洽，燕老城主答应分出一部分的管理权给缥缈宗，可没想到前不久天罡剑宗的到来影响了两边结盟的进度。但是燕老城主也没有明确拒绝缥缈宗，所以暂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向东流说道。石木微微点头道：等见到了老城主再说吧，也只能这样了。没过多久，缥缈宗的一行人抵达了城主府。城主府建筑非常壮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座王宫。府内种有很多的大树，而且每一棵大树都极为高大，庞大的树冠如同撑开的大伞，有的大树比宫楼还高，有的楼台宫殿干脆就直接建在大树上面。众人刚到里边，就感受到了一股充沛的灵气。这城主府的灵气竟然不弱于我们宗门。沐玉儿有些惊讶。向东流给予肯定，并回答道：城主府内种植的都是灵树，它们不仅能够释放出浓郁的灵气，还能够结成树界大阵，保护圣树城的安危，真是厉害。沐玉儿小有惊叹，难怪圣树城能够同时吸引缥缈宗、天罡剑宗两大宗门前来结好，这不仅仅是因为圣树城的地理位置特殊，同样也是对其实力的认可。
这时，一股强大的气场突然从前方涌了过来，石木、穆月儿、云宙，乃至于萧诺的心头都是微微一紧。只见一道身穿暗色衣甲的身影出现在了几人的面前，此人身形魁梧，两鬓有一束白发，这束白发非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老态，反而增添了几分凌厉。他眼神冷峻，透露出来的气息就跟山岳一样。燕修先生，向东流、欧阳荣见到此人，立即走了上去。这几位是我的几位师兄弟。接着，向东流又对身后的其他人进行介绍，这位是燕修先生，他是城主府的大管事。燕修不仅仅是普通的大管事，更是燕北山的左膀右臂。从对方散发出来的气势，就不难看出此人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但城主现在不便见客。燕修挡在几人的面前，语气微冷，自带凉意。几人对视了一眼，见不到燕老城主，岂不是白来了？燕修先生，能否通融一下？我们带来了三长老的亲笔书信，想交给城主过目。石木站上前去，并呈上一封书信。燕修并没有接过书信的意思，他开口说道：缥缈宗和天罡剑宗皆对圣树城感兴趣，但盟友只能选择一方。方才我和城主商量出了一个方法。几人心弦一紧，敢问燕修先生是何办法？石木再问。燕修说道：明天上午在城主府进行一场对决，对决双方就是你们缥缈宗和天罡剑宗。对决？向东流、欧阳荣对视一眼。欧阳荣问道：什么样的对决？缥缈宗派出3个人，天罡剑宗同样派出3个人，谁能够取得胜利，战胜对方，圣树城就答应跟那方结盟。燕修冷声回答。众人更为意外，就连向东流、欧阳荣都没有想到对方会做出这个决定。燕修先生，此事能否让我们通知宗门进行商议？向东流道。天罡剑宗已经答应了这个提议，你们可以今晚商议。若是答应，明日上午我和城主大人会在此恭候诸位。城主府外，未能见到燕北山老城主的缥缈宗众人神色凝重，看来燕老城主是两边都不想得罪，才会想出这么一个方法。向东流开口说道。石木微微点头，他抬头看了眼天空，此刻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圣树城的街道上路蓄亮起了辉煌的灯火。现在想要通知三长老，怕是来不及了。石木说道。那怎么办？沐玉儿秀眉轻蹙，他认真道：三长老告诫过我们，尽量不要和天罡剑宗的人发生冲突。云宙打断对方，现在不是我们要和天罡剑宗发生冲突，是不得不参与这场对决。要是明天我们不去的话，那天罡剑宗就不战而胜，圣树城的管理权就白白的送给他们了。一旦圣树城真正的落入了天罡剑宗的手中，那局势就无可挽回。所以现在摆在众人眼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明天唯有应战了。欧阳荣说道。石木向东流二人对视了一眼，前者脸上泛起一抹冷冽的笑意。要战的话，我还真不怕。向东流点点头，今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日再对付天罡剑宗的那群宵小。随后在向东流、欧阳荣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一座府院中。府院的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里边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非常整洁。向东流为众人分配好了休息的房间，然后便叫上了石木、欧阳荣去了议事大厅。临走的时候，欧阳荣还有芥蒂地瞥了萧诺一眼，看得出他对萧诺头顶上那个涅槃殿弟子的身份极为不满。早点休息吧，明日少不了一场恶斗。云宙淡淡的扫了眼几人，然后自顾自的进了房间。早些休息，萧诺师弟，沐玉儿算是唯一一个还算友好的人。萧诺礼貌的点点头，便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萧诺点燃了桌上的烛火，金色的亮光逐渐铺满了整个空间。萧诺的轮廓影子投在墙上，其目光有着说不出的深邃。萧诺并未急着躺下休息，他坐在桌子旁边，然后摊开一部卷轴，卷轴上面正是明虎苍海境的武学内容。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一夜时间悄然流逝。当桌上的蜡烛燃烧干净的时候，最后一点火星也随之熄灭。萧诺合上了面前的卷轴，然后将其收好。虽然一整夜都未合眼，但萧诺的精神状态依旧极佳。遇气境的修士可以随时随地的吸收天地灵力，补充自身的消耗，再加上萧诺肉身功体极强，远非寻常人可比，所以一晚上的消耗并不会带来多少的疲惫。与此同时，向东流、石木、欧阳荣等人也都陆续起来了。院外有脚步声和交谈声，萧诺起身开门与众人会合。可刚走出房间，沐玉儿的声音就随之传来：什么？不带萧诺去？说完这句话，沐玉儿下意识地看向门口的萧诺，她的脸上满是困惑。向东流、欧阳荣、石木、云宙、李琛都在，众人看向萧诺的眼神都比较统一。石木走了过来，他开口说道：今日你不必同我们前往城主府，你留在这里就行了。为何？萧诺淡淡地问道。哼，为什么？你心里没点数吗？欧阳荣毫不客气地上前指责道：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天罡剑宗，涅槃殿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只会沦为嘲笑的对象。你去了，除了折损我们的士气，又能做点什么？萧诺眉头轻皱，对方的话着实有些难听。可即便如此，除了沐玉儿之外，其他人都只是冷眼旁观。欧阳师姐，别这样说，萧诺师弟还是很有实力的。沐玉儿连忙上前劝阻。欧阳荣不依不饶，他态度坚决地说道：涅槃殿给缥缈宗带来的屈辱从来就没有消失，
我们不想在对决环未开始就先被天罡剑宗开局嘲讽。向东流也走了过来，他语气还算温和地劝道：萧师弟，你欧阳师姐的话虽然重了点，但也是为了大局着想，你在此等待吧。沐月儿还想为萧诺争辩两句，石木当即说道：这是命令。石木是队伍的指挥者，这句话一出，俨然就是在告诉萧诺和沐月儿，他们并不会再同萧诺商量，而是强硬要求对方不要在城主府露面。说罢，石木转向其他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众人点点头，随后不再多看萧诺一眼，朝着城主府方向而去。萧诺的脸色有些阴冷，他甚至有些分不清楚，这些人究竟是对自己有意见，还是对涅槃殿有意见，或者是两者都有。唉，沐月儿叹了口气，他有些无奈地说道：你别生气啊，他们也是为了大局着想。你确定？萧诺反问。沐月儿不解。萧诺泛起一抹冷笑，他回答道：巨乳不论怎么掩盖，他始终都不会消失，不让我露面，就能避免天罡剑宗的锋芒吗？沐月儿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接着他眼睛突然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我有办法了。哦，不就是不要你露面吗？那你不露面就是了，跟我走。沐月儿计上心来，他冲着萧诺挑了挑秀眉，然后兴致冲冲地带着对方出了门。圣树城城主府前院的中央广场上筑起了一座比武用的站台，在站台的北面方向有一方高地，高地上摆放着几张宽大舒适的椅子。广场上陆陆续续有人进来，在接待者的带领下，有好几位气宇不凡的中年人相继入座。广场的西侧，石木、向东流、李胄、欧阳荣、李琛几人已经就位。看着那几位入座的中年人，向东流开口道：那几位乃是圣树城几大家族的掌舵者，想必今日也是来观战的。圣树城占地面积广泛，除了城主燕北山作为主人外，城中还有另外几大家族。圣树城不论是和天罡剑宗结盟，还是与缥缈宗交好，都和其他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对于今日这场对决的走向也很关心。与此同时，在广场较为后方的区域，沐月儿和萧诺偷偷地溜了进来。我就说吧，圣树城今天肯定会来不少人的，我们离站台远点，就不会被发现了。沐月儿得意地说道。所以我身上这件黑衣意义何在？萧诺问道。此刻的萧诺身上还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袍，黑袍连帽遮住了大半个身形以及面容。沐月儿回道：那他们不让你露面，那你这下把脸挡住了，就不算露脸了。萧诺无言以对。得亏两人站的地方比较靠后，这要是再往前站一点，就萧诺这身打扮，绝对要疯狂吸引眼球。就在这时，城主府的大门口传来了一道通报声：万金商会副会长公孙晴大小姐到。听到门口的通报声，入座的几位家族掌舵人纷纷站起身来。是万金商会的公孙会长来了。稀客呀，确实是稀客。万金商会，公孙晴。在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萧诺的心头微微怔了一下。他侧目望去，只见万金商会的一行人步入场中，为首者是个极为漂亮的女人。她身姿窈窕，肤色雪白，两只精致的发簪插在如墨的长发中，秀致的五官搭配着小巧的瓜子脸，却是世间少见的美人。萧诺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西岳城五大家族之一公孙家族的大小姐公孙晴，是万金商会的副会长。沐月儿眼睛微亮，这女人名气不小哦，万金商会的生意遍布东荒各国，没想到连圣树城这边也有交集。沐月儿简单的给萧诺介绍，殊不知萧诺和公孙晴乃是熟人了。上次萧诺在西岳城杀了萧家的小主萧勇，被萧家到处追杀，还是公孙晴的帮忙才顺利出城。萧诺之所以会拜入缥缈宗，也是公孙晴的推荐，但公孙晴会出现在这里，着实令萧诺有些意外。看得出万金商会生意确实做得很大，圣树城的几大家族掌舵人纷纷上前和公孙晴打招呼，公孙晴也是礼貌的一一回应。由于离得比较远，萧诺和沐月儿听不到那边的谈话，但从那几位家族掌舵人的态度来看，显然是比较客气的。随后公孙晴在众人的邀请下，在贵宾席上入座，客人差不多都到了，距离今日对决的时间也越来越近。接着缥缈宗一行人的正对面方向，7、8道气宇轩昂、尽显锋芒傲气的年轻身影缓缓地踏入场中。哗，锐气如剑刃般的锐气切入场内，场上的缥缈宗一行人顿时感受到了一股迎面而来的挑衅。公孙晴和圣树城几大家族的掌舵者也纷纷将目光转向那边。天罡剑宗的人来了！天罡剑宗弟子萧逸见过诸位。哗，声音洪亮，带着无形剑势。向东流、石木、欧阳荣等人皆是眼角一凝。此时此刻，与之沐月儿站在广场后方区域的萧诺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双手，真是有意思。黑袍下，萧诺的眼神分外尖锐。只见站台对面的那一行人，除了个别1、2个人，萧诺基本上。萧诺声音低沉：我当然知道他叫萧逸，我还知道他来自西岳城萧家。好像是的。沐月儿并未听出萧诺语气中的冷意，因为他此刻正担心缥缈宗这一方的局面。如果是萧逸带队的话，此次的圣树城管理权之争将会有些棘手。呼，无形的气流掀动着场上的一缕沙尘。看着萧逸等一行人入场，圣树城的几大家族掌舵人不禁暗暗点头。这位是西岳城萧家的少主吧？果真是人中真龙，气宇非凡。一位家族之主开口道。
另一人也随之点头，不难看出，天罡剑宗看来很重视西岳城萧家，否则的话也不会派他们来此。很快，萧逸所带的队伍便抵达了广场中央区域。自从其3年前进入天罡剑宗后，很少出现在西岳城，但他和公孙晴也算是旧识了。萧逸双目扫向公孙晴所在的位置，俊朗的面孔泛起一抹淡淡的弧度。公孙大小姐，你也在啊？接收到对方那傲然的眼神，公孙晴表现得很轻松，他笑了笑道：“正好路过。”那确实挺巧。萧逸双眉轻挑，他与戴萧狂既然来了，那就等着看我们的表现吧。公孙晴似笑非笑，拭目以待。公孙家族和萧家都是西岳城的家族，但两大家族并不算和睦。近几年时间，萧家在天罡剑宗的托举下，羽翼日渐丰满，其家族实力也逐渐对公孙家族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而萧逸那展露的锋芒，对缥缈宗的一行人也形成了最为直接的挑衅。石木、向东流、云宙等人面色泛寒，目光变得冷厉。这时，一股强大的气场涌入了广场。城主到！众人的心弦一紧，目光全部看向城主府的内侧方向。圣树城各大家族掌舵者、万金商会副会长公孙晴都相继站起身来。只见几道气息浑厚的身影从里边走来，为首者是个60岁左右的老者，他发须半白，衣袍华丽，神采奕奕，令人心生敬畏。见过燕城主。众人纷纷行礼。诸位不必客气，入座即可。燕北山抬手道：“多谢城主。”在燕北山的示意下，众人重新归位。燕北山也坐在了最高处的主位上面，在他的左侧正是城主府的大管事燕修。燕修身形魁梧，浑身散发着冷峻气息，一双阴谋搭配着身上的暗色衣甲，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想必在座的诸位都已经知晓唤你们前来的目的。燕修开口说道：“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缥缈宗和天罡剑宗各出3人进行对决，最终获胜的一方可得到圣树城的部分管理权。”燕修话锋冷厉，简单明了，就连半点场面话都没有。刹那间，众人的目光纷纷扫向站台两侧的缥缈宗、天罡剑宗之人。就在燕修话音刚落，唰，一道绚丽的银色剑光冲向台面，紧接着，一位神态傲然的年轻男子持剑登台。天罡剑宗萧不让，向诸位请招了。枪！萧不让剑锋一转，一股凛冽的剑气震开八方气流，身下的地面被冲刷出一条条深刻的剑痕。萧不让听其姓氏，也知道是西岳城萧家之人。站在穆月儿身边的萧诺自然认识对方。这萧不让是当初和萧逸一同进入天罡剑宗的家族弟子，是最早那一批。3年时间，萧不让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他达到了玉气境4重境界，为天罡剑宗的2品弟子。一登台，萧不让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进攻欲，丝毫不压制挑衅之意。不让师兄会不会有点太不懂礼数了？剑宗队伍中另一名萧家男子开口说道。一名年轻女子冷笑一声，一副缥缈宗的人还要什么礼数？试问他们配吗？哈哈，萧英师妹这话可就过分了，不过我爱听。哼！萧英眼中泛着蔑意，他看了眼身边的萧逸一眼，内心得意更甚。难得天罡剑宗将如此重要的任务指派给他们，自然不能辜负了剑宗的期望。来吧！台上，萧不让剑指缥缈宗众人，3尺寒芒，尽显欺压。缥缈宗一行人的脸色泛寒。这时，云宙二话不说，纵身跃上战台。莫要得意的太早了，缥缈宗归虚殿云宙，将挫败你的锋芒。云宙气势显露，引得台上气流错乱。台下的石木、向东流、欧阳荣、李琛4人神态郑重。按照昨晚商讨的结果，缥缈宗这边派出的3人分别为云宙、向东流以及石木。萧不让是玉气境4重的实力，故而让云宙打头阵。对决即将开始，战斗一触即发。城主府内一片萧索寂静，立于最高看台上的燕修双目一抬，口中发出一道雷爆声响。开始！一声开始，点爆战局。刹那间，萧不让持剑攻出，一点光寒映照双眸，凌厉剑锋直取对手。想挫败我的锋芒？你有那个能耐吗？掠影追星，枪！剑招出奇的迅疾，萧不让的身形就像鬼影，转瞬之际已达到云宙眼前。哼，拜你，我的能耐绰绰有余。接着，云宙左手出招，五指变换，随即食指点出，迎向对方的剑锋。玄阳指，唰！一抹亮眼的耀光闪烁，云宙指尖化作玄金之色，一缕缕金色的气流环绕在指尖之上，强大气势不若对手长剑。砰！双力交接，气爆震耳，玄阳指力与之剑气击撞，一股雄浑的余波顿时在两人间荡开。太弱了！萧不让冷笑一声，同时长剑横扫，一道皎月般的弧形剑气切向云宙的喉咙。云宙反应迅猛，仰面朝上，背部一弯，躲过弧形剑气。接着，玄阳之力瞬间涌入手臂当中，强劲掌力推动灼热气浪，迎面拍向对手。玄阳掌！云宙反击虽然干脆，可萧不让却是早有防备，其同样一掌击出，凶猛暗劲在掌心涌动。碎骨掌！通！掌对掌，力对力，仅只是简单的试探过后，迎来便是最为猛烈的杀招交接。只见站台的地表乍现一道不规则的裂缝，两人各自刚拉开身位，下一刹那又进入到了搏杀当中。台下，向东流、石木等人的目光有些郑重。这萧不让的实力并不弱，向东流沉声道：“
石木微微点头，天罡剑宗这次怕是有备而来。穆月儿呢？他为什么还未过来？欧阳荣环顾了一眼周边，眉头皱得更深了。石木回答：无需理会，反正也用不到他。转眼之间，台上两人已经过去了10几招。就在这时，萧不让身上爆发出一股强盛的剑势，拖得太久了，差不多该结束了。枪！说罢，萧不让长剑连番挥动，一道接一道银白色的剑波迎面冲向云宙。回光幻剑斩，银色剑气接连不断，陆续不绝，就像飞冲过来的鲨鱼群。云宙眼神一凛，哼，却是拖得有点久了。说罢，云宙催动全身功力，玄阳之力流贯全身，其身前赫然呈现出一座金钟状的护盾。玄阳之气，金钟护体。当当当，凶猛凌厉的剑气撞击在金钟护盾上，剑气接连爆碎。台下的向东流、石木等人眼睛一亮。云宙的玄阳功乃是上乘的地平武学，力量攻守兼备，金钟护体更是极强的防御之招。说我弱，你自己又好得到哪去？云宙脸上泛着冰冷的笑容，说罢，其双手起印，踏步而出，直接推动着金钟护盾朝着萧不让冲去。萧不让释放出来的剑气尽数抨击在金钟护盾上，每一道剑气都被震得粉碎。眼看云宙的位置越来越近，萧不让的眼中闪过一抹阴狠。你输了？什么？场外的众人无不心头一惊。话音落下，萧不让手腕一翻，剑身发出阵阵颤音，大地穿刺。呵，一声冷喝，萧不让一剑入地，砰砰砰，下一刹那，一连5、6道锋利的剑气以一字的形式刺破台面，笔直的冲了上来。云宙的脸色一变，金钟护体能够阻挡周身，但却唯独挡不了脚下。枪！不等云宙反应过来，一道剑光从他脚下冲出，云宙猝不及防，锋利的剑气几乎是贯穿了他的左脚脚底板。啊！剧痛蔓延全身，一串鲜血飞溅而上，云宙心神一乱，护体金钟当场爆碎。砰！从地面冲出的剑气就像一道长钉，直接贯穿了云宙的脚掌，护体金钟随之爆碎。台下的缥缈宗一行人脸色大变，云宙、石木、向东流、欧阳荣几人皆是大惊。啊！台上的云宙跌跌撞撞的往后退去，脚掌被贯穿的他明显站立不稳。萧不让并未停手，其回旋一剑，一道薄利的剑气像是光线般切入了云宙的两边膝盖。嘶！又是一串鲜血飙舞，云宙膝盖被切穿，一声惨叫，对方跪倒在地。哒！云宙双膝跪地，再难站起，他浑身颤抖，豆大的汗珠从扭曲的面容滴落。缥缈宗一行人愤怒不已。住手！欧阳荣呵斥道。萧不让脸上泛着冰冷的笑容，你说住手就住手吗？萧不让手腕一转，五指跟着一松，唰，掌中长剑像是一道光影飞了出去。嘶！云宙没有能力躲避，锋利无比的长剑灌入丹田，霎时一股刚猛的剑气在云宙的丹田中爆开，砰！一团血雾在云宙体内炸散，后者双目圆睁，惨白的脸上满是浓浓的痛苦绝望。啊！云宙仰面喷血，惨叫刺耳。萧不让笑得更为得意，退下，其五指隔空一吸，长剑回到手中的同时，一剑反劈，笑月般的剑气冲击在云宙的身上，后者身上溅起一串血雨，随之飞出了站台。砰！云宙重重地摔在地上，其浑身是血，一脸痛苦。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感受不到我身上的灵力了。云宙、缥缈宗一行人连忙上前将其围住。云宙脸上尽是绝望，我的力量消失了。向东流、石木、欧阳荣几人脸色阴沉，愤怒至极。萧不让刚才那一剑破了云宙的丹田，丹田一破，形如废人。广场后方，木月儿的俏脸也微微泛白，她双手紧握成拳，内心怒火中烧。可恶啊！谁都没想到萧不让的手段竟然如此狠毒，他不仅要赢下比试，竟然还废掉了云宙的一身修为。你太狠毒了！欧阳荣站起身来，怒目而视。台上的萧不让一脸得意，他长剑斜握，一滴绯红的血珠顺着剑尖落下。刀剑无眼，既是登台比试，岂有无伤之理？你明明就是故意的！哈哈哈！看着欧阳荣耐气及败坏的模样，萧不让笑得更开心了。他目光一冷，声音一沉：没错，我就是故意的。你……欧阳荣气得直发抖。缥缈宗的几个人也是瞬间破防，向东流的眼中喷出熊熊怒火，他二话不说，直接跃上了站台。第二局，你们派谁？向东流登台入场，身上灵力涌动。然萧不让并没有要下去的意思，他手中长剑闪烁一抹寒芒。这第二局仍旧由我占你。听到萧不让所言，哪怕是圣树城的几大家族都觉得天罡剑宗有些欺负人。坐在最高主位的燕北山城主倒是比较平静，天罡剑宗和缥缈宗本身就矛盾不断，今日的对决想想都不会有太多的留手。夺下了开门红，天罡剑宗的队伍自是洋洋得意。萧逸双手环抱在身前，一副尽在掌握中的姿态。旁边的另一名年轻男子道：萧逸师兄，这第二局不如我来吧。萧逸小有深意一笑，并未说话。萧英则是开口：不必了，交给萧不让吧。他语带轻蔑，继续说道：只要萧逸师兄没有说话，你们就尽管等着看好戏就行。今天我们要让缥缈宗的人感受什么叫痛。台上，向东流满脸怒意，萧不让则是一脸戏谑：无需留手，不然的话你会败得很难看。向东流话音落下，
其双手一合，十指起印，一股磅礴的灵能从他的双手掌心爆发出来。黑蛇印，向东流率先发起进攻，没有任何的试探，出手便是元龙殿的上乘地平武学黑蛇印。嗡，霸道的灵能宣泄，向东流一掌击出，一道四方黑印迎面飞向萧不让。黑印接近2米长宽，在移动过程中，黑印的形态赫然变化成一头狰狞暴怒的大蛇。结，大蛇张开血盆大口，外翻的獠牙闪烁毒光。哼，总算来了点有意思的。萧不让冷冷一笑，接着剑势抖起，回光换剑斩，十重斩，枪，剑影嘹亮。萧不让剑招连出，一连10几道凌厉的皎月状剑气飞泻而出。虽是方才施展过的招式，但却蕴含着不同的威能。很明显，在方才对战云宙的时候，萧不让还未动用全力。轰！黑蛇印与剑气交催，引发剧烈轰鸣。尽管向东流带着怒火前来，可那四方印所化的庞大黑蛇还是被皎月剑气冲杀得支离破碎。嘿！萧不让得意一笑，接着身形掠出，如一道惊鸿，长剑点向东流的要害。向东流丝毫不慌，左手巨大量灵能迎面拍向东流的进攻。砰！剑队长，可怕力道惊爆战台，蜘蛛网般的裂缝蔓延开来，大片的碎石从二人的身下掀起。萧不让有些诧异。这时，向东流右手再度变换印诀，只见他的身后赫然灵力盘绕，相互交缠。接着，一条水桶般处10余米长的黑蛇幻蛇冲向萧不让。黑蛇印，幻影化形。结，黑色幻蛇虽是由灵能所化，但释放出来的凶威却无比骇人。他俯冲而下，携带入骨恶风，张嘴朝着萧不让的脑袋咬去。萧不让眼疾手快，手中长剑一横，卡在了黑色幻蛇的口中。黑色幻蛇闭口不得，可爆发出来的冲击力还是把萧不让推得连连后撤。砰！萧不让被黑色幻蛇顶着，他身形倒退的同时，台面也跟着被砸出一个又一个的陷坑。目睹场上的画面，缥缈宗的一行人目光幽冷。欧阳荣握紧双手，咬牙切齿地说道：“向师兄，狠狠地教训他，给云宙报仇。”此刻的云宙有李琛扶着，他半躺在地上，用了大半瓶金创药，才勉强止住了血。可他的眼神无比灰暗，除了恨意，便只剩了绝望。看着被向东流气势所压的萧不让，天罡剑宗队伍中的不少人也稍稍郑重了些许。不过队伍的指挥者萧逸还是风平浪静，不起半点波澜。这时，台上的萧不让被那黑色幻蛇推到了站台的边缘，眼看其就要掉下台面，突然间，萧不让身形一顿，强行挡住了黑色幻蛇的冲势。回去！萧不让大喝一声，掌中长剑大放异彩，一片璀璨的剑光喷洒出去。砰！一股剑气在黑蛇幻蛇的面前爆开，萧不让顿时摆脱了困境。那黑色幻蛇也被震退10几米远。但就在此刻，向东流的身上灵能暴涌，他双手变换印诀，体内灵力全面释放。黑蛇印，幻蛇化蛟。嗡！话音刚落，那尊黑色幻蛇的躯体上突然裂开一缕缕的白色灵纹，梦幻的光束从内部焕发出来。霎时，黑色幻蛇的气势瞬间暴涨，它的形体突然进化成一头可怕的黑蛟。好，不论是形体，还是气势，或是那凶厉的威压，直接暴增了10几倍。狂暴的黑蛟张牙舞爪，宛如一股飞瀑怒潮，冲向萧不让。你输定了！向东流无比自信地说道。幻蛇化蛟乃是黑蛇印，这部武学中的最强一击。向东流全力施展，只为夺回被践踏在地的尊严。好！黑蛟奔腾暴虐，沿途震裂站台地面，一路冲撞到了萧不让的面前。萧不让想要抵挡已经是来不及了，他站在原地无处可逃。圣树城的几大家族掌舵者目光微亮，这缥缈宗看来是要扳回一局了。可仅仅是下一秒钟，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发生了。想象中萧不让被重创的画面并未出现，只见那尊狂暴凶猛的黑蛟竟然直接穿过了萧不让的身躯，然后撞击在了其后方的台面上。轰！沉重无比的巨力引爆台面，乱石飞溅下，萧不让的身形竟然从清晰变得模糊，再到消失。怎么会？台下欧阳荣的脸色一变，队伍的指挥者石木赫然反应过来，是鬼影身法，是鬼影身法创造出来的残影。什么？欧阳荣、李琛以及广场后方的穆月儿心头猛地一震。鬼影身法，天罡剑宗的最为顶尖的地平武学，这部身法武学变幻莫测，可创造残像幻影，一经施展，真假难辨。大意了！台上的向东流也是感受到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唰！而这时，一道模糊的残影迅速变得清晰，萧不让一脸鬼笑地出现在了向东流的面前。蠢货就是蠢货，永远都只能成为败者。枪！一剑耀眼，挥杀而来。向东流心头一紧，此刻的他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仓促之际唯有举掌相迎。但节奏已乱的他，又岂能挡住对手的攻势？剑掌碰撞的刹那，向东流只觉手掌割裂般的剧痛。嘶！一串鲜血飙舞，向东流的右手掌心赫然被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啊！向东流往后倒退，他完全陷入了下风。萧不让则是迅速地抢占了优势，他冷笑一声：“记住我的名字，天罡剑宗萧不让。”刷刷刷！萧不让施展鬼影身法，蓦地台上乍现3道残影。心神已乱的向东流根本分辨不出那一道才是本人，他唯有往后拉开身位，做出防御姿态。
可就在下一秒钟，一道凌厉的破风之声从向东流的身后袭来。嘿，我在这呢！萧不让得意地笑道。向东流心脏猛地一缩，不等他来得及转过身，一记冰冷的剑气斩入了向东流的脊背，霎时钻心的剧痛蔓延全身。啊！向东流发出比云咒还要凄厉的惨叫。石木、欧阳荣等人的面色也是骤然惨白，绯红的血雨在台上飞扬。向东流全身无力，感觉上半身都被切断了一样。滚下去吧，废物！萧不让轻蔑嘲讽，而后一脚把向东流踹了下去。砰！向东流就像一个沙包般摔在了地上，他后背的鲜血就跟喷泉一样洒得格外刺眼。向师兄、欧阳荣连忙跑了上去，位于广场后方的沐玉儿也立即飞奔上前。当两人走得向东流身边，查看对方的伤势时，两女顿时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窒息感。萧不让竟然斩断了向东流的脊骨。轰隆！沐玉儿、欧阳荣可谓是浑身发麻，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对方的手段残忍至极，丹田被毁，还能当个普通人？脊骨一断，连当普通人的能力都没有，那是实实在在的废人。你……欧阳荣全身发颤，他气得直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沐玉儿眼眶绯红，你们太恶毒了！台上的萧不让灭笑更甚，无能狂怒，无能狂怒，杀人诛心！天罡剑宗的众人竟显得意。观战台那边，盛树城各大家族掌舵人也被萧不让的手段惊得的是暗暗摇头，太狠毒了。一位家主沉声说道。万金商会的副会长公孙晴冷眸泛寒，开口说道：“他在效仿风寒雨。”此言一出，众人心弦一紧。风寒雨，天罡剑宗的少宗主，效仿风寒雨，什么意思？公孙晴继续道：“还记得8年前涅槃殿输掉的那柄天葬剑吗？”那是8年前涅槃殿殿主因无涯败给了剑宗之主风静修，而丢掉了缥缈宗第一名风。一位家主回答。公孙晴点点头。后来每隔1年，涅槃殿都会派出一位弟子前往天罡剑宗拜山讨剑，整整7年。涅槃殿的7位顶尖天才全部都败在了风寒雨的手中。风寒雨击败他们后，带给他们的下场就是毁掉丹田，切断脊骨，令他们在不断的流血中绝望死去。公孙晴此言一出，盛树城的几位家族之主感觉一股可怕的寒意往上涌。毁掉丹田，切断脊骨，在不断的流血中死去，光是这段话就令人感受到了浓浓的绝望。现在看着萧不让施加在云咒向东流身上的手段，不正是在效仿风寒雨吗？众人赫然明白，萧不让不仅要夺得胜利，还要践踏缥缈宗的尊严。对于缥缈宗而言，涅槃殿是定在耻辱柱上的名字。萧不让以这种方式针对缥缈宗的对手，妥妥的杀人诛心。下一位，萧不让傲视四座，剑指余下的缥缈宗一行人。天罡剑宗那边说有多得意就有多得意。萧音咯咯的笑道：“看来萧逸师兄不用上场了。”萧逸嘴角微挑，的确是毫无意思。剑锋凌厉，言语更破防。欧阳荣、沐玉儿等人的愤怒之火在燃烧，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石木。按照商讨的计划，第一站云咒，第二站向东流，队伍的指挥者石木，第三站。可是沐玉儿、欧阳荣突然怔住了，因为此刻的石木，他竟然在发抖。是的，众人没有看错，队伍的指挥者石木正在发抖，他的2条腿忍不住的打颤，就跟寒风中的幼犬一样。石木师兄，你……沐玉儿不解。石木的脸色苍白如纸，眼中布满了恐惧。我不想变成残废，我不想变成那样。一听这话，缥缈宗的几人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险些没有昏厥过去。石木害怕了，他吓破了胆。石木向东流趴在地上，他指缝中不断滴落鲜血，他恶狠狠地看着石木，这个无胆鼠辈，字字艰难，却又字字苦涩。他向东流的血白流了吗？云咒的伤白受了吗？可向东流越是如此，石木的内心就越是恐惧。不要！石木2腿瘫软，险些没有倒在地上。沐玉儿、欧阳荣2个女子气的眼泪都涌出来了。有时候痛心的并不是失败，而是被践踏的一文不值的尊严。哈哈哈！台上的萧不让笑声刺耳，我还以为废物的只有涅槃殿，原来缥缈宗的其他4殿也同样是一群无能鼠辈。接着，萧不让目光转向雁北山城主所在的位置，雁城主，缥缈宗已经败了。缥缈宗一行人内心震颤，向东流还在不停的怒骂石木，躺在李琛手臂中的云咒也深陷绝望，他的眼神黯然的没有一丝亮光。缥缈宗还没有输，第3站我来。沐玉儿2眼赤红，他咬紧牙关走向站台。众人颇有意外的看向沐玉儿，此刻的他视死如归。玉儿，欧阳荣想要阻止，沐玉儿却是冷冷的说道：“宁死也要守住宗门尊严。”向东流深深的闭上双眼，他就像恶鬼般悲愤咆哮：“石木，你连一个女人都不如！”萧不让轻蔑无比的看着走来的沐玉儿，他手中长剑发出嗡鸣。可就在这时，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从后方握住了沐玉儿的手腕。这一战还是交由我吧。哗！全场所有人的心神皆是一怔。欧阳荣、向东流、石木几人心头一紧，只见沐玉儿的身后赫然站着一道披着黑色衣袍的身影，衣袍遮住了对方大半个身形，连容貌也一起挡住了。那人是谁？盛树城几位家族掌舵者相互对视了一眼，
万金商会副会长公孙秦秀眉轻抬，他眸中泛着诧异的声音。台下，沐玉儿定住了身形，他不可思议地回身笑，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我还想顺利完成任务呢。萧诺声音低沉，然后笔直地从沐玉儿身边走过，并在全场众人的注视下登上了站台。呼，无形的气流在场上铺散。萧不让看着上来之人，冷冷地问道：“你又是谁？”缥缈宗弟子。萧诺回答：“萧不让眉头轻皱，他隐约觉得对方的声音有些熟悉，但一时半会想不起在哪里听过。明明都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又冒出来这么一个人，这着实令天罡剑宗的众人倍感不爽。不让师兄，可以让他尝试一下前面2个人的所有痛苦。”萧英笑嘻嘻地说道。萧不让冷笑一声，其以剑尖指向萧诺：“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的话，可是会比刚才那2人更惨的哦。”此言一出，台下的沐玉儿紧张起来。萧诺语态平静：“可以，只要你有那个本事。”淡定的语气带着一丝挑衅。萧不让眼神骤寒：“哼，接下来我不仅要废了你的丹田，还要断了你的脊骨，你将变得跟那涅槃殿7个废物一样惨。”萧不让的这句话充分证实了对方刚才的手段就是在效仿剑宗少主风寒雨。话音落下的刹那，萧不让直接施展鬼影身法，刷刷刷，霎时一连4、5道残影出现在了台上，对方的速度比刚才对方向东流的时候还要快。在场的众人仿佛看到了萧诺命断当场血洒站台的凄惨画面。小心！沐玉儿惊呼道。萧，他的话还未说完，萧不让形如鬼魅般出现在了萧诺的左侧，枪一剑光寒映照4下，夺命长剑就像一道灵蛇直取萧诺的喉咙。电光火石的刹那，利剑已经抵达喉咙边缘，结束了。嘿，萧不让得意的鬼笑。嗡！可就在下一瞬息，一股猛烈的气流错乱暴动，只见萧诺以徒手抓住了萧不让的剑刃蹭，剑气受阻，锋芒骤减，所有人的心头不由得一惊，怎么回事？连萧不让自己也惊住了，对方的反应力竟然如此之快，而且自己的武器乃是一把中品灵剑，怎能被对方徒手摁住？你……萧不让欲要强行拔出长剑，但下一秒钟，萧诺一记凶猛的重拳砸在了萧不让的胸膛上。太慢了！低沉的声音入耳，右手臂萦绕青色气流，痛！蕴含青铜骨体的霸道力量加持，9连崩击的暗劲譬如重戟穿甲，雄浑的青色全芒打穿了萧不让的前胸后背，鲜血飞扬，胸骨断裂。萧不让双目圆睁，紧接着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胸膛从中炸开。萧不让惊怒交加，他就跟做梦一样。他抬起头，近距离地看着对方，连帽的黑袍下分明是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你，好走不送！对方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萧诺那抓着对方剑刃的左手朝前一滑，对方手中的长剑迅速朝着萧不让自己的喉咙靠近，凌厉的剑刃就像一道弯月，无情斩过萧不让的脖子。唰，一串猩红的血雨窜上高空，萧不让的头颅以极为震撼的姿态飞离了肩膀。震撼！震撼！剑宗杀人诛心，萧诺登台入局，连续夺下2场胜利的萧不让当场人手分离。什么？这是突如其来一幕，更是电光火石的刹那，城主府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反应过来。天罡剑宗的众人都还处于得意当中，缥缈宗一行人也还满是绝望，圣树城的各大家族甚至都已经认为结束了。没想到萧诺的一记重拳带来了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哗！站台之上鲜血飞舞，哪怕是连萧不让用鬼影身法创造出来的几道残影都还没有消失，对方直接命丧当场。快！狠！内脏破碎，骨骼断裂，萧不让的胸膛都被打爆了。众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从后背爆涌出来的青色拳芒。这是……台下沐玉儿双手捂着小嘴，一双水眸都在颤动。欧阳荣、李琛、石木几人更是双目圆睁，感觉心脏都被重锤敲打了一样。哒！萧不让的脑袋掉落在了站台的边缘，他眼中的惊恐还未褪去，就连嘴唇都还在微微煽动。与此同时，台面上的那几道残影才由清晰变得模糊，然后散去。下一局，萧诺立于台上，声音冷漠，尽显挑衅。天罡剑宗的众人脸色阴沉的铁青，看着死在台上的萧不让，位于下方的萧逸、萧英等人惊怒交加，眼中几欲喷出火来。你罪该万死啊！这时，一名站在萧英旁边的年轻男子杀气腾腾地闪上了站台，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呐！这名年轻男子气势暴怒，他的武器并不是剑，而是一柄中等形体的战斧。天罡剑宗虽然以修剑为主，宗门内大多数都是剑修，但也有在其他擅长的领域。持握战斧的年轻男子就像愤怒的雄狮，朝着萧诺攻去。狂战炎斧，嗡！烈焰咆哮，战斧宛如一条炎龙，劈至萧诺的身前。这第2个人的实力竟然比萧不让还要强大一分，至少在力量上存在差别的。可萧诺站在原地不偏不倚，轰隆！霸怒战斧劈下，一股灼热的赤焰在台面战爆。只见萧诺半步未动地站在原地，他毫发未损，气息不变。四下众人的瞳孔无不一颤。萧诺的身外赫然有着一座法球形状的青铜盾，盾面上青芒流动，纹路交织，好似神秘的古老图案。怎会？那年轻男子震惊不已，自己的力量竟然连对方的防御都破不了。正当他准备变招的时候，
萧诺先动了，八重崩击，萧诺右脚踹出，直接踢在了对方的左边膝盖上，八重力道在一瞬间连续产生猛烈的爆发力，稍纵即逝的刹那，对方先是膝盖一麻，接着整条大腿一紧，然后是经脉撕裂，末了是血肉断层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人的小腿已经飞了出去，速度快到连痛觉都还没传遍全身。那手握战斧的年轻男子直觉身下一凉，而后茫然的低头，他的左腿已经不见了踪影。话音未落，年轻男子直觉喉咙一紧，萧诺的右手五指已经扼住了对方的脖子。3年了，你仍旧没有任何长进啊！萧铎，萧诺冷冷地说道。萧铎，当听到对方一口道破自己名字的时候，年轻男子的双目瞪得更圆了。同时，台下的天罡剑宗一行人亦是心头一惊，对方怎会知道萧铎的名字？萧铎在登台的时候并未说出过他的姓名，对方是如何知晓的？你是谁？萧铎感觉都快窒息了，他的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他双脚逐渐离地，被萧诺拎了起来。我，呵呵，萧诺笑了，笑声中充满着森冷的寒意。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你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天罡剑宗，可都是拜我所赐啊！什么？萧铎浑身发麻，他猛地想起了什么，一脸惊恐地看着对方。萧诺，你是？萧诺答对了。萧诺话音落下之际，扼住对方喉咙的五指爆发强劲的力道，这是给你的奖励。不，砰！萧铎发出绝望呐喊的一瞬间，一团血雾在萧诺的掌前爆开，站台之上再掀腥风，萧铎的喉咙颈部当众爆碎，他的头颅和躯体硬生生地从中间断开。至极震撼，这一幕比之刚才萧不让被杀的场景还要令人感到窒息。砰！强劲的气流掺杂着血雨暴冲八方，萧诺身上的连帽黑袍随之被掀开，跟着一张年轻俊秀的面孔呈现在了众人的眼中。北面观战台上，万金商会副会长公孙晴不由自主地从位置上站起身来，他美眸泛着阵阵涟漪，心中不禁暗道：真的是他。尽管从一开始的时候，公孙晴就感觉那人的声音和萧诺很像，但他并不敢相信来人就是他。现在他得以确认。台上血雨纷落，台下四座皆惊，盛树城的几位家族掌舵者都下意识地站起身来。此人是谁？不清楚，但他好像也姓萧，难不成也是西岳城萧家之人？连续2场的秒杀，令城主府所有人都为之触动。燕北山城主侧目看了眼旁边的大管事燕修，后者的眼中也隐隐泛着惊异。天罡剑宗这边既是惊怒又是战栗，方才那份得意直接转变成了愤怒。萧诺，萧逸眼神泛寒，声音冷厉。错了。萧诺双目轻抬，眼角冷意，更显挑衅，是涅槃殿。萧诺，轰隆！此言一出，场上局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炸裂时刻。涅槃殿这3个字冲击着每个人的耳膜，不仅是天罡剑宗众人心头大震，就连缥缈宗的一行人都感到头皮发麻。涅槃殿萧诺这5个字此刻尤为诛心。就在刚才，萧不让效仿天罡剑宗的少主风时雨，以他对涅槃殿的方式践踏缥缈宗众人。此刻涅槃殿萧诺连斩2人，给以回击，这是挑衅，这是欺辱，更是最为有力的践踏。杀人不过头点地，何以诛心灭人欲？既然你天罡剑宗要践踏涅槃殿，那我萧诺便以涅槃殿之名做出回敬。萧诺立于战台之上，右臂抬起，用力一握，砰！青色气劲震爆台面，大小碎石似蝶群飞舞，全场众人皆被其霸气所撼。旋即，萧诺抬手指向天罡剑宗的阵营，下一局，下一局！战台之上，霸气萧狂，以涅槃殿之名，萧诺踩着萧不让、萧铎2人的尸体，向天罡剑宗发起第3局的挑衅。第3局也是最终决胜局，缥缈宗一行人的内心澎湃不已。沐玉儿美眸紧紧地盯着萧诺，他庆幸把萧诺带来了，他庆幸自己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不让萧诺出来抛头露面，他更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对方是涅槃殿的新人而轻视了他。反观欧阳荣，对萧诺意见最大的一个，提议萧诺不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是他，昨日一见面就呵斥对方，要其返回宗门的人也是他。可这一刻，欧阳荣的心情无比复杂，台上的那2具尸体打的不仅仅是天罡剑宗的脸，他欧阳荣同样无地自容。和欧阳荣心情类似的还有石木，作为团队的指挥者，这第3局本应该是他站在上面，可是他不敢，他退缩了。石木的修为和向东流差不多，2人都是玉气境半步5重。在看到云宙、向东流接连被萧不让重创之后，石木害怕了，他害怕丹田被毁，更害怕被挑断脊骨。即便石木战胜了萧不让，后面还有2个人，所以此刻的他只能站在台下瑟瑟发抖。挑衅、嘲讽、践踏，萧诺以天罡剑宗对待缥缈宗的方式进行回击。天罡剑宗一行人的愤怒之火在燃烧，到了这一刻，他们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都聚集在了萧逸的身上。萧不让、萧铎接连被杀，能够对付得了萧诺的也唯有萧逸，新仇旧恨叠加，今日我没有留你性命的理由。萧逸侧身一转，一口重剑骤然从他的身后飞上战台，砰！重剑落地，震爆大片碎石。萧逸身形一闪，带着无穷杀意登上台面。萧诺冷笑一声：何为旧恨？哼，近2个月前你杀害萧勇，
羞辱与威，令我萧家丢失颜面，这是旧恨，那何为新仇？挑衅剑宗门威，残害他们，此乃新仇。萧毅两眼怒红，杀意愈发浓郁。萧诺笑了，笑得极为讽刺。错了，3年之前，你们夺我造化，甘当天罡剑宗的走狗，这是旧恨。今时今日，欺辱缥缈宗，践踏涅槃殿尊严，这是新仇。字字如针，尖锐凌厉。萧毅怒火难以遏制，其杀意全面爆发。你找死！砰！萧毅重踏地面，立在台面的重剑骤然飞起。接着，萧毅抬手一掌打在了剑柄的末端，当！一圈浩荡的气流在萧毅面前爆开，重剑径直朝着萧诺飞去。萧诺右臂探出，以手掌迎向飞来的重剑，通！剑掌碰撞，惊爆剧烈气劲。重剑气势虽强，可却难进分毫。但下一瞬间，萧毅身形一闪，欺身而出，再度掀起第二股浑厚的掌力，打在了剑柄末端。碎骨掌，砰！刚猛凌厉的掌劲顺着剑身传达至萧诺的体内，一声雷暴巨响从两者间炸开，站台地面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场下的众人面露惊色，好强的力量！一位圣树城的家族之主称赞道。另一人开口回答：传言这期越城的萧家长子在天罡剑宗颇受重视，其年纪轻轻不仅达到了御气境5重，而且还修炼成了御象剑体，一招一式都蕴含猛象巨力，难怪他的力量这般刚猛，寻常的剑修皆难以企及其势。台下惊叹，台上紧张。萧诺抵住重剑的剑尖，萧毅按住重剑的剑柄，两股力量展开击撞，形成气流错乱。没想到你这个废物都能翻身，萧毅恶狠狠地说道。早知如此，3年前就不该留你的性命。萧诺嘴角泛起一抹嘲讽的意味，气急败坏了吗？或许你应该跪下来，感谢我让整个萧家鸡犬升天，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哼！萧毅催动体内灵力，源源不断注入剑身当中。我萧毅能有今天，皆是剑宗所赐，皆是少宗主所赐，与你有何关系？哈哈哈！萧诺笑得更为轻蔑，你给风寒雨当狗的样子，真的是无比生动。住口！萧毅大怒，一股更为澎湃的力量暴涌出去，同时萧诺的手臂上也泛起了古老的青铜波痕。当！强劲余波呈十字扩散，重剑震飞，气潮澎湃。台上两道身影各自拉开身位。今日我便让你见识御象剑体的厉害。萧毅将重剑接入手中，踏步冲出，一剑劈向萧诺。来！萧诺毫无惧色，同时心念一动，黑色魔刀暗星魂以旋转的形态闪入手中。唰！魔刀拿稳，拖刀迎击。轰！刀剑击撞，引爆一片星花火雨。萧毅的御象剑体不同于其他的剑修体质，他的武器是重剑，以力量为主，锋芒为次，所以萧毅的攻击形如暴风怒潮，异常凶猛。本以为萧诺正面与之抗衡会有所吃亏，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力量的对接下，萧毅并未占据上风。萧诺他的力量竟然这么强悍，台下沐浴儿既觉得意外，又感到惊喜。要知道，萧毅已经达到了御气境5重的巅峰，他足足比萧诺高出了4个小境界。虽然萧诺拥有瞬杀萧不让、萧夺两人的可怕实力，但萧毅真正令人感到忌惮的，还是他的御象剑体强大的血脉体质，对于战力的加持是非常惊人的。故而萧毅的本身战力不能以他的境界作为衡量。可即便如此，萧诺仍旧在连斩萧不让、萧夺2人的情况下分毫不让。天罡剑宗的阵营那边，众人目光阴狠。萧英一扫刚才的得意，他死死地盯着台上两人，杀了他！萧毅师兄，不能让他们2个白死了。没错，另一人也跟着大声叫喊，但凡犯我剑宗威严者，皆不能让他有好下场。听着场下的声音，萧毅的攻势更为猛烈，招式的衔接更为迅疾。玄影剑舞，萧毅一声冷喝，他点的乐器在半空中连续翻转，手中的重剑就像一道风火轮，连番斩下。萧诺挥刀相迎，每一次刀剑撞击引发剧烈气爆，砰砰砰！萧毅一剑追着一剑，一剑压下一剑，蕴含霸道力量的重剑宛如锄头般劈落。尽管剑气不断爆开，仍是难以破开萧诺的防御。一连在半空中转动了10几圈，萧毅重剑蓄力砸下，轰！台面下沉半尺，裂缝快速蔓延，萧诺捉刀倒退10余米。一见这种情形，天罡剑宗的人顿时士气再起。好，干得漂亮！哼，萧毅师兄出手，便是他的死期。然而这边话音还未完全落下，萧诺已经稳住了身形。紧接着，萧诺摇身一转，突然变成2道黑影掠出。萧毅眼中一闪诧异，飞影剑诀。说时迟，那时快，2道黑影就像交叉飞过的灵焰，一左一右，栖身至萧毅的眼前。萧毅往后撤了一步，一手拿稳剑柄，一手在剑身上划过，接着剑尖朝上，竖剑在前，纵横剑盾，枪！话音一落，重剑焕发璀璨华光，一座十字形状的剑盾乍现萧毅的面前。这座剑盾像是重剑放大了几倍的产物，画面很是耀眼。砰！其中一道黑影挥出凌厉刀影，刀芒播散，剑盾震动，霎时一股强大的反震力反向涌入萧诺的身上，萧诺竟是退回了原地。唰！萧诺双脚在地面拖出2米左右的痕迹，其强行稳住身形，手中魔刀发出一抹颤音。台下的沐浴儿秀眉一蹙，他连忙提醒道：天罡剑宗的纵横剑盾会把你的部分力量反击回去，
最好不要正面硬刚。纵横剑盾，天罡剑宗的地平武学，乃是攻防兼备的强大技能。广场周边的观战者也都露出了凝重的神情。到了这一刻，谁能夺下最后的胜利，仍旧是个未知数。萧逸眼神阴厉，你从何处学来的飞影剑诀？萧诺冷冷一笑，飞影剑诀吗？或许你称其为飞影刀诀更为合适。枪！萧诺刀锋朝外一转，一阵强盛的刀隐隐的周边气流错乱不堪。只见大量的青色灵力从萧诺的体内爆涌出去，并源源不断地融入魔刀当中。飞影刀诀，萧诺魔刀转动，蓦地，刀势回旋，纵横四下，破绝。飞影刀诀第三式，首度在萧诺的手中上演。伴随着一声暴喝，萧诺纵身跃起，闪到7、8米的空中，接着双手捉刀，势斩而下。斩！气流暴涌，强风肆虐，一记雄浑的青色刀芒爆发开山之威，劈在了萧逸的身前。轰隆！破军刀芒就像一道狂龙，重重地冲击在了萧逸面前的纵横剑盾上，双方力量交接，整座台面都机遇爆开。台下的穆月儿有些无语，自己前脚刚提醒对方不要正面硬刚，萧诺立马就来了一记杀招。萧逸催动体内功力进行抵御，他一脸轻蔑，想要用上品剑诀来破我的地品剑盾，你没病吧？可就在萧逸前脚嘲讽完，下一秒钟，青色刀芒在他的面前绽放，轰！站台中间凹出一条壮观沟壑，大量碎石扫荡出去，萧逸面前的剑盾竟是布满裂痕。什么？萧逸双目圆睁，四下众人也是大惊失色。上品武学飞影剑诀竟然破掉了地平武学纵横剑盾，这怎么可能？不光是天罡剑宗的人不敢相信，就连缥缈宗的一行人也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怎么会？欧阳荣皱着眉头，他看向不远处的穆月儿，穆月儿则是两眼发光，不愧是敢挑战梁星辰的男人，简直太出人意料了。台上不等萧逸稳住身形，空中的萧诺再度起势，手中暗星魂用力挥出，譬如螺旋利刃般的魔刀撕裂空气，结结实实地斩在了萧逸的面前。轰！凌厉的刀芒在空气中盛放，本就布满了裂痕的剑盾更是布满创痕。不够！萧逸沉声吼道，眼中寒意澎湃，你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啊，是吗？电光火石之间，又是砰的一声爆响，萧逸面前的纵横剑盾当场炸裂，全场的所有人顿时瞳孔缩动。崩碎的光影中，萧诺形如鬼魅般栖身到了萧逸的面前，他反手握着黑色魔刀，身上流动青色灵力，这招正是飞影刀诀中的第二式幻杀。祭出武器的同时，爆发出至极的速度，抵达对手的面前，并释放出二段进攻。幻杀！萧诺冷声喝道，手臂拖刀朝前，凌厉刀锋好似胡月扫向对手。萧逸连忙以重剑相迎，可对方的剑盾一破，防御大大降低。通！黑色魔刀重重地斩在了剑身上，源自于青铜骨体的强大力量渗入重剑，传入手臂。萧逸顿觉手臂一麻，然后震飞20-30米，不可置信！不可置信的表情在众人的脸上浮现。若非亲眼所见，众人皆不敢相信，一部上品武学竟然爆发如此可怕的威能。北面的观战台上，除了燕北山城主和他身边的大管事燕修还能保持镇定外，圣树城几位家族掌舵者满脸惊色。万金商会副会长公孙晴眼眸明秀，似有惊喜。才2个月不到的时间，你就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了吗？公孙晴心中暗道，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当初他助萧诺离开西岳城是个正确的选择。砰！没有太多的震惊时间，萧逸强行定住后退的身形，他脸色铁青，两眼血红，他一手轻抬，五指紧握成拳，而那持剑之手的指缝中不断滴落鲜血。伤！玉气境5重的萧逸竟然负伤了。看着对方那紊乱的气息，众人都难以想象刚才萧诺的那一击力量有多强。殊不知，萧诺修炼的乃是鸿蒙霸体神诀，在青铜骨体的力量绝非等闲，哪怕是最为普通的拳脚攻击，都蕴含惊人的杀伤力。飞影刀诀的确是上品武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无法和纵横剑盾这部地品武学相提并论。可是，在青铜骨体的灵能加持下，飞影刀诀的力量超越了极限，填充了两者间的境界差距。哒哒哒，一滴滴鲜血从萧逸的指缝滑落，站台上的氛围愈发走向紧张。嘿，哈哈哈！萧逸笑了，他五官凶狠，笑得格外狰狞。我是真的未曾想到，连你都能有翻身的一天。不过很遗憾，你将是你蹦跶的最后一次。砰！蓦地，磅礴剑气从萧逸的身上暴涌出来，一股惊动大地的力量撼动全场。哞！空灵且有沉重的怒兽咆哮响彻城主府上空，旋即在诸多紧张的目光下，萧逸的身后乍现一尊通体洁白、光华璀璨的玉像。兽影这尊玉像竟是由一道道绚丽的剑影组合而成，不论是四肢还是象手，亦或是象牙，全部都由虚幻的剑影完成排列，甚至连他的一双眼睛都闪动着剑光。此刻的萧逸气势来到了最强状态，剑气由内至外焕发而出。缥缈宗的众人脸色无不大变，沐月而面露担忧之色，是玉象剑体。玉象剑体灵能爆发，萧逸的气势再度突破极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哞！震撼空灵的声音冲击着四下众人的耳膜，那尊庞大的玉像浑身散发着恢宏的剑气。来了！天罡剑宗的阵营中，萧鹰脸上泛着阴冷的笑容。玉象剑体
势不可挡。但是让他给萧不让和萧夺偿命的时候，萧绎紧握重剑，他立于玉像之下，强盛的剑流从其体内爆发。3年前是他的失误，没有将萧诺扼杀在摇篮中，从而导致今日萧不让、萧夺接连丧命。现在正是弥补的时候。缥缈宗一行人分外紧张，沐月儿、欧阳荣、李琛，包括躺在地上的向东流、云宙都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威压。尽管萧绎此刻气势骇人，但几人仍然希望奇迹出现。可有一个人却在暗自低吟，他挡不住的，他不可能挡住的。石木独自低语，此时此刻的他竟是团队中唯一一个希望萧诺输的人。萧诺越是霸气，越能衬托出石木的不堪。他想看到萧诺倒下，这样就能证明他的退缩是对的。挡不住，他一定挡不住。那是玉气境5重实力，再加玉像剑体的力量，就凭他那玉气境1重的修为，一定挡不住。石木咬牙说道。台上，砰！剑气爆发，以萧绎为中心，台面迅速的崩塌破裂。萧绎剑指萧诺，也完了。接下来这一招，诛你！No！话音落下之际，那尊庞大的玉像通体绽放剑光，而后他甩动长鼻，朝着萧诺冲撞而去。猛象巨力，震荡大地。在移动过程中，他一下变成一道大型的剑影，一下变成猛象兽影2种形态，在电光火石间来回切换，释放出来的气息愈发轰动，力量和锋芒的结合，轰杀一切。圣象御剑变，斩！萧绎一声暴喝，由无尽剑气所化的巨象冲爆站台，所到之处，地面都被切开一道壮观的剑沟。眼看胜负要见分晓，万金商会的公孙晴再度站起身来，圣树城的几位家族掌舵人也同样神色郑重。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萧诺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沧海猛虎之势。吼！一声虎啸，引发凶猛气流对冲，只见萧诺周边灵能冲天，随即一尊白色凶虎昂首抬头，乍现其后。这尊猛虎的形体同样硕大，它皮毛雪白，布满暗青色的花纹，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冰冷凶厉，闪烁森寒锐光。诛我，你够资格吗？萧诺重踏台面，通！地陷半尺，裂缝四网，萧诺凌空一跃，到达10几米的高空。接着身后的那尊白色凶虎张开血盆大口，萧诺的手臂上闪动着一道道全芒耀光，明虎沧海镜。城主府中掀起极端画面，四下众人的心头无不为之一紧。明虎沧海镜，缥缈宗的地平武学，以气助势，以力破招，明虎之威浩瀚无穷。这一刻，明虎撼巨象，全芒破剑光，至极杀招，最终对决。轰！通！白色凶虎所化的拳劲俯冲而下，庞大玉象凝聚的剑气冲杀而来，两股力量结结实实的对轰在一起，随后引爆全场气流错乱。紧张！紧张！不论是缥缈宗还是天罡剑宗的众人，眼神中都流露出了紧张的情绪。本以为萧绎的玉象剑体能够对萧诺形成碾压，可没想到萧诺同样还有底牌未出。明虎玉象激烈搏杀，若是其他人对上萧绎的玉象剑体，绝对难成其威。但施展明虎沧海镜的人是萧诺，青铜骨体的力量全面加持，青色古纹部满手臂上下，甚至连面部和颈部都浮现出了古老的纹路。由19000头妖兽精血淬炼而成的骨体，连上品灵气都可轻易抗衡。萧诺眼中涌动青芒，其厉声暴喝，不！喝声起，虎啸怒！白色明虎化作一道青色拳芒，而后轰的一声巨响，击穿了那尊玉象兽影的躯体骨体、剑体，高下立判。明虎沧海镜加持青铜骨体的爆发力，在此刻以超强的气焰跨越了4个小境界的差距，凝实的青色拳芒就像击穿云层的光束，将其轰碎开来。通！台上顿时剑气爆洒，乱石翻飞，错乱剑芒气潮如云扩散。看着被碾碎的剑体力量，萧绎的脸色大变，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砰！可怕拳劲令站台的中央凹陷下去一个大坑，余威涌入体内，萧绎连番后退，嘴角赫然见红。沐月儿、欧阳荣等人心头大喜，天罡剑宗一行人则是难掩混乱。圣树城内所有的家族掌舵者接连站起身来，一个个死死地盯着场上。呀！萧绎口中鲜血不断涌出，但也就在这时，黑色魔道暗星魂再度划穿气流，飞舞而至。萧绎瞳孔缩动，其连忙以重剑挡在面前。砰！一串星花火雨飞溅，沉重的刀芒劈碎剑气。萧绎只觉手臂一麻，掌心赫然开裂，鲜血在掌中溅开。黑色魔刀弹上高空的同时，萧绎手中的重剑也跟着脱手飞了出去。天罡剑宗修炼3年，只有这种能耐吗？冰冷的嘲讽声砸脸，萧绎只觉一股凛风迎面扑来，霎时萧诺闪现到了眼前。滚开！萧绎大吼，一掌拍向萧诺面门。萧诺一拳迎击而出，砰！覆盖青色气流的拳头冲击在萧绎的掌心中央，猛烈余波震爆空气，萧绎的手臂骨骼直接断裂，咔嚓！啊！萧绎面容扭曲，发出痛苦惨叫。天罡剑宗的一行人只觉头皮都在发麻，凶猛无比的冲击力再度将萧绎震飞几10米。萧诺那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拳，不仅震断了对方的手臂，还打爆了萧绎身上的诸多血管。在倒飞出去的途中，萧绎身上多处血管炸开，绯红的血雨喷洒的到处都是。就在萧绎踉跄的落地一瞬间，萧诺右手朝外一探，
在高空中飞舞了10几圈的黑色魔刀准确地落回了手中，飞影刀诀换杀。魔刀刚入手，继而又飞了出去，无情刀锋像是高速旋转的光刃，转瞬便袭杀到了萧逸的眼前。萧逸大惊失色，瞳孔倒映出恐惧。不，枪！话音未落，萧诺已经抵达了萧逸的眼前，五指拿住刀柄的刹那，凌厉刀锋好似皎月，划向对方喉咙。你并没有多特殊，好走不送。你并没有多特殊，好走不送。枪！诡暗刀锋划破气流，无情斩向萧逸的喉咙。五局三胜，明虎之威悍巨象，冰冷的刀剑触及到了萧逸的脖子，对方的皮肤瞬间绽开，一缕红色血丝悄然飞洒。可就在萧逸的项上人头即将飞离脖颈的前一刹那，砰！一股刚猛错乱的气潮突然在萧诺和萧逸二人的中间震爆开来。四下众人心弦一震，只见一道身穿暗色衣甲、气息冷峻如山的中年身影挡在了萧诺的面前。他左手佩戴着一件玄金色的爪套，爪套形如蛟龙利爪，并抵住了萧诺手中的黑色魔刀。还请手下留情。中年男人沉声说道。缥缈宗、天罡剑宗以及圣树城的一行人感觉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出手者不是别人，正是城主府的大管事燕修。此刻萧诺手中的魔刀已经切入了萧逸的颈部皮肤，鲜血都已淌出。要是燕修再慢半步的话，对方的头颅已经离体。看来城主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公平啊。萧诺面无惧色地凝视着燕修那双深沉的眼睛，对方的眼神就像老鹰一样，内敛中又透露出金光。可即便如此，萧诺半点不惧。燕修眼角微凝，旋即回答道：此人乃是天罡剑宗新晋的一品弟子，如果他死在城主府，我们不好向剑宗交代，还望阁下理解。一听这话，缥缈宗阵营中的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欧阳荣开口道：萧诺师弟。欧阳荣刚想说点什么，可却欲言又止，甚至连师弟这2个字喊出来都有点别扭。沐玉儿侧目看向躺在不远处地面的向东流，后者虽是满脸的憎恨，但还是无奈的点点头。沐玉儿明白向东流的意思，他连忙走上前去，对萧诺道：我们赢了就好了。向东流毕竟在圣树城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一品弟子被杀的话，天罡剑宗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城主府这边不好交代。而缥缈宗既然想要和圣树城结盟交好，在这上面该退步的还是要退步，毕竟圣树城难做的话，对双方的结盟也会带来影响。萧诺紧握手中魔刀，源自于刀锋中的森寒力气令萧逸的脸色越发难看。他恶狠狠地盯着萧诺，身上早已没有之前的嚣张得意，剩下的唯有阴狠。我们赢了吗？萧诺回视燕修。是。燕修点头。萧诺再道：按照之前的约定，缥缈宗将成为圣树城的唯一盟友，城主府将授予我们部分管理权。燕修目光轻抬，平静地说道：今天晚上我和城主会商量好此事，到时候会给你们满意的答复。萧师弟可以了，向师兄还有云宙师兄需要赶紧去治疗。沐玉儿有点焦急地说道。缥缈宗的一行人并不担心城主府会出尔反尔，毕竟今日的胜负输赢是众人亲眼目睹的，你们双方的出战者伤势都比较严重，今晚就在府内休养，我会安排医疗师前往。燕修说道。话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萧诺也清楚，燕修一定是要保萧逸性命的，加上向东流和云宙的伤势再拖下去，恐将危及性命。稍作迟疑，萧诺眸中的锐光减弱，那架在萧逸脖子上的魔刀也缓缓收回。3年前你不如我，3年后你仍是我的手下败将，若非有人出手，你此刻已经和那萧不让、萧夺二人毫无区别。哼！面对萧诺的嘲讽，萧逸脸色阴沉，冷笑一声：我一时大意，让你找着了获胜的机会，下次谁赢谁负还不好说，无能者的嘴硬。说罢，萧诺收刀转身，走向后方的缥缈宗一行人。萧逸的面若寒霜，眼中杀意涌动，其暗道：下次赢的一定是我。对局结束，双方战至3比2，凭借萧诺的力挽狂澜，缥缈宗成功的夺下了这场胜利。虽然萧不让、萧夺被萧诺斩杀，但向东流和云宙也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创伤。战斗结束后，燕北山城主也是即刻令人把受伤的人员送去治疗。圣树城的各大家族掌舵者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城主府。城主府的西院，一间宽敞明亮的厢房中，向东流上半身包扎着厚厚的绷带，他的脊骨被切断，想要治疗非常艰难，即便第一时间止住了血，但以后能否像个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都是个未知数。旁边的床上，云宙更是面如死灰，他的伤势虽然不如向东流严重，可他被废掉了丹田，一身修为尽失。运气好的话，丹田逐渐修复，或许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要是运气差，一辈子无法修行。云宙师兄，你的丹田是有机会恢复的，你最多浪费几年时间，后面还能继续修行。沐月而见对方如此落寞，不禁开口安慰道：是啊，云宙。其好友李琛也跟着说道：我们赢下了这场对决，乃是大功一件，回去之后找3长老赐药，你肯定能好起来。云宙的眼中微微亮起一点希望，接着他把目光转向门口，只见一道年轻的身影从外边走了进来，正是石木。我已经通知宗门了，此次任务圆满完成，估计今天晚上宗门就会派人前来进行交接。石木此言一出，刚才还稍微温暖了点的氛围，竟是莫名的冷了下来。李琛、沐月儿，
包括欧阳荣看向石木的眼神都有些冷意。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石木略带不满地问道。圆满。欧阳荣嘲讽道。哪里圆满了？是云宙和东流伤势太轻，很圆满，还是你石木太勇猛，一穿三战胜了天罡剑宗，所以很圆满？你这话什么意思？石木脸色也跟着青了下来。你说什么意思？作为团队的指挥者，作为战术的执行首脑，结果当众被天罡剑宗的人吓得双腿发抖，你还有脸告诉宗门任务圆满完成？要不是没有萧诺师弟在的话，我都不敢想象我们要用什么方式离开圣树城。欧阳荣张口大骂，把心中怒火和不满宣泄出来。石木冷笑不已，气指着欧阳荣的鼻子道：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现在一口一个萧诺师弟，提出不让他参与这次任务的人又是谁？是我。欧阳荣大方承让，他说道：这个错误我认，但我不会被天罡剑宗的人吓得瑟瑟发抖，颜面尽失。都别吵了。沐月儿大声地呵斥住两人，你们不要再相互埋怨了，向师兄和云宙师兄还要休息。向东流、云宙两人连话都不想说了，尤其是向东流，他对石木失望透顶，在战场的时候他便指责石木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倘若这次萧诺不出手，那第三个倒在血泊中的人就是沐月儿。哼！欧阳荣脸色泛白，他双手环抱在身前，冷冷地说道：我的确看不起涅槃殿的人，我依旧觉得涅槃殿是我们缥缈宗的耻辱，但你石木今天的作为更让人看不起。石木怒极反笑，你又好得到哪去？赢下天罡剑宗的人又不是欧阳荣，凭什么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够了，沐月儿都快被气哭了，你们就不能让我们安静一下吗？哼，要安静你们自己安静去。说罢，石木一甩手，头也不回地朝着外边走去。石木师兄，你去哪？沐月儿问道。石木没有搭理，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此地。隔壁房间门窗虽然紧闭，但刚才的争吵声还是传入了萧诺的耳中。不过萧诺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此刻其坐在房内的练功台上调整内息。今日之战，萧诺以霸气萧狂的姿态完成了一穿三，捍卫了涅槃殿尊严的同时，也向萧家进一步的完成了复仇。不过萧诺并非一点伤都没受，萧不让、萧夺、萧逸三人的境界修为皆超过了萧诺，尤其是萧逸身怀玉象剑体，此等体质剑气和力量结合创造出来的进攻非同小可，要不是萧诺的肉身足够强大的话，今天必败无疑。萧诺的创伤虽不明显，可还是有所损害。呼！萧诺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其暗暗道：萧逸的力量倒也不弱，若非我修成了青铜骨体，此战极为艰难。不得不说，这3年来对方的成长还是极为迅猛的。嘲讽归嘲讽，萧家在天罡剑宗的托举下日益强大是不争的事实。我和天罡剑宗的矛盾越来越深，和萧家的仇恨也越积越大，我需要变得更强才行。萧诺眼角微凝，暗暗说道。等到萧诺完成调息，外面已经快天黑了。哥哥。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接着沐月儿的声音从外边传来：萧诺，你休息好了吗？咯吱。而后房门打开，沐月儿站在外边，他手中拿着一封信，这是刚才城主府看守大门的守卫送过来的，说是给你的。萧诺有些诧异，给我的？对啊。沐月儿也很疑惑，在这圣树城中竟然还有萧诺的熟人。萧诺接过信，并未第一时间打开。宗门回消息了吗？他问道。沐月儿点头，今天晚上3长老就会派人过来交接了，按照约定，燕北山城主会对圣树城进行规划，到时候分出部分管理权给缥缈宗。萧诺微微点头，然后把书信打开，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天香酒楼，下边还有3个娟秀的小字：公孙晴。萧诺没有太多的意外，毕竟除了萧家的那些人，自己认识的人就只有万金商会副会长公孙晴了，而且自己还欠了公孙晴一个不小的人情呢。我出去一趟。萧诺向沐月儿说道。谁找你啊？沐月儿更好奇了。一个朋友。萧诺没有解释太多，然后就离开了此地，留下了一脸无语的沐月儿。天色渐暗，火红的晚霞慢慢褪去，一层灰蒙蒙的阴影悄无声息地笼罩着城主府。正当萧诺准备前往城主府大门口的时候，其突然顿了一下。萧诺目光微斜，望向后方的一座长廊，在那长廊的某根石柱后边，好像缩着一道黑影。萧诺稍作迟疑，便没有理会。没过一会，石柱的后边探出一双幽幽的大眼睛。很快，萧诺就走到了城主府的前院，距离大门就剩下不到500米。这时，萧诺的身后再度有一道鬼鬼祟祟的影子窜进了暗处。什么人？萧诺回身问道。对方没有回答。萧诺明显可以看到一座假山的后边缩着一团影子，可对方就是不说话。为什么要跟着我？萧诺一边询问，一边朝着那边走去。对方仍旧没有要应答的意思。而后，萧诺在距离假山不到1米的时候停了下来，想着还要赴公孙晴的约，犹豫了一下，萧诺又转身走开。可就在萧诺刚走出去没几步，他的衣角突然被什么东西从身后拉住。萧诺回过身去，映入眼帘的竟是：你是谁？城主府内正准备出去的萧诺突然被拽住了衣角，其回过身来看到的竟是一位柔柔弱弱的小女孩。女孩身形娇小，看上去也就10岁出头的样子，一头长发有些凌乱的散着，她身上穿着剑蓝白色的长裙，光着小脚，
一手抱着一个类似木偶的玩具，一手拉着萧诺的衣角。这要是天色再暗点的话，刚才那一下，是个人估计都要被他吓得头皮发麻。你是城主府的人？见对方不说话，萧诺又问了一句，这次的语气略显柔和，毕竟对方还是个孩子。女孩没有说话，他就这么盯着萧诺。萧诺有点无语，对方是个哑巴吗？小妹妹，我还有事，你可以去找你家大人的。萧诺不打算与对方纠缠，可是他似乎和萧诺杠上了。不论怎样，他都不松手，一只小手就跟爪子一样抓着萧诺的衣角不放。你知道我是谁吗？萧诺蹲下身来，让自己的目光与之对方达到同一个高度。萧诺心想，他可能是认错了人，才揪着自己不放。小女孩终于有了反应，呆呆地冲萧诺点头。萧诺一愣，你认识我？对方又摇头。萧诺已经被弄糊涂了，他握住对方的小手，试着让他松开手指。我还有事，没时间在这里陪你胡闹。可对方的手指就跟嵌入了萧诺的衣服中一样，说什么都不肯挪开。萧诺声音稍冷，我要是用力的话，你手指都要被我弄断了。话音刚落，小女孩立马松开了手，接着转身又躲回了刚才的假山后面。萧诺还以为是自己的恐吓有作用了，起身笑了笑，准备离开。可也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长廊中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只见几名城主府的守卫正在搜寻着什么。随后另外2名守卫与他们碰了头。怎样，找到大小姐了吗？还没有，赶紧找，马上就要天黑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看着前方那几位匆匆忙忙离开的城主府守卫，萧诺的目光不由得望向身后不远处的那座假山。大小姐，燕北山老城主无儿无女，膝下只有一位孙女，能够让城主府称之为大小姐的，只怕也只有她了。萧诺的脑海中不禁回想起第一天到达圣树城，欧阳荣和向东流提到过的城主府基本情况。燕北山老城主只有一位孙女，年仅15岁，生性胆小，很少出现在外人的面前。燕北山想要培养孙女作为接班人的愿望很难实现。刚才那小女孩给人的感觉的确生性胆小，别看她死抓着萧诺的衣角不放，但眼神中透露出来的紧张是无法掩饰的。不过燕北山老城主的孙女有15岁，而这个小女孩外表只有11、12岁，年龄上有一点差距。当然不排除对方长得小，加上向东流、欧阳荣没有见过老城主的孙女本人，所以这些信息存在误差。算了，萧诺寻思着，这也不关自己的事情。可就在萧诺刚转身没几下，熟悉的感觉又来了。萧诺感觉血压都上来了，对方又扯住了自己的衣角。看着萧诺似乎要发火，小女孩倔强地咬着嘴唇，一双大眼睛满是无辜，感觉就像我害怕，可我就是不放手。萧诺压着怒火，你是燕北山老城主的孙女吗？对方点头，萧诺得以确认，随后又道，他们在找你，我带你去老城主那。对方连忙摇头，那你缠着我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欠你的。萧诺认真地说道。小女孩把另一只手中的木偶玩具夹在腋下，抓住萧诺衣角的那只手死都不愿松开。接着她用腾出来的那只手指了指一个方向，然后又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向萧诺。萧诺眉头轻皱，试探性地问道，你要带我去个地方？小女孩连连点头，她表示萧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萧诺有点蒙圈，对方还真的是古怪的很，他要带自己去哪里？又为什么要找自己？虽说自己身怀青铜骨体，但这毕竟是别人的地盘，要是遇到什么阴谋诡计，搞不好也要缺胳膊少腿。迟疑了一下，萧诺无比严肃地询问道，你真的认识我吗？小女孩嘴唇动了动，然后发出了较为模糊的声音，白天见过。原来对方会说话，不过貌似语言发音比较困难的样子。白天见过，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就抓着我不放。萧诺再问。他松开萧诺的衣角，然后又抓起萧诺的大手，在其手心写了2个字。根据笔画可以知晓，对方写的竟是好人2个字。好人？可我白天杀了人啊，你应该看到了吧？那他们又是什么？他们是坏人。小女孩每说出一个字，似乎都很艰难。由于同对方交流困难，萧诺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多。坏人，自己杀了坏人，所以是好人，是这个意思吗？一番思索后，萧诺问道，你要带我去哪？跟上。小女孩挤出2个字，然后就回身一窜，钻进了假山的后边。萧诺迟疑了一下，随即也走了过去。他的身形很娇小，就跟一只小猫一样，在假山的后边到处乱窜，有的地方很窄，萧诺费了不少劲才钻进去。不一会儿，对方停住了，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块石板。他把木偶玩具放下，双手吃力地揭开石板，跟着一个地下通道出现在了眼前。萧诺愣住了，不等他询问那是什么通道，对方就抱起木偶玩具钻了进去。萧诺走上前，看着这条通道陷入了沉思。城主府究竟有什么秘密？这条密道又是通往何地？萧诺心中疑云四起，对方究竟是真的有求自己，还是一场阴谋诡计？现在根本看不清楚。考虑到对方还只是个孩子，如果是阴谋的话，没必要让一个孩子出来害人。想了一下，萧诺当即做出决定，然后进入了地道中。地道很窄，进到里边后连回头都不行。萧诺蜷缩着身子，跟着前方的小女孩在地道爬行着。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萧诺询问道。对方没有说话，只是闷头在前面带路。地道蜿蜒崎岖，有的地方还要拐弯，有的时候还要往下，
对方凭借娇小的身躯灵活地钻来钻去，肖诺却被碰了一鼻子的灰不知过了多久。对方终于停了，肖诺也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再爬下去的话，自己真的要憋屈死。到了吗？肖诺问道。对方点点头，然后开始用力去推面前的一堵石壁。蹭砰，石壁推开，10几块石砖掉在了地上，小女孩随之爬了出去，肖诺跟上。紧接着，肖诺竟然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当中。这里是？肖诺满脸疑惑。宫殿装饰的颇为奢华，一砖一柱都尽显气派。肖诺爬出来的地方位于宫殿的阴暗角落旁，便有一块屏风挡着，如果不去刻意搜查的话，不会发现通道的存在。宫殿没有其他人，连大门都是紧闭的。小女孩把肖诺带到了宫殿的中央，然后指了指左侧那道石柱。肖诺侧目望去，石柱上面镌刻着一幅大树的图案，树木高大，枝干壮硕，就连每一片绿叶都雕刻得栩栩如生。粗略一看，似乎并没有哪里有问题，但仔细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一片绿叶更为鲜艳，纹理更为清晰。接着，肖诺把手伸向那片特殊绿叶，嗡！当指尖触碰到那片叶子的瞬间，一股强盛的灵能从中释放出来。肖诺眼角微凝，当即露出警觉之色。是，咔！一道翠绿的纹路顺着柱身蔓延，转眼就布满了整根石柱。紧跟着，一座梦幻的阵轮在大殿中心扩散开来，而后两人不远处的地面竟然再度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通道口。这又是什么？肖诺疑惑地看着对方。小女孩走到肖诺边上，一手拉紧对方的手掌，一手指着通道口。肖诺沉声道：“也要我带你下去？”他点头，而且非常坚决，仿佛在下边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肖诺饶有郑重地吐出一口气，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算了，既然都已经到这里了，就下去看看吧，搞不好城主府真的有什么外人不知的秘密。那走吧。肖诺抓着对方的小手，然后纵身一跃，闪入通道内。大约10米左右的高度下降后，肖诺看到了地面，接着其凌空一翻，完成卸力的同时，也稳稳地令小女孩安全着落。这里是一座地宫，年代似乎有些久远，四周的墙壁有些陈旧。接着，小女孩松开肖诺的手，她急急忙忙地朝着前方跑去。肖诺微怔，随后也跟了过去。很快，一座石台出现在了肖诺的眼前，石台上面立着2道庞大的石柱，石柱上面连接粗重的黑色铁链，铁链之下竟然锁着一个人，那人披头散发，四肢皆被镣铐缠住。小女孩跑上前去的同时，肖诺也清楚地看到了那人的面容。霎时，肖诺脸色一变，他双目圆睁，有些不敢相信地喊道：“燕老城主！”与此同时，缥缈宗派来交接的一行人也抵达了城主府。李浩师兄，你们来了。城主府内，欧阳荣、穆月儿等人顺利地和3长老派来的人进行会合。李浩乃是缥缈宗的一品弟子，他气度不凡，风度翩翩，同他一起前来的有不少人。因为马上就要获得圣树城的部分管理权，所以宗门派了足够的人过来。燕老城主今晚就会给我们回复了。穆月儿开心地说道：“这次能够成功拿下圣树城的管理权，绝对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李浩满意的点点头：“好，其他人先去外边，你们随我去面见燕老城主。3长老特意令我带来了礼物，等会我亲自送给他老人家。”好。可就在这时，一股浓郁的腥风笼罩着这片区域。下一瞬间，城主府内火光冲天，一道冷冽的声音随之传来：“不必前往，我们已经来了。”神秘地宫经现惊异一幕，石台之上，黑色铁链锁着一道披头散发的熟悉身影。燕老城主，肖诺下意识地开口唤道。被困之人的容貌和身形，竟然和今日白天见到的燕北山老城主一模一样。爷爷！这时，那小女孩无比激动地跑了过去。台上被困之人眼皮一掀，紧张地大声喝道：“婴儿，别过来！”爷爷！就在晏婴靠近石台的一瞬间，突然一层黑色的结界挡在了他的面前。砰！猝不及防的晏婴顿时被震飞出去。唰！肖诺眼疾手快，直接闪现过去，抬手将晏婴接入了臂弯中。跟着，肖诺一个360度的回身旋转，把这股反震力给完美卸掉。看着没有受到伤害的晏婴，被困的老者稍稍松了口气。肖诺放下晏婴，他隔着黑色光幕般的结界看向里边的老者：“你是燕北山城主？”肖诺试探性的问道。对方看向肖诺：“是我。”很平和的语气，但自带与生俱来的威严。尽管对方被囚禁于此，可还是有着一股骨子里贵气。那外面的那位燕城主又是谁？肖诺再问。对方回答：“他是假的。”假的。肖诺眼角微凛，其脑海中回想起白天见到的那位城主，两人的外表可以说是毫无差别了，甚至连体型的一般无二。但是肖诺却发现了不同点，那就是两人的眼神不一样。白天的那位城主虽然气质不俗，但眼神缺少一种霸气，而眼前这位目光仿若猛虎，自带威仪。看来错不了，这一位才是真正的燕北山。晚辈肖诺乃是缥缈宗5殿之一的涅槃殿弟子，刚才被大小姐引路来此，没想到圣树城竟有真假城主。说着，肖诺双手抱拳，微微行礼。在听到肖诺自报缥缈宗的家门后，燕北山眼中的锋芒稍稍褪去，看得出对方很信任缥缈宗的人。燕北山叹了口气：“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想我燕北山此生行事谨慎，凡事考虑周全，没想到
会被身边最信任之人暗算。最信任之人？萧诺眉头轻皱，是谁？燕修，城主府的大管事。萧诺有些惊讶。众所周知，燕修乃是燕北山最信任的左膀右臂，旁边的燕鹰也握着一双小拳头，咬牙骂道：“坏人！城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萧诺认真地询问道。唉，燕北山叹了口气，他说道：“既然你是缥缈宗的人，想必也知道我和贵宗义在结好。是，但是前不久圣树城改变了主意，并非是我反悔，而是燕修被天罡剑宗的人收买了。圣树城位置特殊，加之我城主府战力强盛，又有几大家族坐镇，这些年来缥缈宗和天罡剑宗都想挤进来。我本身不喜天罡剑宗的行事作风，这个宗门做事的手段过于凌厉，所以前不久答应了缥缈宗的结盟请求。可就在几天前，燕修背叛了我。”提及此事，燕北山的脸上既有愤怒，也有悲哀。被自己的心腹背叛是个重大的打击。几天前，燕修趁我不备偷袭了我，并将我关在这里。之后，他和天罡剑宗的人狼狈为奸，不知从哪里找了一个替身过来，整个城主府都被他给骗了，圣树城的几大家族也全部被他骗了。说着，燕北山的目光望向燕鹰。不过，燕修百密一疏，他不知道的是，他偷袭我的那日晚上，婴儿也在宫殿里边。躲在暗处的燕鹰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他亲眼目睹燕修把燕北山打入了地宫中。事后，燕修把整座宫殿都封闭起来，而燕鹰则借助那条密道钻了出去。密道的存在，只有燕北山和燕鹰知晓。那条密道本身也是燕北山很早以前就留给孙女的退路，因为他这个孙女生性胆小，又害怕生人，燕北山担心以后他年迈无能，有人窥去城主府的产业，故而早早的就为燕鹰想好了未来。燕鹰生性虽然胆小，可他并不傻。他从地道出去后，并未揭穿燕修的把戏，因为他知道爷爷不在，他要是戳破燕修阴谋，必然没有好下场。这些天来，燕鹰还是和往常一样，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燕修并未怀疑，毕竟燕鹰性格就那样，沉默寡言，除了燕北山外，见到谁都是一副害怕的样子。殊不知，燕鹰一直在想办法营救燕北山。他本想去找圣树城的几大家族帮忙，可他从未离开过城主府，出去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直到今天白天的时候，城主府来了很多人，燕鹰躲在暗处的角落，目睹了萧诺连败天罡剑宗3人之后，他便把主意打到了萧诺的身上。从今天对局结束开始，燕鹰就一直躲在外边等萧诺。也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傍晚时分，总算看到萧诺出来了，于是就有了后面死拽着萧诺衣角不放，不论对方怎么恐吓就是死不松手的场景。好在萧诺也看出了其中的一丝端倪，要是他真的不管不问，或者直接把燕鹰交给城主府守卫的话，老城主怕是永远都见不到天日了。听完了燕北山所言，萧诺不禁暗暗摇头，还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也不知道天罡剑宗给了燕修什么好处，连主子都能背叛。小兄弟，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燕北山问道。萧诺没有迟疑，当即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述了一遍。从得知圣树城反悔开始，再到三长老派他们前来了解状况，之后便是今天赢了天罡剑宗的对局，前面的事情还算平静。可一听到缥缈宗赢了天罡剑宗后，燕北山老城主的脸色突然不对劲了。坏了，坏了！萧诺一怔，缥缈宗赢了，难道不好吗？这样一来，燕修的如意算盘就要打空了。圣树城的管理权最终还是回到了缥缈宗的手中。可看着燕北山那愈发凝重的面色，萧诺猛地反应过来，他眉头一皱，忍不住地说了一句：坏了！这下地宫中的3个人就剩下了燕鹰一个人蒙圈。为什么坏了？难道天罡剑宗赢了才好吗？燕北山看向萧诺，萧诺随之说道：被逼急了的狗不会选择退缩，他只会跳墙。如果燕修铁了心要当天罡剑宗的狗，那他一定不会把圣树城的管理权交给缥缈宗。燕北山颇有赞许的点点头，他并未解释，但萧诺的智商却在线。仅仅一下，萧诺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燕修一定会反悔的，燕北山无比肯定地说道。萧诺神情严峻，眉头紧皱，要是他不交出管理权，那他只有一个选择。话锋一顿，萧诺双拳一握，眼角溢出冷厉寒光，便是要缥缈宗的人交命。此刻城主府内肃杀一片，缥缈宗派出的一品弟子李浩才刚刚抵达城主府，仅仅刚和欧阳荣、穆月儿等人会合，就遇到了突发状况。不用前往，我们已经来了。冷峻的气息好似刀锋。只见城主府大管事燕修以及燕北山来到了此处。不仅如此，就连萧逸、萧英等一众天罡剑宗的人也来了。李浩眼角微眯，他不解地问道：燕城主，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缥缈宗众人还不知道眼前之人是冒牌的燕北山，态度都还颇为恭敬。可燕北山却是冷笑一声：抱歉，圣树城的管理权不能交给缥缈宗。什么？此言一出，穆月儿、欧阳荣等众多缥缈宗弟子大惊失色，就连房屋里边的向东流、云宙2个伤员都惊恐地睁开双眼。为什么？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欧阳荣着急地询问道。哼！冒牌的燕北山阴冷一笑，他指着李浩身后的诸多缥缈宗弟子道：我还没答应把管理权交出去，你们就带这么多人来，缥缈宗明显是居心叵测，众人听令，给我杀！缥缈宗居心叵测，众人听令，杀！
杀！冷肃杀气就像是被瞬间点爆的火焰，城主府一众守卫纷纷杀向缥缈宗众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李浩、欧阳荣、穆月儿、李琛等人倍感意外，更是倍感震惊。究竟是怎么回事？明明白天还说得好好的，为何到了晚上就变卦了？燕城主，李浩还想再说点什么，众守卫的兵刃已经冲杀到了眼前。李浩身形一闪，避开了一杆袭来的长矛。欧阳荣、穆月儿也是连连闪躲，可当看到其中一名缥缈宗弟子未能闪躲及时，而被刺伤肩膀的时候，缥缈宗众人赫然明白，这些人是真的要对他们下杀手。枪！李浩心念一动，一柄长剑乍现手中，挡住他们。是。有了李浩的命令，众缥缈宗弟子当即不再迟疑，纷纷亮出武器法宝。顿时，两拨人激战在了一起，兵器交接，星花四溅，力量冲撞，气仙如潮。燕城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穆月儿试着和对方沟通，欧阳荣也是一边挥剑御敌，一边大声解释：白天是我们赢了，我们都遵守了约定和规则，你莫要被心怀不轨之人给骗了。缥缈宗这边焦急万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眼前的燕北山城主是一个冒牌货，试问一个假冒者又岂会听他们的解释？嘿，这时一声熟悉的冷笑传来：你们说的心怀不轨之人，指的是我吗？话音一落，一柄重剑砸入战局，砰！重剑落地，惊起强大气爆之音，一片碎石播散出去，诸多缥缈宗弟子皆被这股气息震得站立不稳。萧逸、欧阳荣怒目而视：你也配直呼我的名字？萧逸直接切入场中，掠过重剑旁边之时，左手一挥，唰！重剑甩出地面，萧逸一把接住武器，挥剑朝着欧阳荣劈去。欧阳荣脸色一变，他连忙催动灵力注入剑中，连同着剑身大放异彩。欧阳荣奋力迎击，砰！双方力量交催，欧阳荣身外剑气瞬间被震得粉碎。他的实力固然不低，但却远不是萧逸的对手。仅仅是一个照面，欧阳荣就连人带剑一起飞了出去。砰！欧阳荣撞在了一面墙壁上，才得以停住。他娇躯颤动，张口吐出大量鲜血。师姐，距离最近的一名缥缈宗弟子双眼喷出杀机，跟着运转即逝，双掌朝着萧逸打去，飞瀑大生掌，双掌之力如瀑如潮。这缥缈宗弟子毫不留手，欲让对手低手。然萧逸乃是天罡剑宗的一品弟子，欲气境五重的巅峰实力就已经稳压对手，更何况还有玉象剑体的威能加持。圣罡斩！萧逸冷喝一声，无锋重剑譬如一道半月弧轮抨击在了对方的双掌前方。砰！巨响爆开，那缥缈宗弟子顿觉双臂剧痛，连同着掌劲崩散，他的一双手臂直接被萧逸给劈了下来。啊！对方发出凄厉惨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面前血雾战爆。哼，废物！萧逸语带嘲讽的同时，重剑再度横扫出去。砰！又是一团鲜血炸开，那缥缈宗弟子的脑袋顿时飞走。萧逸的一大笑，他横剑阻路，欲像幻影乍现身后，杀！一个不留。是。天罡剑宗的其他人紧随其后，接连加入战局。萧诺那杂种呢？叫他滚出来！萧英面色阴寒，他上前便把一名缥缈宗弟子切翻在地，指着众人发起挑衅。原本城主府的众多守卫就已经让缥缈宗这边招架不住，现在天罡剑宗的人又加入进来，李浩、穆月儿、李琛等众人压力倍增。但见又有一名缥缈宗弟子被萧逸一剑拦腰斩成两段，李浩的怒火就跟浇了油一样，急剧上涌。给我住手！枪！李浩纵身跃起，剑招快如流星闪电，他俯冲而下，像是雄鹰搏兔般举剑刺向萧逸，破空一剑，剑迎入耳膜，寒光照黑夜。面对李浩强势袭杀一击，萧逸手腕一转，重剑携带猛向巨力迎面轰击而上。轰隆！剑对剑，一个凌厉，一个沉重。只见雄浑剑波呈交叉状在两者间荡开，两道身影各自拉开身位。不差，但要杀我，怕是不能。萧逸持剑稳住身形，脸上轻蔑尽显之意。哼，别得意的太早。李浩一击不中，再起第二招。他虽攻得凶猛，可缥缈宗的其他人却快要支撑不住了。在城主府众多守卫和天罡剑宗的围杀下，缥缈宗的这一方节节败退，死伤不断。此刻，城主府的隐秘地宫内，萧诺和燕北山城主的想法不谋而合。燕修不会交权，只会让缥缈宗的众弟子交命，他根本不担心会得罪缥缈宗。萧诺沉声说道，他抬手指着被困在台上的燕北山，因为下达命令的人是你。哗！此言一出，旁边的燕鹰都吓了一跳，他不安地看着萧诺。燕北山的面色也是有所变化。没错，违反约定下令诛杀缥缈宗弟子的人是燕北山，虽然是外面假冒的燕北山，但背锅的却是眼前这个真正的燕北山。最后缥缈宗追究下来，燕修便会把真正的燕北山推出来。至于燕修，不仅什么事都没有，反而还能顺利的把整个圣树城掌控在手中，这是一个一弹多鸟之计。你的看得很透彻。燕北山再度肯定萧诺的头脑，仅仅不到一会的功夫，对方就已经完全看明白了燕修和天罡剑宗的阴谋。不过燕北山并未到绝望的时候，因为萧诺在这里。他说道，现在的燕修估计已经动手了，你现在带着婴儿趁乱离开城主府，带你回到缥缈宗，立即向三长老禀明此事，
那此事便有转机。爷爷，晏婴听到对方要自己跟萧诺走，连忙摇头。晏北山说道：“婴儿，我不会有事的。晏修如果要杀我，之前就动手了，他留着我定有用处。如今天罡剑宗欲夺圣树城，必须要缥缈宗增派高手前来。”晏婴眼中含泪，本就无辜的模样，此刻更令人心生怜悯。可令晏北山感到意外的是，萧诺竟然摇头了。我走不了。晏北山不解。萧诺回答：“我若就这样一走了之，缥缈宗的其他人将全军覆没。更何况晏修和天罡剑宗的人一旦发现我不见了，必然会封城截杀，甚至在回缥缈宗的路途中拦截。走，并非上策。”晏北山拳头落向结界的刹那，白色明虎亦是张牙舞爪冲出，并化为一道刚猛无比的拳芒。轰隆，巨力宣泄，顿时偌大的地宫都在晃动，一层层强劲的拳波震荡八方，好似交叉的光环铺散。阻挡在萧诺面前的黑色结界也是发出刺眼的光芒，缠绕在晏北山身上的铁链亦变得极为躁动。晏北山面露诧异，他是知晓明虎苍海镜这部武学的，但他意外的是萧诺爆发出来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强。可惊讶之余，晏北山却还是叹了口气：“唉。”这声叹息刚落，黑色结界弹出一股坚韧的力量，萧诺释放出来的拳芒直接被震碎，砰！余波暴冲，碎石横飞，猛烈的暗劲涌入萧诺的体内，明虎之力顿时涣散，萧诺再度退了出去。唰！萧诺这次退了10几米，气喘着粗气，鲜血顺着指缝滴在地上。结界的力量竟然这么强！躲在石柱后面的晏婴也露出了担忧之色。晏北山开口说道：“我身上的这根铁链并不是凡物，它是天罡剑宗的人交给晏修的宝物，除了他本身拥有强大的灵能外，还加持了特殊的阵法在里边，你不必浪费精力。”晏北山语气很平静，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萧诺抱有希望。萧诺咬紧牙关，拳头再度握紧，我就不信打不爆他。就在萧诺准备使用暴血灵珠的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就算你使用暴血灵珠，也毁不掉这座结界。”在这声音不是别人，正是鸿蒙金塔的塔灵。萧诺心神一紧，如果连塔灵都这么说的话，那就没什么好怀疑的了。难道真的要把晏北山留在这里吗？可就算如此，萧诺和不见得能够顺利的返回缥缈宗，毕竟自己还要带着一个晏婴。你可有办法？萧诺询问道。有，但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塔灵回答道。萧诺眼角微眯，什么办法？塔灵道：以你当前的修为，不论再如何折腾，都破不了这层结界，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别人的力量。要借谁的？鸿蒙金塔第2层封印者暗夜妖后。什么？此言一出，萧诺有些不敢相信，甚至还感受到了一股森森的寒意。对方在开玩笑吗？显然不是。塔灵继续道：你使用的那口妖魔之刀是暗夜妖后身上掉落的鳞片所化，它能够作为承载暗夜妖后力量的载体。我可以暂时的松动一下鸿蒙金塔第2层的封印，你借机用那把刀吸收暗夜妖后的一缕力量，届时你可以破坏面前的结界。塔灵虽然把步骤说得很清楚，但萧诺明白，真要做起来绝对是要冒险。你刚才说的风险又是什么？萧诺问道。塔灵解释，风险有2种，第一，你承受不住暗夜妖后的力量，会借力不成，还遭受反噬；第二，松动封印可能会给暗夜妖后带来脱逃的概率，万一要是被他跑出来了，你瞬间就会被抹杀掉。萧诺脸色有些难看，说的这么可怕，你干脆就别提出来了。塔灵无语，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他顿了顿，接着道：以青铜骨体出城，如果只是获取少部分的力量，问题应该不大。至于第2个风险，我也只是在告诉你后果，只要我松动封印后，又及时的将其加固好，便不会给对方机会。萧诺微微点头，他当即也明白了塔灵的顾虑。也就在这时，一只小手握住了萧诺那受伤的手臂。对，不起。晏婴艰难的道歉，他眼中含泪，满满都是歉意。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然后望向晏北山：爷爷，等我们。晏北山深深的闭上眼睛，然后一边点头一边说道：快走吧，只要你好好活着，爷爷就死而无憾了。晏北山在告别，此行不论缥缈宗能否派人前来救援，晏北山可以说都是凶多吉少了。晏婴终是没有忍住泪水，晶莹的泪珠簌簌的往下掉。可接着萧诺却道：我还没说要结束呢。晏婴一愣，晏北山刚要劝说萧诺抓紧时间带晏婴走，萧诺却是把晏婴推开，这次再站远点。说罢，萧诺右手隔空一抓，枪，那柄钉在墙壁上的黑色魔刀重新回到了萧诺的手中。小兄弟，晏北山喊道。萧诺打断对方：晏城主，我可是想着圆满完成任务回去的。哗，话落，一股独特的力量从萧诺的体内爆发出来，一道瑰丽的阵轮乍现萧诺身下，紧接着萧诺身体中的鸿蒙金塔释放出神秘的光芒。准备好了，塔灵提醒道，他的声音无比郑重。萧诺双手紧握暗星魂，暗暗回道：来吧。嗡！顿时萧诺的身上大放异彩，他的脑海中随之响起了一阵古老的玄奥音律：鸿蒙金塔镇压万法，轰隆隆。下一瞬间，萧诺瞳孔缩动，他的意识进入鸿蒙金塔之内，旋即看到了混沌颠倒的震撼一幕。在那浩瀚无尽的宇宙天河中，一座古老神秘的璀璨金塔摇曳出万道神光，
跟着，萧诺的意识穿透了第2层的塔身，雷电轰鸣，撕裂苍穹，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气息赫然传来。城主府杀气如麻，血染不止。在城主府众多高手和天罡剑宗弟子的围杀下，缥缈宗的众人接连倒下。李浩师兄，救我啊！一名年轻的弟子刚发出求救声，就被一柄薄利的长剑给刺穿了心脏。哼！萧鹰一脸冷笑地拔出长剑，接着剑锋一转，停落在了另一位负伤的缥缈宗弟子肩膀上。萧诺那砸中在哪里？那名弟子脸色泛白，一脸惊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那就死。萧鹰眸中寒光闪动，剑光一抖，刺眼的锋芒照亮对方的瞳孔。嘶！温热的鲜血洒上长空，那名缥缈宗弟子当即人手分离。看着手段残忍、大杀特杀的萧鹰，另一边的欧阳荣惊怒交加。见人，欧阳荣直接闪向萧鹰，发起进攻。然而，欧阳荣刚才已经被萧逸所伤，攻体状态下滑严重，他的招式瞬间就被萧鹰看破。掠影追星，萧鹰遇剑破招，轻松规避欧阳荣进攻的同时，手中长剑陡然挥出，嘶！一层凌厉的剑气在欧阳荣的面前闪过，蓦地，欧阳荣当场被切翻在地。他趴在地上，只觉两边脸部火辣辣的疼痛。欧阳荣惊慌失措地摸向脸部，这才发现他的嘴角两边皆被划出一道口子。啊！欧阳荣摸着满手的鲜血，恐惧到了极点。我的脸！萧鹰得意洋洋，骂我贱人，我便划烂你的嘴，接下来我还要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欧阳荣惊恐万分，他或许不怕死，但怕被折磨得连尊严都没有。眼前这个萧鹰的年龄比他欧阳荣还要小一些，可是他的心肠却狠毒无比。殊不知萧鹰在萧家的地位仅次于萧逸，萧雨薇几人，他也属于萧家的高层子嗣。自小萧鹰就骄横跋扈惯了，后来进入了天罡剑宗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凡和萧诺那杂种有关系的人都该死。萧鹰挥剑刺向欧阳荣，欲把对方的舌头割下来。就在这时，一枚雷火符突然从后方飞了过来。萧鹰眼角一凛，回身一剑劈在那枚灵符上，轰！灵符顿时爆炸，一片刺眼的雷光在空气中绽放开来。萧鹰下意识地往后规避这股力量，紧接着穆月儿闪到欧阳荣的面前，一把将对方搀扶起来。欧阳师姐，振作点！哼，原来是你这个贱货！萧鹰看着穆月儿，举剑便攻。穆月儿倒也不怕，他反手甩出几枚灵符，砰！轰！接连的力量在萧鹰的面前引爆。穆月儿趁乱把欧阳荣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战场中心，李浩对决萧逸，看着越来越多的同伴被无情屠杀，李浩的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态极为崩坏。嘿，急了吗？萧逸一边迎战，一边用言语嘲讽：“你的着急，只能表达你的无能。”圣罡连斩，萧逸一步踏出，手中重剑连续扫出3道剑波，每一道剑波都譬如破冰传毛，来势汹汹。李浩挥剑防御，前面2道剑波都被化解掉了，但第3道剑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李浩连退7、8米，脸色泛白，嘴角渐红。可恶啊！李浩咬牙切齿，他并非不是萧逸的对手，而是这种状况下，他心乱如麻，根本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燕城主，李浩再度看向燕北山，大声地喊道：“你难道真的要助纣为虐吗？”然而，一个假的燕北山又岂会搭理对方？萧逸冷笑，把活命的希望寄托在燕城主的身上，倒不如在我的面前跪地求饶，兴许我还会留你一命。可恶，可恶啊！李浩再难遏制内心的怒火，他两眼血红，剑锋一转，竟是对准燕北山。老东西，你欺骗我们，我要宰了你！唰！李浩有些失去了理智，他双脚一点地面，好似追月流星般掠向燕北山。毕竟是假冒的燕北山，一看到杀气腾腾的李浩逼近，他的眼中竟是涌出一抹慌乱。可就在李浩一剑即将刺穿对方喉咙的时候，一道冷峻如冰的魁梧身影赫然拦在了李浩的面前。砰！李浩的长剑顿时受阻，只见燕修以徒手挡住了剑锋。哼！燕修冷声说道：“缥缈宗果然是狼子野心，竟然想谋杀城主，看来你们真的是没救了。”说完，燕修右手探出，袭向李浩的胸膛。痛！沉闷的爆响在李浩的身前炸开，一串绯红的血雨溅上高空，在缥缈宗众人惊恐的目光下，李浩飞出去20-30米，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众人脸色无不大变，只见李浩的胸膛上赫然印着几个血洞。再看燕修那边，他的右手上赫然佩戴一只玄金色的蛟龙爪套，一滴绯红的鲜血顺着爪套落在地上。嘿，不行啊，这就倒下了！萧逸阴阳怪气地笑着，说罢直奔李浩而去。一名缥缈宗弟子见此，连忙冲了过去。天罡剑宗的狗东西，我跟你拼了！萧逸眼角一闪冷光，接着回身一剑，无锋重剑迎面冲击在了那冲来的缥缈宗弟子身上。砰！一阵血雾炸散，那名弟子的胸膛当场被贯穿，外面战得天昏地暗。而在地宫里边，同样是紧张万分。此刻的鸿蒙金塔的第2层封印松动，萧诺的意识也是在塔灵的帮助下进入到了里边。轰隆！斗转星移，天地未分，巨大的鸿蒙金塔宛如一道贯穿亘古的仙柱。萧诺的目光透过第2层的塔身，瞬间展望到了一幅极为震撼的史诗级画面。龙，那是一条无比巨大的魔龙，它盘踞在浩瀚无尽的宇宙深渊中，它全身上下
布满了黑色鳞片，就像是传说中的太古异种，而每一块黑色鳞片都光滑如玉，闪烁着刀锋般的光芒。这尊魔龙的整体长度难以窥去，它的脊背长着6道棘刺般的母翼，每一根棘刺都尖锐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它的身外悬浮着一颗颗庞大的黑暗能量体，那些能量体像是宇宙中的星辰，围绕在它周边上下浮动。那是肖诺的注意力再度一收，只见黑暗魔龙的正中央区域赫然立着一座巍峨的露天宫殿，宫殿的顶端一道散发着滔天邪气的魅影协坐在石座上，它就是暗夜妖后，暗星6翼魔龙的本体化身。塔林的声音在肖诺的耳边响起，肖诺的心神收紧。石座上那道魅影一袭暗色的衣袍，他双腿露在外面，修长白皙，完美无瑕。他的气质是肖诺生平未见的，即便是人世间最为尊贵的帝王，也不及他的1/1000。他脸上戴着半张瑰丽的面具，面具是龙形的图案，遮住他的眼睛部分，但仅仅是从鼻子、嘴巴以及下巴等部位都能感受到对方那绝美的冷艳气息。他在沉睡。塔林的声音有些振奋，是个好机会。可也就在塔林话音刚落，暗夜妖后的双目陡然睁开，嗡！当接触到暗夜妖后目光的一刹那，肖诺感觉灵魂都要被洞穿了，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涌遍了全身每一寸皮肤，每一个毛孔。这种感觉就像在一瞬间掉进了万年冰窟。接触到对方眼神的那一秒，肖诺由衷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对方的气息太强了。好！就在暗夜妖后睁眼的同时，那尊遮天蔽日的庞大黑暗魔龙赫然发出惊天动地的低吼：“你胆敢窥去本座！”这声音响彻亘古，震撼洪荒。肖诺只觉耳膜都要裂开，心脏都要爆掉。哐当，轰隆，风云暴涌，恐怖至极的黑色气流朝着肖诺涌来，仿佛要将其意识吞没碾碎。也就在此刻，肖诺感觉手中的黑色魔刀起了巨大的反应，一股黑色的灵力涌入刀身当中。可以了，我要关闭封印。塔林的声音再度震醒肖诺，紧接着塔林立即撤掉对第2层封印的松动，并强行切断了肖诺的联系。地宫中，肖诺的意识退了回来，此刻的他全身涌动着澎湃的黑色气流，一道道譬如龙纹般的密路在魔刀上面闪烁。原本只有1米左右的黑色魔刀，此刻竟然迅速地放大了2-3倍，不论是宽度还是长度都变得威慑力十足。燕城主肖诺宛如一尊黑暗战神，双手高举魔刀。燕北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跳，他有种害怕的感觉。没错，正是害怕。肖诺这一刀不仅仅是要破坏结界，甚至感觉要连燕北山一起给砍了。要来了，斩！肖诺一声暴喝，魔刀劈出。好！地宫之中响彻一道震耳聋吟，蓦地一记凝实的黑色刀芒就像魔龙出巢，一路震爆地面，然后结结实实地劈在了前面的结界上。砰！方才还是坚不可摧的黑色结界在触及黑色刀芒的一瞬间直接破碎。轰隆！强大的余威席卷八方，地宫墙壁布满裂痕，伴随着石柱接连坍塌，地宫剧烈晃动，大量的石块不断往下掉。燕鹰吓得到处乱窜，而结界一破，燕北山身上的黑色铁链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只见燕北山缓缓地站起身来，他的眼中燃起了熊熊烈火。燕修，天罡剑宗，我燕北山命不该绝啊！燕北山声如洪钟，双臂一震，身上的铁链尽数断裂。城主府内血爆如雾，血洒如雨。看着被萧逸一剑贯穿胸膛的同伴李浩、穆月儿、李琛等人的内心宛如刀绞。为什么？为什么？穆月儿脸色苍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回答穆月儿的是2声沉闷的重响。只见2道半死不活的身影从房间中扔了出来，砰砰，2道身影接连砸在地上，就像断线的木偶。正是白天受伤严重的云宙向东流2人。云宙师兄向师兄。穆月儿面容更为惨白，他身后的欧阳荣也惊恐的瑟瑟发抖。哈哈哈！萧英洋洋得意的蔑笑道：“还真以为用一堆灵符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只见萧英举着沾血的长剑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穆月儿咬牙切齿，他没想到这女人抓不到自己和欧阳荣，就转身进去拿云宙向东流撒气。可怜云宙向东流本身就伤势严重至极，这一下更是连雪上加霜，绝望，彻底的绝望了，甚至比白天连输2场的时候还要绝望无助。缥缈宗弟子死的死，伤的伤，一个比一个凄惨。盛书成，李浩2眼血红，他怒视燕修：“我们缥缈宗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城主府夷为平地。”哼！燕修侧转过身，其一手负于身后，眼神斜视缥缈宗众人，杀无赦，一个不留。是！毁灭聚拢而来，死亡迅速的逼近。就在缥缈宗众人彻底死心的时候，突然间大地剧烈震动，轰隆！紧接着一颗颗无比庞大的树藤从大地钻了出来，并强行分开了战局。那是燕修的脸色一变，城主府的众守卫亦是一惊。只见一道硕大的树根冲破了地表，就像木龙般撕裂层层墙壁，瞬间长成了一株株参天大树。天空中仿佛撑开了一张张大伞，它们交织成网，封锁苍穹。是树界大阵！一名守卫惊呼道。紧接着所有人城主府的众人皆是把目光转向燕修身后的燕北山。任何人都知道，树界大阵唯有城主燕北山才能够启动，可现在燕北山就在这里，
那树界又是谁启动的？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一根水桶般粗的树根突然从燕北山的身后钻了出来，接着将其紧紧缠住。燕北山一脸惊恐，他看向燕修，救我！燕修还未有所行动，那道树根就把那假冒的燕北山托举到了虚空中，然后一圈圈的收紧，砰！一团血雾炸散，假冒的燕北山当众被绞杀的四分五裂。城主！众人大骇。缥缈宗、天罡剑宗的众人一时大惊，可下一秒钟，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城主府内响起，那是假冒的我。听到这声音，城主府的众多守卫顿时眼睛一亮，是城主的声音。反观燕修则是惊恐无比，他逃出来了，真正的燕北山竟然出来了，怎么办？燕修顿时慌了神，他刚欲转身逃走，一只巨大的木手从天而降，直接将燕修按倒在了地上，砰！碎石崩裂，大量的石块溅上高空，燕修被提了起来，接着一根根锋利的木桩聚拢过来。燕修，你胆敢联合天罡剑宗背叛我！燕北山那极具威严的声音令燕修惊恐不已，他一个劲的求饶，但下一秒钟，锋利的木桩透过巨大木手的指缝刺入了燕修身上，痛苦万分的惨叫令人头皮发麻，大量的鲜血往外喷涌。啊！城主饶命！看着燕修凄惨的样子，天罡剑宗的一行人慌了神。萧一二话不说，立即对萧英等人道：“走！”没有任何的犹豫，天罡剑宗的众人迅速撤走。后方燕修的惨叫声不断催促着他们加快速度。怎么回事？萧英一边逃离城主府，一边询问萧逸情况。哼，燕修这个废物，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萧逸沉声骂道。萧英说道：“看来夺取圣树城的计划还是失败了。”萧逸眼角微眯，面泛寒意。不过我们杀了缥缈宗这么多人，也能回去交差了。想到这里，萧英脸上笑容浮现，随后又道：“可惜没看到萧诺那个杂种，不然还能给萧不让和萧夺报仇。”提及萧诺，萧逸的目光更冷，以后有机会杀他，先留着他的贱命。我一定要亲手折磨死他。还有缥缈宗的那个贱人，萧英冷冷地说道。然而就在这时，黑暗之中一道回旋的刀光袭来，跑在最前面的几个天罡剑宗弟子接连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紧随其后的便是数颗人头飞上高空。萧逸心头一惊，萧英也跟着顿住了身形。枪！黑色魔刀在空气中划出一道轨迹，然后稳稳落在了前方一人的手中。夜色下，寒风骤起，阻路者眼神冷意，更显睥睨。不是要找我吗？现在我来了！魔刀沾血，杀意汹涌，顺着刀尖落下的血滴映照着杀人之夜。哒！瑰丽的血滴从刀尖滴落至地面。城主府大门口，萧诺横刀拦路。天罡剑宗的一行人心惊不已。萧英咬牙切齿：“你这个杂种竟然在这！”萧一二话不说，立即对身边的众人道：“杀了他，然后离开。”是。几名剑宗弟子眼中透露出凶狠之色，然后有如狂奔的凶狼拖剑攻向萧诺。给我死！冲在最前面的剑宗天才爆发强盛剑势，掌中灵剑迅速逼近而来。然对方甚至都还没有碰到萧诺的身体，一道黑色刀光纵向斩出，砰！灰暗刀芒瞬间切碎对方的护身剑气，并直接将其斩成了两半。黑夜瞬杀，唯美如画。紧接着，另一个人也攻到了萧诺的面前，鬼影身法，刷刷刷，对方一连幻化出3道残影，移动速度快的就跟鬼魅一样。可萧诺却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五指一动，手臂一翻，手中魔刀顿时贴着掌心高速旋转，咻咻咻，转动的刀锋在空气中画出绚丽的幻影。下一秒钟，萧诺的右侧方一串鲜血飞溅，那道利用鬼影身法逼近之人顿时被斩断了喉咙，连斩2人。萧诺随后刀锋一转，反手拿住刀柄，膝盖一弯，完成蓄力。我本以为今日之局白天就已结束。唰！说话的同时，萧诺一个踏步纵杀，高高跃起，反握的魔刀斜着朝前方来人劈出。那人连忙将长剑挡在面前，可刀剑交催的刹那，叮的一声脆响，那剑宗弟子手中的长剑应声而断。萧诺以下沉之力压刀，凌厉的刀锋无情地斩入了对方的胸膛，嘶！血雨从对方的脊背爆开，对方发出一声惨叫，然后整个上半身都分成2段，惨叫不止，血染不绝。剑宗之人皆被一刀毙命。哗！雾色双锋在萧诺的身下铺散，其声音低冷，继续说道：“但你却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杀光你们的机会。”萧诺身形转动，掌中魔刀就像回旋的星辰光环，凌厉耀眼，锋芒毕露。嘶嘶嘶！啊！刀锋所划之处，天罡剑宗的弟子接连丧命，他们毫无招架之力，一个接一个被斩爆了身躯，在急促的惨叫声中命丧当场。紧接着，萧诺五指一松，魔刀飞出，追向下一个目标。被选中的那人连连后退，看着袭来的魔刀，他咬牙一狠，利剑在前，纵横剑盾开，嗡！蓦地，剑气笼罩四下，一座十字剑芒状的护盾挡在面前。尽管这人的纵横剑盾并不如萧逸牢固，但看上去倒也不差。砰！黑色魔刀冲击在十字剑盾上，溅起一片耀光幻影。只见魔刀被弹上了空中，那人心中一喜，我挡住了，我挡住他了。别人都是被萧诺一刀毙命，但他挡住了飞来的魔刀，说明自己是有能力防住对方的。可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完，一股凶猛的冷风扑面，萧诺就像一头猛虎般高高跃起，通！下一秒钟，
肖诺的膝盖迎面撞击在了对方的胸膛上，强大的冲击力瞬间涌入全身，其胸膛直接朝内塌陷，五脏六腑即刻遭遇巨大的冲撞。啊！对方仰面喷血，硬生生的被肖诺给用膝盖撞入了地底。砰！尘土溅起，石砖迸裂，肖诺的膝盖就像几万斤的秤砣，压得对方动弹不得。枪！同时，魔刀从空中落下，肖诺抬手接住，然后朝下一划，嘶！刀势回旋，击穿大地，又是一颗狰狞的头颅甩了出去，挡住了，但又没完全挡住。肖诺眼角溢出森寒冷光，转眼之间，一众天罡剑宗的天才弟子俨然被屠了干干净净。肖诺的面前只剩下了萧逸、萧英二人，又惊又怒。肖诺屠杀剑宗人的手段，比刚才他们围杀缥缈宗众弟子的方法还要狠厉得多。在肖诺的刀锋下，剑宗人的性命仿佛还不如一条狗。可恶啊！萧逸勃然大怒，他两眼喷出火来，重剑再度换入手中，我要你的命！砰！萧逸挥剑一扫，雄浑剑波在身外荡开，大片的石砖尽数毁坏。欲向圣钢斩，怒火中烧，萧逸再出越线杀招，他持握重剑杀向萧诺，同时在他的身后，一尊庞大的玉像幻影爆发毁灭气势。某剑招和力量的结合，萧逸推剑冲杀而下，强盛的剑气绕身狂舞，重剑之外，剑芒重叠，轰隆隆，大地寸寸炸裂。萧逸的面前，壮观的沟壑呈现。别以为我怕了你！萧逸目光凶狠，眼神充满狰狞杀意。砰！轰！跟着一股雷暴般的巨响在两者间炸开，交叉状的余波席卷八方。只见萧诺竟是以左拳正面抗住了萧逸的这一杀招，巨力交催，气流错乱，爆冲的碎石好似惊飞蝴蝶群，场面堪称炸裂。你！萧逸双目怒睁，他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张熟悉的面孔，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3年前的萧诺，乃是西岳城的第一天才，整个萧家的弟子皆黯然失色。萧逸是嫉妒的，他嫉妒萧诺天资卓越的同时，更担心萧家之主的位置被对方给夺走。所以当天罡剑宗要萧诺身上那滴天皇血的时候，萧逸是第一个赞同的人。一滴天皇血换取家族兴盛300年，本以为一切都在3年前结束，可没想到那个陨落的天才今时今日又回来了。这种感觉让你想起什么了吗？萧诺仿佛看穿了对方的想法一样，他冷冷地说道：我萧诺今日便告诉你，天罡剑宗护不了萧家，更护不了萧家300年。8连崩击，话音落下，接连不断的力量从萧诺的体内爆发出来。砰！萧逸顿觉手臂一麻，重剑上覆盖的剑气接连被震碎，一连8道力量涌入了萧逸体内，后者全身巨震，气血翻涌。正当他以为结束的时候，第9道力量以迅雷不及之势再度袭来。9连崩击，砰！8连之后9连出击，一座青色的光环碎影在重剑的剑尖处爆开，巨力凶猛如潮，地表凹陷下沉。萧逸再难拿住手中的重剑，连同武器脱手飞出，其嘴角淌血，倒飞数10米，远说10尺。那时快，两大顶尖天才在转瞬的交锋过后，萧英抓住了时机，绕到了萧诺的身后。家族丢弃的剑种，你也敢在这里贬低剑宗，嘲讽家族？枪！萧英催动全身功力，灵剑直取萧诺的后颈窝，可仅仅是下一瞬间，萧英手中的长剑便断成了2截。什么？萧英大惊失色，只见萧诺的身外汇集着一道青铜盾，长剑刺在上面，就跟冲击在铁板上一样。我若是剑种，那你又是什么？萧诺反手击刀，盾剑刀势回旋，暗沉的笑月残影扫向萧英的喉咙，后者长剑已毁，下意识地抬起双手挡在面前，可他又不是青铜骨体，岂能挡得住魔刀之威？嘶！华丽的刀光照亮了双眸，萧英只觉双臂一凉，霎时他的一双手掌直接斩了下来。萧英目眦欲裂，他还未来得及发出惨叫声，再觉口腔一冷，萧诺手中的魔刀已经刺入了他的口中。狠毒的女人，我见过不少，但你是毒一档。萧诺话音落下的刹那，刀锋一转，萧英口中顿时喷出大量鲜血，连同一起飞出来的还有一条猩红的断舌。这一刻，他连骂出剑种2个字都做不到，甚至连惨叫哀嚎机会都没有。嘶！城主府中血染如画，萧英下场凄惨，身上被鲜血彻底染红。这一刻的他连发出惨叫的权利都没有。之前他是如何对待欧阳荣等几位缥缈宗弟子的，现在就被加以数倍的还回。呜呜呜！萧英喉咙中发出呜咽声，他就跟恶鬼差不多，哪里还有半点平时的嚣张跋扈？他再也欺辱不了其他人，再也辱骂不了萧诺。萧英摇摇晃晃地摔在了地上，尊严全无。另一边的萧逸顿时愤怒到了极点，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这样对他，你真的是万死都难以谢罪。萧逸震怒，其颤抖着身形，接着杀气暴冲，体内灵能毫无保留地催动到极致。某！狂暴的气息如潮奔涌，由剑气所化的玉像将萧逸笼罩在内，紧接着庞大的玉像兽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幻化成一道磅礴剑气，剑气10几米长，宛如一艘势不可挡的破冰战舟，径直朝着萧诺灌杀冲去。就算是拼着剑体受损，我也要杀你啊！砰！萧逸双眼猩红，显然他此刻施展出来的剑势乃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换血险招。他身上燃动着暗红色的火焰，
飞向萧诺的剑气也顿时变成了暗红色。死吧！面对萧逸这破釜沉舟的进攻，萧诺的脸上丝毫不见惧色。这就是你所藏的最后一张底牌吗？貌似也没什么了不起。一声冷喝，萧诺扬臂朝外一掀，在其身后乍现一尊白色猛虎。紧接着，萧诺双瞳之中涌动着强盛的凶戾气息。砰！随后又是一股汹涌澎湃的血气爆发出来。这股血气正是源自于暴雪灵珠，伴随着萧诺的气势在瞬间翻增了5倍以上。只见其身后的那尊白色猛虎也突然两眼猩红，一身青蓝色的兽纹也跟着变成了诡秘的血纹明虎沧海镜。萧诺大喝一声，旋即一拳轰出。好！浑身布满血纹的白色猛虎顿时冲了出去。震撼！震撼！暴雪灵珠力量加持，明虎沧海镜的创造的威力再度超越界限，一边惊天动地的象银，一边震慑山河的虎啸，两股气势势如水火。就在两股力量交瘁的刹那，布满血纹的白色猛虎赫然化作一道可怕的血色拳芒，轰！明虎气尽，轰爆一切，血色拳芒直接轰碎了那道磅礴剑气。龙！剑气爆散，大地崩裂，拳芒所到之处惊爆万千碎石。萧逸脸色巨变，这可是他隐藏在最后的底牌，更是他不惜损伤宫体才能施展的一招。没想到就这样被萧诺给一拳打爆了。血色拳芒彻底将萧逸周遭的剑气摧毁，残余的力量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他的身上。砰！这一拳几乎叫萧逸五脏六腑移位，这一拳令其全身骨骼都在裂痛，雄浑的气流在其面前炸开，萧逸仰面喷血，跌跌撞撞的往后退去。枪！这时冷冽无比的魔刀撕裂层层气浪而来，直取萧逸的心脏。萧家的败亡就从你的骄命开始。冰冷的声音入耳，萧逸瞳孔倒映着那凌厉的刀锋，其惊恐的连番后退。别杀我！然萧诺刀势不止，快速逼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萧逸突然喊道：你父亲，我知道你的父亲在哪里。嘶！黑色魔刀的坚刃直接穿透了萧逸的左边肩膀。萧诺眼角一凝，内心终是产生了波动。在听到父亲2个字的时候，萧诺手中的魔刀偏移了些许位置，本该贯穿对方心脏的刀锋转移到了肩膀处。剧烈的疼痛令萧逸五官都变得扭曲狰狞，他紧紧地盯着萧诺：你父亲的下落我知道。萧诺紧握刀柄说：嘿嘿嘿。萧逸咧嘴狞笑：我要是说了，你会放过我吗？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嘿，好吧，他就在。萧逸话锋一顿，接着眼神猛地一闪狠光，他的手中突然画出一柄匕首。去死吧！萧逸眼神凶狠狰狞，匕首泛着蓝色的电光，速度奇快，直取萧诺的左眼。匕首袭来的瞬间，青铜盾自动出现，但令萧诺意外的是，这把蓝色电光匕首竟然穿破了青铜盾的防御。难以置信，这匕首竟然是一件超越了上品灵器的武器。嘿，萧逸笑得格外可怕，他的这把雷离刃乃是一件准极品灵器，就凭萧诺的防御根本挡不住其攻势。可萧逸想不到的是，萧诺的肉身强度比青铜盾还要强大1分。萧诺迅速抬起左手挡在眼前，砰！匕首冲击在了萧诺的左手掌心，一片蓝色雷光在萧诺的掌中爆开。准极品灵器的锋芒还是极为可怕的，一道道雷弧全面流窜，萧诺的手掌都被刺穿了。痴痴，雷弧好似囚笼交错，匕首的尖端距离萧诺的眼睛不到2寸，鲜血从萧诺的左手掌心淌出，而萧诺的脸上却不见半分痛苦之色。萧逸傻了眼，他尝试着推动匕首，可雷离刃就像卡在铁板中一样，动弹不得。你没机会了！萧诺冷漠的声音入耳。萧逸顿感不妙，他刚欲后退，萧诺手中的黑色魔刀朝外一转，砰！一团血雾炸开，萧逸整个左边肩膀直接脱离了身躯。啊！血雨飞洒，惨叫凄厉。萧逸捂着筋骨断裂的左肩，惊恐倒退。我告诉你他在哪，别杀！话还未说完，萧诺手中魔刀再出，华丽刀影回旋一斩，无情地划过了萧逸的胸膛。痛！明媚鲜血在刀锋上飞舞，萧逸的上半身直接断开。刹那间，萧逸感觉瞬间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胸膛以上的部分飞了起来。萧诺眼皮轻抬，双眸溢出无声的嚣狂。你想说，但我现在不想听了。如若是谎言，那带出来的只能是下一个阴谋。枪！话音落下的瞬间，萧诺手中魔刀再度朝后一闪，一刀光寒染双眸。萧逸那飞在空中的上半身再度被这凌厉刀气切穿。嘶！蓦地，萧逸的头颅以旋转的形态飞离了脖颈。萧诺魔刀一侧，以刀身接住对方的首级，浩荡杀气掀动衣袍。我会将你的首级送回萧家。震撼！震撼！天罡剑宗一品弟子萧逸，在这一刻直接被萧诺分支断手。这时，仅剩半条命的萧英彻底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当中。他看着被斩杀的萧逸，终于感受到了萧诺的可怕。萧英一边发出呜咽声，一边跌跌撞撞地朝着城主府大门口跑去。他要逃命，除了逃命，他脑袋里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可就在这时，城主府的一处高楼上，沐月儿两眼泛红地拉开了一张灵巧的华丽弓箭。弓箭通体如玉，花纹精美，一支玄金色的箭矢悄然上弦。这一箭，为了欧阳师姐，为了云宙师兄，为了向东流师兄，更为了所有被杀的师兄弟。追月剑，蹭！
弓弦发出独特的音律，玄金色剑矢拖出一道绚丽的气流冲了出去。这一剑瞬间飞越2里地，已经逃到了城门口的萧音只觉身后传来急骤的破风之声，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看，一片血雨爆洒，玄金色剑矢无情贯穿了对方的喉咙，并将他牢牢地定在了大门之上。至此，天罡剑宗所有人败亡尽灭。天香酒楼灯火辉煌，作为圣树城最为豪华的酒楼之一，这天香酒楼乃是万金商会出资打造的。万金商会平日和圣树城几大家族洽谈生意，也都是在这。此刻，天香酒楼的贵宾房间内，公孙家族大小姐公孙晴站在窗户边，自言自语道：“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爽约了。”公孙晴有点无语，那个家伙白白的让自己在这里等了1个多小时，真没良心。公孙晴不满地抱怨了一句，然后准备离开。而就在这时，圣树城内的主街道上传来一阵混乱嘈杂的声音，跟着便是大量的人群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去。副会长，大事不好了！房间的门被推开了，一名管事装扮的中年男子满是严峻地看向公孙晴。什么事情？公孙晴问道。城主府出大事了。怎么会？具体还不清楚是什么状况，但里边爆发了相当激烈的大战，现在圣树城的几大家族都赶过去了。备马！公孙晴二话不说，随手把挂在墙上的一件风衣披上，然后便急匆匆地下了楼。此刻，圣树城内乱作一团，一辆辆威风凛凛的灵兽拉着马车，火速赶往城主府。然而，等到众人抵达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城主府外，几位家族的掌舵者差不多同时赶到，其中一位家族抬头望向城主府的上空，数界大阵都触发了，看来绝不是小事。这时，又是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疾奔而来，这辆马车乃是由4匹踏着赤焰的红色骏马拉着，这红色骏马体型高大，眼睛是海洋般的蓝色，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极为少见的赤银宝驹。随后，马车的门帘拉开了，公孙晴披着件红色风衣走了下来。几位家主，发生什么事了？公孙晴上前问道。一位李姓的家主摇头道：“我们也是刚到，还不清楚状况。”另一位家主指着城主府的上空，数界大阵都触发了，城主大人想必都参与了，我们进去看看先。走！众人没有迟疑，当即结伴进入府内。才刚上大门口的台阶，众人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只见城主府的大门一侧挂着一道浑身是血的身影，对方死得极为凄惨，双手不知去向，一支玄金色的剑矢就像长钉般将其钉在了门上。这是天罡剑宗的那女人。一名家主脸色泛白，眉头紧皱。公孙晴也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眼前之人竟是萧家的萧音。同样是在西岳城长大的公孙晴是认识萧音的，对方在萧家的地位仅次于萧逸、萧雨薇等少数几个人。萧音以前就嚣张跋扈惯了，后来拜入了天罡剑宗，受到剑宗的重点培养，更是目中无人。万万没想到他会落得这种惨烈的下场。谁干的？众人相互对视了一眼，继续往里边走。可里面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叫人头皮发麻。一地的尸体，一地的鲜血，一地的残肢断臂。纵使圣树城的几位家族见过不少的大风大浪，可还是被眼前这一幕惊得冷汗直冒。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不可招惹的身份——天罡剑宗弟子。正因为天罡剑宗这4个字，就算是他们这几位家主都不敢对他们下杀手。现在他们全部都命绝当场。好狠的手段，好炸裂的战局！公孙晴身后的那名管事走上前去，他查验了一下地上的一众尸体，大多数都是一招致命。从伤口来看，杀他们的人拳脚力量极强，使用的武器多半是用刀。此言一出，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每个人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今日白天那道霸气萧狂、自称为涅槃殿弟子的年轻身影。是他！我的天，天罡剑宗的人全都被他杀了吗？众人的脸色一变再变，公孙晴的内心也是难以平定，因为他在一具残破的尸体旁边看到了萧逸的武器，那柄重剑失去了所有的光泽，他遗落在场上，暗沉的就像一块废铁。此刻，结束完战斗的萧诺正往城主府里边走去，沐玉儿紧紧地跟在萧诺的身后，他的眼眶仍旧泛红，手中握着一张灵巧的弓箭。虽然他一剑终结掉了萧音的性命，但沐玉儿内心依旧悲伤。这次死伤的同伴太多了，甚至都还不知道云宙、向东流有没有机会救活回来。再想到欧阳荣被划伤的脸，沐玉儿第一次感受到宗门之争的残酷。事实上，这也只是缥缈宗和天罡剑宗这么多年来的摩擦之一而已。大大小小的战斗多不胜数。前方萧诺的左手掌心不断有鲜血滴落在地。萧诺的炼成青铜骨体的时间尚短，那柄雷离匕首乃是准极品灵器，还是能够对萧诺造成伤害的。你的手，沐玉儿开口唤道。萧诺仿若未闻，他一声不出的继续走着。沐玉儿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城主府中央大殿，整齐的守卫排列在了大殿外的广场两侧。大殿门口最上方的台阶上，城主燕北山虽是披头散发，但目光有如猛虎，令人望而生畏。城主饶命！台阶下，大管事燕修浑身是血，他的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血洞，甚至连一条胳膊都不见了踪影。燕修赫然没有了平日的冷冽戾气，此刻就跟服罪的犯人般跪在燕北山的面前。燕北山面无表情，
其孙女晏婴缩在燕北山的身后，手中抱着木偶玩具，柔柔弱弱，看上去小小的一个。在店门口的另一边站着身负重伤的缥缈宗一行人。李浩脸色苍白，虽然胸膛的几处伤已经止血，但他的气息非常虚弱。欧阳荣用白布蒙着脸，他的眼中满是憎恨和怒意。接着，萧诺、穆月儿走到了这里，众人纷纷望去。穆月儿连忙来到欧阳荣、李浩等人的身边，他冲欧阳荣用力的点点头：“师姐，我和萧诺给你们报仇了，他的尸体现在还挂在门口。”穆月儿很清楚，欧阳荣这次受到的创伤极大，不仅仅是身上的创伤，更多的是尊严的践踏。欧阳荣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只是闭上双眼，深深地输出一口气。众人看向萧诺，一个个内心充满复杂。就在刚才，缥缈宗几人知晓了内情，知道是燕修背叛了燕北山，也知道是萧诺把燕北山救出来的。这时，缩在燕北山身后的晏婴突然走了出来，他小跑地来到萧诺的面前，接着他指了指萧诺那还在流血的左手。萧诺没有理会，也没用说话。随后，晏婴竟是从自己的裙角处撕下一根布条，并仔细地为萧诺包扎起来。萧诺本想拒绝，可晏婴却抓着对方的手不放，就跟他要萧诺去救燕北山的时候一样，满脸倔强。萧诺手指轻轻触动了一下，任由对方处理。场边的穆月儿明显愣了愣，他竟然有点小小的懊恼，刚才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帮萧诺包扎一下伤口。燕北山把晏婴的行为表现看在眼里，他那具有威严的眼神涌出些许的柔和。城主府内的众多守卫也不由得相互对视了几眼。众所周知，大小姐非常害怕生人，不论见谁都是缩在燕北山的后面，没想到他会当众做出这等举动。也就在晏婴给萧诺包扎完手掌的时候，盛树城的几位家族掌舵人和公孙晴也来到了这边。众人一看这种情形，就怔住了。城主，大管事他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见到人都到齐了，燕北山也不磨叽，他开口说道：“燕修勾结天罡剑宗，对我加以残害，现在他的阴谋失败，我将对他处以严惩。”众人更是诧异，燕修勾结天罡剑宗？不等几人弄清楚，燕修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喊求饶：“城主，我错了，是我听信了天罡剑宗的鬼话，是我一时糊涂。城主，念在我这么多年为圣树城付出无数心血的份上，求您放过我吧。”听着燕修所言，燕北山不禁有些心软。燕修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一度更是他最信任的人。相比较被其背叛产生的愤怒，燕北山更是痛心。燕修痛哭流涕，他脑袋磕在台阶上，血流如注。城主，我真的错了，是天罡剑宗的人承诺我说以后圣树城由我统治，我一时鬼迷心窍，才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我再也不敢了。来人！燕北山声势如雷，喝得众人脊背发凉。几名守卫走了出来，给我把他打入死牢，从今以后任何人不得探望。是。旋即几名守卫直接把燕修押了起来，任由燕修如何的求饶，燕北山始终都不为所动。然而众人都看得出来，燕北山终究还是心软了。如果是换作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觉得燕修罪不容赦，可燕北山还是念及了旧情，没有取对方的性命，而是将其打入了死牢。从刚才燕修的喊话中，几位圣树城的家主差不多都了解了大概，而后燕北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众人听完恍然大悟，难怪之前都说的好好的要和缥缈宗结盟，可几天前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原来是燕修在搞鬼。我还一直纳闷呢，天罡剑宗行事过于狠戾，和我们圣树城根本不是一路人，城主怎么会想到转投剑宗？现在可算弄清楚了，燕修真是吃里扒外，多亏了老天开眼，没让他的奸计得逞。在讲述完事情来龙去脉，燕北山也面向缥缈宗的李浩、穆月儿等一行人：“是老朽给你们添麻烦了，本次给缥缈宗带来的损害，我会全权负责。”燕城主言重了。李浩双手抱拳，他恭敬地回道：“城主府也是受害者，所有责任全在天罡剑宗，我会向三长老禀明此事，燕城主不必自责。”唉，燕北山轻叹了口气，旋即他道：“今晚你们先去疗养伤势，这2天我会正式把圣树城的部分管理权授予缥缈宗。”多谢燕城主。李浩悬着的一颗心也算是安稳的落地。如今真正的燕北山亲自开口，那这件事情便是板上钉钉子，不会再做出改变。安排缥缈宗众人去休息疗伤，燕北山又对几位家族的掌舵者道：“近些时日，圣树城可能会不太平静，你们需要加以防备，避免天罡剑宗前来滋事。”是，城主。众家族掌舵者郑重的点点头。此事虽因天罡剑宗而起，但剑宗弟子全军覆没在城主府，后面剑宗或许会前来讨要说法，毕竟恶人先告状的事情太多了。不过圣树城倒也不怕，第一是圣树城内有数界大阵守护，天罡剑宗想要攻破圣树城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圣树城和缥缈宗结盟，城主府有难，缥缈宗绝对不会坐视不理。众人各自散去。公孙晴在人群中看到了萧诺，他本想上去招呼一声，但想对方今晚历经激烈大战，状态有所疲惫，迟疑了一下。公孙晴还是打消了念头，之前住处已经被毁，加上满地的尸体需要处理，城主府安排了另一座院子给缥缈宗众人，
并且燕北山城主还令人带来了圣树城最好的一批医疗士。翌日天刚刚亮，萧诺的房门被敲响了。萧兄弟，您醒了吗？门外是陌生的声音。屋内的萧诺打开房门，只见外面站着一个年轻的守卫。萧兄弟，城主大人有请。对方客气地说道。萧诺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我不清楚，不过城主已经在后院等你了。后院？萧诺眼中泛起一丝疑惑，稍作迟疑，然后跟随对方前往城主府后院。庞大的树木遮天蔽日，一眼望去，这后院仿若一座茂盛的林海。在年轻守卫的带领下，萧诺走在一条绿荫大道中，地面铺着石砖，两边乃是树林。大道修建得非常整齐，平整的石板上还有清晨雨露。道路的两边每隔10几米就立着一根石柱，柱身上刻有繁复交织的树木图案。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便会感受到每一根石柱中都蕴含着隐晦的灵能波动。前面就快到了，守卫说道。萧诺微微点头。绿荫大道不断深入，接连走过几个往上的高地，萧诺最终来到了一座极为壮观的石台上。石台构造颇为复杂，各种柱形的建筑支持着底部，一道道庞大的石桥长廊悬空在外，抬眼望去，有着一种强有力的视觉冲击。萧兄弟，城主就在上面。守卫停住了脚步，并示意萧诺独自前往。萧诺不解道：你不去了吗？守卫回答：此处乃是城主府最高规格的圣地，我是没有资格上去的。说完，对方便冲萧诺点点头，然后就转身离开了。萧诺稍作停顿，然后便登上高台。下一刹那，一股浓郁无比的灵气聚集而来，萧诺不由得心神一震，身体中残存的疲倦也随之一扫而光。在那台面上，两道略显熟悉的身影在那等待，一人正是城主燕北山，另一人是其孙女燕英。城主府后院如临海般壮观，一座建造在临海中心的巍峨石台上，燕北山和其孙女燕英等待来此的萧诺。燕北山一改昨日披头散发的狼狈形态，他头发梳细整齐，加之发冠的装饰，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气度不凡。燕英的身上也比昨日要干净不少，站在燕北山的身边依然是小小的一个，但这次他并没有缩在爷爷的身后。等到萧诺走上来的时候，燕英脑袋一歪，浅浅一笑。城主。萧诺双手抱拳，朝着燕北山行礼。他的左手手掌上还扎着昨日燕英给他绑上的布条，毕竟是被准极品灵气造成的贯穿伤，就算萧诺肉身再如何的强悍，也好不了那么快。燕北山点头示意，过来吧。萧诺不解地看向对方，去哪？仙术台。燕北山话音刚落，一片翠绿色的光幕由远至近的移动过来，光幕纵向移动，好似一层水幕穿过了三人的身影。嗡！跟着萧诺只觉空间轻微地触动了一下，蓦地萧诺仿佛进入到了一座凌霄云台之上，充沛的灵气好似仙雾缭绕，云台离天很近，伸手仿佛就能触及空中的云彩。在这巍峨壮观的云台中间，有一株巨大的参天古树，光是树身就需要好几个人合抱才能围住，而它的树冠几乎是笼罩了云台2/3的区域，人站在下面都感觉自己像只昆虫大小。这时萧诺眼中涌动着几分惊讶，这株参天古树散发着尤为强盛的灵气，每一片绿叶都摇曳着特殊的荧光。此地乃是圣树城的枢纽所在，这棵上古灵树是城主府的根基。燕北山对萧诺说道。也正因为这棵上古灵树，城主府才能创造出树界大阵。听到燕北山所言，萧诺心生惊叹，但他困惑的是，对方要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本次城主府遭逢祸事，若非你出手相助，圣树城恐已经落入了天罡剑宗的手中。我找你前来，是想表达一下谢意。燕北山说出了缘由。萧诺当即回应道：城主言重了，晚辈此行本就是三长老派遣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缥缈宗和圣树城的结盟交好，所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任务罢了。燕北山抬手，公是公，私是私，我公私还是分得清楚的。不等萧诺再说，燕北山扬袖一挥，一道翠绿色的光芒随之打出，唰，绿色光芒闪入那棵上古灵树当中，顿时云台之上惊起一股强盛的能量波动。哗，以灵树为中心，一圈接一圈的古老阵轮扩散出去，紧接着阵中灵能爆发，只见千丝万缕的精纯灵力朝着三人的面前聚拢。嗡，一道道精纯灵力就像汇集于一点的溪流。而后燕北山抬起左手，那众多灵能聚集的中心区域释放出皎月般的光芒，哒，跟着一枚通体翠绿的小球悬浮在了燕北山的掌心。这枚小球大约桂圆大小，释放出来的光芒忽明忽暗，暗时四下柔和，明时耀光亮眼。燕北山把此物托举到萧诺的面前，此物乃是木灵丹，乃是由上古灵树汇聚8方天灵地气，再以自身灵能进行融合而成的宝物，一般需要5到10年方能结出一枚。此物虽称之为木灵丹，可实际上和丹药没有半点关系，它没有借用任何的药材，也没用鼎炉烈火炼制，而是以最为纯粹的灵力酝酿成型。尤其是在听到想要结出一枚木灵丹需要5到10年，萧诺更为震惊。燕城主，我小友莫要推辞。燕北山也不等萧诺客气，就直接脱手令木灵丹漂浮在对方的面前。此物贵重不假，但也不及老朽我的性命贵重，更不及整个城主府的重要。相比较之下，这份谢礼还轻了一些。对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萧诺要是再推辞，感觉就假了。好吧，既然如此，晚辈就多谢城主的好意了。哈哈哈，这才像话吗？燕北山满意的朗声大笑，接着他再道：在上古灵树下服用木灵丹，可以事半功倍，你大可安心在此炼化丹药。我和婴儿在外面等你。这无需客气。好，晚辈谢过城主。随后，燕北山带着燕婴往外走去。云台之上，上古灵树之下，萧诺掌中托着木灵丹，眼中涌动着几分期待之意。5到10年才成一丹，此丹蕴含的灵能，怕是非同小可。旋即，萧诺在上古灵树的下方盘腿坐下，稍稍调整了下状态，然后便把木灵丹吞入口中。不同于之前吃过的那些丹药，木灵丹入口的瞬间，就像一缕清凉的液体，直接滑入了腹中。嗡，蓦地，一股远比阴阳元气丹还要强盛10倍左右的灵能在萧诺的体内爆发出来。然而，这股灵力极为清澈，不掺半点杂质在里边。萧诺催动丹田中的那团阴阳气旋，迅速地吸收木灵丹的力量。与此同时，萧诺头顶上方的那棵上古灵树也跟着摇曳出一团梦幻的光影。梦幻光影把萧诺笼罩在其中，萧诺当即感受到自己吸收木灵丹的速度还在加快。好东西，萧诺心中暗喜，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在快速地提升。仅仅是不到片刻，萧诺就来到了玉气境一重的巅峰层面，并开始冲击着下一层的界限。外面，一座建造在山壁侧面的石台上，晏婴坐在石台最边缘，一双小脚悬空，他偎依在爷爷的身边，比任何时候都要放松。燕北山也是分外慈祥，作为城主的威严尽数收敛，留给孙女的唯有疼爱。爷爷，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晏婴好奇地问道。他说话有些结巴，发音比普通人艰难。燕北山笑道：你已经长大了呀，去年你才1米高呢，今年都1米1了。可我都15岁了。晏婴说道。正常的孩子15岁已经接近成年人的身高了，晏婴却还是跟一个孩子差不多。燕北山抚摸着对方的脑袋，现在已经很好了。可我也想要大长腿。晏婴委屈地说道。哈哈哈哈！燕北山被逗乐了，他大笑道：会有的，你只是长得慢，又不是长不大。晏婴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低头看着手中的木偶玩具。燕北山肯定地说道：相信爷爷，我不会骗你的，你以后会长得比爷爷还高。好。晏婴抿嘴笑道：我以后比爷爷还高，那样萧诺看了我都要抬头。是，萧诺见了你都要抬头，说的人家萧诺就不长了一样，他还是个少年郎呢。燕北山没好气地笑道。也就在这时候，芳仙树台方向传来一阵强大的灵能波动。燕北山眼中闪过一丝光亮，这股力量波动正是修为境界突破产生的动静，看来进展很顺利，他的功体能很快适应木灵丹的力量。上古灵树下，萧诺体内力量不断增长，其一边吸收着木灵丹的灵能，一边运转鸿蒙霸体诀，强化肉身各处。进入了修炼状态的萧诺几乎忘了时间的流逝，不知过了多久，萧诺猛地睁开双眼，砰！霎时，一股远超之前的强盛气息从其体内爆发出来。云台之上，气流错综复杂，木灵之能肆意乱舞。萧诺的身外就像萦绕着一片绿色的环形绸缎。这时，燕北山带着晏婴走了进来，感受到萧诺身上的那股气息，晏婴抬头看了眼燕北山。玉气境3重，燕北山道。此刻的萧诺从玉气境1重突破到了3重的境界。旁边的晏婴抓了抓头发，似乎有些意外。当然，他意外是竟然只有3重。要知道，一枚木灵丹5到10年才成一丹，但实际上这一枚木灵丹是10年份的。原本燕北山打算留给孙女晏婴，可经过昨日的商量，晏婴主动把这枚木灵丹让给萧诺。这一点萧诺并不知情。如果是给其他的玉气境1重修士服用，至少也是增添好几年的功力，在灵能完全炼化的情况下，最低都能达到玉气境4、5重了。可萧诺这么妖孽的人，竟然才3重，不仅没达到晏婴的期待值，还有点没看懂。在他看来，萧诺这么强大的天赋，应该能突破玉气境5重，才没有辜负燕北山的这片心意。然燕北山却一眼看出了端倪，萧诺的境界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气势却远远不止这个层面，对方真正的力量强度怕是难以估算。就在这时，萧诺左手的那根包扎伤口的布条自己松开，在强风吹袭下，布条飞走。末了，萧诺掌心的那处贯穿伤暴露在了空气中，尽管伤口已经止血，但那贯穿手掌的伤痕还是触目惊心。嗡！下一瞬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弥漫在空气中的上古灵树力量突然朝着萧诺的掌心钻去，四面八方的翠绿色灵力气旋也仿佛受到了召唤一样，全部涌向萧诺的手心。那是燕北山双目圆睁，露出一抹惊愕，旁边的晏婴也满是困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一脸疑惑的还有萧诺自己，他只感觉大量的灵树力量正往自己的手心聚拢，伤口非但不感觉疼痛，反而还有种独特的清凉感。当前的场景持续了10几个数，当空气中的所有灵力都吸入萧诺手心的时候，神奇画面再度呈现。嗡！萧诺掌心的伤口神奇地完成了愈合。末了，一道类似于尖叶状的灵纹取代了伤口，那道灵纹停落在萧诺的左手掌心，其闪烁着银色光芒，古怪中又带着几许神秘。
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程主宴北山都惊愕不已。